放了我吧！求求你们放了我给你们当牛做马。对，我会绣花，我可以绣花给你们赚银子。放开我！你们放开我！顾九醒来，就看到2个男人正在欺辱一名少女。豆芽菜一样的娃娃，干巴巴的，也可没兴趣，也只对你有兴趣。前面后面都分不清，浑身没有2两肉，母猪都比他强。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好气哦！他的皮肤可好了，说不定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嘿嘿嘿嘿，富贵人家的小姐哟，哥哥先让你尝尝鲜，咱哥俩正好一人一个。猥琐瘦子答应一声，就往顾九这边来。顾九的脑子还有些晕乎，身上也没多少力气，只能够握紧手中的细簪。这根簪子是原主的，顾九醒来的时候就在手心里藏着。等猥琐男靠近，顾九猛地扑过去，细簪狠狠地插下去。猥琐男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臭小娘皮，敢伤我兄弟，老子要你的命！他几步到了顾九身前，伸出蒲扇一般的大手朝顾九脸上狠狠扇去。顾九上身往后一仰，同时飞起一脚踢在络腮胡裆部。顾九趁机再给他曲池穴又来了一下。他穿过来前正跟着系统学针灸。这是妖法，这小姑娘会妖法。见顾九冷冷地盯着他，撒腿就往外跑。顾九又看向少女，这少女也知道刚才把顾九得罪狠了，手脚并用，像个大蜘蛛一样往墙角爬得飞快。顾九懒得看她，转身出去，看看屋门，坏笑了一下，把门朝外锁上。2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至于最后是男人缓过来强了少女，还是少女趁机打晕男人逃出去，就看他们的运气了。这是个真实的世界啊，真不是做梦不行，得赶紧去找点吃的。走出小院，外面是条安安静静的小巷。走了一段，犯了低血糖，不得不蜷缩起身体，窝在墙边休息。你怎么了？哇，好一个神仙一样的小哥哥啊！我好饿，我走不动了。你跟我来吧，我给你找点吃的。还能走吗？顾九嗯了一声，这神仙似的少年把他当乞丐了是吧？随着少年没走几步，就到了巷中一户人家的门口。你在这里等着，我让人给你送吃的来。顾九在门外等了一会儿，果然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出来，递给他一个白面馒头。吃吧，小姑娘多大了？这是打哪儿来呀？家里是遭了饥荒了吧？22了。哎呀，可怜见的，慢点吃，饿久了吃太猛伤身体。这样吧，你跟我进来，我给你盛碗热粥。谢谢，不了，吃馒头就行了。谁都有落难的时候，小姑娘别不好意思，我去给你端碗水来，你可别走啊。老妇说完转身进去了，不一会儿果然端了一碗热水出来，递给顾九。可怜的孩子，快喝吧。顾九再次道谢，接过碗闻了闻，确定没下什么不该下的东西，才低头喝起来。刚喝一口，头顶突然一暗，一只麻袋当头照下，手中的碗吧嗒一下。快扛进来，别让人看见了。刚出虎穴又进狼窝，你看着他，我去禀告老爷。不一会儿脚步声传来，老爷您看，就是这个小姑娘，怕是饿得很了，刚才又受了惊吓才晕了过去。很好，把她洗干净，去买身喜服给她换上。王妈妈做得很好，事儿办完了
去账房领赏。是。这小姑娘细皮嫩肉的，小模样生得也俊，像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流落到外面了。莫不是遇到拍花子逃出来的？还真是有可能。您看这小模样可真好看，也算配得上大郎君。还没醒啊？衣服买回来了，给她穿上吧，晕着也好，省得闹腾。时辰到了，走，抬灵堂去。新娘到了，装殓吧！慢着，这是我带过来的小姑娘，你们把她怎么了？李老爷，你要拿着小姑娘给子谦生训吗？谢四郎，你和子谦是同窗好友，子谦不幸死得早，你也不忍心看他一个人在地下孤零零的吧？这小姑娘就是个小乞丐，没人护着也活不下去，还不如去陪子谦。李老爷，我是看着小姑娘可怜，才带她到贵府讨点吃的，可不想让她因此丢了性命，何况她是活人。伯父，你要用活人生训吗？谢战，你是子谦最好的朋友，今日是请你来送子谦的，其他的事最好少管。李伯父，这是活生生的人，子谦熟读圣贤书，地下有知，绝不会同意您这么做的。住口！我还用不着你说教，少管闲事儿，滚出去！以活人殉葬，李老爷，朝里的大人们也不敢这么做，本朝皇室也没拿活人生训。住口！住口！少拿大道理压我！这位李老爷，让我嫁一个死人，不该问问我的意见吗？抬着他的人本来在看热闹，闻言吓了一跳，他趁机挣脱他们，站到了地上。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他装脸了？误了吉时都不用活了。大禁律，管卖人口者首犯奖，卖方流放3000里，拿活人陪葬就是杀人，杀人者偿命。李老爷定要以身试法吗？哼，把他抓起来！立刻有下人一拥而上，然后他手脚并用，这边一拳那边一脚，没几下满屋子就躺满了哀嚎的下人。来人，来人，人都死哪儿去了？谢战像没听见一样，把顾九往腋下一夹，抬脚往外走去。能走吗？可以。先离开这里。两人顺着小巷出去，来到一条热闹的街道。小姑娘从哪里来？你家人呢？我家顾九是吴县人，今年家乡闹旱灾，跟着家人来荆州讨生活，路上家人全都饿死了。吴县是原主全家遇害的地方。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没有地方去，我带你去县衙问问，县里有官办的慈幼局，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幼。顾九立刻摇头，那种地方也就饿不死，他有一身本事，想在异域时空活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能先借我点钱吗？走吧，先带你去买点吃的。这时不远处一匹马飞快地跑来，马上骑着个15、16岁的少年。四哥，我刚去县学找你，他们说你去李家吊唁了，还好在这里遇到你。出大事了，刚衙门贴出公告，说居虎眼要决堤了，县令让大家赶紧撤离清河县。怎么会？居虎眼才修建不到3年，怎么会？听说上游的蕲州连下了10几天大雨，县城大人忧心居虎眼，查看之下发现居虎眼主体部分裂开几条缝，最多3日就会决堤，让大家赶紧逃命。县城大人是从水部下放来的，水利上的事儿最精通，他说的一定没错的。顾九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吐槽这悲催的命运。他穿到这里不足1天，什么狗屁倒灶的事都遇到了。衙门已经派人去各村通知了，县学的先生和学生也都散了，咱们也赶紧回去吧。啊，这马是徐叔送给咱们家的，给咱们路上驮东西用。四哥，这是哪家姑娘啊？顾九娘子，路上捡的。捡的？要带回咱们家吗？我是他弟弟谢五郎。你赶紧去买粮食和盐，还有雨布，常用的药也买一些。对了，还有桐油也要买1桶。你身上还有钱吗？全部买成东西，买完后在这里等着，我送他回去就赶车来接你。快去！谢战接过马缰，上了马，朝顾九伸出一只手，他十分利索地把手递给谢战，借着他的力道上马。谢战家在距离县城30多里的槐树村。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啊？这是怎么了？饿晕了，她叫顾九，全家都饿死了。李老爷要拿她给子谦配冥婚，我给救回来了。哟，小模样生得真俊呢，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哎呀，小姑娘这一张小脸可真是招人喜欢，咱们家留下她吧，怪可怜的。谢家3辈子没生女娃，谢战给捡了个小姑娘回来，大家都十分的好奇。这时谢战娘高氏也刚从正房出来。老四啊，把她抱进来，你大哥在大槐树下议事，让你一回来赶紧过去。谢战到了槐树下，一群人正凑在一起商量往哪个方向逃命。四郎，快来，你去年跟着先生去游学，到的地方多，你快说说，咱们往哪个方向跑合适？居虎眼最多3日就会决堤，咱们清河附近只有武陵县有几座土山，3日路程能到达的其他地方地势都低。那咱们就去武陵县。武陵的地势低，土山也低，这次齐州10几日暴雨的雨量都经过河道，汇聚到居虎眼，水量太大，怕是武陵的土山也会被淹没。那咱们去哪里啊？武陵不能去，其他有山的地方咱们3天时间又走不到。是啊，难道只能等死？咱们去仙居山。仙居山那不是居虎眼的方向吗？咱们不说赶紧逃，怎么还往上凑啊？那是咱们唯一的生路，3日路程能到达的高地只有仙居山和虎盘山。虎盘山山势陡峭，咱们根本上不去，只有仙居山山势缓，老人和孩子都能爬上。可是咱们吃什么呀？麦子还没收，家里余粮不多了。谢战伸手在地上仙居山的位置后面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咱们只要穿过这个老林子就到了上虞县，然后往东走，顺着仙居山脉去荆州城讨生活。只要咱们人还在，不管做苦力还是做点小买卖，只要肯干，怎么都能活下去。穿过老林子，祖祖辈辈都没人敢去老林子，都说那里什么蛇虫虎豹、山魈鬼怪都有。老人们还说那林子里的树都会吃人，去了就是死啊！不能去啊，那就是个吃人的林子。咱们人多，村里还有走过镖的叔伯兄弟，未必走不出去。何况林子里的野菜野果丰富，能节省不少口粮。听四郎的，仙居山是唯一的活路，就这么办。醒了，还温着，赶紧喝了吧。道生谢接过来就大口大口的喝。哎呦，你慢着点儿。谢谢，还有吗？你饿太狠了，不能一次吃太多，慢慢来啊。啊，您是谁？谢战呢？我呀，是谢战的娘。谢战在他屋里收拾东西呢。我家谢战排行老4，你可以叫他谢四郎或者四郎哥。我们呀，马上要出门逃难了，这一逃也不知道会去哪里，还能不能活着。四郎说你家里没人了，你可有什么打算呢？您家里还缺童养媳吗？高氏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死，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顾九急忙站起来，一手扯过高氏的手，在他大拇指的鱼际穴上按压起来，没几下高氏就止住了咳嗽。你还懂医理呀？我超厉害的。你这小姑娘啊，怪可怜的。四郎把你捡回来呀，就是咱们有缘。你若是愿意，就留在咱们家吧。愿意。来，先把衣服换了。小闺女太招人喜欢了，这娃今天起就是自家的了。老2、老5，你们俩回来了，买了多少粮食？就2斗，人都抢疯了。还好我去得早，后面粮铺掌柜就不卖了，人家留着自己用。2斗就2斗吧，家里还有半袋子糙米，半袋子杂粮，红薯还有些，省着点也能吃一段时间。盐糖呢，买到没有啊？还有雨布，这个也得买。盐买了2斤，糖1斤，桐油也买了1桶，油布就买了7块。娘的真黑，一块就涨了10个大钱，简直是黑店。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了，有用的东西比银子重要。行了，别抱怨了，快去收拾你的衣服被褥。丫头啊，怕不怕？不怕。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好了，干活去吧，帮我把铺盖卷了，搬到外面的驴车上。行了，来，过来。顾九娘是吧？过来帮着烧火。我叫顾九。九娘，四弟既然把你捡回来，咱们也不能扔下你不管。但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家穷，养不起闲人，家里的活计你要帮着干。听话的走过去，把柴火往灶里放。哎呦，小姑奶奶，你个小棒槌，烙饼能烧那么大火吗？哎呀，大嫂别生气，九娘还小呢，肯定在家里没有干过活，咱们慢慢讲。败家的玩意儿，烧火都不会，
这是捡回来的祖宗。大吉大吉，出来烧火。我不在这儿添乱了，我去帮娘整理衣服。娘？她叫谁娘呢？这是坐定咱们家童养媳了。做就做呗，咱们家4郎、5郎、6郎和大吉年龄都合适，二庆和三友虽小了点，但媳妇儿大点，知道疼人。别瞎说，坏了人家小姑娘的名声。九娘小不懂事，你也不懂事。谢大郎站在大槐树下，举着手中的铜锣，敲得震天响。村民们听到锣响，陆陆续续过来集合。等人都到齐，谢大郎让每家清点人数，确定没被落下的，才大手一挥，带领大家出发。累死累活半年，眼看着就要收麦了，老天不给活路呀！这会儿哪里还有时间哭啊？大水一来，谁都没命。行了行了，别看了，再看那些粮食也不会跟着你走。走了走了。村民们这才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的往前走。村里另有一小部分人不去仙居山。哼，一群傻子，相信谢四郎一个毛小子，毛都没长齐，懂什么？以为读几天书就什么都懂了，老在多吃几十年饭呢。爹，咱们家也去仙居山吧。四郎哥那么聪明，他说的话一定是对的，咱们不要去灵山了，好不好？死丫头懂什么？老子活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个毛头小子有见识。走快点，别磨叽。爹，山上一定能找到吃的，野菜菌子的随便找点就饿不死，咱跟着大家走吧，求求您了。你懂个屁！你还想找野菜菌子？那老林子从古到今就没人敢进去过，什么猛兽没有啊？没找到吃的，先让狼给你吃了。吴三娘被这一巴掌拍得踉跄几步，哭得更厉害了，朝着谢家的方向急跑几步。四郎哥，你帮我劝劝我爹吧，我想和你一起走。那是你小相好。别胡说，走吧。婶子，求你了，你带我走吧，我给你家做童养媳，做牛做马也成，您就带我走吧。好好，抢活计的来了。二嫂，我不太懂咱们这边的规矩，这么大年龄了还能做童养媳吗？这都能直接给别人生个童养媳了吧？这自然是做不了的。婶子，我给你家做婢子，我做使唤丫头，只要给口吃的就行，求你收下我吧。三娘啊，你爹娘都在呢，我一个外人怎么好做你的主啊？你放着爹娘不孝顺，去我家做牛做马，我成什么人了？这么缺德冒烟的事儿，我们可不能做呀！快回去吧。你这养不熟的白眼狼，非要倒贴人家是吧？行，你别回来了。谢大郎，这个死丫头我们不要了，你带走是卖了，还是当牲口使唤都是你的事儿，还能给我家里节省几口粮食呢。就没见过这样的人家，一个看上了人家儿子，死乞白赖非要赖着，另一个嫌亲生的孩子浪费了家里的粮食，趁势就想丢给别人，这都什么人呢？老二家的，老三家的，你们照顾着娘先走。然后回头对着吴三娘就是一顿喷。听不懂人话咋的？看我娘心善就来这套，打量我们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先想办法赖在咱们家，再赖上我们老四，最后让我们老四娶了你，你这是做梦呢？想嫁我们老四的人能从县城排到槐树村，也是你能肖想的？什么东西，快滚！我没有，大嫂子你听我说，都快点走，命要没了还看热闹。哎呀，走了，丢人现眼的东西，你倒是追上去啊！吴三娘犹豫半天，还是没敢赌谢家会收留她，只得磨磨蹭蹭的又回去了。咱们四郎长得好，村里的小娘子都喜欢，平日只要是听说四郎从县学回来，都变着法子往咱家跑，尤其是这个吴三娘，好赖话说尽了，就是赶不走，缠着四郎说话，害得四郎都没安静地方读书。咱们家娘啊，知书达理，就不会泼妇骂人的那一套。我跟三弟妹也嘴笨，就靠着大嫂嘴皮子利索能镇场子。哎呀，也是咱们四郎太招人了，不光品性好，读书还好，将来这媳妇儿肯定是要认真挑一挑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二嫂不用敲打我，我知道的。啊，你这丫头想哪儿去了？
二嫂不是说你？谢家打头，带领着村民快速前行，一直闷头走到天黑的，谢大郎才招呼大家停下来休息。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吧？累不累呀？再忍忍吧，等上了山就好了。脚上起泡了吧？得把它挑破才行啊，等明天磨破了更疼。大嫂，有针吗？倒霉孩子，事儿真多。等着，舅娘别介意，大嫂其实人挺好的，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我知道，刀子嘴豆腐心嘛，我懂。哎呦呦，舅娘可是个明白人啊！大嫂就是纸糊的老虎，看着凶，心肠可软啦。谁说的？我刀子嘴刀子心，心肠比铁还硬。炼化的铁。怎么没胃口？没胃口也得吃，不吃饭可走不动路啊！叫声五哥听听，走不动了，五哥背你。这人呐，经历的艰难多了，就什么都不讲究了，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顾不上，能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了。别说是没漱口，用脏手拿东西吃，就是发了霉的，被老鼠野狗啃过了也得吃。不吃算了，矫情个屁！当家的给你吃，累死累活只吃一张饼怎么能行？我吃还不行吗？走了走了，多大人了，跟个孩子置气。我不吃，给孩子留着。张氏哼了一声，把饼子收回去，谁也不给了。走不动了喊一声，五哥背你，五哥力气大着呢。明明他跟我差不多大，怎么就成了我小姑姑了？这可不行！姑九娘，你跟我娘做闺女吧，我给你做哥哥。你应该没我大吧？毕竟这么矮。不生气，不跟小屁孩生气。我6月的生日，快12了。啊，还以为你不满10岁，原来比我大呀！我11了，我让你做我姐。谢谢，并没有被安慰到。那可不行，才刚有个小仙女一样的妹妹，可不要变成侄女。你想要妹妹，让大嫂给你生一个。你老谢家要是有生女儿的命，至于捡回来一个？其实我想叫你五弟的。你想的挺美，咱家4郎可是香饽饽，多少人惦记着呢。你老老实实给咱家做闺女吧。臭小子没事长那么俊做什么？够得我闺女都飞了。我招谁惹谁了？好了好了，大郎啊，你们几个今后要多疼妹妹知道吗？大吉、二庆、3有4余，以后要叫9娘小姑姑，听见了没有啊？咱们的脚程太慢，距离仙居山还有2天的路程，咱们才走1半路，得加快速度了。这已经是最快的了，大家伙都累得不行，总不能不休息赶路吧？人会受不住的。是啊，老弱妇孺走不快，总不能丢下不管吧？大家带的东西太多，舍弃一部分吧。4郎说的对，像桌椅板凳、瓦罐泥炉这些都丢了吧，只留下必须的东西就行。有的人家可不好劝说呀，让各家当家的劝劝吧，东西和命总得舍一头。村老们叹息着离开，该扔的还是扔了。赶紧走赶紧走，想要命的就抓紧。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在第3日下午看到了远处的山。洪水来了！洪水来了！大家快往山上跑，快点，东西不要了。二哥护着娘和嫂子们先走，3个提水，6弟照顾侄子们，5弟背粮食走。别停，继续往上，水量还在增加。山下的洪水越来越大，虽然暂时安全了，也没敢再耽搁，继续往上爬。闷头爬了很久，再回头看去，只见洪水已经淹到半山腰了。县城往西还有3、4个村子，来仙居山避难的也就咱们2个村子的人，其余人怕是不好了。这一场灾难不知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居虎眼才修建3年不到，当年荆州王拿着朝廷拨的100万两白银，主理修建居虎眼，耗时4年，征一夫10万，劳民伤财，却经不起一场暴雨。娘的，要说没有偷工减料，鬼都不信。不缺吃不缺穿，贪那么多银子，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儿。老二，住口！什么话都敢胡咧咧。事情已经发生了，忧心也没用，忧思伤身。你要先顾着自己的身体。可是槐树村的谢村长在不在？谢大郎站起来，是陆师傅，您2位也来了。是镇上铁匠铺子的陆师傅和他儿子。幸亏陆兄弟也来了，
快过来坐吧。吃完干粮，天色渐渐暗下去，村民们就准备睡觉了。你们两个功夫也好，也机灵，今晚就轮流守夜，小心大湖村的人夜里警醒点。谢战，这些大湖村的人都很坏吗？小孩子，别问太多。大湖村风气不好，村里都是偷鸡摸狗的混子，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咱们得防着他们。谢战和谢五郎都点头表示明白，值夜的时候会注意大湖村的人。休息了一晚上，大家精神都回来了。这个呀是马齿菜，烙饼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儿，清炒也好吃。马齿菜性寒，因脾胃虚寒，尽量少食。你还认识野菜呀？不是，你怎么看出娘脾胃虚寒的？娘，您脸色萎黄，少气懒言，双手时常冰凉，还少食痰多，这都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哎呦，小丫头还真懂医理呀，这些说的都对。你家里是行医的？不是，我自幼喜欢，看的书多了就懂了。将来有条件了，我给娘调理身体吧。我看娘的身体应该还有其他病症，有病可不能拖，越拖越严重。好啊，娘等着我们九娘给娘治病。娘你放心，我一定能够治好您。哟呵，熟人呢。嘿，这还出感情了。看吧，我就说她很好看，都怪你们这两个笨蛋，连个10来岁的小丫头都搞不定。这2天给你脸了是吧？再敢掐老子，把你卖窑子里去！臭丫头，原来你躲槐树村了。不过就算你躲槐树村也没用，你弄瞎了老子一只眼。今儿个不给老子磕几个响头，再赔老子一只眼，老子跟你没完。怎么个没完？说来我……你们是大湖村的，咱们乡里乡亲的，可不兴血口喷人。我家孩子才多大呀，能有多少力气？别说弄瞎你的眼睛，就是想打你一巴掌也够不着啊。大婶儿，我可不记得谢家有个闺女，这个臭丫头前日不光弄瞎我兄弟的眼，还踹了老子一脚，撕破了老子女人的衣服。这笔账老子得跟她好好算算。您老身子骨不好，可别为了个不相干的人惹祸上身啊。哼，九娘是我谢家养女，既然我谢家收养了九娘，她就是我闺女，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可不能不讲理啊。这么大一个屎盆子硬要扣我家闺女身上，她人小可遭不住啊。高氏说着，一只手朝后挥了挥，谢三友就悄悄地回去叫人去了。跳，小姐姐，你嫁人了，恭喜恭喜啊！那天你俩谁赢了？哦，我知道了，你嫁给他了是吧？这是双赢啊，恭喜恭喜，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你们俩还没谢我这个媒人呢，没有我的帮助，你们俩还成不了呢，你们说是不是？谢你个头，你个千刀万剐的小娼妇！臭娘们儿，敢骂我妹妹，活腻了！出什么事了？谢村长来的正好，你们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你来给我们评评理。你家妹妹伤了我兄弟一只眼，谢村长得给我个说法，不然这事没完。看看，就是那小娘皮戳瞎的。那是乖乖待着，别说话。这样的汉子姐能打8个的，真的。撒谎也得先打打草稿，才能让人信服。我家妹妹人小体弱，怎么能伤到你一个7尺汉子？你们别欺负我妹妹没人撑腰就想讹她，我谢家兄弟可都不是摆设。谢四郎，你可别睁眼说瞎话。24日那天早上，在县城卢家破院，就是这个臭丫头拿簪子戳瞎了我兄弟的眼，还踹了老子一脚，打了老子一拳。你们别想不认账就完了，老子兄弟一只眼睛还有老子挨的打，总共赔1000两，这事算完。要不哼，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给我1000两，我眼睛给你戳着玩。人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又伤你兄弟的眼又踹你打你的？你个5大3粗的大老爷们儿被个10来岁的小姑娘打了，这话说给猪听，猪都不信啊。我信。讹人讹到我们槐树村头上，别人怕你胡老大，我们槐树村可不怕。你胡说！闭嘴！别怕，不用你出头，有你哥哥们在呢。我真没怕，为啥的就没人信了噻？你信口胡说。24日那天，我家妹妹分明一大早就随我去李家吊唁，之后一直在家收拾东西。何时见过你们？你们见我妹妹年幼，随便找个由头想讹银子，也得问问我们谢家兄弟答不答应。
那天分明满清河县的人，谁不知道你大湖村的胡老大、胡三兄弟偷鸡摸狗、欺压妇孺，买卖人口，无恶不作。平日你们仗着兄弟多，为恶相凌，以前没欺负到我们头上，我们管不着。但若想欺负到我谢家头上，硬生生给我家小妹胡乱栽罪名，讹诈银子，那是休想。你多高的人？我妹妹多高？她小短手抬起来都够不到你的嘴巴子。讲理就讲理，怎么还人身攻击了噻？你蹲在地上乖乖让我妹妹出眼睛玩吗？撒谎也得用点心思，不就想银子想疯了吗？找什么借口？还不如直接伸手讨要，我还敬你是条光明正大的汉子。不就想要银子吗？不用费心编借口。来，有本事来打一场，打赢了别说1000两，就是10000两，咱们兄弟砸锅卖铁也给你凑来。来啊，不敢打是孬种。来呀，来呀！谁怕谁呀？打就打！兄弟们，给老子上，往死里打！打死了算我的。别看胡老大人高马大，对方对上去再吃一腿就倒地上了。四郎别去，拳头不长眼，万一让他们伤了你可怎么办？五郎上就行了。谢五郎是路边捡的吧？只有谢战是亲生的。这边槐树村的人摩拳擦掌，被谢大郎伸手拦住。再等等，五郎他们料理不了，咱们再上。大同，你去。谢大同是谢家本家族人，有些功夫。他应了一声冲过去，一招一式很有章法，片刻就倒了一地。五哥好厉害！那是啊，想当年你五哥我跟徐叔去走镖，路上遇到劫匪，五哥手起刀落。行了，哎呦，毛都没长齐。想当年什么想当年？想当年你还尿炕呢，也就跟在你徐叔屁股后面，给个重伤的小毛贼补一刀，都吹嘘2年半了都。小时候尿炕算什么？我四哥小时候也尿过。你别听娘的，五哥可厉害了，有空了给你讲五哥走镖的事儿。少在这儿败坏你四哥的名声啊！你四哥小时候可懂事了。回去吧，胡家兄弟手里不知道拐卖了多少女子，人到了他们手里就没个好的。你一个小姑娘，名字跟他们连在一起，名声还要不要了？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在胡氏兄弟手里走一遭，别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你还抢着出头，什么都不懂。九娘还小呢，好好说话。我知道了，谢战，以后会注意的，谢谢啊。小生四哥能死啊？官府不管吗？他们拐卖的都是流民乞丐，衙差书吏们也打点好了关系，倒让他们逍遥了这么多年。这事儿啊就过去了，今后谁问你都说没见过他们，不认识。槐树村的人走了半天后，发现大湖村的人不远不近跟在后面。这是拿咱们当探路的了，让他们跟着。走了老半天，到了老林子的边缘，谢大郎干脆让大家停下来，等第二天天亮再进入。顾九就趁着休息的空档给高氏号脉，3根手指才搭上高氏的手腕，脑子里突然叮咚一声响。报告宿主，您的系统已经升级完毕，可以投入使用。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大片空间，顾九呆了，他的中医系统居然跟过来了。中医系统是他前世用来学习中医的，就是一个小小芯片，能嵌入特定的物品上，随身携带。顾九的芯片是做成了戒指戴在手上的，但自己是魂穿呐，系统是怎么跟过来的？他在身上找了找，也没有前世的戒指啊。系统什么时候可以自主升级了？升级还带了一个空间。怎么了？娘的脉象有什么问题吗？没事的，娘的身体呀，自己知道。娘活了这么多年，孩子们都平平安安长大了，孙子都有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就是脉象不好也不重要，九娘不要怕。不是，我是突然想到了其他事。顾九用意识和系统沟通，是虚脉吧？是。娘平日是不是时常容易困乏出汗，心悸失眠，有时候还会眩晕？是呀，我们九娘看得真准呐。娘可是有难产大出血的经历，出血导致血虚，血虚而致气虚，气虚日久不能生血，加上脾胃虚弱，日积月累，久病虚耗就越来越严重。哎呀，真是神了！娘生老4老5的时候难产，老4生下来身体不好，在晋州城傅神医的太康堂住了2个月才抱回来。生小6的时候也不太顺，连着2胎都不顺，可不伤到身体了。
前些年没少在镇上大夫那里开药，一直都没太好。九娘可有办法？娘的病这些年都成了全家的心病，娘身体不康健，咱们也跟着时常悬心。可以治，等出了老林子，我写个方子，咱们找个药铺抓药，吃半个月左右就能改善，然后注意营养和休息，慢慢调养就好彻底了。宿主，你把脉不够仔细，还有问题没看出来哦。顾九一愣，手一伸，3根手指又搭在高氏手腕上了。怎么的了？可是有什么不妥呀？顾九摇摇头，细细分辨高氏的脉象。虚脉之下又显沉色，是气血淤堵吗？是。哦，原来是气血淤堵造成的子宫肌瘤。造成子宫肌瘤原是因为肝气不通引起的。肝主疏泄，肝气淤堵，则气血不畅。气血不畅，则生血滞，血气无法运行，可不就是气血两虚了？所以要彻底根治，首先得疏通肝气。对，娘肚子里长了个瘤子，不过没关系，这个能治，只要不受外力撞击就没事啊，不用担心，这病不算难治。娘肚子里的瘤子应该有些年头了，虽然它比较脆弱，但你看这么多年不都没事吗？放心，只要不受压迫和撞击，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问题的。等出了老林子，我能治好。哎呀，这更担心了，怎么办？还不如不解释呢。哎，九娘啊，也给三嫂子看看呗。三嫂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哎呀，就是自打生了四余后啊，总是控制不住。哎，要死啊！这什么话都说。九娘还是个没出嫁的小姑娘，这事她怎么能懂啊？没事儿，不就是尿崩吗？我懂，我是大夫，有什么不懂的？你怎么知道要说的是这个？哎呦，是啊，平时连大笑都不敢，还有咳嗽，一咳就尿。二嫂也这样。说你自己就说你自己，攀扯上我做什么？我没有啊，我好好的。这没什么，那是因为生完孩子之后盆底肌松弛导致的，越是生产次数多，就越是容易得这个病。像娘这样生了6个孩子的，7、8成的人都会有这个毛病。哎呦，我谢谢你啦，不用拿我举例。我给娘和嫂子们说个方法，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做提肛运动，等离开了老林子，我再开一点益气益肾的药，配合着做运动就行。二嫂，我也给你请个平安脉。那就劳烦我们九娘了。哎呀，怎么啦？二嫂身体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九娘啊，你可别吓我们呀。别着急，我这身体平时好得很，头疼脑热的都没有，能有多大事儿啊？二嫂的月信这个月来了吗？上次二嫂比我迟2天，但我这个月都来过了，二嫂还没有呢。你二嫂有啦？还不敢十分确定，要不时日太短，要不就是月信将至。二嫂最近还是注意些吧。你呀，可别到处乱说，别吓着孩子。看娘说的，我是那大嘴巴的人吗？你不是吗？九娘呀，再给三嫂看看，四余都6岁了，我这一直都没再见音讯，你给三嫂看看，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三嫂这是有些宫寒，平日要多注意保暖，寒凉的食物要少吃。对了，三嫂平时跟三哥悠着点儿，房事不敢太频繁，房事频繁会导致肾精不足，引起宫寒。哎呦，你这混账丫头啊，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今后可不敢胡说了。哎呀呀，我不活了娘，我能打死九娘吗？啊，关我什么事啊？我又没有能力让你宫寒，你不是应该打死三哥吗？哎呦呦，还敢说，还不快闭嘴啊！我是大夫呀，在大夫眼里，只要是治病的因素，就得给患者交代清楚，免得患者再犯。这可不是混话，这是医嘱。那也不许这么大大咧咧的呀，下次要悄悄嘱咐人家，人前给人留点脸面。哼，已经丢完，不用再留了。娘，我去溪边洗洗澡，顺便洗点衣服。娘有什么需要洗的吗？不用，溪水凉，女儿家呀，别用凉水洗澡，洗洗手脸得了。让你4哥5哥陪你一块儿去，别让大湖村那些坏种啊逮着机会做妖。4郎5郎啊，你们陪九娘去溪边去。哎，好嘞，我也去，我也要洗洗，也要洗干净。我也去，我也脏。好，都去。有鱼！谢思鱼开心的大叫：有大鱼就好了，咱们捉鱼烤了吃。那咱们找找，说不定能找到。走，咱们往上游走走，说不定能找到。别走远了，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大姐，你看着弟弟们。
谢大吉应一声，兄弟4个顺着溪水往上。我想洗澡，还想洗头洗衣服。洗衣洗头可以，洗澡想都不要想。荒郊野外的，谁知道附近有没有藏着眼睛？大湖村的恶狼们虎视眈眈呢。我也知道啊，那么凶干嘛？想想还不行吗？其实更想刷牙，可是没有刷牙的用具，没牙刷，也没牙膏。以宿主所处的环境，可用的牙膏配方有4种，其一，柳枝、槐枝、桑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末、川穹末即可。妹妹，你咋了？可别发疯啊！你要真想洗澡，不如等天黑了，让嫂子们给你挡着再洗，可千万别发疯啊！指不定想到什么好事呢。骚年太聪明了不可爱，你造吗？妹妹，想到什么好事了？说出来，大家都高兴高兴。我突然想到以前看过的一个做牙膏的方子，等咱们安定下来，就把它做出来卖，一定能挣大钱。牙膏是什么？刷牙的膏子。是啊，咱们做了牙膏，再做一些牙刷配套卖。对了，谢战5个，等进了林子，你们帮我打头野猪吧。我们先用野猪毛做牙刷，看看好使不好使。野猪那东西可凶了，可不好打。不过妹妹想要，再危险也要试试。4个也不叫一声，还想要野猪，怕是小屁吃，猪尾巴都没有。一个打滑，惊呼一声就在水里了，双手下意识乱抓，只觉得抓到了个什么东西。鱼，是大鱼，快来快来，这里还有，快过来帮我堵着。谢五郎和谢战反应也快，连忙下水里，一个伸手捉鱼，一个双手捧起一条往草地上一撩，没几下就捉了4条大鱼。回到驻扎地，人家运气可真好，一样都是去溪边打水，怎么人家就能抓到鱼，咱屁也抓不到？是我妹妹有福气，我妹妹不小心摔一跤，那鱼自己就往怀里扑，拦都拦不住。这是我妹妹九娘，我有妹妹了，我妹妹又好看又有福气。好像谁没有妹妹似的，我也有妹妹，10年前就有了。你妹妹能有我妹妹好看啊？哎呦，你个小皮猴啊，怎么弄的呀这是？快，老二家的，快给九娘找身干衣服换上，仔细着凉了。你们俩是怎么照顾妹妹的？你们自己倒是干干净净的，不管妹妹，净顾着自己贪玩了。是我没留心，下次一定看好妹妹。娘，不关他们的事，是我没站稳摔了。走，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换衣服。幸亏你年龄还小，要是再大一点，这么湿漉漉的一路走回来，名声还要不要了？你是个小娘子，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听见没有？顾九乖乖的点头，表示知道了。大嫂弟妹，咱们找个地方给九娘挡挡人。大嫂二嫂，你们想不想洗澡？咱们互相挡着洗洗呗。二嫂还是要注意一些，随便擦擦手脚就得了。4个人神清气爽地回到驻地，谢大郎已经做主，把几条大鱼贡献给了大家。大嫂，娘的身体弱，鱼肉营养丰富，给咱娘多盛一点。到底是自家人，就是偏心，别人都只能喝口汤，人家碗里的肉都冒尖儿了。想吃鱼啊？小溪就在那边，您老派您家孩子也去捉几条呗，到时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们绝不眼馋。哪来的野丫头？有娘生没娘教的，谁叫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您老倒是有娘生有娘教的，也没见您老多懂理啊。快把鱼汤给娘端过去，一会儿凉了。有娘是我们老谢家的孩子，当着我的面说他没爹没娘，当我是死的？有意见冲我来，甭想欺负我家孩子。我好歹是你婶子，你就这么跟我说话？您老还知道您是长辈啊，可有没有半点做长辈的样子啊？我们家捉来的鱼让你吃是念着乡亲的情分，不让你吃谁也说不出来什么，给你分肉还分出毛病来了。就只有鱼汤，想喝就喝，不想喝别挡着别人。给了村里的就是村里的了，想自家多吃多占，先前就不用抽什么大方。我家的东西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不喝给我拿过来。张于是忙护着碗，一溜烟的小跑。哎呦，嫌不公平啊，你自家去捉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下次人老谢家再弄什么好吃的，你家别吃啊。就是的，要饭的还嫌人家抹黑，有本事不吃啊，惯的你。你呀，跟个泼皮老货计较什么？没得让人说你牙尖嘴利，对你名声不好。我要名声那玩意儿干什么？不能吃不能喝的，娘知道我是什么人。
家里人知道我是什么人就可以了，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不当着我的面，敢当着我的面骂我，那我就骂他。哎呦，落个泼辣的名声，今后怎么找？大嫂难道不泼辣吗？不也是嫁出去了？所以说，是我眼光有问题喽。吃完晚饭，顾九坐在一块石头上吹风，顺便把意识沉进空间。这里是平行时空，也就是说，这里其实就是军团找到的新的驻扎地，只不过处在不同的维度。可以这样理解。空间目前氧气含量太低，不适合人类进入，宿主必须尽快给空间种上植物。随着氧气含量增加，空间生态系统会逐渐改善，植物和水的质量也会随之提高，本系统也会随之升级。植物和水的质量会提高，也就是说，我如果种了草药，这些草药的药性会比普通的还要好。将来会的。真正进入林子，大家发现路开始平缓，虽然到处是野草，但牲口终于派上用场了。我能走，让二嫂和四鱼乘马吧。二嫂身体不太舒服。你身体怎么了？没有的事，九娘就是瞎操心。到底咋了？有毛病可早点说。九娘说我可能有了。真的？几个月了？也还没确定，不知道是不是呢。九娘说也有可能是月事快来了。这次是个女娃就好了。要是能生个九娘那样的女娃就好了。那我做梦都能笑醒啊。也不对，女孩子不能长得太好看，遭人惦记，比九娘差点就行。还跟着呢，真卑鄙。咱们给他们开路，他们倒是省事。真不是东西啊，拿咱们当免费劳力士，一群小人。村长，咱不能白让他们占便宜，怎么也得轮着来。咱们去说说，明天让他们走前面探路。不用费那力气，那就是一群赖子，不讲道理的。顾九的系统此时在疯狂叮咚。宿主，扫描到前方50米处有纯天然无公害野生曼陀罗。谢战，你陪我去挖草药呗。娘的病需要很多草药，咱们找找看，万一路上就集齐了要用的药，也能够早一些治疗。别走太远了，五郎也去。这林子里呀，太危险了，万一遇上猛兽就糟了。陆阿牛主动跟在三人后面，不上前也不落后。这是天麻，好多呀！这是好东西，能治偏头痛、手足麻痹、肢体麻木、风湿等等，还能吃呢，炖猪脚、炖鸡汤。还能吃啊，这么多！谢战果断地让谢五郎回去叫人，小心着点儿，别挖烂了。这就跟挖红薯一样的，天麻越大价格越贵。咱们挖出来之后，大的留着卖钱，小的拿来吃了。这时候谢五郎也叫来了村民过来。妹妹玩去吧，我来。村民们把附近的成熟天麻扫荡一空，兴高采烈地回到营地。你傻呀，吃饭的手艺也能教别人，会炮制药材的人工可高了。我吃饭的手艺多着呢，给村民们一个谋生的手艺也没有关系的。对了，二嫂，天麻最好，却有行气活血的功效，吃了会动胎气，二嫂可不能吃。徐氏忙不迭地点头。有2个10几岁的姑娘，一个拿2鸡蛋，另一个拿一把青菜，代表家里人来感谢。他们的眼神总往谢战那边瞅。等人磨磨蹭蹭走了，顾九感叹：谢战可真招人啊。那是啊，我们四郎啊，以前在县学读书的时候，县学门口就常有钱人家的小姐干你的活儿去，乱嚼什么舌根子呀。顾九吃过饭闲下来，就坐在高室旁边，谢六郎坐在地上读书。四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中的天行健是什么意思啊？你读到易经了，四书你这么快都读完了？我都读完了。四书每一本都博大精深，每一本都可以用一辈子去学习，不是你通读一遍就等于学会了。读书不是在于读了多少本，不是不求甚解，而是要边读边思考，读懂读透，能够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然你读再多书，也仅仅是浏览文字。六哥，你为什么喜欢读书？你读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你的志向是什么？读书就是读书，喜欢就去读，没有为什么。那么志向呢？你将来想做什么？你总不能一辈子一直读书，
总要用学到的知识做点什么。我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叫中福的国家，皇室无能，胡人不断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这个国家出了一个伟大的人，他读书期间，老师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而读书？你们猜他怎么回答的？为了参加科举，改善贫困的生活。他回答，为振兴国家而读书。后来呢？说这话的时候他12岁，后来他成了中福国宰相，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古今那些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无不是自幼就有远大志向的人。谢战，你的志向呢？愿天下苍廪丰足，民富国强，强虏宾服，肆意来朝。顾九瞠目，好宏大的愿望啊！难道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宰相？你呢？你的志向是什么？将来想干什么？我的志向很简单，我要不断学习医术，将来把我学到的东西编撰成书，让更多喜欢医术却没有学习途径的人有获得知识的来源。你这样岂不是把自己吃饭的家伙都交给别人了？医术发展很慢，不是因为人们不聪明学不会，而是大家都抱着敝帚自珍的思想，但凡有点秘方都藏着掖着，只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但不是所有的家族都能一直传承下去，很多人家因为战乱或者一场意外或者没生儿子，祖传的方子就断了传承，这样下去好的医术都会被淹没，医术只会越来越弱。我想做的就是给世人开个好头，让好的医术能够传承下去，并且一代一代增补精进，让医术越来越高明，让原本治不好的病可以得到好的治疗。没想到这小小的人却有这么宽广的心胸。好，四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我们九娘啊，真厉害，又聪明又厉害呀，还这么漂亮。怎么办呀？娘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这么好的小娘子一定要留在咱们自己家里。所以呢？当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九娘说说看，你看中了家里的哪一个呀？不管是5郎、6郎，或者大吉、二庆也行，只要你看中了，娘就给你定下来。娘，我不要做肥水。把这么香香软软、白嫩软糯的小丫头比作肥水，似乎的确不合适啊。但关注点是这个吗？可不能反悔哦，这话可是九娘你先提出来的。人无信而不立，可要讲信用啊。我觉得谢战就挺合适的。老四的主娘可做不了，娘这边是没问题的，只要老四答应啊，你就是老四的童养媳了。矜持点吧，小姑娘家的。说完落荒而逃。咱们家老四脸皮薄，九娘别介意，等你们相处的时间长了，老四肯定能看到你的好。来，试试这鞋，三哥也不知道你穿多大鞋，也不知道合不合脚。跟我编的。草鞋穿着不舒服，你先将就着穿，等出了林子再买布做鞋。不用等出林子，这双啊过几日就做好了。顾九只觉得一股热流直冲眼眶。哎呦呦呦，傻孩子，怎么哭了？别哭别哭，咱们家呀没有女娃，自从有了你呀都可稀罕了，不对你好点儿，万一你不要咱们了怎么办？哎呦，娘这小心机呀也是为了留住你，可不许哭啊。我们九娘眼睛多好看呐，哭成花猫啊可就不好看了。娘，我以后一定会孝顺您的，我以后挣大钱给娘花，给哥哥嫂子还有侄子们花。好好，娘信你，娘等你挣大钱孝敬娘。快去试鞋吧，哪儿不舒服啊让你三哥再给你改。三哥能不能给我做个杯子啊，就是喝水用的那种。谢三郎是个手工达人，逃难路上还没忘带着他的各种工具。行啊，要什么样式的？普通的就可以，能盛水就行。谢三郎答应下来。第二天顾九睁开眼就听到嘿嘿哈哈的声音。醒来了，没睡醒的话再睡一会儿。你嫂子们呢还没做好早饭呢，早着呢。不了，睡醒了，他们干嘛呢？四郎说洪灾过后世道就要乱了，出了林子呀肯定有很多流民，流民多了路上就不会太平，孩子们学点本事也能自保，还能保护家人。谢战真有远见。我们四郎啊自幼就比别人聪明些，我们九娘也是聪明的，跟四郎啊一样聪明。
那是，我们聪明到一块儿了。三哥做的真好，三哥手真巧。等咱们抓到了野猪，还得请三哥再做几个牙刷，到时候咱们一人一个就可以刷牙了。牙刷什么样的？先做好手柄，这个地方要装上猪毛，反正就是这样子，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好，这个不难，能做。三哥会不会编背篓啊？我想要个背篓，林子里面有好多草药，我挖了都没有地方放。三叔做的背篓可好了，咱们家里的箩筐、筛子还有背篓什么的都是三叔做的，镇上的人都特意跑到咱家来买。救命！求求你们救救我！丑婆娘，快跟我走！别以为槐树村的人能救你，大湖村的事，他槐树村还管不着。放开我！放开我！你这畜生！救命啊！求求你们救救我！我男人死了，胡来子想欺负我，求求你们救救我！谢村长，谢村长，你一定要救救我！我公婆男人都让大水冲走了，他们欺负我一个寡妇，你要是不救我，我就要被他们糟蹋死了。谢村长，你可别听这富娘子的挑拨，这可是个狠人，就因为不满意她男人，前后怀了2胎，硬生生都给打掉了，自己的孩子都能下得了狠手，你们敢收留她，就不怕她给你们使坏？我为什么要杀死2个孽种？还不是因为他们的爹是恶棍，我好好的一个人，却被你们这些畜生拐卖到这儿，我凭什么要给拐我的人生孩子？我就是要让他断子绝孙。谢村长，不管他是买来的还是怎么来的，现在都是我大湖村的人，我们带走我大湖村的人，不需要经过你槐树村的人同意吧？我不走，我不走！谢村长救我，我回去就没命了。谢战，救救他吧！高伯母，您救救我！我是荣娘啊，荆州城太康堂的荣娘啊！你是荣娘？荆州城太康药堂的荣娘？哎呦，长这么大了，你怎么在这里呀？你祖父呢？是我，祖父4年前就没了，我也被小茴香找族叔，路上却被胡三师下了蒙汗药，醒来之后就被卖给了我男人。这人是我家亲戚，我们留下了，你们回去吧。明明是我们村的人，你们凭什么说留下就留下？我谢家的亲戚没了男人来投奔，我们自然要留下。她是嫁了你大湖村的人，不是嫁了你大湖村全村的人。男人死了还不能离开了，这是哪家的道理？他男人是我胡氏族人，男人死了还有宗族能管着他，他就算是要改嫁，也得看我胡氏宗族答不答应。我定要把人留下，你能奈何？滚！娘的，太欺负人了，太不讲道理了，还是读书人呢，半点道理都不讲。这些年有咱们欺负人的，从来没被人欺负到头上的，老子就没受过这样的气。兄弟们，抄家伙，上！打断胡三2条腿。陆阿牛点点头，如猛虎冲入羊群。谢五郎嗷一声就冲过去了，陆阿牛不由分说，扬起棍子就朝他腿上挥去。胡老大见形势不妙，咬咬后槽牙，手一挥，走，叫了个人儿和他一起抬着胡三儿转身走了。你别怕，这是我们家九娘，懂点医术，你让她给你看看。不用了，都结痂了，过几天就好了。这都是谁打的呀？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啊？我男人，他让我给他生孩子，出生的孩子我怎么可能生？都给弄掉了，他就打我。哎，可怜的孩子呀，遭大罪了。你祖父是怎么没的？你到了大湖村，怎么没去找我呀？咱们2个村子离得这么近，你早点来找我，我怎么也不会让你遭这些罪呀。祖父他得了疾病去的，祖父去世前交代我不让我打扰高伯母，若不是这次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认高伯母。哎，你祖父啊，就是太谨慎了。哎，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好孩子，打今儿起呀，你就跟着我们走吧。你祖父是我谢家的恩人，有我门口吃的，总不会让你饿着。谢
谢高伯母，谢谢高伯母。三哥，我需要个兵器，你给我做个弓弩吧，我给你画个样子。你一个小姑娘家的，要弓弩做什么？不是该让你三哥给你做个簪子吗？二哥你不懂，做个弓弩，咱们就能打猎了，猎回来那些野兔野鸡，它不香吗？香，我也要弓弩。三叔也给我做一个呗。做。都做，可惜三哥没见过弓弩什么样子，更不会做。三哥这么聪明，保准一看就会。三哥放心的做，我相信你。说着，在地上仿照空间的弩画给谢三郎看。这个看起来很厉害，如果真能成，指不定比军中的长烧弓射程还远。一把好的弓箭需要3年才能完成，我看这弓弩做起来可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其他都好说，弓体部分用什么做？沙木、榆木倒是可以，但弹性差一些，做出来会大打折扣。这林子里也没见竹子，要不然用竹倒是不错。要是有弹簧钢就好了，要不先用柳木吧，多做几个，弓坏了就换新的。先用鹿皮，这林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野牛，要不然牛皮更合适。想必来说有鹿的几率还大一些，所以说想打野猪还得先打头鹿。弹簧钢是什么？弹簧钢就是一种弹性极好的钢铁，江湖上不是有种软件吗？应该就是弹簧钢做的，就是和锯条的材料一样的。对，就是那个东西。如果弓用弹簧钢，箭头打成3棱锥，箭簇用硬木，弦用鹿筋，这样一把弩射程至少能够达到300，差不多10丈多，可以轻松猎杀一头野兽。锯条我那里还有，以前打的箭头还有，改就能用。这几天看看能不能打头鹿。今后不要轻易再画这图，别让别人知道你会画这图。你想让人把你抓走，关进地牢大刑伺候，逼你画各种武器图吗？顾九打了个冷战，连忙摇头，他忘了这是知识匮乏的时代了。父老到底怎么去的？清河县距离荆州太远，消息不灵通，都4年了，我们竟然都不知道。不怪伯母，祖父就怕惊扰了您和特意交代他老人家的事不值一提，只要您二位好好的，他就安心了。父老的过身到底有什么隐情？富家姐姐不用有所顾虑，若是被人所害，我必定会为父老报仇。是啊，没有父老，四郎也不能平平安安长大。他老人家如是遭人暗算，四郎总会为他老人家讨回公道的。武库司都尉杨明的小妾生了怪病，杨家得知我祖父擅长疑难杂症，就派人招祖父进京。这个杨明是什么身份呢？一个小小的7品官的妾室生病而已，就闹这么大动静。父老好歹是……杨明是杨顺的哥哥，杨顺过继给了大内总管杨直。祖父不想跟杨家扯上关系，就称病拒绝了。结果没过多久，就被人告发卖假药害死人命，关进大牢。没2天，就传出了畏罪自尽的消息。父老就是太耿直了，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过刚易折。哎，你呀，就安心的在谢家待着，总有那么一天，四郎给你祖父报这个仇。傅荣娘就跪在地上给谢战磕了个头，一早起来就继续赶路。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就不去了吧？你把药蛙什么药画出来，我和五郎去就行。很多草药长得都很像，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药性相悖，还是我去保险一些。谢战只能答应。正好陆阿牛也想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猎到鹿。他还想着赶紧弄张弓弩出来，就说跟着一起去。万一你们找不到队伍怎么办？要不然我们就留在原地等你们，不好让大家跟着等。放心，我认得方向，咱们一路向西走的，只要不偏离方向就能够找得回来。我们带上铜锣，找不到时就敲锣，大哥这边听到锣响就弄出声音回应一下，这里就麻烦陆叔照顾了。放心，有我在，不管是大湖村人来闹事，还是遇到野兽，保管没事儿。他们几人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几只野鸡，还有野兔。野兔被陆阿牛一铁棍打死一只，谢战也用弹弓打死2只野鸡。扫描到偏北方向80米处，有1000年野生人参1株，800年野生人参2株，500年野生人参4株，200年野生人参3株。确定吗？确定是1000年的、800年的，还有500年的。那个，我去那边方便一下。先拿根棍子把蛇虫赶走，遇到危险喊一声。顾九乖乖的应着，背着背篓就跑。你慢着点儿，别摔了。谢战，快过来呀！这
里有人参。人参在哪里啊？我来挖。3个少年分工合作，弄了好半天，才把几个人参完整剥离出来。这几株人参的价格，说是正常出售，大约能比得上正一品大员一辈子的俸禄。但一般年份这么久的人参，也没人正常去售卖，多的是人捧着黄金白银却买不到，稍微用点手段，大约能炒到天价。这真的假的？这件事不许说出去，不许到处吹牛乱说话。知道，我又不傻。顾九给陆阿牛1根200年的，大家一起出来的，见者有份吗？给我的啊？不，我不能要，这是九娘发现的，我就帮着拨2下土。百年人生难寻，就算不卖钱，自己收着也能备不时之需。拿着吧，等找到安家的地方，你和陆初还要买房置地，花钱的地方多着呢。那还得麻烦九娘先帮我收着，我也不懂炮制，我怕会给弄坏了。有了这些人参，其他东西眼看就不香了。天色也不早了，几个人就决定返回。顾九，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什么人啊？就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孤儿啊！谢战知道他在装傻充愣，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哼一声也就算了。这是咋了？九娘回来了，快让九娘看看，九娘会医术。嚎什么丧啊，我还没死呢，一个丫头家的没了就没了，嚎什么嚎啊！九娘啊，你快给看看，大妮这还有救吗？还救啥呀救，人都死透了，还是赶快挖个坑埋了吧，娃怪可怜的。大妮看起来不好，难道真的不行了？没气了，我可怜的大妮啊，你醒醒，睁开眼看看娘吧。他这是突然就昏迷了，还是以前有什么病，或者是摔着了？你哭什么哭，还不到你哭的时候呢，快回答九娘的话。没有，我们大妮平时没病，也没摔倒。那他昏迷之前有什么症状？大妮去旁边尿尿，完了拿着根红薯啃着回来，啃了一半就说脑袋疼还晕，后来又吐了，就昏死过去了。我可怜的大妮呀！红薯呢？吃完了？还有没有剩下的？张二妮还小，不知道大人们都怎么了。她在地上捡了半截生红薯，正捧着啃得欢。不能吃，有毒！顾九忙把手指伸进二妮的嘴里，给她催吐。张瑜是翻着白眼干看着，也不去搭把手。我来照顾这个，你去救大的吧。继续给她催吐，直到吐不出来为止。然后回去，双手按在大妮胸前，准备给她做心肺复苏。二哥，你来帮我计数，等会儿我每在大妮胸口按一下，你就记一个数，每数到30就从头开始。张家嫂子，你过来，等我二哥数到30，你就给大妮渡气。这都死了，还能救回来吗？刚才我摸过了，真没气了，这还救什么救啊？谁家有绿豆和甘草？绿豆我家有，甘草是什么？谁家有咳嗽、咽喉肿痛、腹胀或者是恶心吃不下饭的病人，平时吃的药带了吗？这些病症都会用到甘草，或许里面能找到。我爹最近咳嗽，一直吃着药呢，我去拿。甘草、绿豆一起煮水能解毒，哪位婶子先去煮水？我去吧，我认识药草，我去找甘草。安排下这些事，顾九才专心给张大妮做心肺复苏。已经过了4轮了，心肺复苏很耗费体力。顾九这具身体年龄小，没什么力气。我来吧。好，记住我按压的位置和手法，节奏不能乱，力道也不能太大，小心压断骨头。哎呀，从没见过这种救人的法子呀，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啊。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了。如今这不是没办法了，人都没气儿了，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过了半个小时，如果还没有抢救过来，人几乎是救不回来了。正在这时，张大妮猛地咳了几声，缓缓睁开眼睛。活了，竟然真的救活了！哎呀，太神奇了，人都死了还能救回来，真是神了。老谢家真是积了大德了，随便捡回来这么个小姑娘，就这么厉害的。这法子好神奇，看着也不难，也不知道咱们用这法子能不能把人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这也不是什么起死回生的法子，遇到心急发作、食物中毒、东西卡嗓子眼了、溺水这些突发的病症可以试试，也不是都能救过来。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就救不回来了。大妮吃的是什么？看起来像红薯，怎么就有毒了？你的红薯在哪儿找的？能不能告诉姐姐？哥哥抢我的窝头，我饿。哼，我是男娃，我是家里的命根子，
我都没吃饱，他一个赔钱货吃什么吃？丫头怎么了？丫头就不是人了？瞧瞧这混小子干的是人事儿吗？张老七，你平时怎么管教孩子的？这么小年纪就不管妹妹的死活，你们以为她长大了会管你们的死活？你就惯吧！老子跟你说，你家混蛋小子将来若是……你才是混蛋！你个老不死的，少管我家的事！这个孬娃真是给惯得不像样了。这娃呀，将来少不了社会毒打。臭小子，骂谁呢？我看你是找打！哎呀，太欺负人了！你凭什么打我孙子啊？哎呀！张于是，老子告诉你，你再撒泼，老子就把你一家赶出去！老子说到做到。哎呀，没活路了！老天爷呀，你开开眼吧！就张一家子欺负人，大人打了孩子还有理了？他还是个孩子，懂什么呀？大人怎么能跟个孩子计较呀？什么孩子是这个球样？又懒又贪吃，不孝顺父母，不疼爱妹妹，自私自利，坏彻底了。他现在还是孩子，人家不跟他计较，可将来呢？谁会没事让着他？老子告诉你，再不好好管教，迟早有一天，你儿子的猪脑袋会给人拧下来当炮材。走了，懒得多看一眼。还酸吗？出去一天累坏了吧？脚上又起泡了没有啊？还好不累。我告诉你啊，娘，我们挖到好几株人参，都是200年份以上的，能卖好多钱呢。真的？哎呦，那太好了！等卖了钱呢，娘给你存着。为什么给我存着啊？家里的钱不是应该交给娘管理吗？你呀，这件事啊，可别跟别人说了，没得遭人惦记，就是你嫂子们也别说。真是个虎丫头啊！果然啊，能把死人救活的丫头就不是一般人。你家捡这个小丫头啊，可真厉害。那会儿我见大妮分明都没气了，愣是让她给救了回来。是啊，今后咱们都有福了，有这丫头在，咱们也不怕头疼脑热啥的。哎呀，咱们的天麻还是她给找的，可真是个福星啊！我帮你吧，我祖父是大夫，我从小跟在祖父身边，也略微懂得处理药材。好啊，你今天救大妮用的是什么法子？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好奇，中毒那么深还能救回来，简直神乎其神。这样的病人，就算是我祖父在世也毫无办法，九娘却能够救过来，真是太厉害了。没什么神奇的，就是心肺复苏术，通过按压病人心脏，帮助心脏骤停的病人恢复自主呼吸和自主循环功能。心脏骤停就是死了没气了，按压病人的心脏帮他呼吸，大概是这个意思。心脏停跳，人就停止了呼吸，这时候不管病人就死了。心肺复苏就是帮助病人的心脏跳动，带动其他脏器复苏，开始工作，脏器能工作，人就活了。九娘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长大了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大夫。我现在就是啊。以后九娘有事情就叫我医术不行，但是打下手还是可以的。我是我祖父唯一的血脉，他老人家一身医术却在我这里失传了。他老人家毕生的心愿就是治病救人，我却没本事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真是辱没了他老人家的名声。我医术还可以，柔娘姐姐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真的吗？九娘愿意教我。顾九点点头。我们九娘费那么大的劲儿把大妮儿救了回来，还有人家给的绿豆甘草，连声谢都没有啊。张老婆子也就算了，我看她恨不得救不回来，好给家里省点粮食。王翠萍竟然也连个屁都没放一个，果然是个拎不清的。这以后啊，谁还帮他家呀？哼，老张家就被那老婆子给祸害了，儿子教成自私鬼，娶个媳妇就是个糊涂虫，孙子惯得不成样子。这也就咱们村的人善良，换个村子早给这一家子赶出去了。哎呀，就是这娶媳妇儿啊真是太重要了，将来大吉他们几个说亲呢，可得睁大眼睛瞧仔细了，万一娶个糊涂虫，可就把一家子给祸害了呀。你要干什么？死丫头，你管我！把村长和祖老们叫醒吧，他要往水桶里面下毒药。我没有，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陆陆续续的有几个人往这边过来。怎么了，九娘？
你不睡觉跟孬娃拉拉扯扯干什么？你个死丫头，臭猪，小畜生，小娼妇，你个贱人！哪学来这些混蛋话？真是不学好，什么烂臭学什么。我看见他拿火把去烧了雄黄，然后要下在水桶里，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水。我家的。咋了？你这野丫头半夜不睡觉，抓着我家孬娃干什么？我野吗？其实我还可以更野。说着，一脚踹在孬娃的腿窝，孬娃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哎呀，我的心肝宝啊！你疼不疼啊？哎呀！我起夜时看到孬娃偷偷拿着根火把在雄黄粉上烧，然后抓了一把烧过的雄黄，准备往这水桶里下。雄黄粉遇到高温就会变成砒霜，如果不是我恰好看见，明日这水桶的主人家里喝了有毒的水，就都没命了。你胡说！一定是你诬赖我家孬娃。对，我家孬娃还是个孩子，他怎么知道这烧了雄黄就变成了毒药啊？那天九娘可是说过，小心不能让火把靠近雄黄粉，雄黄粉遇到高温会变成毒药。我家孬娃还小呢，他什么都不懂。查查他的手，就算他扔了雄黄粉，手心里一定还沾着些，地上应该也有。张氏的弟弟张富贵拽过他的手，硬给掰开，只见指缝间还残存着黄色的残粉。我就打个盹的功夫，一眼没看见就……唉，还只当他被惯坏了。原来小小年纪这么有心机啊，竟然能忍着不睡觉，等大家都睡了，才瞅准时机起来干坏事。这长大了还得了啊！哎呦，这孩子打根儿上就坏了，教不好啦。大家都觉得不寒而栗，就因为白日张富贵打他一巴掌，一个9岁的孩子竟然怀恨在心，想要人性命。哎呦，好狠的孩子！这要是今后不小心得罪他们家，是不是也要想办法杀了咱啊？太可怕了！这哪是孩子呀，这是狼崽子！哎不，狼崽子见了他都得抖3抖。这孩子打根里坏了，掰不回来了。村长，撵出去吧，咱们可不敢跟这样的狠人待一块儿呢。是啊，这身边随时都有一只会吃人的狼，夜里都不敢放心的睡了。你们胡说！我家孬娃还是个孩子，怎么会干这种事儿？一定是你们看错了。对，还有这黑灯瞎火的，你们肯定是看错了，诬赖我家孩子。大家的眼都还没瞎，看得清清楚楚，手里的雄黄粉都还没擦干净，不认账就完了。我就是要他死，谁让他打我？我要弄死这老不死的，还有你家里的臭婆家小杂种，全都要弄死！张富贵再次一个大耳刮子扇在他脸上。富贵，五婶求求你了，你放过孬娃吧，你行好，你放了他吧，孬娃他还是个孩子呀。大伯，求求你饶了孬娃吧，他再也不敢了，今后我会好好管教他，他再犯浑，侄儿一定抽死他。大郎，我张氏决定将这一家子抽族，你们可有意见？没意见，赶出去吧。没意见，咱家可不敢留着狼崽子。那好，等天亮就从族谱划掉。大郎，你看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赶出去，不过好歹是几条性命。大妮二妮2个孩子无辜，咱们先让他们一家到圈子外面去睡，天明了让他们离开。村民们没意见，都是些心软的人，再怎么也不忍心黑天半夜看俩小的跟着受罪。是孬娃犯了错，把他赶出去。我们没有干对不起村民的事儿，把孬娃一个人赶出去。哎呀，你还是人吗？他是你儿子，后毒还不是子呢，你连畜生都不如。谢大郎12分的无语，挥挥手让大家赶紧把他们一家极品扔出去，真是多看一眼都伤眼睛。我不走，是孬娃犯错了，我又没有，我不走。畜生不如的东西，赶紧滚！再不滚蛋，老子打断你的腿！一家人再不情愿，也被村民们拉拉扯扯，推搡着赶到圈子外面。今日的事啊，多亏九娘了，不然呢，还不知道会酿成什么大祸。我们九娘聪明能干，还是个小福星呢。娘眼神真好，这都看出来了。哎呦，你呀，这脸皮厚的呀。生平仅见。过奖，比起谢四郎您还差着一个城墙呢。老嫂子，还没吃吧？我给拿了点鸡蛋，给孩子们煮了吃吧。哎呦，亲家呀，这是干什么？快拿回去！你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带的东西还不够自己吃的，怎么给我们送来了？
快拿回去。昨晚上多亏了你们家九娘啊，要不是九娘，我们家这会儿指不定全躺下了。我们也没什么好东西感谢的，就这几个鸡蛋还能拿得出手，伯母就收下吧。大哥，忘了跟你说了，昨日张家大妮不是中毒了吗？他吃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好东西，林子里应该还有，咱们去找找，说不定一路都不会挨饿了。那东西不是有毒吗？那个叫木薯，的确有毒，但只要做熟了就没毒了，味道和红薯差不多，吃了管饱，而且还是药材。它的叶子晒干了磨成粉，不管是冲水喝还是做饭加点儿，吃了对人有好处，而且还特别好栽种，随便给扔哪个犄角旮旯里面都能生长。咱们带点种子出去，将来安顿下来多种一些，就算人不爱吃，喂牲口也行。九娘，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书里看到的呀。哪本书？琼崖物语。九娘啊，跟你一比，二哥觉得读的书啊，都读狗肚里去了。你的书啊，可不读狗肚子里去了，跟我们九娘比什么呀？我们九娘可是福星下凡，是天上的神仙转世，可比平常人要聪明多了。可不就是啊，我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富五车的。平日我觉得我都够爱吹牛了，没想到妹妹比我还敢吹。你那叫吹牛，我这叫实话实说。可惜他说实话，此刻没人信，大家哈哈一笑了事。我也去，我要看看木薯长啥样。就是它了，没错的，这就是木薯。果然像红薯一样，就是皮长得不一样。真的做熟了就没毒了？真的，大哥不信，我们可以拿回去几个，煮熟了试试。真是个傻孩子，怎么是？这要是在家里还能喂鸡吃，一只鸡死了就死了，人怎么是？万一中毒了怎么办？我来试，我确定做熟了没毒。还有我，小姑姑能把大妮救回来，我也不怕中毒。行吧，先把这些拿回去，要是也是我来试，让你们两个孩子试毒，那我还是人吗？你这是咋了？老七呢？你婆婆呢？求村长让俩孩子回去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快别磕了，起来说话，看把孩子吓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老七呢？让他来跟我说话，让个娘们出头算什么事儿？别以为你是个女人，做出这样的可怜样子，咱们就能让你们重新回来。他们轮流糟蹋我杀了他，杀了他娘。你杀了谁？谁欺负你了？我杀了老七，我不让他去，他非要去。那些畜生轮流糟蹋我，他明明看见了，不是我勾引男人，是他们是畜生，老七也是畜生。老七死了，你杀了老七？如果我所料不错，张老七带着一家人去了大湖村那边，大湖村人欺负了王嫂子，张老七看到了却不敢作声，所以王嫂子杀了张老七。是不是这样？你奶奶呢？是我奶奶也叫我娘砍死了，我奶奶说我娘是狐狸精，骚货，勾引男人。村人暗骂一声活该，自家媳妇儿被人欺负了，没安慰一句，还用那么恶毒的话骂人，活该被杀。求你们收下孩子们，求求你们，求求大伯，求求村长。哎呀，村长啊，让他们回来吧，怪可怜的。是啊，孤儿寡母的，在这老林子怎么活呀？孬娃可是曾经想要我们一家人的命，连我家孩子都不放过，凭什么他们可怜就得让他们回来啊？这样吧，两女娃娃是无辜的，毕竟是我张家的种，就接回来，老张家人轮流养着吧。孬娃绝对不能回来的，谁觉得他可怜，谁接回去养。快去，大伯要你们了。两个孩子还小，完全不懂他俩被送回去的意义，只知道娘不要他们了。王翠萍这才转过身往回走，一把拽起蹲在地上的孬娃走了。孬娃他娘啊，你去哪里呀？别乱跑了，就跟在咱们后面走吧。王翠萍头也不回，走的方向却是往林子里去了。他太弱了，自己个儿不争气怨谁呢？有着杀人的胆，早干嘛去了？早早的把那个老婆子收拾了，把孬娃抢回来自己养，也不会被那老婆养歪。还有老七那杂碎，不听话腿打断，看他还会不会养一身自私自利的臭毛病。哎，这女人呐，还得自己立起来呀。娘，我们还是去跟着村里人走吧，这边太难走了。娘，滚，别跟着我，
昨天晚上实在是被他娘吓破了胆，这会儿乖觉得很，被呵斥一声就不敢再闹，乖乖的跟着走。村民们在历经20多天、将近1个月的老林子生涯后，终于在前方看到了逐渐强烈的天光。啊，走出来了，走出来了！你们这是打哪来啊？家乡遭灾了，要去哪里？得知是因为居虎眼决堤，穿过老林子到这里来的，都是惊奇不已。村民们也向路人打听洪水的情况。哎呀，惨呐，死了好多人啊！听说有好几个村子，一个人都没活下来，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民。官府有没有人来赈灾？哪有啊！听说你们清河县还有附近的几个县的县令都被问罪了，说是擅离什么的，要杀头。县令不逃就会被淹死，他们做了官难道就不怕大水了？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都没有粮食吃，杀了县令有什么用啊？先给点粮食，好歹让人活下去啊！打听了灾后的情况，村民们心情沉重地继续赶路。在傍晚时分，终于看到了上虞县的城墙。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禀差爷，咱们都是来自清河县槐树村，因为居虎眼决堤，我们穿过老林子来到贵地，想在贵地休整几天，买些粮食和用品。有路引吗？我们接到居虎眼要决堤的消息时，已经没时间去开路引，衙门那会儿已经没人了，还请差爷通融通融。没有路引不能进城，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规矩不能废。快走，别挡着大家的路。谢二郎挤过去，递了一小块银角子，对着笑。行好，帮帮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看咱们也没打算在贵地多待，而且咱们都带着干粮，有东西吃，不会给贵地的百姓造成困扰。您就行好，让咱们进去得了。不行，别给我整这套，咱们大人可是交代了，任何流民都不能放进去，我们不会闹事。在下的先生与贵县县令是同科友人，在下去年曾随先生拜访过贵县县令杜大人，劳烦差爷帮忙通禀杜大人，就说清河县故友房先生的学生谢战求见。说着从谢二郎手里拿走银角子，又问顾九要猴头菇。这是我们在老林子采的一些野味，麻烦转交杜大人，拜托了。等着。说完就转身往县城里走去。过了大约2刻钟，那门吏回来了，这次态度好多了，笑着说道：杜大人说了，看在故友面上，让你们在城里待3天，只有3天啊，到了时间就得赶紧离开，期间不准生事，一旦发现生事，咱们可不敢再收留各位了。一定不会生事，放心。第2天早起，谢战要去拜访上虞县令杜大人，去街上好好打听打听，看哪里有卖点心的，捡那些名气大的价格贵的买些，咱们乡野农户太贵重的东西也买不起，太寒酸了也不行。这个给杜大人送去吧，这可比点心实用多了，重要的是不用花钱。就你机灵，老四啊，那就送灵芝，就说咱们偶然在树上看到的，咱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送过来给大人品鉴。咱们不了解杜大人，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万一是个贪心的，得知咱们身上有灵芝，想办法巧取豪夺怎么办？人在外面要财不露白。我懂了，娘您放心，我这么聪明的人，您一讲我就听明白了。村民们都在等天麻和3七卖出个好价格，一大早各家就派出人过来商量着天麻怎么卖才能不叫人坑了去。谢二郎算账一把好手，这件事就被谢大郎交给他来办。看诊右边走，抓药这边来，请问3位是看诊还是抓药？咱们既不看诊也不抓药，是有事情请见你们的掌柜，不知道掌柜的可在？在，敢问几位有什么事儿？我们这里有些上好的天麻，不知你们收不收啊？你们有多少？你能做主啊？3位稍等，我这就去请掌柜的。说着转身从后门出去，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我家掌柜的有请，这是我们东家，旁边的就是我们掌柜的，就是这3位要卖天麻。您看看这天麻你们收不收？我们的天麻都是至少3年份的上等天麻，掌柜的看看，给开个价吧。掌柜的拿起一片天麻，神情有些微讶，的确是上等的天麻，还是炮制好的，还炮制的不错。这是你炮制的？谢二郎看一眼顾九，点头应是。天麻的确成色不错，年份够长，炮制得当，
这样，我给你们1斤500文的价格，几位看怎么样啊？同等品相的，你们有多少啊？掌柜的可别糊弄我们，这东西稀少得很，像我们带来的这么大个的更少。掌柜给的这个价可不厚道哦。我们带来的同等品相的天麻，大约还有300斤左右。这样吧，掌柜的若是真心想要，请今日未时到西城客栈找我们，比姓谢，到时候咱们再谈价格。你们说有多少？300多斤吧，只多不少。你看这样行不行？600文1斤，有多少我们要多少。700文，我们全包。谢二郎有些异动，但还是稳住了。看掌柜的样子，往上再加是没有问题的。何况他们才问一家药铺，先不着急卖。掌柜的可听说过3七？3七有什么功效啊？疗伤圣品，补血最佳。外敷对于外伤引起的出血不止，伤口化脓有奇效。内服呢，对各种出血都是最好的补血药，而且常服可以美容养颜，对于中风等病症也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小姑娘骗我的吧？哪有这种药啊？听都没听说过。我不骗人，只是因为3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很高，数量十分稀少，所以大家都不认识它。但它的疗效的确是真的。掌柜的摇头，他还是不能轻信没听说过的东西。咱们先回去吧。这家掌柜不厚道，给的价太低，不能卖给他们。两位如果有意，还请下晌到西城客栈一叙。先别走啊，咱们有话慢慢说嘛。这位东家，您神志萎靡，头晕目眩，心情烦躁，怕是病情不太乐观，要及早就医哦。谢二郎回头笑着拱拱手，带着顾九和谢五郎走出门去。二哥，700文1斤啊，你怎么就不卖呀？九娘说这天麻是十分珍贵的药材，还十分难寻，那就是奇货可居了。既然奇货可居，咱们可就要好好打算打算，给他卖出个天价，不然咱们一路背着穿越整个老林子，不就太不划算了吗？对，咱们辛辛苦苦的背了一路，容易吗？二哥可得好好的谋划谋划，争取多卖点银子。谢二郎心里有底，准备再去东南北3个方向的药堂探探底。怎么想买衣服？你怎么来了？四哥，阿牛哥，事情办完了？远远的看到你俩进来，就跟过来看看。想买衣服，看上哪件了，四哥给你买。不买，现在买了也穿不了，路上带着还麻烦。等咱们安顿下来了，五哥给你买很多漂亮裙子，一定把我们九娘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有银子吗？我就趁着还是哥哥，腾腾妹妹怎么了？哎呦，几位进来看看，咱们家的布料品种齐全，面料都是极好的。这个怎么卖？那个啊是上好的细麻，10文钱1尺，你们要多少？做一件衣服需要多少布料？你知道吗？阿牛哥应该知道吧？陆阿牛睁大双眼，这种问题为什么要问我？不知道买多少不要紧，请问是给谁做衣服？大约多高？娘多高来着？嫂子们呢？算了吧，让大嫂和三嫂来买吧。那个，我让家里嫂子过来哈。拉起谢战就跑，还不忘叫上落后的谢五郎。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没见到县令大人吗？杜大人下乡去了，我把灵芝给留下就回来了。是不是杜大人觉得你是无足轻重，见不见都无所谓，找个借口打发你？哎，傻丫头啊，就算真是这样子，也不能这么跟别人说，看破不说破，懂吗？为了不让别人难堪吗？对呀，得给人留点面子，不能让人家面子过不去啊。谢战已经对顾九喜欢说大实话这件事认命了。到了约定的时辰，谢二郎在客栈大门前把客人迎到后院，4个掌柜挨个查过一遍，相互点点头，成色没问题，炮制的也没问题，都是最上乘的天麻。我要150斤，本来我们东家的意思是全部收下的，但既然谢二爷也叫了各位同行，咱们也不能让大家空跑，匀出一些给各位同行。价格嘛，就按昨日说的700文1斤，谢二爷觉得怎样？我要100斤，价格就按吴掌柜的报价。您二位这就不仁义了，价格咱们没有异议，但天麻拢共也就300来斤，您二位一下子就要去了250斤，剩下的顶称也只有30-50斤，我们和春来堂均分，一家也就只能分个10斤20斤的，权数这么大，有些不地道了吧？的确少了。您二位看这样行不行？这里的天麻无论多少，咱们4家均分，一家70多斤。那不行，
70斤太少，都不够我们自家用的。你还打算再加价卖出去？怎么会？这么好的天麻哪能外卖呀？自家药堂用都不够。就按4家均分吧，不然吵到明天也吵不出个结果来。几位掌柜的，大家先等等，是我们在卖东西，哪有买家自己定价格的？是不是该先问问我们卖家的意思？我们开的价格已经比常价高出很多了，你们的天麻成色好，咱们也不吝啬这点银钱，但如果价格过高的话，咱们可就要赔本了。药材是好药材，咱们也愿意给个高价，但如果价格过高，咱们也只能忍痛放弃了。既然4位掌柜不要，那就算了。二哥，让大家收起来吧，真不行拉到荆州也行，州城药铺多，肯定有识货的。800文1斤，我们仁德堂全要了。陆东家，您这就不仗义了，咱们大老远跑来可不是看热闹来的，您吃肉总得给大家留点汤喝不是？刚才不是说不要了吗？又想要了不成吗？我们也要，你看能卖我们多少？您看人家陆东家都说了全要了，你看这800文就800文，还按先前商量的4家均分。行，就这么办吧，4家均分，900文1斤，仁德堂全要。就按陆东家说的价，仁德堂150斤，剩下的不管多少，咱们3家均分，这样可行？1000文1斤，仁德堂全要。其余3家掌柜全都无语了，都别拦着，让我吐会血先。就连仁德堂掌柜都无语地看着自家猪队东家。谢战怀疑地看着陆东家，这人的做派不像是钱多烧得慌，难道有所求？还要不要？1000文就1000文，还是刚才的条件。你们仁德堂150斤，剩下的我们3家均分。行。这人真是谢家人请来的托吧？就为了抬价格来的吧？顾九拿出3七片，问4位掌柜：“3七你们真不考虑收了？这可真是好东西，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不是咱们不收，而是从古至今的医书上都没有对3七的记载，咱们没试过药性，不敢轻易收购啊。看，这是被畜生抓伤了。当时我们在老林子里没医没药的，我高热2日2夜不退，后来是九娘及时找回了3七，才捡回一条性命。看到张富贵露出来的伤口那么大一片，虽然已经掉痂了，但那伤处凹凸不平，可见当时伤得多重。这样的伤就算及时求医，妥善处理，并辅以汤药，也会有人撑不过去。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富贵哥那会儿高热不退，大家都觉得人不行了，是九娘用了3七才把富贵哥从鬼门关拉回来。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他左右看看，看到马棚的外面挂着一把镰刀，就小跑过去，一把取下镰刀，挽起袖子。三柱，你干什么？别胡来！只见张三柱撩起袖子，就拿镰刀在手臂上划了一下，鲜血登时冒了出来。哎呀，你个大傻叉！你们既然不相信3七的功效，就等等看吧。钱固然重要，小命更重要啊，大兄弟！4位掌柜被张三柱这番操作给弄懵了，就没见过这样的人，为了卖药材，命也可以拼一拼啊！他们虽然不懂什么细菌，但也知道被生锈的铁器划伤会引起什么后果。不过倒是对3七的功效有些相信了，毕竟拿自己性命来证明药性，可见对药十分的有信心。气的有信心，他就是不懂。他要是知道被生锈的铁器划伤会引起破伤风，从而危及小命，借他10个8个胆他也不敢。谢五郎很快寄了蒜臼过来，手里还提着一壶凉开水。顾九让谢战取了一块晒干的3七捣碎成粉，让谢五郎帮他冲着水洗干净手，然后忙让张三柱撩着袖子用凉开水给他冲洗伤口。别凹了，再凹别人以为有人在生孩子呢。为什么要洗伤口？生锈的铁器上面有大量的脏东西，会导致破伤风，需要把里面清洗干净。什么是破伤风啊？就是7日风。说起7日风，大家就都知道了，得了7日风能活下来的不足5成。一时间众人都变了脸色。九娘你那么厉害，一定能治好我吧？3七那么管用，用了就没事了吧？还有很大几率能治好的。啊！张三柱傻眼了，居然不是10成10能治好，心好慌啊！清洗干净就不会得7日风了。不是。
清洗也只是能够去除部分脏东西，再辅以3期，能把绝大多数的脏东西杀死。杀死？难道这些脏东西还是活的不成？是的，它们是活的，而且繁衍速度很快，1天1夜的时间可以繁衍70多倍。其实它们有一个名字，叫做细菌。细菌广泛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起来干净清澈的水中，我们日常使用的包扎伤口的布，就是空气中都漂浮着很多很多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细菌。这些细菌就是引起伤口红肿化脓的主要原因。我们之所以要喝煮过的水，也是因为水经过高温会把里面的细菌杀死，减少我们生病的机会。我们在处理伤口的时候，也要用高温杀毒过的水把伤口清洗干净。包扎的布要用沸水煮过的布，这样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细菌感染。4位掌柜和陆东家，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怔住了。这是以前从没听过的言论，虽然听起来十分离奇，但感觉似乎有些道理。所以杨姨在人身上动刀子时，都要把刀在火上烧，就是要烧死细菌。顾九看向谢战，用力点头，脸上笑容灿烂，不愧是他的小男友，果然聪明。所以有些人受了很重的伤后，用火烧伤口，反倒可以活下来。我们的老祖先其实早就发现了细菌，只不过对他们的认知还很模糊，也没有正确的处理方式，只能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但是烧伤本身也会对身体带来伤害，而且火烧伤口的疼痛一般人难以忍受，所以正确的处理方法还是要尽量保持卫生，避免细菌感染。所以这位大夫，我们在为伤者处理伤口时，首先要清洗干净自己的手，因为我们的手上也携带有大量的细菌。如果患者受伤十分严重，还要保持居住环境干净，每天接触的人也要尽量减少，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携带有大量的细菌。这么说，战场很多受了小伤却因此丢了性命的将士，都是因为伤口处理得不够干净。顾九点头。很多伤口本身并不致命，比如肚子划破、肠子流出来这种，本身是不致命的，只要处理好就能活。但是就是因为在处理伤口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细菌侵入，它们在伤口内大肆破坏，使伤口化脓溃烂，引起高热，导致死亡。肠子都流出来了，还不致命？说笑的吧？没有说笑，不光肠子流出来这种伤，就算把人的胸膛剖开，切掉一些脏腑，只要能够做到绝对干净，药物到位，缝合好了，也不是不能活。可惜的是，咱们现在的条件，想要达到完全没有细菌，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越说越离谱了吧？都开膛破肚了，怎么还能活着？怎么才能做到完全干净？顾九摇摇头，在这个时代几乎没可能。高度酒精消杀效果就很好，治疗时把整间房屋的所有东西都用酒精消杀一遍。但是我们的门窗没有办法完全密闭，细菌还是可以通过流动的空气进来。什么是高度酒精？把你们平时喝的酒提炼浓缩10来倍就是了。顾九所说的这些，别说4个掌柜，就是谢战和陆阿牛也都如听天书，感觉世间原来有这样的事儿。小姑娘看起来医术很不错啊，不知道是从哪位高人？我师父嘛，我师父不是世俗之人，他老人家行踪不定，就算说了他的姓名你也没听过。俺本来就不是世俗之人，俺不是人。帮我看下可好？陆东家倒是胆大，我这个年纪大家都觉得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难得陆东家敢让我看病。姑娘就算年龄再大一些，嘴上也长不出毛来。谢战看着顾九的囧样不由失笑，他家九娘咋这么可爱呢？陆东家笑笑，把手臂再次往前递递，示意顾九诊脉。您偏头痛多久了？约莫20来天左右。除了头痛还有什么症状吗？头晕、恶心、耳鸣目眩。最近是不是容易烦躁易怒？有没有昏迷？是，的确特别容易发脾气，没有昏迷，但有次眼发黑，差点晕过去。他是脑子里面有瘤子？是的，宿主进步很快，脑瘤都能诊出来了。上午因为顾九对他面诊的一句话，觉得仅凭一面就能判断出他的身体状况，看着挺厉害的，就想他是不是有个厉害的师傅，就过来试一试。因为存了示好的心思，所以刚才就顺手帮他们抬高了天麻的价格。您是脑子里面长了肿阳？肿阳是中医对瘤子的叫法。顾九一句话就把陆东家吓得脸色惨白，仁德堂掌柜脸色也是一变。
古医书早有记载癌症，两人自然知道种阳就是癌，得此症者能活下来的机会很渺茫。不过发现的还算早，也就花生米大小，早点治疗还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控制？这病真的没办法治好吗？也不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同样的病症在有的人身上就是必死之症，换个人可能就能创造奇迹。我给你开个药方吧。谢六郎还在盯着看热闹，不远处偷偷藏着的谢三友就大声叫：六叔，你的笔墨纸砚借给小姑姑用用呗。就你机灵，边玩去。等会儿按照我的方子服药，我会给你加上一味三七。三七本身对肿瘤有抑制作用，能有效阻止瘤子转移。还有树蛇灵芝有很好的抗癌作用，平时可以炖汤喝。树蛇灵芝你们有吗？没有的话我可以卖你们一些。不是因为我要卖三七和树蛇灵芝，所以才故意夸大他们的功效。我们医者不能这么无良的。我名顾九，义无反顾的顾，报之以穷久的久。我将来一定会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医。若我今日有夸大三七和树蛇灵芝的功效，日后您尽管去找我。陆某相信顾大夫，这些三七陆某就都要了。顾大夫开个价吧。我也要一些，你们有多少三七？正信堂和春来堂不甘落后，也忙说要。三七外敷内服皆可，有止血、散瘀、消肿、恶露不下、跌扑淤血、外伤出血、臃肿疼痛等功效，而且对治疗肿阳有奇效，可美容养颜，预防中风。四位掌柜听到这里，双眼都已经亮起来。如果三七真的这么强大，倒真的可以买些回去。这三七你们打算怎么卖？顾九突然有些纠结，这三七对于不懂行的人来说是或许有奇效的药材，但对他来说，能够用三七做出各种疗效的成药，可以对症下药，挽救很多人的性命。怎么了？我有些舍不得卖，他们都不懂三七，可我没那么多银子跟大家买。那就不卖了，咱们自己把它买下来。需要多少银子？以三七的功效和它的稀有程度，至少得2000文一斤。要不咱们卖点东西凑凑银子？对呀，他怎么把自己的存货给忘了？他还有人参、灵芝、石斛、虎骨。三七咱们不卖了，除了陆东家需要的，剩下的我全要了。各位叔伯兄弟，你们的三七我都要了，就按2000文一斤的价格。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那么多银子，现在先给你们一些，剩下的得再等等才能给你们，可以吗？你们出尔反尔不好吧？既然答应卖给我们，怎么又不卖了？既然你已经开出价格，咱们也出2000文一斤。我祥云堂要100斤，春来堂也要100斤，我振信堂也要100斤。三七是九娘发现的，也是九娘教咱们炮制的。九娘想要，我家的就给九娘了。九娘既然现在手头不方便，也不用2000文，500文就行。我这条命也是九娘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别说三七，就是我的命也尽管拿去。九娘想要三七，尽管拿去。要是给钱，咱成什么人了？如果没有顾九，他们全都走不出老林子。这样吧，这么多三七，顾小大夫也要不了，不然就卖给咱们一些，就给你们2100文一斤。你看着卖我们一些如何？这样吧，咱们家的不卖了，都给你留着。各位叔伯兄弟们的，按照2200文一斤的价格卖给四位掌柜吧。四位觉得如何？四位掌柜就相互看了看，齐齐点头应下。3000文一斤，我全要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咬咬牙，跟吗？仁德堂掌柜抬眼望天，他们东家不会是知道得了绝症，破罐子破摔吧？3000就3000，我要50斤，都要50斤吧。4000文一斤，全要。别太过分了啊！咱们都捡到每人50斤了，你还想怎样啊？想要，那就5000文一斤，让你们每家50斤。三家掌柜真的喷了口水。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可以拿银钱砸着玩吗？不过最后三人还是咬牙切齿的应下了。陆东家冲顾九露出个笑脸，看我帮你卖了个高价。顾九也笑笑，行吧。你的病要保持心情舒畅，切记大喜大悲，平时注意营养，酒是绝对要记的。色你也悠着点，切记你是个病人，别太频繁。陆东家咳嗽几声，尴尬的能把桌子抠出个花纹，拿着药方狗撵似的走了。村民们欢欢喜喜的散去，谢家一家人也回到了客栈前面，大家齐齐的去高氏的房间分享今日的成果。这是我家的老四和小女儿，猴头菇啊，就是他们弄回来的。我身体不好，一贯没什么精神，家里的事情啊都是孩子们管着的，具体还有没有啊得问他们，我也不十分清楚啊。哎呀，你可真是好福气呀！一双儿女生得这样好，可真是叫人羡慕。这位是县令杜大人的夫人身边的管事于妈妈。于妈妈好。
我家夫人吃了你们送去的猴头菇，觉得鲜美极了。我家老爷也觉得吃了肠胃都舒服了不少，就想问问你们手头还有没有？有的话再匀一些出来。实在是抱歉，猴头菇就2颗，还是我们在老林子里无意发现的，咱们也不懂怎么吃，就献给了县令大人，多了可真没有了。你们可想想清楚，到底还有没有？既然能找到2颗，就应该能找到更多。那东西又不是野菜，遇到2颗已经非常幸运，哪里还能得到更多？哼！那婆子拂袖站起，满脸不高兴地往外走。玉妈妈别生气，咱们呀是真的没有了，就那2颗还是无意发现的，还是看它长得好看才摘下来，后来才知道那是猴头菇。哎，您老消消气，可要帮忙跟县令大人美言几句啊！没有才怪呢，你们连灵芝都能摘回来，不信不认识猴头菇。你们在上虞县待的时间也够长了，该走了。这是县令大人的意思？不是又怎样？说完就转身离开。哎，咱们还有几个，为什么不干脆给他们一些，免得他们找事儿？不能惯着臭毛病啊！今日要了猴头菇，咱们给了，明日啊就来要灵芝，要完了灵芝，还会想咱们在老林子是不是还弄到了其他山珍，不把咱们榨干了不罢休的。何况提都没提给钱的事儿，多理直气壮呀！可见平时没少欺压上虞县的百姓。县令夫人这么霸道，也不知道县令大人知不知道？没能力管束内眷，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谢家几兄弟过来后，张氏把事情说了一遍。不行，早早离开吧，反正咱们药材也卖了。老二，去通知大家，及早去购买粮食。如果能行，咱们明天天一亮就离开。粮食不要太多，再往北怕是会遇到流民。粮食多了遭人眼。好，谢大郎叫上谢三郎和谢五郎，3人分头去买车买粮。清河县来的流民呐，让他们赶紧滚出来！快去叫人！清河县来的，咱们上虞县不收流民，赶紧的收拾收拾离开。差爷，你看天都这么晚了，能不能容我们一个晚上？明天保证清早起来就离开。讲什么好事呢？别废话，赶紧走！不走就去大牢里待着。谁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清河县来的百姓啊？你们这么多人，说不定是哪个山寨的土匪呢。差爷，咱们可是正经。好，我们这就走。他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县令夫人的报复，求情是没用的。老五，叫乡亲们过来，咱们这就走。哼，算你们识相。瞧什么瞧？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流民，赶紧滚！咱们家不欢迎你们。大娘，咱们是路过的，想跟您讨点水，请问村里哪里有水井啊？骗鬼呢！别以为老娘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快走！要粮食没有，要命有一条。我们真的只是路过，来讨点水。您老不想开门也成，麻烦给指条道。滚！别想花言巧语骗老娘，老娘骗人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要不九娘去试试？九娘是女孩子，声音听起来也小，或许人家能听九娘的话。好啊！嗨，老爷爷老奶奶，还有这位大叔，你们好呀！你们是什么人啊？爬我家墙头干什么？快下去！老爷爷，我们不是坏人，您老看我长得既好看又可爱，一副善良的模样。谁家坏人是看长相的？我们真的是路过这里，没水了，想到你们村子讨点水，没有恶意的。真是讨水的？真的，绝对真的。我家哥哥很厉害的，能一个打8个。如果我们真有恶意，就直接跳过墙去抢东西了，怎么会这么彬彬有礼的商量呢？彬彬有礼和爬人家墙头本身就自相矛盾吧。请问你们村子有水井吗？麻烦带个路可好？要不你领他们去。谢战从墙头跳下去，伸手去接顾九，顾九轻轻松松跳了下去。魏大哥，我们真没恶意，烦请领我们去找水井，打完水咱们就离开。爹娘，等我出去了，你们把门插好。去吧去吧，水井就在那边，你们跟我来。大叔，你们村里为什么家家户户关门闭户，防备着外人啊？你们是不知道，咱们村啊离大陆边近，这段时日啊常有流民过来讨点吃的喝的，咱们村人看他们可怜，来讨要的，家里但凡有点吃的都给了。哪知昨日下场，突然来了一群恶人，哪里是流民啊，简直是土匪。咱们好心给他们开门，他们倒好，闯进家里不分青红皂白，看到粮食就抢，我们很多人家的口粮都给抢走了，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被抓走，
还砸坏了不少家伙事，实在是太可恶了。他们有多少人？有没有说打哪里来？约莫200来人，都是男人，打哪儿来没说，口音有些乱，不像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他们抢了我们的村子，就往东边去了。流民积聚起来，最易生乱。这一路往东，遇到的流民只会越来越多，裹挟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最后能发展成多大的队伍，谁都不敢保证。众人补充了水，重新上路时都有些忧心忡忡。这一路东去也不太平，他们带着粮食还有牲口，万一遇到那伙流民，大约还会有一场争斗。不能走了，前面不能走了，你们从哪里来的？快退回去，改个道吧。老张，敢问前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不能走啊？你们是走镖的，快改个道吧。前面一伙流民占据了鹰嘴崖，你们带着这么多车和牲口到了那里，就是给人送口粮的。哎，是梁先生，是我娘家村里的教书先生。说着快走几步上前，急急问道：梁先生怎么在这里啊？村里人呢？都去哪儿了？梁家大哥，梁家大嫂，你们怎么没和村子里的人一起走啊？啊，是老孙家的二妮儿啊！哎呀，那都是你们村的人，你们也要往荆州去的吧？孙氏点点头，热切地盯着梁家人，急迫地想知道他娘家的情况。我们本来和村里人一起走的，到了鹰嘴崖，他们全部投靠了山上的流民，跟着人家上山了。我看那些人成不了气候，恐怕还会招来灾殃，就带着家人返回来了。谢战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是有心人利用流民生事，恐怕要出大乱子。他们拦着路不让走吗？让走，每人要交1两银子，不交就2条路，要么上山投靠他们，要么原路返回。山上的流民大约有多少人？听他们说，这几日上山的已经有2、3千人，之前的不知道有多少。为首的是一个叫张乾陵的人，这人是个道士，曾在西南一带活动，颇有些威望。西南遭灾的百姓大多听说过他。此人在鹰嘴崖自称太平王，打着救民安民的旗号，招揽过路流民。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流民只是缺衣少食，勉强挨到荆州城，只要刺史还不想掉脑袋，百姓们就会有一条活路。但是流民一旦被人蛊惑，成为别人野心下的棋子，那就真的没有活路了。他们遇到流民，先招揽，说什么跟着他们有粮吃，百姓们一路饥荒，好不容易到了这里，一听有粮吃，就什么都不管了，都跟着人家上山，队伍就越来越壮大起来。说着去看孙氏，村里人都上去了，你爹娘还有你弟弟弟妹一家子都去了，你小侄儿……我家小侄儿咋了？你看你着急的，我们都不敢告诉你了。你说吧，我没事。咱们村那会儿离孔山远，为了赶路，大家都没敢带太多的东西。到后来，大家带的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就都去山上找吃的。你家兄弟带着你弟媳和孩子，看到了一窝野鸡蛋，恰好黄石县的一家子也同时看到那窝野鸡蛋，两家就争抢起来。你弟妹嘴皮子利索，骂的那家人还不了口，两家就打起来了。你家小侄子看你兄弟被对方打了，从地上捡起了一颗石头，就朝着那家人扔去。那家的孩子也捡起了一颗石头扔过来，好巧不巧，正好就砸在你家小侄子脑袋上了。那孩子有11、12岁了，力气大，就一下子，你那小侄儿就被砸破了脑袋，大夫没找来就不行了，死了，没救过来。这些天啊，为抢干净的水和食物，死了好多个，不单单是你小侄子一个。后来呢？那家人怎样了？没能怎样，咱们清河县去孔山的没多少人，人家黄石县的那么多人，咱们村子的人啊都不敢出头。谢三郎点点头，明白了，就是说死了也白死，人死不能复生，别想其他，先想想活着的人。老四，我爹娘他们在山上不会有事吧？流民大规模的聚集在一起，还敢自称太平王，打出旗号，这是公然的和朝廷作对。除非早早散了，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以造反论，被官兵清剿。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拿什么跟装备精良的官兵打？为了有心人的私欲，流民终将成为替死鬼。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办？怎么让我爹娘他们下山来呢？别急，你先别急，这事儿还得再商量，急也没用。今晚咱们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明天再打探消息再说。咱们先前不是路过一个村子，那村子的人都躲难去了，咱们就暂时去村里借住吧。梁先生一家也跟着村民们一起走。梁先生一家本来打算去哪里？难道重新返回家乡不成？家乡回不去了。我知道一条路，从灵治往北，穿过小舟山，再往东走，一样能到达荆州。那条路我年轻时走过，车子难走点。你们如果要走那条路，老朽可以带路。我们家其实昨日已经到了鹰嘴崖，因为不知道情况，没敢轻易上前去。不过倒是听到了一些消息，那张乾陵的凤神观在南平县的玉阳山上，当时大水来时，南平县幸存的人差不多都在玉阳山避难。张乾陵趁机笼络了几个地痞混混，给百姓施药，提供清水，拉拢人心。等洪水退了，就带着山上的百姓到了鹰嘴崖，说是要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不知道张乾陵是什么时候到的鹰嘴崖？南平县是西南遭灾的几个县中最靠东边的一个，而且地势略高，水下得快，因此他们大约20来天，将近1个月前就到了鹰嘴崖。我爹娘还在山上呢，怎么通知他们下来呢？这个还得等大哥他们商量商量。不行，我假装投靠他们，上山带岳父岳母他们下来。不行，太危险了，他们辛辛苦苦把人弄上山，怎么可能轻易放人离开啊？万一你再陷进去了怎么办？你别急，先看看大哥和四郎的意思再说。村民们吃过早饭，就在一起商议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是硬闯还是按照梁先生说的走一条难走的老路？要不就按梁先生说的，咱们走老路，虽然艰难点，但胜在安全。咱们只有不到200人，光老人和孩子就占了一小半，能打得太少，硬闯的话估计会有伤亡啊。你说的太简单了，恐怕不止伤亡，人家3、4千人，咱们都不够人家填牙缝的。现在具体情况不明，只从梁先生嘴里得到的消息也有限，还要去打探情况再说。阿牛哥，等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好，我和阿牛去吧，四郎就在这里等消息。还是我去，我想去看看情况。他想做的不仅仅是救出孙家人，重要的是看看能不能把那些流民鼓动下山，不行的话怎么除去首恶也行，一定要小心，能做成就做，不行就别管了，自己安危重要。我知道青重，娘放心，你可乖乖的吧，我只是去打探情况，快的话中午就能回来，你可别淘气啊。这话说的，我本来就乖乖的呀，明明什么也没做啊。谢战望着顾九，突然一个念头跳出来，九娘一起去还真有可能做点什么。要不你也一起去？行啊，你有正经事需要去做，我也不能拦你，可怎么还要带着九娘去呀？那边多危险呀，她一个小姑娘家的。我是需要九娘帮忙，只有九娘能帮这个忙，所以才要带九娘去。娘放心，我一定把您老的宝贝闺女给囫囵带回来。高氏绷不住笑了，心里嘀咕，哪里是我宝贝闺女啊，明明是你宝贝小媳妇儿。哎呀，行了，你也小心点，时刻记住自己的安危最重要。快过来，肚子饿了吧？快，这里有吃的。谢战3个走上前，手里就被各自塞了一个。哥哥几天没吃饭了，给哥哥吃。哥哥先帮你收着，等你饿了再吃。咱们山上有粮食，有很多粮食，你们只要跟咱们上山，就能天天吃饱肚子。咱们大王啊，能掐会算，仙人一样的人物，跟着咱们大王，不纳税，不服役，快活似神仙。有那么好的事儿，你们大王还能白养着咱们？瞧你老说的，到哪儿都不能吃白食，是不是？咱们到哪里不需要干活啊？到了山上，咱们有能力的做工，没能力的种田，只要有手肯干活，都能吃饱肚子。咱们大王啊，就是天上派来拯救咱们老百姓的张乾陵张仙长，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咱们的大王。张道长，那不就是南平县凤神观的观主吗？什么时候成大王了？没错，咱们大王住在凤神观，那是离天神最近的地方。发大水的前天晚上啊，咱们大王夜里梦见金甲神人警示，称有妖人作乱，天下即将大乱，受命他老人家来解救苍生。乡亲们，只要跟着大王，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到处奔波，吃不饱穿不暖了。可咱们去荆州城，刺史大人不能不管咱们吧？
你想什么呢？刺史大人怎么会管咱们啊？你们问问他们，他们都是从荆州城返回来的。你问问荆州城现在是什么情况？惨呐！你们是不知道啊，荆州城压根不让进，别说施粥，就连城墙根都不让你蹲。哎，也不对，听说年轻力壮的让进，说是荆州王有个什么矿要抓壮丁去做活，要一天到晚搬石头，还不给饭吃，很多年轻人都给抓去了。幸亏我跑得快，不然这会儿也给抓去干活了。这家伙撒谎也真诚点啊！没眼泪，好点抹点唾沫也行啊。要真是这样，咱们怎么办？荆州不能去，沿途的县城不让进，咱们没了土地，没了家，可怎么活下去啊？谁说没地方去啊？咱们一起上山去。刚才小哥不是说了，他们家大王会收留咱们，那就上山去，咱们都去。走走走，咱们一起去。来来来，大家都跟着我，我带你们上山找大王。怎么着？几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人还在后面，我们得先回去跟家人商量商量，带他们一起上山。那感情好啊，你们呢？是打算怎么着？我们灵芝县有亲戚，我们打算去投靠亲戚。哼，既然不上山，那么把咱们的窝头钱给了吧。这年头谁也不能给人吃白食，是不是？窝头10个大钱一个，你们家一共5口人，给50个大钱，走人。什么？10个大钱一个？平时这种窝头1个大钱都能买3、4个。平时是平时，现在能和平时比吗？现在粮食多珍贵啊！他说着话，身后10来个汉子拿着棍棒，齐刷刷地看着老者一家人，眼神不善。您看，就这么多了，您行行好，就放我们过去吧。过去不行，过去干嘛呀？老者没办法，只得看看家人，带着家人往回走。穷抠搜的，虽然你们还要回来，但谁也不知道你们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先把窝头钱出了，等你们带着家人来了，就是咱们自己人了，钱还退给你们。应该的。他身上没带那么多铜钱，还是跟陆阿牛凑了凑，才凑出30个大钱给了那人。如果在那座山上往对面鹰嘴崖这边射箭，射程能达到吗？如果人在鹰嘴崖靠东边的位置，就不可能了。那如果人在西边，尽量靠近山峰这边呢？那没问题。可有把握射中？除非箭射出去的时候恰好有人挡在目标身前，否则就没问题。顾九之所以这么肯定，除了对自己箭术的自信外，还因为他弓弩上自带可变焦瞄准镜。那就行，咱们先回去准备一份大礼给太平王。3人脚程快，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先前那老者一家人。小伙子，你们听我老头子说道，那山可上不得呀，哪怕去要饭也不能上山，上了怕就没命了。难得这位老人家脑子清楚，没被那些人忽悠了。谢谢老丈提醒，我们知道，说回去叫家人是哄骗他们呢。那就好啊。老张若是没有地方去，不如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打算走一条荒废的老路去荆州，你们要不要一起？原来你们也知道那条路啊，我们就是打算走那条路的。我们也是听一位老人家说的。那就好，咱们一起走，人多也好有个照应。等回到小村子，老者一看人家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牲口板车，才知道哪里是什么互相照应，分明是人家照应他们。一个靠着一张嘴糊弄无知百姓的神棍，竟然也敢生出造反的心思，胆儿可真大呀！如今只是1州之一隅遭灾，受灾范围不大，灾民也少，想利用灾民起事是绝对成不了气候。我担心的不是张乾陵成不成事，而是担心被他骗上山的百姓越来越多，到时候官府必定清剿，一旦清剿，这些百姓必定被认为是乱民，全部处死。死的人够多了，不能再死人了，他们都是大晋的百姓。你想怎么办啊？通知官府，趁人数还少清剿吗？来不及，官府的作风陆叔知道，等他们上报朝廷，朝廷再下发公文，再派兵来剿，最快也得1个月。等到了那时候，山上就不是几千人，恐怕已经是几万人。那你打算怎么办啊？要不干脆我和阿牛混上山，杀了那张乾陵得了。没了张乾陵，百姓自然就散了。咱们现在不清楚山上的情况，那张乾陵肯定有亲信，单单杀了一个张乾陵，亲信如果把百姓安抚下来，再推举一个首领，占了张乾陵的位置，那就白忙活了。我打算下场就上山，在山上摸摸情况，想办法把张乾陵和亲信们一网打尽，遣散百姓，那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可是想到办法了。谢战笑了笑，有些头绪。舅娘，后天和大后天这2天的午时左右，
你就在那边的山峰上待着，不论哪天，只要你看到对面山头上插旗子，就找头上有红巾或者身穿红衣的人射杀。五郎，到时候你和陆叔一起去保护九娘。你怎么能保证张乾林头上会系红巾？秘密。哼，小气。我和你一起上山吧，让五郎去保护九娘，阿牛在鹰嘴崖下藏着，万一生变，阿牛就混上山去接应。也好。谢五郎不傻，他四哥不简单，一路上的行为来看，和在家里那个只知道读书的书生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陆家父子也不简单，两个铁匠的本事也太好了些，而且这两个铁匠还很听他四哥的话。再看看顾九，谢五郎忍不住抹一把脸，他身边尽处妖魔鬼怪，好像就他一个正常人。你可小心点呢，不行就想办法脱身。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换个人家给人做童养媳去。你放心，我且死不了呢，你就死了那条心吧。谢战和陆铁匠走后，陆阿牛就带了干粮，以打猎的名义悄悄地跟去鹰嘴崖，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小哥来了，你家里人呢？怎么换人了？你家里人没和你一起来？我家里人决定去投亲戚了，不愿上山，就我和陆叔2人，可以吗？可以。邓三儿啊，快把这2位送上山去。上午你可是说了，我再来你会把那些大钱还给我的。哎呦，瞧我这记性，都给忘了。你们只来2个人，我只能退你们2个人的钱。谢战收了铜钱，点头道：那是应该的。鹰嘴崖一侧有条往上的小路，顺着小路一路往上，就是曲曲折折的山道。再走2刻钟左右，来到一处高崖前，又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才看到山岭之间高低错落着不少房屋，看那规模还不小，起码住上千人应该没问题。应该不是才建造的，或许是以前的匪窝，正好被张乾林拿来做了大本营。又有人来了。邓四儿笑着点头，那里就是咱们大王和臣下们议事的地方。就这个小破山寨，聚集几个穷的裤子都穿不上的流民，还臣下。朝里那些大臣听到了，估计一口茶能喷10里地。我不去，爹娘，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做我去做什么妃子，我不做。由不得你，大王看上你是你的福气。隔壁刘翠丫想去，大王还看不上她呢，你还不乐意，别给脸不要脸。你说说你有多傻，做了大王的女人不就不愁吃不愁喝了，也没人敢欺负咱们家。以后谁见了你不得恭恭敬敬的，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就别犯犟了，听话。3人拉扯着，眼看着往议事堂的后面去了，吵嚷的声音还一个劲儿地传过来。看看人家马上就要飞上枝头了，可惜咱也没个好看的妹妹。只听旁边传来一声粗犷的声音：带回来了几个？有没有壮实一点的？大将军，哼，好啊，原来是你们啊！今天进了咱们的地盘，就甭想离开了。来人啊，快来人，抄家伙！络腮胡吼了几嗓子，陆续从离得近的各房间里跑出来20-30个抄着棍棒的人。原来是你这个小白脸，好啊，竟然敢来咱们的地盘！兄弟们，还等什么？这2人杀了咱们那么多兄弟，他们今天主动送上门来，咱们就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上啊，一起上，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正在这时，打议事堂的后面匆匆来了2人，其中一人大喝一声：住手！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啊？谢战看过去，见这人身穿杏黄道袍，猜想就是张乾林本人了。那道人走近前来，汉子们纷纷给他让道，一个个拱着手行礼，口称大王，果然就是自称太平王的张乾林了。在下清河谢战，听闻太平王在此举事，特来投靠太平王阁下，没想到刚刚到贵宝地就遭到了这番待遇。听闻太平王阁下求贤若渴，难道就是这么对待上门来的客人吗？大胆，竟敢这么跟我们大王讲话，我看你是想死！大王，就是他，还有这个大块头，咱们的100来号兄弟就是被他们杀的。他们有很多人，上山来的就这俩，指不定有什么阴谋呢。没错，这位的兄弟是我和家人所杀，在下和家人偶遇阁下的这位手下，他们屡次出言羞辱在下的三嫂，又放火烧了在下亲戚的庄子，杀光了庄子的下人。若是这样子在下都能忍下了，那在下活得也太没骨气了，还不如自己找根绳子上吊了事。胡说！什么屡次羞辱你嫂子？不就是王三壮胡说了2句，你们不也射伤了他？还有那庄户人家，分明是你们路上撞见的，怎么就成了亲戚了？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我家亲戚？我们一家从清豪难过来，就是准备去投奔亲戚的，正好见到你们杀人烧庄子，遇到了这事，肯定要为亲戚出头。
又有什么错？我可不管你们错还是没错，你们杀了我们的人，这事儿就没完。大王，大彪子他们100多号人呢，不能白死啊！那就抓起来，明日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季琦。好嘞，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抓起来！陆铁匠护着谢战，挡着涌上来的人群。大王，您这样可就有失公允了。先前咱们素不相识，被别人欺负，自然是要还手的。如今咱们前来投奔，您却因为之前的一点居语，将在下2人拒之门外。大王欲成大事，没有容人之量，怎能行？你读过书？水灾前，在下在县学读书。大王可知道军中为什么设文职？那是因为军中得有文职，调配粮草辎重，管理账目书信，统计战亡。最重要的是给统帅出谋划策。大王欲要做成一番大事，只靠拳头硬是没用的，还得有做这些事的人。敢问大王，目前可有这些人才？张庆令淡淡地望着谢战，捋着胡须，却是一言不发。大王欲成大事，文职是少不了的。何况您知道西楚霸王力能举鼎，悍勇无比，为何败于不善舞剑的韩信之手？吕布骁勇善战，天下无人能直应其锋，最后却死于曹操之手。那是因为只有武力是不够的。武将好比人的手脚，文臣好比人的头脑，有了头脑的指挥，手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您再看您的大将军，再看看您的士兵，他们作为你的手脚，全然没有一点章法，只会胡乱挥舞。大王您固然缺了一个头脑，你的手脚也需要打熬筋骨，令其强大。你的意思，你就是本王的头脑？这位好汉能替本王打熬筋骨？小子不才，愿为大王分忧。太不要脸了！大王，您可不能信他呀，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能有什么本事？有志不在年高。行吧，哼，本王就看看你能不能做本王的头脑。大王，他们可是咱们的仇人，他们肯定不安好心啊！大将军，孰轻孰重，本王心里有数，你且放心。大将军这些日子辛苦了，今日百姓孝敬的女人年方16，本王还没享用，就送给大将军了。那怎么好意思啊？去吧去吧，就在本王房里。那大将军立刻忘了兄弟们的死，脚步匆忙地跑去议事堂后面找女人去了。你为什么想来投靠本王？还有这位壮士，你们为什么要来投靠本王？这两位里面说话。说着带着2人进了议事堂，里面坐着个老者。这位是本王的丞相，姓张。小子见过丞相大人。丞相先下去吧，说说看，本王刚刚在这里立足，根基不稳，你们2位看着像是有大本事的，怎么就想来投靠本王了？恕本王想不明白。谢公子，你既然能进县学读书，就一定是有本事的，为什么不去正正经经的考个功名啊？我这地方庙小贪浅，可盛不下谢公子这样的大佛呀。小子才疏学浅，怎敢称大佛？之所以想投靠大王，也是有在下的考量。敢问大王，一个读书人从读书到考取功名需要多少年？快则10来年，慢则一辈子过去也一事无成。那么考上功名之后混到朝堂又需要多少年？这个嘛，运气好的话10年20年，运气不好一辈子都在原地打转。这就是了，像在下这样的穷小子，没权没势没有后台，走科举不一定能考得上，就算侥幸中了，以在下的家世也只能外放到小县做个县令，朝里没人照应，说不定最好的结果就是在穷山恶水待一辈子，这不是在下想要的结果。你想要什么结果呀？一人之下不敢说，好歹能有个2、3品官职，能让在下光宗耀祖就行了。你觉得本王能给你想要的？富贵险中求嘛，不试试怎么知道？好一个富贵险中求。那么这位壮士呢？这位壮士又为了什么呀？这位壮士的拳脚功夫这么厉害，去镖局去给人做护院，哪里不能谋生啊？不瞒大王，我家人死的就剩我跟儿子2个了，我父母、我妻子、我的大儿子、小女儿，他们都被人杀光了。杀他们的人位高权重，我这一生都没办法报仇，只能带着小儿子远远躲起来。现在大王在这边有了立足之地，将来也说不定能成一番大事。
如果有那么一天能把那人拉下马，我老陆这条命就是大王的了。不知道你的仇家是谁呀？大王既然想知道，我也不瞒你，杨顺你可听说过？京城的杨顺，大太监杨直的养子。正是，你怎么得罪他了？陆铁匠握了握拳头，额头轻轻跳了几下，声音微颤，几次都发不出声音来。谢战拍拍陆铁匠的手臂：陆叔节哀，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咱们有机会给陆婶婶和陆家大哥大姐报仇，你应该开心的。其实也不是结仇，咱们这样的人怎么够得上跟人家结仇？就是陆家大哥不小心惊了杨顺的马，那杨顺从马上摔下去，断了一根小指，就记恨上了陆家大哥，生生给他冠上了盗匪的帽子。可怜陆家大哥那会儿才12岁，怎会是盗匪？这还不算，还要以窝藏盗匪的名义杀陆叔全家。幸亏陆叔懂点拳脚，带着陆家二哥逃了，不然早就被那些奸人害死了。你们二位都是有才的人，能投靠本王，本王十分欢喜。可是只你二位来了，家人一个不带，是信不过本王呢，还是另有打算啊？谢战再次对张乾林刮目相看，这人还挺谨慎的，不太好忽悠。我还有什么家人啊？都死光了。本来还剩一个小儿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前个又……说着两眼含泪，那么老高一个汉子，满脸心酸的掉泪，让人看了都不落忍。前日因为嘴馋上山打猎，不小心遇到了狼群，小命也丢了。你呢？你家人都在哪里啊？我家里就是大哥当家，大哥带着家母和兄弟们去了灵智城投靠亲戚，就是大王手下那些兄弟烧庄子的那家，知道在下要来投奔大王，担心在下给家里招祸，已经把在下出族了。唉，亲戚哪那么容易投奔的？那是我母亲的表姐家里，这么多年不来往，那还有几分亲戚情分，能给口吃的就不错了。可是家母大哥都不听在下的话。张乾林倒不怎么怀疑陆铁匠，这人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就是这个谢战，虽然长得俊美的没边了，可看起来也太聪明了点儿。聪明人心眼都跟筛子似的多，一不留神就被他坑了。这样吧，在下看大王的手下人行事半点章法都没有，不如让陆叔这就给大王训练训练。在下不才，对怎么管理一城一寨也有点想法，不如在下先帮您出出主意。你看行的话再留下咱们，不行就把咱们绑前面祭旗。行，本王看陆老弟是个有本事的，这样今日起你就是本王的大将军了，以后本王的人就交给你操练了。一张口就封了大将军了，我谢谢你了。去把咱们山上的兄弟都叫来，从今后就由老陆来教你们功夫，他以后就是你们的大将军了。来来来，都过来拜见大将军。大王，孙将军，这位陆兄弟的本事你也见过，咱们山上的人可都比不了啊，让他做大将军比较合适。孙将军你还是咱们的将军，咱们山上人这么多，总得有几位将军才行啊。他们杀了咱们100多号兄弟，难道就算了？被人杀了是他们没本事，再说了，用100来号人换一个大将军，半点也不亏，反倒是咱们赚大发了。有了大将军的加入，今后咱们的士兵会变得越来越强，也不会动不动就被别人灭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孙将军，大将军是难得的人才，本王对你寄予厚望。这些人本王可交给你了，你可一定要给本王训练一支能用的士兵来。是，末将一定不负大王所托。都打起精神来，排队站好，1队10人，快！这就在议事堂的门前操练开来。谢战看着四周交错的高低房子，摇着头道：大王，这样子不行，完全没有章法。哦，怎么了？哪里没有章法呀？哪里都没有章法。大王您看，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人您弄上山了，可是后续呢？白白让人力浪费吗？是不是该利用起来？大王，你若只想过一天算一天，就算我白说，但你若是想做大，就得好好规划了。怎么规划呀？首先，咱们要把所有人员统计起来，男人多少，成丁几何，女人多少，有劳动能力者几人。这个本王知道，已经让丞相在统计人数了，都有几户，每户多少人，只是没有统计的太细致。要不待会儿让丞相把名册拿给你看，你再统计一遍。愿为大王分忧。去叫丞相拿着户籍名册过来。那位看起来是老农，其实就是老农的丞相，微颤颤捧着本册子过来了。谢战拿过那册子一看，
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上面那字体呀，九娘来了都要笑了。没办法，山上认字的人不多，总不能本王亲自来做这些事儿啊。也就丞相小时候上过几天学堂，这么多年不用啊，被忘得差不多了。这样吧，今天太晚，明日我再把这些整理整理，重新再造一个册。咱们商量商量，今后怎么发展。那户籍册子你也别看了，明天重新弄一个吧。首先，咱们得军政、民政一起抓。咱们要把每家每户的成丁选出来，作为士兵的主要来源，交给大将军训练。坐吃山空不是事儿，女眷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都集中起来，开荒种地，还要开宗明义，制定相关的各种条律，约束百姓，也要约束众位将领。一直说到天色完全暗下去。今天辛苦谢公子了，谢公子大才，你放心，只要你做得好，这丞相的位置一定是你的。今日太晚，明天我们继续说。张乾陵亲自领着谢战出去。那间还没人住，是本王特意留给有本事的人的。今晚你先和陆大将军一起住，等空了再给大将军另盖一间。两位先回去休息，本王这就派人给你们送晚饭。下午都训练了什么？跑圈、蹲马步。陆叔也变得狡猾了。次日一早，你们也介绍介绍自己。在下清河谢战，行4现学学生。我是打铁的，大名陆有良，人称我陆铁匠。从今天起，这两位就是咱们的兄弟了。陆老弟任大将军一职，负责训练士兵。老张啊，你看谢四郎是现学的学生，不光认识几千几万个字，还会做文章。你看这丞相之位。谢战垂眸，不到16岁的丞相，他是不是该乐呢？看到老丞相那怨念的眼神，就知道这个丞相位置不费吹灰之力就抢过来了。今后都要配合大将军，好好的把咱们山上的兄弟们训练好，更要配合丞相，咱们争取尽快把山上打理好。我们共同努力，把咱们的队伍发展壮大，将来就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咱们。议事完毕，众人退下，各干各的事去。张乾陵单独留下谢战说话。你昨天说的抓住民心要怎么抓呀？抓住民心，首先要让百姓有信仰之力。那么什么是信仰之力呢？百姓信仰佛道，就会以香火供奉，遇到疾病和灾祸就求助于神佛，寄希望于神佛能保佑，希望神佛能助他们得脱灾厄，逢凶化吉，这就是信仰之力。大王睿智，大王可知为何历朝历代都要把儒家思想奉为圭臬？他哪里知道什么儒家思想，更回答不出谢战的问题。儒家思想的中心是三纲五常。什么是三纲五常？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往大了说，儒家思想就是统治者给百姓树立的一个信仰。百姓信奉君为臣纲，就会自愿臣服于君王，服从统治。百姓信服仁义礼智信，就会自动约束行为，不做违法乱纪之事，不做有违礼仪道德之事。所以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学儒家思想，让儒家思想成为百姓的信仰，从而约束他们的行为。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什么。我只是拿这个打个比方，让大王了解信仰之力的作用。在天灾来临之时，朝廷无所作为，那么百姓对于君王、对朝廷的信仰就会崩塌。大王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给百姓重新树立一个信仰，创造一个他们信仰的神。在西南百姓漂泊无依之时，给百姓一个指路的明灯，让百姓看到活下去的希望。百姓信奉大王，才能拥护大王，大王想做的事才能成功。本王已经在这么做了。本王上山前就宣扬本王是来救世的，来投本王的人，本王会给他一个安定的生活。不够，太笼统了，不够明确。我们看儒家思想以至圣先师的学说为依托，通过各种典籍宣扬思想，千百年来对人们影响至深。我们想再弄出一套和儒家思想相同的信仰体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效仿，也弄出一套自己的信仰体系。首先我们要做的，大王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还请丞相教本王怎么做。大王言重，为大王分忧是臣分内的事。大王可听说玉虚玄妙天尊？相传这位玉虚玄妙天尊是救世之神，俗家姓赵，是9世善人转世，累积了9世的功德。第9世还是凡人的时候，是边关云州刺史。有一年葫芦大举扣关，
边关守将不足，援兵又迟迟不至。关口一旦被打开，就等于向胡虏打开国门，胡虏必将趁机南下，一路烧杀掳掠，直达京师。由于兵力不足，赵刺史亲自带着官属们上阵守关，一个个身穿红衣，发束红巾，以彰显一颗担心向国家的决心。最后城门被破，赵刺史率众投身城下，以自己和将士们的血肉之躯挡住城门。终于等到了援军到来，数百万百姓得以保全，中原的江山得以完整。赵刺史因此正道成神，被尊为救世之神。真是个傻子。大王您想想，你若就是救世之神转世呢？张乾林立刻明白过来，这就是要明确地给百姓树立一个信仰，将来大业有成，再打出几场神迹，就是顺应天命的帝王了。先生啊，你可真是大才呀！本王得先生才是真正如虎添翼。先生放心，将来本王如果有那么一天，必定奉先生为万世之师。这就从客客气气的丞相变成了自己人。如此，谢嗣就恭祝大王心想事成了。本王就是救世神转世，为了救民于水火才投生在世上，百姓信本王就能有活路。有了主心骨，下一步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称呼，不能别人称呼起来就是烈火流民。大王以太平为号，咱们不妨以太平为军名。太平军，好，就以太平军为名。有了名字，我们就得定制章程，如大王先前所说的不纳税、不服役，我们再好好想想，把这些口号再完善些，例如为善除恶、不为己私、救我世人、共享太平等等。作为救世神的核心，再衍生出一套完整的学说，渐渐的就能像佛、道那样深入人心。这比单单的给口吃的更能让百姓死心塌地。对呀，如果这时候能有几场神迹降临，证明大王就是救世神，就更好了。本王想到主意了，这方面本王可比你强啊。如此就不愁大事不成了，恭喜大王。先生啊，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本王的，本王心里的欢喜，心里的欢喜啊！大王的心思臣明白，一切都在不言中。来，咱们先商量商量具体怎么做。事情宜早不宜迟，书上记载，救世神升天的时候是正午时分，不如明日正午，咱们就找一处风水宝地，开坛祭天，请救世神降下谕旨，将大王乃救世神的人间行走昭告天下。谢战实在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能忽悠着他早点行事就早一点吧。时间有点赶啊，后天吧，本王得赶紧去准备一应用品。这样，今日就劳先生先把户籍名册给弄出来，明日召集所有人员，本王要开圣坛请救世神。甚好。哦，对了，那日大王最好身穿红衣，头上系红巾，大王得用的亲信也一样。据说那救世神当初的班底僚属，当日都随着救世神升天了。做戏做全套嘛，本王懂。两人跨出门，张乾林吩咐守卫，快去请各位臣工过来议事。崖山值守的赵统领也请吗？那倒不用，让他继续守好道路，去把在山上的臣工们都请来。冲和，你跟着丞相，有什么事儿你给招呼着。谢战让冲和帮着找些笔墨纸砚来，然后通知挨家挨户过来报户口。我怎么看那像是谢家的老四？不是像是，明明就是啊！哎呦，真的是谢四郎啊！四郎啊，我是你孙婶啊！乱叫什么？这位是丞相大人，还不快回去排队？急什么急？是。谢战抬眼冲他点点头。终于轮到孙家时，谢战也没多说，而是简单问了孙家现在住哪里，就说等忙完了去找他们说话。四郎啊，你家人也来了，你三嫂呢？四郎今后就在山上做官了，不走了。四郎来了就好了，四郎有本事，今后啊，咱们也有人照应了。我娘和哥嫂们都没来，就我和镇上打铁的路数来了。三嫂很好，家里还有些银钱，沿途买了粮食，还有东西吃。我暂时留在这里，不走了。那就好。哎呀，二妮儿是有福气的，嫁到你们家就是进福窝了，不像我们。谢战就安慰两句，然后跟孙家人寒暄一阵，并没有说自己上山的目的。茅草棚到处漏风，说话得仔细点。出去时，谢战叫上孙老爹。我初来乍到，一来就忙事情，还没转过山上。
孙叔能否带我去看看？孙老爹很开心地答应了。孙叔，接下来我不管说什么，您老都不要惊讶，如果实在震惊，就低下头去。想起谢战的话，急忙把头低下去，点了点头。孙叔可知道山上这位大王为什么要大家都上山来？说是天下要乱了，要给老百姓一个活路。孙叔信吗？四郎就明说吧，你孙叔啊，脑子不灵光，想不透这其中的玄机。你三嫂回娘家时啊，总说四郎是多么聪明，多么能干。不管你说什么，孙叔总是相信你的。谢战就把张乾陵哄骗这么多百姓上山的目的给孙老爹分析了一遍。所以说，我们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这次上山就是为了带大家下山的。有什么办法呀？他们看守的可牢了，下面都有人守着。前日有人吵着要下山，都没让，后来那家人就不见了。明日所有人都会聚集到一起，到时候一旦乱起来，您老就……嘱咐完孙老爹，谢战就走了。第3天一大早，谢战就被张乾陵叫走，去看他准备的东西，查漏补缺。你说这红巾系哪里好啊？这么鲜的色，这么一大块包脑袋上也不好看啊。谢战给他出主意，就剪成长条，像发带一样系着就行。快到正午时分时，由孙将军开路，张乾陵打头，带着他的手下班底一起往西边去。忘了给四郎你和大将军也弄根红带子了，你们也是本王得用的人啊。这可不能算，当初跟着救世神升天的，都是一直追随的最亲近的兄弟。我和陆叔刚来，怎么能和众位大人相提并论呢？开玩笑，这可是要命的事儿。九娘的宫奴可不长眼，只认红带子，可不认人。你放心，本王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多谢亏待之恩。众人上了山，张乾陵在香案后一站，后宫五妃排排站在身后，面对着下面密密麻麻的百姓，六部尚书、张丞相，还有孙将军、巨人一般的护卫，以及张乾陵的所有亲信，分两边站立着。天地不仁，降下如此大灾，使我西南百姓流离失所，生计维艰。所幸本王夜梦救世神尊降下谕旨。顾九在对面山头挖了2天草药了，简直如老鼠掉进米缸，快乐得不行了，感觉眼角余光中似乎有什么划过去。顾九扭头去看，见那边山头上人头攒动，顾九没敢耽搁，担心谢五郎看到他射箭。这个还有那边的我都要，5个都给我挖出来。好嘞。突然他的视线定格在一张人脸上，这人颌下留着长须，看起来有几分仙风道骨，应该就是张乾陵了。救世神将会降神谕于此。刚开口，纸上就缓缓显现出几行黑字。哎呀，大王果然是……这边躁动刚起，那边突然传来利刃破空的轻响，紧接着张乾陵脑袋上就飞起一串血花。这一下变故，没人看清是怎么回事。紧接着接二连三的箭簇嗖嗖飞来，连续射穿3个头系红带的人后，大家终于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大王不是救世神降世，救世神是神仙，神仙怎么会死啊？还这么容易就死了？对，神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他就是骗人的。说不定是他冒犯了救世神，救世神才杀了他，不然那边是断崖，箭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天上射下来的。那天有人说荆州城在抓壮丁，他在骗人，他压根就没去过荆州城。他们想把咱们骗上山，跟着他们造反，造反要诛九族的，大家可别傻呀，快下山逃命去吧。什么狗屁的救世神，就是个骗子，咱们不造反，造反全家都得掉脑袋。噗噗噗3声，又是3道身影倒地。乱糟糟的人群里，百姓们终于反应过来，跟着更乱起来。赶紧下山去，造反是要诛九族的。干什么？想造反啊？快回去！你们才是想造反。大家也不管守卫，一窝蜂似的往下冲。你在干嘛？四哥让你来射杀张乾陵，杀完了？顾九一僵，下意识点点头。你的弩呢？是呢。妹妹，你是不是觉得哥哥傻呀？没有啊，5哥天下无敌大聪明。你表情再真挚一点点，我就信了。
前些天你在路上教训调戏三嫂那人用的什么？五哥我也是从小就接触弓箭的人，就咱们自己做的那弓箭，一半距离都射不到，妹妹却能射中那人。不是说妹妹不行，而是咱们自己做的弓箭，天下最厉害的神射手来了，能射出一半的距离啊！五哥管他叫大爷。你大爷会掀翻棺材板跳出来揍死你！那么远的地方有1里地了吧？就咱这弩，要是能射到对面的人啊，五哥我把这弩生吞了。大可不必吧。妹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唉，不说就不说吧，你也好，四哥也好，都有秘密，你们都不是凡人，我知道，不想说就不说吧，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你们做什么我都支持。五哥最好了，五哥永远是我五哥。怎么还有熟人没过来吗？我媳妇儿还没过来。什么你媳妇儿？那还是你媳妇儿？你个不成器的东西，她都做了张乾陵的妃子了，哪里还是你媳妇儿啊？儿啊，那样的女人不干不净的，咱们家可不能要了。她自己要做人家的女人，看不起咱们家穷，你就不要再想着她了。孙天福苦着脸不吭声了。家母和哥嫂们都在前面不远的村子里，孙叔孙婶今后就跟着我们村子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真是给你们家添麻烦了。都是亲戚，相互照应是应该的，孙叔不用外道。几人走到西边的山峰时，谢战远远看到顾九和谢五郎一起从上面下来。怎么样，累不累？在山上等了多久？有没有无聊？没有无聊，那边山上有白纸、白竹、西红花、郁金，我让五哥帮着挖了好多，我觉得我还能再待几天。你要是真喜欢挖草药，等咱们安顿下来，我再陪你找地儿挖去。中午吃的什么？大嫂烙的饼。带水了吗？带了，五哥背着呢。山上有没有蚊子？我是谁？我在哪儿啊？为什么四哥一来我就显得那么多余了？回到那小村子，孙氏和家人见面，双方抱头哭了一阵子，又在村子里歇了一晚。大家整理好行李，准备好了干粮和水。第二日就在梁先生的带领下找到那条荒废的老路。第二天下午，他们已经到了荆州城外，城门口张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这是好事啊，一天15个大钱呢，还给安家费，这下咱们有活路了。咱们怎么办啊？去不去啊？去矿上做工估计会很苦，但咱们也不是怕苦怕累的人，每天能有点收入也行，不能在荆州坐吃山空不是？是啊，村长，咱们去不去？谢战跟谢大郎小声道：不能去，不能去，先进城安顿下来再说。咱们不着急，先进城找个地方落脚，安顿下来后想去的再去。正说着话，突然从城门口跑过来一个17、18岁的少年，欢快地打招呼：谢家大哥，谢家大哥，你们终于来了。小五哥，你怎么在这里啊？徐叔他们呢？来的这位是永兴镖局的烫子手丁小武。大小姐，你们怎么才来啊？我们天天在城门等着你们，总镖头算着你们早该到了，哪知道经这么久。那是因为我们走老林子了。老林子你知道不？就是那个传说里面有好多野兽，还有山魈鬼怪食人树的那个。你们到多久了？已经安顿好了，我们早1个月前就到了，都走了一趟镖回来了。总镖头担心你们来了找不到地方住，就让我守着城门，等你们一来就带进城。前日听到打东门进来的百姓说，往荆州的路被堵了，总镖头说你们可能会走老路，从北门进，就让我来这里守着了。果然你们走的就是北门，咱们是现在进城还是……走吧，先进去再说。荆州城的门吏没要路引，门吏问清楚他们的确是从西南受水灾地区来的，一个个都做好登记，就让他们进去了。谢大郎对门吏这么容易就放他们进城一事感到有些奇怪，问丁小武：听说朝廷下令了，责令荆州王尽快安置流民，除了开仓放粮外，还要劝流民回乡重建居虎眼，以工代赈，给百姓一口饭吃。出了这么大的事，死了那么多人，都是荆州王导致的，难道朝廷就没有追责？东门设有周棚，那边有人统计流民户籍和数量，一部分人跟着去了矿上做工，不想去的就想办法回乡，等居虎眼开始修建了去做工，3、4年后等土地恢复了，就发还土地回乡种田。总镖头，接到人了。这位就是你二嫂的亲爹，永兴镖局的总镖头，你跟着四郎叫徐庶就行。顾九点点头。老嫂子，大郎啊，你们可算是到了，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啊？去后面叫你师娘他们。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麻烦什么呀？一家人，不用客气。哎，闺女，你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吗？没事的爹，就是禀岳父大人，孩儿他娘是有孕了，您老又要做外祖父了。徐总镖头立刻大笑起来。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几个月了，路上还好吧？那是你二嫂的娘。走了这么久的路，累坏了吧？快进屋歇着。
对，都去屋里坐。然后看到那么多的村民，老徐有些蒙圈，这么多人，这可怎么安排啊？这些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今天太晚了，今晚先在徐叔这里打搅一晚，明天大家就出去找房子，我们都在外面睡惯了，随便有个空地能打地铺就行。咱们这里啊也没那么多房间给大家伙住，不打地铺也不行了。今日怠慢了，各位看上哪块地方，地铺随便打，别客气啊，别客气。村民们忙拱手道谢，各自去找地方了。你去哪儿啊？别生分，这是你二嫂的娘家，就当自己家一样。不是的，还有孙叔孙婶他们呢，我留下给他们做饭。哎呦，看我呀，都忘了这茬了。那荣娘，你就去帮帮你孙叔孙婶吧。应该我留下的，麻烦娘跟徐叔和徐婶说一声。老嫂子，快这边坐。这是我家九娘，是我们老四给我捡回来的闺女，没想到啊，老了，老天还能给我个小闺女儿，真是我的福分呐！九娘啊，快拜见你徐叔徐婶儿。顾九应一声，老老实实往中间一站，老老实实的行礼。谢四哥，谢四哥，你终于来了！这么久没有到，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会不会说话？没规矩，还不先见过你高伯母和谢家哥哥嫂子们？哦，青英见过高伯母，高伯母远来辛苦了。有大半年没见青英了，一转眼呀，都是大姑娘了。等我们安顿好啊，还要和以前一样，常来家里玩啊！啊，好啊，我巴不得天天去呢。哎呦，墩墩又壮实了，还长高了。是嘞，我娘给我吃肉了，我娘说吃肉就能长高高。九娘啊，这是你徐叔徐婶的小女儿，也是你二嫂的妹妹青英。这位呀，是你青阳大哥，你徐家大嫂子青安二哥，还有你青阳大哥家的小墩墩，这是你们九娘妹妹，是我们家的小闺女儿。高伯母什么时候有了个小女儿？不过这个妹妹还挺好看的。谢谢，你也挺好看的。谢四哥，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了你们好久。我养了匹小马，明天带你去看啊，可漂亮了。哼，你当四哥跟你一样闲啊？四哥忙着呢，哪有空陪你看什么小马呀？谢五郎，你一来就跟我作对，你再敢惹我，我就……哼，你就怎样啊？我就让我二哥揍你。徐二哥才不会揍我，有本事你自己来啊！我来就我来，别以为我打不过你。告诉你，我跟我爹又学了新招了，保准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切，谁打谁你心里没个数吗？谢五郎，你跟我逞什么能啊？有本事你跟谢四哥比啊！你跟谢四哥一母同胞，读书你比不上，习武也比不上，就连长相也没得比，你有什么可嘚瑟的？哎呦，多大了还跟妹妹吵架，赶紧的住口吧。行了，你们俩一见面就乌眼鸡似的，都少说两句。两人才互相不服气的瞪着，闭嘴了。厨房的饭应该是做的差不多了，这就去用饭吧。你们也辛苦一路了，赶紧洗洗，吃过饭早点休息。次日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早饭后，谢大郎就招呼村民们去找房子。谢战叫住谢大郎：大哥，稍等一会儿再去，我有事要跟你说，你让村民们先等等吧。谢大郎疑惑地看谢战两眼，应了一声。徐总镖头和徐清扬、徐清安见谢战牵着顾九也进来了，神情很是惊讶。谢战解释一句：九娘见多识广，聪明过人，我们以往商量大事都会让九娘帮着参详。不是，徐总镖头想，这小丫头不是他娘收养的闺女吗？怎么牵起手来这么顺手啊？这小丫头怕是谢家给谢四郎定的小媳妇儿，这么说他家那傻闺女没机会了呀。麻烦清安哥守着门口，别让人闯进来。阿牛哥，你给大家说说路上见到的事吧。我们在穿过小舟山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窥探我们，就悄悄跟过去，然后在小舟山的一处山坳里发现了不下2万的驻军。可有旗号？是朝廷的军队？没打旗号，不知道是不是朝廷的军队。不是，我朝各地驻军除了军事重地外，其他地方卫所驻军不超过2000人。荆州不是军事重地，常驻军也不会超过2000人，何况朝廷的卫所怎么会设在荒山野岭？那到底哪儿来的这支军队啊？荆州王的私军呗。谢大郎对这些不懂，但这句话还是让他听得心惊肉跳。荆州王，按例
公主和王爵只能养1000私军。徐清扬摇着头没往下说。嗨，那不是案例吗？有几个王爷是真的案例来的。专心守你的门。荆州刺史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野心。荆州王在荆州养这么多私兵，荆州刺史要么是个糊涂的没发现，要么就是同流合污。能做到刺史的位置，有谁是傻子？距离荆州城60-70里的地方有一个隐蔽的小山村，我们去那里讨水，发现山坳里的小村子家家户户养水牛，而且每家的树下都挂有阴干的鱼鳔。鱼鳔和水牛角还有牛筋都是做京郊反曲弓和复合弓的必要材料。顾九前是喜欢弓弩，对这类武器有些了解。那里是荆州王的兵器作坊，也或许只是流水线中的一个。什么是流水线？如果在一处完成弓箭的制作，肯定会露出蛛丝马迹，引人怀疑。但如果把制作的程序拆分摊到很多村子，这个村子只管收罗牛角和鱼鳔，那个村子只管制作弓胎和毛坯，下一个村子只管准备弓弦的材料，最后再把这些东西集中在一起组装完成，这样别人就难以发现了。就算村民恐怕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或许他们以为养水牛是因为贵人爱吃水牛肉，鱼鳔是为了做成花椒给贵人服用。对呀，就是这个道理。九娘很聪明啊，能在荆州境内养私兵做兵器而不被发现的，也只能是荆州王。或许多年前小舟山那段荒废的路上压根儿没有盗匪，只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养兵的地方，才故意传出有盗匪的话，再让人假扮盗匪吓一吓路人，那条路就荒废了下来。居虎眼建成3年就决堤，显然用的材料都是以次充好。探墨的铸堤款怕就是为了养私兵，用下游10几万百姓的性命来成全他的野心。恐怕这荆州境内的私兵不止咱们发现的一处啊，凭这点人数造反远远不够。妈个巴子的，就是一畜生，想要天下，老子非给他搅和了不可。荆州王要造反了呀，又要乱了。荆州城是不能待了，战事一起，咱们继续在这里都会受到牵连。谢大郎懵了，千辛万苦走到荆州，还没喘口气呢，就又得走。大哥，先让村民们找个临时落脚点，大杂院也行，真找不到就住大车店，咱们最多在这里待10天，10天后咱们就离开。我怎么和村民们说啊？你心里有想好要去哪里了吗？徐叔，有鱼图吗？有，静安，去取来。顾九看了几眼徐总镖头，这个时代鱼图属于国家机密，一个走镖的怎么有这东西？他再看看谢战，围绕在他身上的谜团越来越多了。有见识的村父母亲，厉害无比的陆家父子，如今还有看似走镖的徐家父子，一个个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徐清安很快回来，手里捧着一卷布帛，谢战和陆家父子还有徐家父子一起凑过去看，在上面指指点点。去宣州吧，宣州不是谁的封地，宣州刺史也还算清明，去他治下，日子应该会好过。那就去宣州，我和宣州折冲都尉有几分交情，倒是也能照应几分。老陆，你觉得呢？将来咱们必定是要去京城的，宣州离京城近，打探消息也容易。谢大郎没问，他不傻，这一路上他能看出他兄弟的异常，但却什么也没问，选择相信。那就这么决定了，咱们就去宣州。大哥，要不就跟村民说宣州那边的气候适合养猴头菇。对呀，就说这边没有谋生门路，咱们去宣州养猴头菇，猴头菇能养的吧？顾九肯定的点点头，谢大郎就放心了。但是没有路引怎么办？到地方能不能落户？路引不用担心，荆州我常来，跟县衙的主簿打过交道，路引好说。至于在宣州落户的问题，咱们先去，只要有路引进得城去，找找关系还是能办成的。就算不落户也没关系，几年后等清河土地恢复，能种田了，咱们想回去也行啊。我这就去找村民们，跟他们说说，时间不早了，得赶紧去找房子。行，那大哥你去吧。村长，咋的了？能不能去找房子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房子了，不太好打搅人家镖局，人家还要做生意呢。刚才我们在里面商量了一下，九娘觉得宣州那块气候适合种植猴头菇，我们一致决定去宣州落户。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是留在荆州，还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宣州？去宣州？不在荆州落户了？宣州很远吧？又要赶路了。荆州这地方不能种猴头菇吗？你们听我说，这猴头菇也得看气候的，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种的。这一路上他能看出他兄弟的异常，但却什么也没问，选择相信。就九娘的，不知道你们信不信九娘？要不就跟村民说宣州那边的气候适合养猴头菇。我们自然也是不强求的。
就说这边没有谋生门路，咱们去宣州也不算话了。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顾九肯定的点点头。谢大郎就放心了。但是想一直带着大家怎么办？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当然，陆隐不用担心，这是我的荆州我常来。你们想去哪里，还得你们拿主意。至于在宣州落户的问题，村长去哪我去哪。我信九娘，九娘哪一次错过？九娘说能赚大钱，那就是能赚大钱。对对对，九娘是福星转世，跟着九娘有福气。我就是去宣州嘛，我去。张三柱犹犹豫豫，他媳妇6个多月了，跟着颠沛流离，实在是辛苦。三柱，你听我的，没错的。去宣州是辛苦点，但你将来会庆幸你去了宣州的。相信我，就算你不相信我，也要相信九娘。你想想看，自从九娘来了咱们村，什么事不是顺顺利利的？张三柱一听也是，咬咬牙，辛苦就辛苦点吧。说通了大家的工作，谢大郎就放心了。老乡，你们打哪里来啊？家乡遭灾了？听口音像是荆州那边的，你也是荆州人？是的，我们也是荆州人，到宣州来落户了。老丈，您也荆州人？是啊，也是荆州人。你们运气可真是好，没摊上兵祸。兵祸？荆州打仗了？是啊，荆州王反了，朝廷派了兵去打他们。听说荆州王缺人，到处都在抓壮丁，附近能跑的都跑了，咱们也没地方去，也就宣州近一点，就来了。谢战特地往流民里看了看，见中间少量的老弱外有10来个汉子，走路的姿势和脸上的神态都有些不对。我想起了一件事，忘记跟大哥说，咱们重新返回去说一声。今日的流民中，我发现几个人有点不像流民，他们腰背挺直，看人的时候十分警惕，而且有2个走路姿势怪异，像是腿上有伤。你怀疑他们是哪路散兵？我怀疑他们是战败被打散的溃军，混入了流民中。如果是溃军，这些人就会是隐患。他们不同于其他流民，只要有口饭吃，就能安安生生的。他们手上见过血，野性难驯，肚子饿极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朝廷和荆州王这场仗时间短还好，打的时间长点，还会有更多溃军逃跑。荆州王造反一事，还得早点让朝廷知道，不能等他发展壮大，趁着他现在还羽翼未丰，早点收拾了，才能避免更多百姓受战火牵连。说的极是啊，这次居虎眼决堤，朝廷召荆州王入京问责，荆州王称病不去，派了世子进京替自己接受朝廷问责。既然他能派世子进京，而不是趁机反了，说明他还没有准备好，实力不够，趁现在收拾他最好。我进京一趟，把荆州王要反的消息传给国公爷。还是我去吧，徐大哥还有事情要做。还是阿牛去吧，这里离不开青阳。那就阿牛哥进京，到了京城就不用回来了，让国公爷在军中给你安排个职位，直接留在那里吧。那怎么能行啊，你身边就没人了。有九娘在啊，九娘多厉害啊。但空口白牙，朝廷不相信怎么办？就算国公爷上奏朝廷说荆州王要谋反，拿不出证据也枉然啊。这个容易，既然空口无凭，难以取信于人，就给他造出个证据来，找个人冒充荆州王下属，伪造点养兵的账册，贪墨铸地款的账目，或者让人冒充荆州王家下人，假装听到荆州王和亲信密谈要造反，然后被追杀，怎么都能给他弄出点证据来。荆州王反正是经不起查的。几位觉得怎么样？很好，这难题啊，交给国公爷吧，找几个死士做这事儿没问题。事不宜迟，阿牛，你这就收拾收拾去吧。行。陆阿牛冲大家拱拱手，转身出去收拾行李了。我也去找县衙的陈主簿喝酒去，争取早日啊把陆隐办下来。你们说完话了？话说一半，就见谢战牵着顾九出来。男女授受不亲，你们虽然有兄弟名分，但是年龄都大了，这样不好吧？你娘今早有点不舒服，快去跟我去看看，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我刚从娘屋里过来，你好好的，没事。哎，说你呢，那个什么九娘，听见没有？我跟谢战授受又亲亲，好像不关你的事吧？你个小短手就不要是那么长管那么宽了，撑坏了可不好治啊！你，青英妹子，介绍一下，这位是顾九，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不可能，昨日伯母分明说了，她是你家收养的养女。九娘年纪还小，我们家先当女儿养着，以兄妹相称，有什么不对吗？谢战说着拉着顾九走了，身后传来许青英的声音：不可能，不可能，这丫头来历不明的，你们怎么能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呀，少说2句吧。走走走，爹带你骑小马去。那个九娘，我一直当青樱是妹妹来着，真的没有别的。我也没说你们有什么呀，她长得没我好看，又没我聪明，还没我厉害。你是眼有多缺才会喜欢她而不喜欢我？我是有多不自信才会担心你被她抢走啊？谢战，阿牛哥要进京了，手里没银子可不行。那会儿在老林子里分的人参，阿牛哥的还在我这儿。你等等，我去取了，你让他去换点钱。好。顾九往房里跑一趟，假装从行李里实际从空间取出一根200年份的人参，出去交给谢战。九娘，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为什么？就是陆叔、徐叔他们。哦，这事儿啊，你不也没问我宫弩的事儿吗？谢战忍不住垂头而笑。是啊，他们都有秘密，时机合适，总有坦诚那天。人家谢四郎有小媳妇了，你闺女伤心了，快哄哄。这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谢四郎年纪还小，怎么就说亲了？就是九娘，四郎喜欢的不行，走哪里都恨不得揣兜里带着。你婆婆不是说那九娘是你家的养女吗？本来也没决定到底是做养女还是怎的，但是老四喜欢，就默认了。还没定亲？姨娘，咱们以后找个好的，别想着老四了。他们不是还没有定亲吗？那就是思乡受受。唉，你是没见过他们在老林子里的样子。九娘说的那些话，只有老四能懂，老四的意思也只有九娘能理解。每次遇到大事儿，他们两个有商有量，再没那么合拍的了，别人想插都插不进去。怎么，这个九娘还是个有本事的？是啊，九娘是有个大本事的。我才不信呢，一个女娃娃能有多大的本事？我们村的人家家户户都有板车，还有很多人家是有牲口的。你知道是为什么？都是因为九娘啊，九娘指点大家挖药材、卖药材，才得了那么多银子。如果不是九娘，村里人起码要收上1半的人在老林子里，哪里就像现在一样，全都囫囵着出来了。我不信，一个女娃娃能带着大家走出来，肯定是谢四哥的功劳。四郎肯定也厉害，但没有九娘，就那段鬼打墙一样的地方，我们就全都走不出来。你们还遇到了鬼打墙？其实也不是鬼打墙。徐氏把那天经过磁场时发生的事给他娘和妹妹讲了一遍，听得屈氏惊奇不已。这么说来，九娘懂这么多，一定读了很多书啊。是啊，很多很多。四郎说他和六郎2个人加起来都没有九娘读过的书多。光读书有什么用？我会功夫，他会吗？应该还真会，虽然我没见他出过手，但是有天半夜来了10来头畜生，那些畜生一窝蜂的全过来了，跑的速度很快。村里光凭4郎5郎还有陆家父子，一下子也没办法把那些畜生全部都打死。关键时刻是九娘一个人射死了6、7头的畜生，不然那天晚上肯定有人受伤，甚至被咬死。你说他这也好那也好，难道就没有不好吗？哪有人没有缺点呢？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姨娘啊，你怎么还不明白？重要的不是九娘有什么缺点，重要的是老四喜欢。就算他有一大堆的毛病，只要老四喜欢就不是问题。你大姐说的对，重要的是谢四郎喜欢。你现在就算是把顾九娘比到天边去，只要谢四郎他喜欢，你就输了。英娘啊，听娘的劝，咱别想着谢四郎了，再等2年，娘一定给你找个好的。那能有谢四哥还好吗？屈氏和许氏都不吭声了，去哪儿再找一个和谢四郎不差上下的人呢？老四回来了，快坐下歇会儿。娘，九娘呢？出去找药铺买药材去了。放心，老五跟着呢，你媳妇儿丢不了。我去看看徐叔他们回来了没。哪里是去看他徐叔啊，分明是去等九娘。我回房了。说着站起来气哼哼地走了。看着孩子真是给他爹惯坏了。你和徐兄弟有福啊，可惜呀，我们家老头子走得早，我们家要是有个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闺女啊，指不定给惯成啥呢。谢四哥，谢四哥，你干嘛不跟我好了？青音妹妹，你可别瞎说，咱们2家是亲戚，我一直当你是亲戚家的妹妹，可没半点逾矩。可是你都不理我了，只跟顾九娘好。青音妹妹，我有很多事要忙，如果你闲得发慌，等老五回来，你俩打一架。我才不要跟他打架呢。谢四哥，
为什么？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你为什么要喜欢顾九娘？天鹰妹妹，这跟先认识谁后认识谁有关系吗？村里的赵三秦还流大鼻涕的时候我都认识他了，那又怎样？这会儿谢五郎赶着马车从拐角回来了，顾九坐在板车上。怎么去了这么久？四哥，荆州城人可真多呀，真热闹，好多好玩的好看的，明日四哥也去逛逛。乡巴佬，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荆州城有什么好玩的？真丢人！嘿，别以为我不敢打你，我看你是真的皮痒痒想打架。许青衣眼泪又吧嗒吧嗒往下掉，转身哭着跑走了。我可没打他呀，四哥，你和九娘都能给我作证，我可还没动手呢。我看见了，他自己哭的，不是五哥打的。九娘，你老家还有人吗？还有族人，但我跟他们不熟，相比寄人篱下，我宁愿四处流浪。九娘，这些日子你受苦了，我没本事，没能力给你一个安稳的家，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走，连好好歇一歇都不能。谢战，你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这么煽情？哪根筋抽抽了？你这个小混蛋！恨上心头，抓住顾九的手就啃了一口。你在干什么？是狗的！大白天的，你们也太不要脸了！他咬我还分白天黑夜啊！你也不小了，说话注意分寸。我有说错吗？你们就是不要脸！实在受不了谢战冷冰冰的口吻，又哭着跑走了。陆隐的事说好了，今天跟陈主簿和方县城在酒楼吃一顿饭，他们答应给咱们开路引，明日统计了户籍人口，后日就能交上去。大约2-3天就能批下来。阿牛去京城的路引我也给办了。辛苦徐叔了，徐叔先帮忙办着，完了看用了多少花销，我让村民们给徐叔结了。徐总标头摆摆手，表示小意思。今日我去东门发现一件事，东门口有荆州王的人在办流民去玉矿做工的事，我发现他们在尽力劝流民去矿上做工，而不是劝人返乡以工代赈重建居虎眼。我大致数了数，仅今天下午我看的那么一会儿功夫，就有不下30人报名去矿上。那么这些天来共有多少人去玉矿呢？那玉矿究竟有多大，需要那么多人去做工？你怀疑他们不是去做工？荆州王的私兵从哪来？他们打着让流民去做工的名义，其实是想招私兵。而且听说前日鹰嘴崖被堵的消息传到荆州，荆州王已经派人前去疏通道路了。你们说他会是这么好心的人吗？他想早点疏通道路，让更多的流民赶过来。正是这样。这可不妙啊，咱们可不能任由他做大，怎么给他毁了呢？要不我夜里偷偷去跟那些流民透露透露荆州王要谋反的事，让他们别上当。不行不行，不安全，流民也不见得相信。那要不咱们把荆州王的阴谋写在纸上，趁夜在城里贴满，这样一来闹得太大，荆州王肯定会封锁全城，搜查幕后主使，咱们就困在这里了。就算消息最后传扬出去，能让后来的百姓不再去报名做工，那么已经去了的怎么办？那些都是荆州王的私军，一旦开战就是乱军，最后不是死于战场，就是被作为乱军剿灭。他们原本都是百姓，你想救他们也好，这样也能削弱荆州王的兵力。西南遭灾百姓不下20万，生还者少说也得有11-12万，其中青壮至少也有4-5万。除掉去其他地方乞讨的，卖身去富贵人家做奴仆的，去做佃户的，剩下的少说还有3-4万。如果这3-4万人被荆州王用各种手段冲入私军，那又是一股力量，咱们不能让他壮大力量。我有一个想法，咱们找一个可靠的人混进流民中，跟着去矿上的人找到流民集中的地方，再设法带流民出来。这么多流民散出去，荆州王造反的消息就算传递出去了，倒是能行。不过那么多人估计会分成几处安置，可不好办啊。流民肯定有人看守，九娘擅长制药，如果给看守的士兵下点迷药，能行。那里的守将、士兵、伙夫等等，少说也应该有上百人，这些人肯定不会和流民一起吃饭，下药倒是可以。但想一次撂倒那么多人，所需的药肯定很多，身上不好携带，给人搜出来就不好了。把守军迷倒也不是不行，只不过那些都是荆州王私兵，他们醒过来肯定要禀告荆州王，然后大肆搜捕流民。如果那些守军死了，流民逃走的消息一时半会儿不会传扬出去，流民就能多几分逃走的希望。杀人有时候就是救人，荆州王的人现在不杀，将来到了战场还不知道会杀多少人啊。等会儿问问九娘，看有没有办法做出厉害的毒药。关键是谁去，一般人可做不好，得有自保能力，还得有应变能力，人不好找。要不
阿牛办完这件事儿再进京。算了吧，我担心你家阿牛去了呀，再被别人忽悠着去跟人家造反去。也还不至于。我去吧。不行，你们听我说，我可以。谢战话还没说完，大家又一起给打断了。我去吧。我觉得我合适，大哥性子太严肃，不好跟人打成一片。清安聪明机警，办事老练，嘴皮子也利索，清安去合适。那行，那就清安去。槐树村有个吴清，跟清安哥年纪差不多，吴家人去武陵避险，想必没有生还的可能，倒可以冒用吴清的名，只要不遇到认识吴清的人，就不怕被拆穿。清安这一去也不知道用多久能办成，万一早了咱们就得赶紧离开荆州了，不然乱起来怕是会封锁全城啊。不错，清安哥一旦劝服灾民离开，荆州王造反的消息必定会传扬开，这时荆州王若大肆抓捕灾民，就坐实了造反的流言。这样一来，荆州王阴谋败露，会不会激得他提前造反？这样，阿牛尽快入京，把荆州的情况给国公爷细细说明。清安先去摸摸情况，形势要晚几日，只要时机把握好，就既能救出流民，又能让朝廷做好充分的准备。谢战打算明早就让顾九试试，看能不能做出厉害点的毒药。你能不能做出一种毒药，最好是一丁点儿的量，就能毒死几百人？这个有点难，不过也可以。我要一间空房子，火炉，还有炊具、清水，还有荣娘姐姐。这个容易，你等着。说完，去找徐金阳安排这些事儿了。顾九交代不让别人打扰，就和傅荣娘进房里开始制作毒药。等毒药做出来，已经是下午了。过了2天，然后在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大家带着行囊，再次踏上远行的道路。干什么的？在下有事求见国公爷。有拜帖吗？陆阿牛摇摇头，没有拜帖就回去吧。国公爷每天那么忙，不是什么人都见的。麻烦禀告国公爷，就说清河来人了，国公爷一定会见。看看那边，看到排队的人了没有？都是找各种借口求见国公爷的。明日拿了拜帖，去那边排队吧。也许国公爷看到你的拜帖，想见见你也说不定。人却站着没动。哎，说你呢？没听见啊？听见了。听见了还不快走？这里不允许人站。陆阿牛就站在大门外等，一直等到过了50正，才见一队人马过来。清河故人之子求见国公爷。你说你是哪儿来的？小子自清河县而来，有事求见国公爷。进来吧，去准备午饭，多准备一份。午饭还没吃吧？是。护国公领着陆阿牛进了书房。你叫什么？小子陆远浩，家父单名一个铎字。陆铎的儿子呀，你和你父亲很像啊。你父亲身体可还好啊？清河县遭了水灾，朝廷都知道了，你们都安全吧？家父身体还算健朗，清河虽然遭了灾，但槐树村谢家4郎聪明有见识，小子和家父跟着谢家人，总算逃出来了。这会儿2个小厮端着托盘从门外进来，托盘上是一些饭菜。先吃饭吧。饭后，护国公叫了2名守卫，吩咐守好房门，任何人不得打扰。你这会儿进京，可是公子出了什么事儿？没有，公子很好，是公子吩咐小子进京面见国公爷，荆州出大事了。荆州有什么大事啊？朝堂上近期没有关于荆州的折子。陆阿牛将他们逃难路上路过小舟山老路时，发现山坳藏私军的事情告诉护国公。可还有别的蛛丝马迹？有，九娘说很可能荆州城附近的隐蔽村落藏着一条制作弓箭的流水线。流水线就是说，这个村子负责制作牛角和鱼胶，那个村子负责弓体的木质部分，下一个村子负责弓弦部分，然后再把这些拆分的部分集中到一起，最后组装起来，这样就算被人看到，也很难引起别人的怀疑。有道理。九娘是谁啊？这话说得很有见识啊。九娘是公子的童养媳。童养媳？公子这样的身份需要养个童养媳？再说公子今年还没16岁吧？这么早就定下妻室人选，不合适吧？谁定的？高氏？公子自己认下的。九娘很出色，是个很特别的小姑娘，胸怀广大，见多识广，公子很喜欢。护国公摇摇头，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不再纠结这事儿，继续先前的话题。公子什么意思？公子担心荆州王的势力再壮大下去，更不好对付，打起仗来死的人会更多。公子希望国公爷能把这件事上奏朝廷，请朝廷发兵征讨荆州王。又把谢战交代他的，让护国公找些人做伪证的事，跟护国公说了。倒是个十分灵活机变、不拘泥的人，不错。
不错呀，不过不用这么麻烦。公子远离京城，对朝堂和京中形势不了解，因为居虎眼决堤的事儿，朝廷召荆州王入京问责，荆州王称病不奉诏。皇上已经十分恼火，这事不需要那么麻烦，你跟我进宫，把你的发现告诉皇上就行。晚辈听国公爷的。公子现在在何处啊？公子带着家人一起去了宣州落户，由徐将军随身保护。宣州倒是个不错的地方，可有谋生的生计？老徐的镖局也不赚钱吧？有九娘在，九娘很会赚钱。这个九娘是哪里人士啊？父祖是做什么营生的？不知道，九娘是从梧州逃难过去的，家里人死光了，就剩她一个孤女。来历不明的人，你们也敢收留，还敢定给公子？九娘身世成谜，但以学识胸襟来看，一定出自世家大族，或者累世官宦人家。虽然年幼，但展现出来的才华、眼光、本领，绝非一般人能超越。九娘多大？12岁未满。12岁的女娃娃能有什么见识？九娘医术很厉害，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有一手百步穿杨的剑术，很可爱，公子很喜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12岁女娃，哼，还懂医术，剑术强大，神仙转世的吧？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先在我这里住2日，等我忙完了就带你进宫面圣。事不宜迟，国公爷，临行前公子和徐将军还有家父都交代了，一定要尽早让朝廷出兵，因为荆州王还在不断的招募流民，扩充私军。小子来时，徐将军的次子徐清安已经混进流民中，届时消息外泄，怕荆州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时候朝廷没有准备，先期肯定要吃几场败仗。金安那里应该没问题，九娘做的毒药很厉害，一丁点儿就能要了几百个人的性命。你也不用一直提那九娘，老夫这里也并没有适合公子的人选，放心吧。那就好，走吧，我这就带你入宫。护国公带着陆阿牛，两人在宫中待了一下午，出来时就剩下护国公一人。村民们一路长途跋涉，终于在第9天的下午到达了宣州城。徐总镖头办事利索，已经在宣州城找好了地方，依旧是个很大的院子，同上次在荆州城一样。村民们暂时在镖局打地铺。一大早，徐总镖头带着村民们，大家一起去县衙上户籍。现在落了户籍，下一步就是盖房子。这也没多难，咱有手有脚的，明日就出去找活干。天福也跟我去，老婆子就去给人家酒楼什么的洗碗洗菜，总能赚到点儿。哎呀，盖座房子怎么也得5、6两，这得赚到什么时候啊？是啊，不如跟谢家借点儿。别想有的没的，人家帮咱们够多了，如果不是谢老四，咱们一家就给当乱民处死了。这一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够吗？还跟人家借银钱，你脸呢？借了又不是不还，咱们现在不是很难吗？等咱们缓过来就还钱不就行了吗？我可没那脸去谢家借，有能耐你们娘俩自己去。孙氏也在为娘家的事发愁，大家都要盖房子，他们家怎么办？家里的大钱都是靠着九娘和老四赚来的，我也不好用家里的钱接济岳父岳母。这里还有3两左右，你拿去给岳父岳母盖房子用，就说是你平时攒的，就别让还了。三郎，你真好，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让九娘给我治好病，再给你生个闺女。你不是说怕生个闺女像我？像你也没什么不好的。行，等咱有地方住啊，咱就生。孙氏拿着谢三郎给的银子，又加上自己积攒的几百文，去找他爹娘。哎呀，阿弥陀佛，这是佛祖保佑，佛祖保佑啊！这下不用愁了，咱们先盖3间房，够住就行了，不盖那么大的。什么佛祖保佑？这明明是你闺女福气好，嫁到了和善人家，这要是别人家，婆婆还在，没有分家，哪能攒这么多银钱补贴娘家？你老实说，这银钱哪儿来的？就你那吃馒头不数数的德行，能攒下这么多的银钱？哎呀，是三郎给的，这是三郎平时卖竹篓竹筐攒下的。三郎说咱家里正困难，让咱们救急，不用还了。你呀，怎么嫁出去这么久了也没长进？三郎给咱们救急，那是三郎心好，
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钱当家里借你们的，等赚了钱就还给你们。你看看你这老头子多奇怪呀！人家明明都说了不用还，你还非要还，这不是闺女和女婿孝敬咱们的吗？做什么非要闹的身份？是啊，二姐二姐夫孝敬你们二老，你们就不要推辞了。你们呀，都是什么想法呀？总想着占别人便宜，这可怎么能行啊？孙老娘拉着孙氏去一旁说话：二妮啊，你真是有福气，不像是你大姐，嫁个做生意的，跟着一走就没了音信了。唉，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找不到咱们该怎么办呢？娘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们家那个荣娘是怎么回事儿？那是老谢家的亲戚？不是，好像是婆婆恩人家的孩子，被拐子拐到大湖村了，后来又从大湖村逃了出来，被我们家里救了。那他男人呢？这是不打算跟先前的男人过了？他先前的男人和公公婆婆全被大水冲走了，这会儿啊是个寡妇。哎呦，这可真是太好了！我看这荣娘本本分分的，还勤快。你说把她说给天福行不行？这样我回去啊就跟婆婆说说，看这事儿能不能成。行，你可快一点啊！咱们家天福年龄可是老大不小了。谢家这边这会儿也聚在一起商量盖房子的事。咱们家里呀，老四和老六要在城里读书，底下的孩子们眼看也大了，也该在城里找家私塾让他们进学。城里城外加起来都有10几里路了，光来回路上都要耗时不少。所以呀，咱们家盖房子前得先在城里租个房子。我们都在这里落籍了，干脆买座宅子算了。买一处宅子少说也得200-300两，咱们家还得盖房子呢，又是一大笔花销，就赚了那么点钱，一下就给糟践光了。租房子的话，就算咱们只租带4-5间房的小院，一个月租金也得差不多几百文，这要租上几年就够买个小院了，不划算，还是买下来合适。将来咱们不住了，卖掉也不会折本。顾九站起来往外走，还朝谢五郎招招手：娘，我和五哥出去走走。去吧，老五啊，街上人多，走路看着点儿，别让人冲撞了你妹妹。娘，放心吧，我保证把妹妹护得好好的，谁敢冲撞妹妹，我揍死他。可别给我惹事儿啊，安分点吧。你要是不行啊，就等你四哥回来，再陪九娘出去。我行，我保证一定安安分分的，不惹事儿。谢五郎保证完，扯着顾九就赶紧跑，生怕晚了他就得换成四哥了。那要是我冲撞了别人呢？也揍丫的。顾九哈哈大笑，不讲理护短的哥哥呀，真好。两人出门后，顾九跟路人打听最近的药铺位置。是去抓药吗？娘的药吃完了？不是，我想去卖点药材。卖药材干嘛？你没银子花了？五哥这里还有点，拿去先用着。五哥，我觉得放你一个人出去生活，你得指望着西北风才能活下去。如果哪天起沙尘暴，就算给你加餐了。妹妹是说我穷的只能喝西北风了？五哥是穷了点儿，不过没关系，五哥以后啊一定赚大钱给妹妹花。不用五哥赚钱，等我赚钱给五哥花。走，我带你赚钱去。谢五郎蒙头蒙脑，跟着顾九进了百草堂。两位是看病还是抓药？顾九把人参摇了摇，问道：100年野山参，你们这里收不收？200年份的人参，你给看看能卖多少钱？掌柜的，你老过来看看。你们要卖人参？200年的人参能做镇店宝了，但这样的宝贝肯定需要很多宝贝来买，想想就肉疼啊。你说你这人参是多少年来着？200年的，只多不少。小姑娘啊，可别胡吹大气呀！你这参顶撑了50年，而且也不是人参，而是土沙参，不值钱的。我去，这人不地道啊！我看你指定是眼睛有毛病，你家坐堂大夫就在这儿呢，赶紧看看吧，我怕晚了你会瞎。妹妹，咱们走，这家掌柜太不地道了，打量咱们年龄小，什么也不懂，想坑咱们呢。走走走，药铺多的是，咱们200年的人参可不愁卖。慢着，什么叫我坑你们？你们2个小孩子胡言乱语，败坏我的名声，就想一走了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甭想走出我这百草堂。不留下宝贝，休想出他这门。好啊，你想让我说清楚，我就给你明明白白的讲清楚，免得你啥也不懂，胡乱收购药材，让病人白白吃坏了身体。这个呢，是地道的野山参，土沙参没有须，这个长满须，两者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有眼睛的都能分辨出来，你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怎么做药铺生意的？我再教教你怎么分辨人参的年份。俗话说7两为参，8两为宝，就是说人参生长的年份越长，分量越重，而且参须越多。刚才我瞧见你掂量这参的分量了，
别说是你手抽筋，分明就是在鉴定参的年份。还有，你看看这参须，数量多的你老眼昏花都数不清楚了。说什么顶多50年，沙参长得快，哪用50年？10年都不用就能够长这么大了。你是眼屎糊多了才看不出这么明显的区别，就是心里忽视了。看我年纪小，想坑我的好东西。他以为小孩子偷拿家里的人参来换钱呢，本想用最低的价格拿下这一颗极品的老山参，他总不能承认自己随口胡说的吧，只能是硬扛到底了。你一个小姑娘，不知道从哪里听了一星半点儿，就敢来我这逞能？老夫做药铺掌柜大半辈子，还能分辨不出来什么是人参，什么是沙参？这分明就是不值钱的沙参。小姑娘为了多卖2个钱，非要说这是人参，小年纪不学好，骗人竟然骗到我这里来了。掌柜的非要指鹿为马也行，那这样吧，掌柜的这里有现成的沙参，不妨取出来给大家瞧瞧，对比一下，看看我这个到底是人参还是沙参。老夫药铺里的药材是你想看就看的吗？老夫活了一把年纪，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是你懂药材还是我懂药材啊？老夫说你的是沙参，它就是沙参。这话可就不对了，年纪大讲话就一定是对的吗？万事逃不过一个理字，可不是凭年纪大。照你这么说，那还要县令大人干什么？直接去找最年长的坐堂，他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呗，毕竟年龄大就是道理嘛。妹妹，咱们走，咱不跟他浪费口水，他既然不懂人参，总有懂的。顾九朝掌柜皱皱鼻子，哼了一声，跟着谢五郎往外走。掌柜的心里那个懊悔啊，怕两人真走了，人参买不成，急忙上去挡住两人。等等，掌柜的面黑无泽，声低无力，这是房事过度导致的肾虚。你是不是时常食欲不振，腰膝酸软，关节疼痛，畏寒怕冷？不是，咱不是说人参吗？怎么看起疹来了？小年纪胡说八道什么？知不知羞啊？你骂谁呢？再敢骂人试试，信不信小爷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五哥，不急，不用你打他，他肾虚严重，再这样下去，迟早得听力减退，记忆力下降，头发脱落，须发早白，然后牙齿松动，自己就脱落了。停！你别不信，你家铺子不是有现成的大夫？你让大夫看看不就得了？那老大夫早在顾九说掌柜肾虚的时候，已经注意这边了，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杜老，我这身体没事儿吧？果然是面黑无泽，我怎么就没发现呢？那是老人家您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他是说他这里是鲍鱼之肆，奇臭无比。最近是不是时常觉得精力不济，腰困体乏，牙齿有没有松动？掌柜的怎么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承认病情啊？真有病私下也能诊治。杜老，我没事儿，没有你说的症状，可别听着小丫头瞎说呀。奇怪了，明明面色不佳，声弱无力，不像没事儿啊。正气不足，饮食不节引起的脾胃失调，湿热内生，也会导致面色暗沉。但这位掌柜明显精气神不足，眼下有青黑，明明就是纵欲过度引起的肾虚。天哪，妹妹你赶紧住嘴吧，真是什么虎狼之词都敢吐露。小头，我诊断的对不对？宿主诊断的没问题，而且这位血液里有助兴药的残余。我劝掌柜的悠着点，助兴的药再吃下去，就不仅仅是肾虚了，有可能您就彻底废了哦。我妹妹说什么虎狼之词啊？妈耶，四哥哎，来个人快把我妹带走吧！对，小姑娘说的对，小姑娘高明啊，面诊都能看出这么多，不简单呐！来，我这里有个病例，咱来探讨一下。我是谁？我在哪里？行啊，老王，没想到这个年纪了还龙精虎猛的，辛纳的小气勾人吧？这把年纪了，悠着点儿吧，看把身子骨都糟践成啥了！滚蛋！一个小丫头学2天医术，瞎胡说你也信？你个小丫头真不知羞耻！一个姑娘家的，说的都是什么话呀？麻蛋的找死！敢说我妹妹，揍死丫头！掌柜的这就狭隘了。凡大医者，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医等，皆如至亲之相。这是大医京城中告诫为医者的话。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不论患者是男是女，无分贫贱美丑。掌柜的一个开药堂的人，不懂这个道理吗？就是因为世上有你这样的人，把男女大防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才有那么多的女人因为大夫是男性而延误了病情，甚至丢掉了性命。我是女性，同时又是个医者，难道因为男女之别，看到男性的病症就闭口不谈，任由他被病痛折磨吗？说得好，正是此理。医者首
先是个医者，其次才是男人、女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患者，都要一视同仁。凡是那些纠结于患者身份的，终其一生也成不了大器。对呀，因为你们这些个老顽固，我们女人看个病都难。前任那李家的媳妇儿，不就是因为得了不好给大夫瞧的病，才病死的吗？小大夫，你是哪个药堂的大夫啊？我们万一哪儿有个不舒服的，就去找你看。对呀，小大夫，你是在哪个药堂坐堂的？咱们以后都找你去。我还没开始坐堂，不过以后肯定是要自己开个药铺，自己坐诊的。到时候欢迎你们来找我。行，咱们病了一定去找小大夫你。掌柜的觉得脸都丢光了，早就猫着腰钻进了药铺。杜老，能先给我看看吗？牙痛死了。我先给他扎一针，他这是肝火引起的牙痛。上次就跟你说，你得抓副药吃，看看这就出毛病了吧。下次一定抓药。杜老大夫从放针的匣子里拿出一根3寸长的细针，站那年轻人身侧，一针从他耳朵前的下关穴斜刺入，捻着转了2下。不疼了，真的不疼了。不疼就回去吧，别当着别人看诊。这位是吴大爷，吴大爷出门做生意，顶着大太阳赶路中暑了，吃了几天的药，病情反而更重。我看他恶寒发热，手脚冰冷，怀疑先前的大夫给误诊了。小姑娘来看看，帮着参详。顾九就不客气地坐到杜老大夫先前的位置上，让吴大爷伸出一只手来，3根手指搭上去。有没有感觉身如刀割，想吐不出来，想拉也拉不出来？是的，我看他是4肢厥逆，重寒了。我的诊断有问题吗？没问题，宿主脉诊进步很大。小姑娘懂不懂医术啊？现在是3伏天，3伏天重什么寒啊？我也感觉有点像重寒，但明明3伏天里不可能重寒，所以也不敢确定。既然的确是重寒，那原因是什么？3伏天里重寒有点奇怪。扫描到患者血液内有寒凉药物残留，您可否因为体胖易上火，平时常服黄连、一元散之类下火的寒凉药？吴大爷无力的点头。吴大爷顶着太阳赶路后，可否喝了凉水？的确是这样，大爷怕热，那天赶路急，中午休息的时候路过一口水井，就打了凉水喝。不用说，吴大爷体胖怕热易出汗，所以夜里睡觉的时候肯定也是选凉快的地方。您老猜得真准，我家大爷就喜欢夜里铺张席子，睡阴凉的地上。这就是了。本来就因常服寒凉的药积寒于体内，又饮凉水睡凉地儿，寒气就更重，被误诊为中暑，再服了寒凉的汤药，内寒外寒相合，损了阳气，才导致4肢冰凉。小大夫厉害啊，一下子就找到了病因，几年的老大夫都比不上你。也没有很厉害，还是可以进步的。小大夫太谦虚了，你看开什么药方合适？开附子理中汤吧。我原本还想开4逆汤，但附子理中汤更适合温阳。好啊，高明！小大夫贵姓呢？不知府上在哪里？老夫空闲了，去找小大夫讨教医术。我姓顾，我们家刚刚到玄州，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要不我去找您老吧？您老住在哪儿？我也想跟您老讨教针灸术。顾小大夫一定要去啊！一定！哦，对了，您老针灸用的针在哪里打的？我也想打一套。我这针呢，可是找了个积年的老银匠给做的，一般打铁铺子可弄不了这么精细。你什么时候要？那老银匠眼神不太好，一般的活都不做，改天我带你去。我们几十年的老伙计，他或许会给我几分薄面。您老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去。我在这里坐堂，每10天休息一回，后日就是休息的时间。那后日吧，后天下午我去找您老。两人商量定了日期，顾九辞别老大夫，跟谢五郎打算离去。小姑娘别走，咱们谈谈那人参价格。你现在承认是人参了？不谈。两人高昂着脑袋走了。掌柜的这次不好意思出门阻拦了，早知道就好好跟他说了。五哥，咱俩都太小了，一看就很好骗的样子。这要是阿牛哥往那一站，那么大一个大块头，一看就不好欺负。
早就卖出去了。要不明日带着陆叔出来试试？陆叔那架势往那一站，小山一样，还有那气势，叫人看一眼都不敢再看另一眼。要不徐叔也行，徐叔看着就精明能干，不好骗。回到镖局，谢战正在大门口等着。去哪了？一去这么长时间，才到宣州，人生地不熟的就瞎乱跑。没瞎跑，我就是想去卖个人参，然后买个大宅子，家里人多，小了住不下。卖了吗？那个掌柜的不是好人，想坑我的人参，还好我聪明，没有让他得手。掌柜的还故意说人参是沙参，以为咱们啥也不懂呢。你们两个也太大胆了，万一那掌柜硬说你们是拿假药材骗人，叫了衙门的人来，你们怎么办？哪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哼，假如我是那掌柜，我就给衙门的人塞点银子，把你们卖假药材的罪名坐实了，抓进大牢关起来，霸占了人参，你能怎么办？我揍死丫的！哼，你把掌柜的揍了，就又多一条罪名，等着进大牢吧。就算你能耐，连衙役都收拾了，但暴力抗捕，罪加一等。换做我是掌柜，就推说不懂人参，然后拿着人参假装去后院请教别人，趁机把人参换了，你能怎么办？顾九和谢五郎两个单纯老实孩子顿时傻眼了，还能有这操作？人家拿出个真正的沙参，说你们的人参是假的，你们怎么证明这沙参不是你们拿过来的人参呢？毕竟人参上又没写名字，人家从你们手里拿走的时候又没证人。我觉得吧，咱俩真善良。谢五郎重重点头。你们两个傻憨憨，以后别自己瞎干了，出门叫上我，知道吗？我知道了，你是黑芝麻馅的，跟着你安全。谢战这样心黑的小狐狸，才能防着那些老狐狸。衙门的人可是说了，这边的地都是咱们的，这么大一片，只要能开出来，地就归咱们了。顾九看他伸手划了出来的地方，前至内处缓坡，后到山脚，两边也没有人烟，地方还真是挺大。再搭个小桥在上面，这地方还真的挺好的，起码有山有水，比咱们那村子啥没有的好多了。这地方的确不错，后山可问过没有？是不是有主的？山上的木头咱们用了没事吧？问了，就是一片无主的山。衙门的人说了，宣州山多，想上山砍树啊，捡点柴啊什么的都可以，只要不是伐树卖钱就没关系。这样就好，咱们盖房子也能省不少钱。顾九望着视线之内的一片荒地，这么一大块地要开出来就得耗费大量人力，时间都耗费在土地上，想做其他事情就没精力了。有那个就是可以用牛拉着耕地的那个。九娘说的是篱笆，那是翻地用的。对，有卖梨的吗？这么多地，想开出来得什么时候啊？九娘还能想到这些，可真不容易啊！大家知道，平次加一锄头的太慢了，打算把骡子和驴都卖了，换成牛和梨，这样就能快一点，以后也用得着。这里其实可以种草药的，比如桔梗和白芷，这两种草药用量都很大，还好种植。还有沙参、黄芪，这边有溪水，浇灌方便。大哥有没有考虑留一部分地来种草药？沙参和黄芪这两样，一斤少说也能卖个20多文钱。这年头百姓卖米，1斗米也就能卖10几文钱。沙参和黄芪的价格是米价的10几倍了。咱们这里真能种，九娘说的猴头菇呢，能种吗？药材在地里就能种，或者山上都行。猴头菇得在室内养殖，外面不行。药材和猴头菇的种子我这里都有，大哥只管把地弄出来。谢战看一眼顾九，很好奇他把东西都藏哪儿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吗？那个娘啊，荣娘是个什么打算啊？有没有打算再嫁人呢？什么？你嫌她在家里白吃白喝了？我告诉你啊，荣娘的祖父对我们家有大恩，别说现在她祖父没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就算现在她生活无忧，只要有所求，咱们家哪怕倾尽所有也得帮着。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儿媳只是问问荣娘有没有打算再嫁，如果有那打算，这人啊可得好好挑挑的。荣娘虽然在咱们家里，但毕竟不是我生的，她的事儿啊我也不好给她做主，还是要问问她的意思。那是，就是我娘让我来问问，我家那兄弟媳妇儿不是没了吗？我娘觉得荣娘挺善良的，一路上对我们家也挺照顾的，就想替我弟弟问问。行了，
我问问荣娘吧。第二天一早，谢战就带着顾九，让徐总镖头陪着，三人出门卖人参。这次换了一家药铺，掌柜一看顾九拿出来的人参，很干脆的表示是好东西，双方以2300两的价格成交。卖完人参，徐总镖头有事就先走了，谢战赶车带着顾九，两人直接去找牙行，打算下午就去找房子。您二位要买房子，家里人都知道吧？我们有钱，自己能做主。我们家里人多，想要一个大一点的宅子，最好是5进的。手头有现成的吗？有倒是有，你们真能做主？你若不行，我们就换一家牙行。行，一定行。想要大一点的宅子也有，杏花巷就有一座5进的，还带着一座小花园，还有一处在刺史府附近，那边住的多是贵人。先看杏花巷的。他们一家子平民百姓就不去权贵扎堆的地方了。两位跟我来。说着带着两人往外走，边走边八卦。杏花巷的宅子啊，房主是齐州人，常年在齐州和宣州两地跑。齐州有一房家小，打算在宣州也娶一房。去年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小寡妇，但那小寡妇啊是个虚荣的，非要一座大宅子不可。富商为了讨小寡妇欢心，就在杏花巷啊买了那处宅子。小六子出门看到他们竟然赶着马车来的，心才算是踏实了，十分自觉地坐上车辕，充作赶车的，继续给两人八卦。可惜那富商啊，好日子没过多久，前些天出门一趟，回来竟然生了一场怪病。那小寡妇啊，趁机卷了他的家当，跟人跑了。前日听说遇到个好大夫，富商的病总算是好了些，辛苦做生意的钱给卷走了。这心灰之下呀，准备卖了房产回乡。小寡妇好样的，渣男就得渣女治。是吧？那男人多不是东西啊，手里有俩钱就在外面找女人，完全不顾家里妻子的感受，被人卷了钱财，无路可退了，又想起家里妻子了，什么东西啊！该谢战才明白过来顾九生气的点，心里暗暗警醒，这错误是绝对不能犯的。进入杏花巷，走完第一座大宅院，就到了小六说的那处宅子。不一会儿，有个小厮模样的人出来，领着三人进去。是你啊，你的病算不得怪病，放心，小问题，很快就好了。原来是小大夫你呀，真是巧了。你想买我的宅子？是啊，你这宅子深合我意，我要了，你开个价吧。姑娘，你还是看看吧，看完了再决定不迟。这边离周学近，我家哥哥和侄子们上学方便，这处就很好。不过看还是要看的，还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真是抱歉了，我这精力不足，就让我这小厮带两位到处看看吧。橙子，快带两位去看宅子。叫橙子的小厮就和小六一起，带着顾九和谢战一进一进的看过去。逛了一圈，顾九对这格局很满意，对这地方足够大更满意，谢战也满意。这地方一家人住下绰绰有余。若不是小大夫昨日帮着杜老大夫确诊，在下这病啊，估计还有的拖。小大夫算是在下的恩人，我也不跟小大夫要虚价。这宅子当初我900两买的，又重新整修了一番，添置了很多家具，这些家具都是新的，用料也极好，我也带不走，就留给你们了。你们就给个整，1000两，你看怎么样？谢战对比清河和宣州的房价，在心里换算了一番，觉得吴大爷并没有虚报价格，而且那些家具100两绝对买不了，就跟顾九点点头。那行，咱也不跟你讨价还价，但有一点，你得尽快搬出去。我们家里现在住的不方便，急着住进来。如果我的身体没毛病啊，尽早搬出去没问题。可是现在实在是精力不足啊。这不是问题，你的病不是大问题，喝个2-3天的药就差不多了。吴大爷有些不敢相信顾九，就踌躇着没有答应。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儿，还能跑了不成？你先试2天，如果病好了就搬走，没好你就继续住着，咱们也不能赶你出去不是？吴大爷想想也是，就答应下来。接下来就是交定金，跟牙行签订临时契书，两人半天时间把买宅子的事情搞定。回到镖局，顾九把定了宅子的事告诉了两人，高氏和徐氏惊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么快就买到了？你跟老四哪来的银子啊？卖了1根人参得了2300两，买房子花了1000两。娘，我跟谢战买了很大的宅子，有5进呢。咱们家人多，宅子得大了才能住下，里面家具也给……你等会儿，你说买了一座5进的大宅子？顾九重重的点头。高氏和徐氏对视一眼，两人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他们家把顾九捡回来，却没想到真的是捡了个财神爷。哎呀，九娘啊，人参是你的，卖的银钱也是你的，自己收着就成了。哎，算了，那宅子呀记在你的名下，咱们算是借住吧。为
为什么？娘没把我当一家人，如果人参是大哥挖到的，大哥卖的钱，娘会不会也跟大哥说借住？哎呀，不是的，不是的，你听娘说。徐氏在一旁接道：换了大哥也一样，咱们家现在没有分家，如果人参是大哥挖到的，咱们都没有出力，兄弟们都能去宅子里住。但是将来一旦分家，其余的兄弟都分出去了，那宅子还是要留给大哥的，咱们也就是相当于在大哥的宅子里借住。是这样的吗？当然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子的。高高兴兴地塞了100两的一锭银子给高氏。娘，二嫂，这些活计都不用做了，咱们上街买现成的。家里人多，一个个的做，得做到什么时候去？咱有的是银子，别费那个力气。行行行，娘听咱们九娘的，明日啊就上街去买成衣。第二天，高氏听从顾九的意见，带着顾九和徐氏出门买些日常用品以及成衣鞋袜。徐氏叫了他娘一起，许青英在家没事干，也要跟着去。人家九娘买的再多，那也是人家自己赚来的银子，你有本事自己赚来自己花。行，自己赚就自己赚，下次我跟着我爹一起去走镖。你可别，到时候你爹是护镖呢，还是护你呢？我功夫好着呢，不用爹保护。且老五跟我的功夫差不多，他跟着爹爹走镖都好几年了，我怎么就不能去？那是五郎让着你，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五郎如果不让着你，你能磨得着人家一脚？就你还跟五哥不相上下呀？真是打个哈欠都能够吹出8级大风，口气也太大了。别说是五哥了，你连我都打不过。打不过你？来来来，咱们练练，谁不敢谁是胆小鬼。走，咱们出去。出去什么出去？别闹了，一凡要不要？不要走了。哎呦，都多大了，还跟小孩子一样斗嘴呀？快别跟你青英姐姐闹了。谁让他那天说五哥什么都不如谢战？什么？哪天呢？就是咱们刚到荆州的时候啊。他说五哥读书比不上谢战，习武也比不上，长相也比不上。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记到现在才想起来生气，你这反应也太慢了吧？哎呦，青英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那也不能说，五哥心里会难受的。徐氏不由得看了顾九好几眼，谢家捡回来的小姑娘倒真的是个有良心的。再看看自家的闺女，本性不坏，但真的是被惯坏了。你们先看啊，我跟青英到外面说说话。那天我本来也想说你的，后来也给忘了。九娘说的没错，那天你是过分了。我怎么就过分了？老四聪明能干，学什么都快，人长得还俊。老四和老五是一样的，却处处不如老四，从小就被拿来跟老四比，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还当着那么多人故意那么说，也亏得老五是豁达的。这要是换了个心眼小的，肯定记恨你，指不定背地里要给你使绊子。你那话分明是故意戳老五的心窝子，还不算过分？这话都受不了，那他也太脆弱了。你也长大了，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开口之前先在心里过几遍。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人前人后要给别人留点面子啊！唉，我的话你好好想想吧，你也不小了，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口没遮拦了。几人逛完了成衣店，又去买鞋子，同样是家里人一人2双，然后是首饰铺子。满载而归时，天都快黑了。饭后，高氏叫上大家去他房里，把今日买的衣服鞋子都给分了。谢谢娘。谢九娘吧，银子都是九娘赚的。花这闲钱干啥？咱们天天在五里坪干活，也穿不着。4郎、5郎、6郎要出门，九娘是个小姑娘，给他们几个买就行了。娘给你买的你就接着，哪那么多废话？累了一天了，都回去睡吧。老四、老五啊，九娘还特意给你们俩另买了一身。哎呦啊，拿回去试试合不合身。这颜色好看，我妹妹买的，一定合适，肯定合适。这颜色选的真好，我们九娘眼光就是好。是吧？我也觉得我选的特合适。五哥，我还有东西给你，五哥拿去花吧。那天我说了，挣钱了给五哥花，我说话算话。这个九娘给你的你就拿着。哎，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大锭银子呢，我就摸摸就好。虎哥拿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放心，家里的我给过娘了，这个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拿去吧，拿去吧，九娘给你的，你就拿着。那我就收下。收下吧，收下吧。谢战朝他挥挥手，赶紧拿着银子走吧，笑得可真碍眼。九娘，出去走走吧。好啊，娘您先睡，不用等我。谢战牵着顾九在院子里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住说道：九娘，你为什么给老五银子？五哥穷啊，那么大个人了，身上就几个铜板，真是太寒酸了。哦，怎么啦？你不开心？九娘，你就光想到了五郎，想不到我，你为什么没给我银子？上次在老林子里从胡老大那里得来的银子，我记得分你50两，这么快就用完了？谢战很郁闷，这是用完没用完的事儿吗？用完了就来我这拿呀，我的不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难道你打算以后挣钱了不给我花？顾九这通话明晃晃的是说他和他是一体的，不分彼此，老五是外人，需要给予。谢战，你别笑了，笑得太骚包了。谢战扶额，这小崽子能不能让他多开心一会儿啊？准备好了吗？现在就去。顾九今日要去找杜老大夫打针具。谢战，我就知道你穿茶白色好看，果然我的眼光不错吧？是我家九娘眼光最好。四哥妹妹，我也去，我给你们做车夫。谢战回头给他一个冷冷的眼神。四哥穿成这样赶马车不合适，我来赶，我给你们做车夫。好啊，五哥一起去。好嘞。谢五郎一溜小跑去套上马车，拉上两人一起出门去找杜老大夫。是这家吧？你们去吧，我在外面看马车。请问您二位找谁？敢问这里可是百草堂的杜老大夫府上？可是顾小大夫？我就是。快请进。家父说顾小大夫小小年纪，医术十分了得，今日一见，果然钟灵毓秀。您过奖了。敢问兄台是？杜大夫是家父，在下双名一周，行二。顾小大夫来了，快请，快请。杜老大夫，这位是？我哥哥。小子见过杜老大夫。小哥神完气足，光华内敛，将来必定有大作为呀。老大夫过奖了。杜老您还懂看相啊？自古医部不分家嘛，令兄两眼清明锐利，耳肝开窍于目，说明肝脏很好。非主鼻，令兄挺直而色正，就是肺腑康健。肾开窍于耳，若听力上佳，说明肾脏无虞。印堂心主，印堂发黑就是心有疾，心有疾可不就是灾厄了。顾九若有所思，虽然乍一听有些迷信色彩，但仔细想想还是有依据的。那日太匆忙，没来得及问。顾小大夫要打针具，可是对针灸有一定研究？会一点点，我也正在学习，但是还不够精通。顾小大夫医术这么了得，令师一定讲过人神济针了。不知道顾小大夫对人神济针可有什么见解？什么是人神济针啊？宿主没有学，人神济针在古医术里有记载。本系统是几千年中医整合过后，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成果，不包含带有迷信色彩的知识。人神济针说的是针灸禁忌，《黄帝内经》中有提及人神在日济针，例如人神初一在大腿，初二在外踝。假如有个人偏偏在初一那日针灸了腿部，就会莫名其妙的昏厥，而大夫查不出其昏厥的原因。再比如人神初八在腕，那日若针灸腕部，也会有很不好的后果。什么是人神？唉，这也是老朽想知道的。顾小大夫这样的年纪，医术就如此高明，想必师承名家，可否帮老朽请教尊师，人神到底是何物？既然小统知道人神济针，说明以前收录过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人神到底是什么？古医书对人神是何物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千年以前，有位医家认为人神是在人体内游走的精气与经脉相连，这股气游走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的经脉就会弱一些，此时在经脉上施针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如晕厥、突然剧痛等不适症状，但又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顾九把系统的话变成自己的猜测，讲给杜老大夫。杜老大夫听了，神情立刻欢喜起来。你也这样认为？实不相瞒，这个问题困扰我多年，我也一直觉得人神应该是体内的精气，这股精气会随着季节变化在身体运转。一老一少在树荫下你来我往，兴致盎然地探讨了许久。讨论完人神济针，又开始讨论救命的针法。烧山火和透天凉两种针法，自500年前神针精家的独子意外亡故后，就彻底失传了。这么说，顾小大夫的师傅懂得这两种针法？我师傅是懂得这两种针法，但是我初学针灸，功夫不到位，目前还没有学到。顾小大夫针法大成那日，可否允许老朽去观看杜小大夫施针？可以啊，如果我学会了，可以交给杜老。你说什么？你说要把失传的两种针法交给老朽？仙家不就是因为意外才让这门绝学失传了吗？我学会了，不光教杜老大夫您，只要是真正热爱医学的，我都一并教，不能再让那么好的东西失去传承了。顾小大夫的胸怀无人可比，老朽代天下医者感谢顾小大夫。赦免您有不敢当您老的大礼，还请您老快请起。是啊，这没什么的，再好的技艺也是为人服务的嘛，如果不能发挥其作用，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那是，老朽白活几十年，还没有一个小姑娘看得长远，真是惭愧呀。两人又讨论了一会儿医术，杜老大夫意犹未尽地带着顾九去老银匠家里打针具。镖局里的女人们都闲得很，几个女人坐在树荫下闲聊打发时间。女人这一生啊，嫁人如同第2次投胎，找对了人也就一辈子无忧，找错了那就是进了火坑了。那可不是，像我们家老徐，虽说性子拗脾气大，但对孩子们好呀。你看把青英惯的没个姑娘家的样，我都担心她将来找不到婆家。青英是性子直，没有坏心思，将来可要好好给找，最好找家里人口简单的次子或者是幼子，做人家长媳可是很辛苦的。可不就是，我这不是看中了你家老四，可你家老四有9娘了，你家老五也行啊，可2个孩子从小就不对付，一见面就乌眼鸡似的。我们家不是还有老六，小一点也没啥。还是算了吧，还是不让青英去霍霍老六那个老实孩子了。柔娘今年有多大了？22了，还没我们青阳大呢，家里也没人了。我们这支就剩我一个人了，老家还有些族人，但是多年没见，也都不认识。你是个好孩子，年纪轻轻的一个人也不是事儿，要不婶子帮你学摸，看看有没有好人家。婶子，我不打算再找人，女人嫁人遇到好人还好，像婶子这样的能快活一辈子，但是如果不幸遇到不好的人家，上有公婆要伺候，下有难缠的小叔子小姑子，每天辛辛苦苦还落不下一个好。既然都是辛苦操劳，自己随便挣点钱够自己花用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找个人家让自己受罪？芙蓉娘说着突然站起来，扑通一下就给高氏跪下了。伯母，求您留下我吧，我不想嫁人，我就想在九娘身边一辈子，哪怕是为奴为婢我也乐意。我祖父一辈子都想着治病救人，想着怎么把医术提高，他老人家去了，我这做孙女的不能给他老人家做什么，也没有他老人家的医学天赋，就只能给九娘打下手，帮着九娘成为一代名医，也算是圆了祖父他老人家的遗愿了。求伯母不要把我嫁出去，求求伯母让我跟着九娘吧。高氏急忙把她扶起来，瞧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愿再嫁，伯母还能逼你不成？伯母也是担心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嫁了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免得一辈子凄凉。你想跟着九娘就去，九娘不会照顾自己，你在身边我也能放心，我就是觉得委屈了你呀。不委屈，只要九娘不嫌弃我，我就很开心了。她嫌弃个啥？她一个火都烧不着的人，没人照顾她，我都担心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九娘是做大事的人，那些都是普通人都会的小事，没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高氏知道了芙蓉娘的打算，再见到孙氏就直接回绝了她。过了2日，杏花巷的吴大爷彻底好利索了，宅子到手，
接下来就是搬家了。娘，咱们要不要找人算个黄道吉日？就这么说搬就搬，会不会不好？这种事情啊，信则有，不信则无。算好吉日搬家的，也没见日子多好过；没算吉日的，也没见多倒霉。再说，咱们总在你娘家打扰也不方便，还不如早点搬走啊。咱们不是有九娘吗？九娘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九娘在的地方，诸邪避逸。也是，自打九娘来到咱们家呀，遇到那么大的灾难都是平平安安的过来了，日子还比以前好多了。九娘的确是个有福气的。老四是个有福气的呀，我们老二也是有福气的。徐氏抿唇一笑，娘俩亲亲热热的说了好一阵子话，从槐树村到荆州，再到宣州，几经辗转，终于是有个家了。一大家子欢欢喜喜的赶着车子去了杏花巷。这么大地儿得多少银子呀？银子赚来就是来花的，花再多也都不是事儿。那是你的银子，你自己收着就好。哎，你这傻子！我快饿死的时候，是谢战把我捡回去的。在那么艰难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嫌弃多了我这一张嘴，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扔下我不管。娘和哥嫂们还给我做衣服做鞋子，还不嫌弃我什么也不会做。大家都真心的把我当一家人。艰难的时候，大家当我是一家人，没道理我挣钱了，大家觉得我不是自家人，不好用我的钱了。哎，我不是没把你当一家人的意思。哎，这孩子。大嫂没有跟你客气的意思，就是日子艰难惯了，一下子有钱了，心里没底，觉得都是你的功劳，大家占了你的便宜。哎，是，还是老四会说话。哎，大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自己不会赚钱，占了你的便宜，心里过意不去，可不是跟你生分。咱们都是粗笨的，啥也不会，以后要靠这九娘养着了。还别说，跟着九娘啊，这日子比以前好多了。对，五哥也得靠九娘养了。放心，以后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咱们都能过好日子。宅子逛了一遍，对于格局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开始分房间。想好要添置什么了吗？就想要个浴桶，我来帮你吧。床和衣柜都有，不用买了。然后洗脸的盆得有，要个铜盆吧。擦脸的帕子、被褥、铜镜、梳子、妆切，还缺个书架子、书桌、笔墨纸砚也得有，耳尖得有架屏风。顾九挠挠头，原来还需要这么多东西啊！两人正说着话，谢战过来了。想好添置什么了吗？芙蓉娘就把顾九房里需要添置的东西报了一遍。书桌、书架和笔墨纸砚这些我来买，剩下的生活用品就麻烦蓉娘姐姐帮着买了，不用怕花银子，捡好的买。谢谢你啊，谢战。不客气，能照顾你是我的荣幸。芙蓉娘赶紧闪了，这里的空气太黏腻，上不来气。那我就让你一直荣幸下去。求之不得。你最近不是在练习针灸，就专心练你的，这些琐事都交给我。我娘死得早，我爹又娶了继母，爹把心思都用在了继母生的孩子上。祖母精力不济，没空管我，祖父每天有忙不完的事儿，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别人的关心。谢战心里又是愤怒又是心疼，轻轻地把顾九抱在怀里。谢战，你对我真好，像个老父亲一样关心我，照顾我。谢战生生地把一口老血给憋回去，还好没说以后会孝顺他。你对我太好，我心里有愧。我对你好是应该的，你我是世上最亲最近的人，我不对你好，对谁好？我有愧，我不该在你心里觉得你腹黑狡诈像只小狐狸，我更不该觉得你太过聪明太能干，把别人都称得像傻子。谢战简直无语啊！我跟你道歉，我错了，你是最好的谢战。不气，这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混蛋。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谢战再次捂住胸口，转身就走。众人都把需要的物品捋好，在高氏这里汇总。高氏给大家分派任务，老大家的和老二家的，还有蓉娘，你们三个负责去买灶上用的东西，还有做被单、被褥用的布料和棉花。老三家的，你看着你大嫂，别抠抠索索不舍得花钱。咱们家现在日子能过了，也得过得像样点儿。是，娘，你就放心吧。老大、老二、老三，你们去买缺少的家具。老四、老五，你去买匹马。咱们借你徐叔的马这么久了，该还给人家了。另外，
看看马车，有合适的也买一辆。今后城里城外的跑，老走路也太耽误事儿了。咱们不差钱，要不买2匹马吧？家里人多，1匹马用不过来。这500两的凭条，娘您收着，该花就花，银钱挣来就是花的，不花它就是死物，没一点价值。高氏叹息着接过去，给谢战一个眼神。你可注意点吧，你这媳妇儿可是个大手大脚的，你以后啊可得看好了。谢战回高氏一个眼神。你儿子都是个吃软饭的，哪能管得住人家挣钱的？高氏给他一个嫌弃的眼神。任务分派好，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门采买了。怎么了？孩子还好吧？顾九收回手笑了。恭喜二嫂啊，是个女娃，2胎都是男娃。九娘啊，没诊错吧？我这脉诊好着呢，不会错，保准不会错，是吧，司徒？宿主诊断没问题。婆媳俩登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一个坐床上发呆，一个坐椅子上惆怅。多好的事儿啊，一下怀俩。我二哥像个文弱书生，没想到还真厉害。九娘啊，你以后还是别夸人了，好好说话就成。去，你这小坏蛋，不是要练针吗？咱后院的树任你扎，就别在这里往人心上扎刀子了。我现在没空练，我想出去买药。等老四回来陪你去，自己可别乱跑。州城人多，咱们刚到这里，没根没基的，万一碰上个坏人可怎么办呢？娘放心，我不会把他弄死。老四呢？快来把你媳妇儿领走啊！总之啊，你不能单独出去，快去练针吧。咱后院还有好几棵树呢，你随便霍霍去。顾九只能乖乖的听话去了。好了，我要读书了，你要不要一起？我有不懂的地方还能够请教你。今天先不读书，以后你白天读书，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先标记下来，我回来了再给你讲。晚上我在家的时候就练字。我觉得我写的字就很好，不用练了。你是哪来的自信，觉得自己的字很好的？就很好的呀，字能看懂就行了，要那么好看干什么？我觉得我的字别人都能看得懂。字是文人脸，写一笔丑字，开方子都不好意思出手吧？我不干，反正我觉得我的字不影响阅读。九娘乖了，你是一个大夫，如果字体太丑，病患对你的信任会大打折扣，病患对大夫失去信任，治疗效果就会减弱。谢战，你可真是聪明，人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你这样子恐怕不到中年头发就掉光了。顾小九，夸人不是这么夸的，你以后还是不要再夸奖别人了。我这不是在夸你，是实话实说，是医嘱。聪明人都喜欢动脑，想的也多，想的多了压力也大。像你这样责任心重的人，更是容易多思多虑，自己给自己压力，压力大了可不就要脱发，可不就要变成秃子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有我在你身边看着，我保证能把你的身体调养得棒棒的，保证不让你中年脱发。你将来是要长成美大叔的，要是变秃瓢了，可就难看死了。我可谢谢你了。想了想，叹息一声，算了，让荣娘姐姐练吧。荣娘姐姐帮着九娘开方吧。我们来宣州的路上，九娘发现宣州的山上有很多岩，就是在岩石间的岩。岩？徐总镖头和徐金阳都十分惊讶。岩石间还有岩？听说过海岩、湖岩、井岩，没听说过岩啊。谢战就把从顾九那里听说过的话解释给两人听。岩是海水凝结而成，千万年前那些含有盐矿的山还在海底，经过沧海桑田的变化，海底的山露出地面，海水沉淀下来，就变成了岩。岩本身带有苦涩的味道，而且其中蕴含的杂质对身体有害，吃了岩会导致全身发紫、拉肚而亡。但岩中的杂质是可以去除的，只要把杂质去除提炼，就能得到上好的食盐。谢战把自己带来的小袋子打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盐。这么精细啊！味道很正，没有杂味。盐是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东西，真正的暴利行业，只要掌握了提炼技术，将来能赚到的银子就没办法用数字来衡量了。没办法，咱们没办法干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这件事太大，以咱们的实力，目前做不了。盐由朝廷把持，所有盐户生产出来的盐必须卖给朝廷，再由朝廷统一发卖。任何私人不能贩盐，盐从制出来到售卖到百姓手中，得利的是朝廷和盐商，制盐人获利最少。咱们若自己制盐，投入了人力、物力和时间，辛苦所得都会给别人做嫁衣。
大晋允许私人制盐，但所有大小作坊的盐都不允许私卖，而是必须卖给朝廷，朝廷加价卖给商人，商人再加价卖给百姓。咱们偷偷的把盐卖给盐商，绕过官府也不行。这样的事也不少，都是冒着抄家杀头的危险在铤而走险。咱们要做倒也不是不行，上下打点好关系，找个隐蔽点的地方悄悄制盐，联系盐商贩卖。但是制盐贩盐耗时耗力耗人，咱们没那精力，也分不出人手来管这些事儿。二来人总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违法度的事我不想做，更不想将来若有那么一天，倒不是因为这件事会成为别人攻讦我的把柄，而是法律需要保护，我不能去做那个破坏法律的人。四郎思虑长远，这件事的确不能做呀。哎呀，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可惜了。也不是没办法赚钱，只不过赚的少了。怎么赚？咱们把宣州有盐的消息和盐提炼的法子卖出去不就行了？卖出去，卖给宣州刺史，这样也好，有刺史大人上报朝廷，对他来说是一项大政绩。这么大的政绩，连生良品都可以了，傻子才不买。不卖给宣州刺史，他拿不出来多少银钱。咱们不卖给宣州刺史，要卖就卖给贵妃娘娘的人，比如陈安伯府。你要把法子卖给那个毒妇？陆叔、徐叔，你们说咱们把宣州有盐还有提炼的法子卖给贵妃娘娘的人，他们是会上交朝廷，还是会自己偷偷制盐卖盐？这也说不准啊。以那位家族贪财的德行，很可能自己吃下这笔买卖。这样的话，就等于有一个巨大的把柄握在咱们手里，咱们把消息卖给他们，让他们赚钱，等时机成熟再抄家灭族，所得银钱和盐场充归国库。这样一来，咱们既得了售卖方子的钱，朝廷还免了先期建造盐场的人力物力，还白得了一大笔收入。陈安伯府横行霸道，草菅人命，皇上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涉及到那么大一笔财富，不信他不动心。毕竟这么多年来，国库一直不丰。但若是他们真的把法子献给朝廷，换取管理这一片盐场的权利呢？那也没关系，咱们的实惠是一定会落下的。陆叔觉得让他们来管理这片盐场，能不贪吗？不光会贪，而且大贪特贪，只要贪了就是一项大罪。不管怎样，咱们都是赚。好啊，你这脑袋啊！行了，老徐反正是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你说怎么做咱就怎么做。这事儿还得再想想怎么运作，咱们不好直接出面，得找个既有身份，不会被人随便昧下方子灭口的人，还得咱们信得过，能保证卖方子的银钱能到咱手中。这样的人不好找啊。他突然眼一亮，我还真有一个武阳王长孙公孙哲，怎么样？公孙哲是京城第一大纨绔，但据我所知，公孙哲其实并不像表面那么纨绔，为人精明着呢。老王爷或许习惯明哲保身，但公孙哲却是个有头脑的。这件事儿可以让青阳去京城和公孙哲接触接触。青阳哥进京，万一……没事儿，他那会儿才多大呀？这么多年了，谁还认识他？低调点行事就行。谢战就不再纠结了，又道：还有一件事，九娘另外还说了一件赚大钱的买卖。什么买卖？徐总镖头当时眼神炯炯，顾九娘可真是个小福星，发财的买卖一个接一个的。不得不说，顾九娘对谢四郎的帮助可比他家闺女大多了，不得不服啊。九娘跟我说了一种玻璃的制法，据九娘说，玻璃是琉璃的一种，但玻璃是完全透明的，可以做成窗户，比窗户纸可透亮多了，还不惧风吹雨打，而且用玻璃做出来的镜子可以把人照得纤毫毕现。世上还有这种东西？现在还没有，但以后就有了。这东西做起来也不需要投入多少银钱，我们可以先试试能不能做出来。具体怎么做？我想找个地方先建窑子，找个会烧琉璃的匠人买下来，先烧试试。如果成功了，咱们让人带着成品进京。我本来打算找个可靠的人开作坊卖玻璃，但徐叔提起公孙哲，言的是如果公孙哲办好了，咱们不妨把玻璃的买卖和他一起做。四郎考虑得很周到，咱们虽然没见过玻璃什么样，但如果能做出来，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这么大的利润在咱们手里，迟早有人明抢暗夺，咱们保不住。如果和公孙哲合作，有老王爷的势力保护，还有国公爷照应，就好办多了。不错，
先看看严的事儿，那小子能不能办好？能办好了，咱们就带他发这笔大财。窑就建镖局里面算了，反正镖局够大，咱们就试试，也不用建造太大的窑。别的不敢说，镖局的人都是跟了我几十年的老人，靠得住，绝对不会把消息泄露出去。行，那就建镖局。事不宜迟，还得麻烦青阳哥这几天把匠人先买好，然后看看窑该怎么建，玻璃做出来就能进京了。好，老陆啊，你房子找好了吗？我在杏花巷附近已经找好了宅子，这几日把打铁的家务事都买全了，再招个小徒弟就行了。陆叔，其实不用麻烦的，我那边也没什么事。不行，还跟以前一样，老陆离你近点，有什么事也方便照应。谢战知道多说无用，也就不再反驳了。庆安那边有消息来了，可有进展？流民都带出去了吗？遇到点麻烦。前日庆安让那边的探马传来消息，那些流民集中训练的地方和荆州王的司军离得很近，流民大量逃跑，那边的司军很快就会发现。庆安只能放弃帮助流民逃跑，派人去联系阿牛兄弟。两人打算悄悄带朝廷的兵马，先把小舟山的司军和庆安发现的那处司军端了。庆安哥做得很好，先减掉荆州王2处势力，再打起来就实力悬殊，也能避免伤亡过大。娘，我不教了，他们太气人了，您老还是给他们另请高明吧。怎么了？他们几个怎么不听话了？娘，您不知道，大吉读书简直就是个漏斗，前边读过，立刻就从后面漏出去了，怎么教都教不会。二庆只要一读书就犯困，站着也能睡着觉，休息时间一到就生龙活虎。这还不算，让他们抄书，满张纸上画的不是小鸡吃米，就是老鹰刀小鸡。就三友背书快，读2遍就记住了，只要记住后就不肯再多看一眼，不是捡石头打鸟，就是扯四鱼的头发，戳二庆的鼻孔。4个人也就四鱼还安分一点。娘，我不教他们了，太难了，如果非让我教，就教四鱼一个人好了。什么叫四鱼一个人？谢六郎正诉苦，谢战从中间的家道过来了，边说着，双眼先在院子里瞅了一圈。九娘在后院扎树呢，跑不了。老六啊，你把刚才的话再跟你四哥讲一遍。谢六郎偷眼看看谢战，秒怂，凄凄哀哀道：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还能坚持。哼，让你说你就说，再唧唧歪歪就让你一直教他们。谢六郎才耷拉着脑袋，干巴巴的把刚才的话又讲一遍，语气再没有慷慨激昂的样子了。你怎么看呢？大吉不是读书的料，我去跟徐叔说，明天起就去镖局，一边习武，一边跟着镖师们长长见识。二庆虽然在画画上有天赋，但想出人头地，读书必不可少，不然胸无点墨也走不了太远。三友和四鱼2个，一个聪明伶俐，一个安静乖巧，都是可造之才。二庆和他们2个都是必须读书的。4个孩子性子不同，是该有不同的路啊。这2天呢，你上点心，早点给他们找个学堂，也免得天天精力充沛，在家闹腾。好，明天我就去打听，也给六郎找个书院。六郎底子好，再读2年就能去参加州学考试了。我可以吗？可以的。在州学读书，只要你够优秀，将来就能以乡贡的身份参加进士或明经2科的考试，到时候光要门楣就靠你了。但是有一点，不能死读书，要多看多听多想，民俗事情物价政令等等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世间的道理是相通的，你只有对外面的世界够了解，才能对书上的道理认识得更深刻。一味死读书，学到的东西永远只会是浅显的。四哥说的对，我都听四哥的。行了，这几天教几个小的辛苦了，出门去走走看看，玩玩去。我这就出去。等等，带点钱出去，看到什么喜欢的就买。说着进房给他取钱，不一会儿捏了20个大钱给他，嘱咐他早点回来，就放他出去了。出来吧，你们几个。谢大吉打头，后面跟着谢二庆、谢三友、谢四鱼，4人连成一串从墙角出来。四叔要送我去镖局，以后都不读书了？书还是要读的，但以武为主，就跟你武术一样。那还行。四叔，我不想跟老夫子学习，我想跟小姑姑学习。小姑姑懂得好多呀。你小姑姑哪有空教你？你小姑姑天天自己学医术都学不完。别想了，老老实实去学堂待着吧。我去学堂上学，我乖乖的。对，我们四鱼最乖了，奶奶最喜欢我们四鱼了。还有我，奶奶，我也很乖的。
四哥，不好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是七金那娃，赵大头家的七金被狼叼走了。什么？哪儿来的狼啊？五里坪的后山上有狼。七金和村里的几个小孩子在山脚下玩，七金追着一只野兔往山上去，突然冲出一头狼，叼了七金就跑了。村里人都追去了，大哥让我回来叫九娘，孩子万一能救回来，还得让九娘给看伤。谢战听了，转身就去后面叫顾九。老赵家那孩子是5岁还是4岁啊？4岁半了。高氏叹息一声，才那么点大，被狼叼走，很难活下来了。顾九正和芙蓉娘一人一棵树，在那里练习指力。听了谢战的话，忙跟着回来。芙蓉娘拿了些止血、消炎类的药，放在小背篓里背上。谢五郎赶马车，拉着几个人，飞快地往五里坪赶去。四郎啊，你大哥他们还在山上找人，你快带着九娘去吧。蓉娘，你留下来，赵婶子晕过去了，九娘得上山，你快去给赵婶子看看。芙蓉娘好歹跟着顾九学了一段时间了，简单的晕厥还是能看的，就留了下来。谢战牵着顾九，急匆匆的和谢五郎一起往山上去。找到了吗？你们来了，还没有找到。前面有一头狼的尸体，尸体上插着一支箭，却没看到孩子。狼杀死了，孩子呢？孩子还没找到，狼不知道是什么人杀的。老四，你快来看看，咱们该往哪边去找人？四郎，你是咱们村最聪明的人，哥求你了，求你救救七金吧。嫂子，求你了，求你救救我家七金吧，他还不到5岁呢，求你救救他吧，我给你磕头了。大头哥，快起来，先说说什么情况，我肯定尽力救七金。大头媳妇儿，你闹什么闹？还不快起来，让老四好好想想怎么办。你这样闹，他还怎么想办法？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不去找孩子？我们追着血迹到这里，就看到狼死了，孩子也没了，附近也再也找不到血迹。没奈何，把人手分成2批，朝2个方向找。可是大家都走了很远的路，也没找到，只能回来这里汇合。正打算再换个方向找找。借战看看狼身上箭支来源的方向，再左右看看，指指正前方和东北方向。你们找了这2个方向，我们找了前边和西北方，没找东北边。但那边明显有人走过的痕迹，你看那边的草都压倒了，说明人数还不少。有人从西南过来，往东北去了。到了这里，刚好遇到狼叼着孩子，那些人就射杀了狼，救下孩子。或许是给孩子包扎了伤口，所以到了这里就没有血迹了。这么说，七金没事了？去那边看看吧。众人跟着他往东北方向走，痕迹越来越乱了，还有动物的粪便，是遇到什么动物了吗？谢战摇摇头，快走，他们有危险。等等。顾九说着，探手在谢战背着的背篓里，实际是从空间中取出个竹筒，那是在老林子里取的见血封喉术的毒液。大家把箭头都沾上毒液。对，咱们剑法太糟，剑上沾了毒药，哪怕狼身上擦伤一点，都活不成了。小心点儿，都小心点儿，手上有伤的可千万要小心，沾上了就没命了。蘸好毒液，大家加快脚步往前走。天色暗下来了，村民们都隐隐担忧，远处突然冒出来火光，像是那边有人在烧火。大家急忙跑着往那边赶，只见黑压压的一片狼群围在一圈火堆外，火堆中间围了10来个人。救命啊！救命啊！快救救我们！见喊救命的是个胖胖的年轻人，这人他见过，就是在百草堂卖人参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把发胖当肿了的白胖子。怎么是那个家伙呀？这人果然傻乎乎的。是七金，是七金，我的七金啊！别去，都是狼，不要命了你！2句话的功夫，一半的狼已经到了近处。谢大同和周虎这几个准头好的已经飞快走到人前，数箭齐发，登时射死了当先的几头狼。狼被激怒，一个个飞快奔过来。走，咱们也去帮忙，把火还围好，别让这些畜生趁机进去。七金在里面呢。那边有火，狼进不去。也不知道是被杀怕了，还是因为头狼死了，有些狼扭头就要逃跑。他们要跑，大家加把劲，别让他们跑了。狼记仇，这次让他们跑了，以后就会一直去村里报复。这时旁边突然跑来一头狼，跃起来就朝白胖子扑去。完了！摇手臂膀，英俊潇洒的脸不能咬坏了。
等了片刻，预想的疼痛没有到来，他悄悄地放下手臂，发现那头狼脑袋上插着一支箭，倒在地上。顾九最后一支箭救了白胖子。你，他见过这个牙尖嘴利的小姑娘，不是个大夫吗？怎么还会射箭？我怎么啦？剩下的几头狼被谢战和谢五郎几个人很快就射杀完了。舅娘，你快来看看我家七七，快来啊！顾九急忙跑过去查看，只一眼就摇摇头，这孩子没救了。不行了，没气儿了。我们救下他的时候就没气儿了，本来想挖个坑给埋了，哪知道突然来了一群狼，只能带着这孩子不停地逃。舅娘，你快救救七七，嫂子求你了，救救我家七七吧，我家七七还能救。赵大嫂，你醒醒，七七没救了，别难为舅娘，她又不是神仙，救不活死人。舅娘啊，要不你再看看，万一还能救呢？你们怎么听不懂人话呢？这孩子早死了，我救他的时候就是死的。我的七七呀！舅娘，先给大家看看伤吧。顾九指挥着谢战和谢五郎给轻伤的几人伤口上撒上3七粉止血。众人走了半个多时辰才下到山下。都饿了吧？快来吃饭，咱们庄户人家饭食简陋，公子别嫌弃。不用麻烦了，我们这就要回城了。这么晚了，城门要关了吧？公子如果不嫌弃，今晚就在咱们村将就一晚上，明早城门开了再回去。不用，我爹是刺史，我到城下一叫，门就开了。谢家人都愣了一下，就这么个又怂又二的货，居然是刺史大人的儿子。我家里有马车，这里距离城门还有段路，要不咱们送程公子一程？不用，我们骑了马过来，马还拴在北边山下，我家小厮还守着呢，这会儿啊，指不定要急死了。我们走了，今日多谢你们救了我，来日如果有谁欺负你们，就派人去刺史府说一声，本公子一定给你们做主。你今日救了本公子，本公子也会报答你的。说完就急慌慌地走了。我长得很吓人吗？好看的吓人。我也这么认为。晚上，顾九、谢战、谢五郎和傅荣娘4人就在五里坪住下了。次日一早，以前咱们在槐树村的时候，一马平川，也没有个山给咱们捡柴火，打点野味。到了宣州了，终于有山了。本来想着是好事儿，谁知道并不完全是好事儿啊！山上不光有狼，谁知道还有什么野兽？万一再来个老虎、野猪什么的，咱们还活不活了？那能咋办啊？咱们注意着点儿，交代家里的孩子们，没有大人陪着，别上山就行了。后山不算太大，山上的狼约莫也不会太多。咱们昨日打死一群，就算还有，也不会成多大气候。但就是还得防备着其他野兽。这边以前没有人烟，山上的野兽可以随意下山。今后咱们在这里住得久了，野兽也不会轻易下来攻击人。如果大家担心，不如在村子外围建一圈围墙，就算不为了阻挡野兽，也能防止流民抢劫。那就建围墙。建不就多花点钱吗？建了围墙，今后几十年、上百年，咱们就安全了。大家纷纷表态，表示愿意建围墙。谢大郎一锤定音，把这件事敲定下来。爹娘，这位就是谢村长，后面的都是五里坪的村民，这2位就是家父家母，你们救了我一命，我爹娘特意上门来感谢了。谢战和谢大郎以及村民们急忙插手围礼，齐齐躬身拜见刺史大人。诸位乡亲们，不必多礼，昨日承蒙各位援手，救小儿一命，我这里还要多谢各位呢。不用多礼，不用多礼，乡亲们快起身。大人客气了，昨日若非令公子从狼口夺下村里孩子的尸身，我们也不会追着狼群找到令公子。令公子种下善因，才能得到善果，不敢称救命之恩因果相报而已。你是读书人，在哪家书院读书？小子和家人刚从荆州来宣州落户，目前还没来得及找书院。村民们着急忙慌的把谢三郎出品的3把凳子搬到干净的空地，这是村里最上得了台面的凳子了。谢村长一起坐，还有这位小公子。小子谢战，谢村长乃家兄。你们既然是荆州人士，为何会到宣州来落户？我们家乡原在荆州西南，因居胡眼决堤，不得已到荆州城讨生活。但大家失了土地，也没有谋生的手段，所以才想换个地方讨生活。听闻宣州气候温和，适宜种植草药，我们就来了。宣州适合种植草药吗？听闻你们村子里有位小大夫，昨日还救了小儿一命。宣州能种植草药的事，可是这位小大夫说的，能否见见？舍妹的确对草药种植略有所了解。
顾九正在不远处百无聊赖的看张氏和孙氏剥狼皮，听到谢战叫他，就小跑过去。快来见过刺史大人和夫人。顾九乖乖的上去行礼。啊，小姑娘长得可真好看呀，简直太好看了！快到我身边坐。几岁了呀？这么小就会医术，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别瞎打岔，我有话问这位小姑娘。小大夫，你觉得咱们宣州气候适合种药材？对啊，宣州这边山水多，林木繁盛，有腐叶土壤和壤土的地方挺多，非常适合种植药材。都能种植哪些药材？那可多了啊，决明子、桔梗、金银花、汉半夏、板蓝根、防风、人参、黄芩、沙参等等，全都是用量很大的药材，容易种植，还不愁卖不出去。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顾九。谢顾九，好名字。令尊姓谢，令堂姓顾，谢家和顾家的姻缘长长久久，这寓意真好。不是，我姓顾啊，跟母亲姓啊，挺好的。我姓江，我女儿叫程燕，叫江燕也挺好听的。回去我就给她改个姓。夫人您开心就好。舅娘啊，听说我家那臭小子差点被狼咬死，是你一剑救了他。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活不成了。你救了他，就是救了我，我这心里对你的感激啊，就像你们村里前面的溪水，连绵不绝。不至于不至于，当时的情况是个人我都会救。你行善是你的事儿，我们程程总是你救的，救命之恩得以以身相许。你救了程程，程程就……顾九瞪大双眼，他总算知道程公子身上那份不着调根源在哪里了。夫人，九娘不是跟母姓，她姓顾，是在下未过门的媳妇儿。唉，好姑娘都是别人家的呀，年龄这么小就定亲了，真是可惜了。不可惜，谢战挺好的，错过了才可惜。快，附近风景不错，带你娘去逛逛。这附近不是草就是草，没什么好逛的。要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哦，舅娘陪我逛逛吧，你们这地方山清水秀的，风景不错。我还有事问这位小姑娘，你自己去吧。不就嫌我话多，我不开口了还不行吗？果然，程夫人重新坐下，不开口了。好不容易找到个能降服他儿子的姑娘，哪知道人家定亲了。唉，缘分来得太晚啊！你们那边开出来的荒地，是不是打算种植药材？回大人，我们是打算先种植几亩地试试，准备试种哪几种？种子可有购买的渠道？先试试桔梗、白芷、沙参、黄芪这4种。九娘能弄来一些种子，还不知道能不能试种成功。前期不打算种植太多，这几样药材容易种植吗？多长时间可以收获？黄芪今年已经错过了种植时间，其余3种药材现在种正是时候，最晚到8月底就不能种了。桔梗和白芷的生长周期短，最晚8-9个月就能成熟。黄芪和沙参的生产周期长，最少得3年以上，黄芪甚至得5到10年，但价格也高很多。短期的还有哪种药材好种植？防风、白术、板蓝根、牛膝这种种植周期都短。那就先种植桔梗、白芷、白术、防风4种，沙参和黄芪先少种些。谢村长，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种植，种子如果不够，本官给你找。如果种植成功了，本官做主，给你们村子免5年粮税。草民带5里坪的村民们感谢刺史大人，但是有一点，必须是种植成功了才行。如果药材没长出来，或者种出来的药材药效不行，就当先前本官的话没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种活，能不能成，试试就知道了。种成了固然皆大欢喜，就算种不成，顶多是有点损失，不能因为担心种不成而不去尝试。小哥说得对，你们大胆的尝试，如果真的种出药材，种子一定留着。本官将来要让半个宣州的土地都种上药材，把宣州打造成药材之乡。如果有那么一天，本官记你谢家一大功，将来宣州地质上必定有你谢家浓墨重彩的一笔。草民定全力以赴。现在已经是7月下旬了，时间不等人，这样
本官会为你们找农人帮忙开荒，甚至工钱也可以帮你们垫付。将来种出了药材，这部分工钱刺史府出，种不出来，你们就得把工钱还给刺史府。你们敢不敢做？谢大郎有些犹豫，村民们却盲目的相信顾九。九娘说咱们这里能种药材，我信九娘。对，九娘是福星，九娘让咱们干，准没错的。我们听九娘的，九娘说干咱就干。谢战轻轻拍拍顾九的小肩头，任重道远啊，姑娘。程刺史在五里坪走了一圈，又去开好的地里看看土质，都留到午时，在谢家吃了顿饭，才返回城里。难学嘛，你嫂子们都半点不懂医术，笨手笨脚的，万一学不会可咋整啊？一点也不难学，很简单的，保准一学就会。如果不难学，这件事倒是可以做。我对家里的发展有个想法，大嫂在城外帮着做饭，如今也回不来，就算能回来，大嫂是长嫂，本来事情就忙，大哥一心帮衬村里，想带领大家种植药材，大嫂也不能置身事外，这件事大嫂就不用参与了。九娘说能培育出猴头菇，而且当初带着大家来宣州，也说的是到这里来养猴头菇。那九娘不妨把法子交给大嫂，让大嫂带着村里人，闲暇时在五里坪养猴头菇。二哥一直有教珠心算的想法，而且也练习的差不多了。房子盖好后，二哥想开馆授徒怎么都行，不仅仅是一项营生，最重要的是在大晋推广珠算，能改进学习方式，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事。100年后，大晋珠算历史上必定有二哥的一席之地。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九娘一手促成的。不，我自己只是知道方法，自己都不会算，都是二哥琢磨的。具体推广的也还得是二哥，我的功劳就小指甲盖大小。珠算普及开后，届时肯定会用到很多算盘，三哥就可以开个作坊，专营算盘生意。九娘之前和三哥商量，打算做牙刷子售卖，这件事就暂时不做。一来村里人都忙着种药材、种猴头菇，咱们没有人手来做；二来牙刷子工序麻烦，耗时耗力，利润薄，还容易模仿。重要的是和珠算的推广一比，这件事就显得无足轻重。咱们家既然有了其他好的营生，就无需事事都抓。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仅只是赚钱一道，说能留下些什么，才没有白来人世一遭。高氏满眼自豪地望着两人，这两个孩子不局限于蝇头小利，格局大，目光远，必将会是名留青史的人。九娘说的帮夫人做产后恢复的事，二嫂、三嫂和荣娘姐姐可以做，这样一来，我们家里每人都有自己的营生。二嫂和三嫂做吧，我还是想跟着九娘。九娘的很多事情得有助手，我好歹懂点医理，也能帮得上九娘。好啊，有荣娘姐姐帮我就轻松许多了。老四这样安排呀，很好，就按老四说的干。但有一点，咱们家以前地里的活都是自己干的，今后大家都要忙，地里的活计就要垫出去了。这不算是个事，庄稼地里的收成，一年辛苦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垫给佃户，省出点人力来，好好把药材种好。甚至药田里的事，靠大哥大嫂肯定忙不过来，也要雇人打理。明日啊，老五跑一趟五里坪，告诉你大哥，既然要把地垫给别人，就多开点荒出来。这年头啊，到处都有失了土地的流民，咱们多开荒地，多雇佃农，少收租子，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咱们呢也算是积德行善了。好嘞，我明日就去。四哥，那我呢？我干什么？前几日我和徐叔说好了，过几天你就去从军吧。什么？为什么要从军啊？去哪里从军啊？要打仗吗？高氏倒是老神在在，这件事谢战跟他商量过，目前家里的当家人已经悄咪咪的变成了老四。你就去宣州折冲府。至于为什么让你去，是我跟徐叔商量的结果。你年纪大了，再在镖局混下去也没什么前途。你力气大，武艺不差，人也不傻，运气好的话，短期就能混个团校尉回来。谢五郎就立刻怦然心动，他四哥是只小狐狸，听话保准没错的。我和六郎将来要科考，说不定没等我们考出来，你就已经混出个人样了。咱们家没权没势，你要是出人头地了，将来再发生卖人参的事，也不用担心被人坑。家人出门把你的名号一报，谁还敢欺负咱们？好，我去，我不混个人样，不回来见你们。大可不必啊，五哥。妹妹，我可以的。大家如果都出去做事，家里这么大地方，白天没人也不行。我想买几个人回来，首先得有个守门的。对，宅子太大，每次回来敲半天门都没有人听到，真的赶紧买个看门的人了。另外，嫂子们都忙着，娘身体不好，就没人做饭了，还得买个灶上的人。我去读书，五郎去军营。
家里女眷出门就没人赶车了，还得买个车夫。他们家里如果不是九娘，哪里就到了买人的这一步？一切都托了九娘的福。哎，他这软饭得吃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是沾了我们九娘的光，若不是九娘啊，咱们哪有今天的日子呀？说不是你们收留了我早就被大水冲走了。再说了，作为家里的一份子，给家里出力不是应该的吗？除非你们从没当我是一家人。九娘就是咱家里人，若不当九娘是家里人，咱们也不能心安理得住九娘买的宅子。谁说我们九娘不会说话来着？看这话说得多好啊，娘都没办法反驳啊！难道你们一直觉得我不会说话啊？没关系，九娘会不会说话都没关系，不需要你小心翼翼去察言观色，做你自己就行。家里发展大计商量好，就各自散去。小姑姑，快去给沈喜宝看看吧，他要死了。谁是沈喜宝？他怎么了？小姑姑，快去看看，沈喜宝是咱家邻居，是我的朋友，我们玩得好好的，他突然翻白眼了，还口吐白沫，像吃了皂角一样。沈喜宝是怎么犯病的？就是大家玩得好好的，他突然就翻了个白眼就倒了，他的手还一直抽抽，腿像蛤蟆一样一直蹬。顾九一听这症状，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这可不是什么好治的病。三人出了大门，就看到不远处一群孩子围在那边，有的蹲在那里叫着沈喜宝的名字。婶婶，喜宝就在这里。喜宝，小梅，快让大刘讨车去请大夫。小梅答应一声，飞也似的跑了。顾九急忙加快脚步，把挡着的几个娃娃拨开，挤过去。等等，别动弹，我来看看。婶婶，我小姑姑是大夫，我小姑姑很厉害的，婶婶让我小姑姑给喜宝看看就好了。荣娘姐姐，让孩子们都散开，她呼吸不上来了。快散开，别围着，我小姑姑要给喜宝看病啦。顾九三两下把喜宝的上衣扒开，又去解他的腰带。你干什么？顾九手上没停，也不跟他解释。有帕子没？快叠起来塞他嘴里，别把舌头咬断了。奈何喜宝这会儿牙关紧闭，试了几下完全塞不进去。顾九一手在喜宝下颌两侧一捏，夺过帕子就塞喜宝嘴里了。上衣扒了，让他翻个身，背朝上。荣娘姐姐，针。顾九取出一根毫针，十分准确肯定的刺进喜宝的大椎穴。小儿癫痫发作期间，用强针刺激泻法，不留针。这一组针，大椎、神道、人中、百会。随着最后一针拔出来，喜宝的抽搐显而易见的减轻了，然后停下来，双眼也缓缓恢复。救过来了，真的救过来了！谢谢你，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小姑娘。快把衣服给她穿好，扶回去休息吧。姚三娘哎了一声，给喜宝整理衣服，一边哭着骂他：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身体不好，我让你瞎跑，又悄悄地溜出来，快吓死娘了。喜宝不怕啊，我小姑姑可厉害了，让我小姑姑给你治病，你的病好了，我们就能一起玩了。就你机灵，我小姑姑就是很厉害的，我小姑姑治好了大哥舅舅的病，能把死人救活。小姑姑救不活死人，能救活的就是还没死透。本来见顾九几针就止住了喜宝的抽搐，就对顾九的医术信任几分。还得麻烦小大夫再给小儿看看，小儿这病有2年了，看了许多大夫都没有治好。小大夫如果能治好小儿的病，我给你立场上牌位。这就不必了，浪费那木头干啥呀？要不姚太太您扶着孩子回去，让九娘去您府上给孩子看个诊，治不治得好还得仔细看看。好，那就麻烦二位了。二庆、三友，你们去哪儿？该上课了，找你们好半天了。快回去，小心你们四叔回来罚你们。3个孩子听到四叔回来会罚，才不甘不愿地串成一串回去了。顾九跟着姚三娘进了院子。顾九已经肯定了沈喜宝这是小儿癫痫，但引发小儿癫痫的原因有好几种，得查清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您生喜宝的时候有没有难产？生产的时间长吗？没有，我生他的时候还算顺利。癫痫也有可能是遗传的原因，您的家里或者喜宝父亲的家族有没有癫痫症的？喜宝娘再次摇头。还有一种引起癫痫的原因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这时代没有仪器，想通过仪器查出来不可能。太太，大夫来了，大爷爷回来了。是你啊，杜郎。顾小大夫在这里，那就没事了。哎呦，我的老腰啊，可要颠散了。
姚三娘惊讶地看一眼顾九，没想到邻居家的这个小姑娘还挺厉害，得到同行的认可可不容易。怎么又犯病了？上次不是才间隔10来天？姚三娘冲沈大郎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杜老大夫跟顾九探讨喜宝的病情。这孩子的病以前都是我看的，有2年了也没有起色，像这种小儿羊儿风，我实在是能力有限，实在有愧呀。顾小大夫医术了得，不知道可有什么办法？这病您老以前都是怎么治的？丹溪心法有云，无痰不作涎，痰是治涎之源，一家都以竹痰、祛痰来治疗。这种说法也对，但不算全面。小儿癫痫就是羊儿风，病因有很多，必须找到治病的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还有很多种原因，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羊儿风？还请顾小大夫教我。姚三娘再次震惊，杜老的医术在宣州城已经算是顶尖的了，实在是没想到会这么诚恳地请教一个小姑娘。看来这谢家的小姑娘真不简单呐。杜老可别，我小人家的可承受不住您老这么大的礼啊！医术本来就是治病救人的，藏着掖着，再好的医术岂不是浪费了？顾小大夫胸襟广阔，老朽汗颜呐。您老汗是挺多了，要不您歇歇咱们再说？不用，这就开始吧。引起小儿癫痫的第一个可能的就是家族遗传。刚才我问了沈家嫂子，他们家里没有这种病人，所以就排除遗传。第二种是围产期受损伤，就是在生产的时候难产，产程过长，导致胎儿在母体缺氧。什么是缺氧？我们一呼一吸，吸进去的就是氧气。胎儿如果长时间不能呼吸，脑子里面就会受损伤，导致癫痫。如果是这种原因引起的，那就是不可逆转的，治不好。第三种可能，高热惊厥后脑子也会有损伤，同样会导致癫痫。喜宝可曾经高热惊厥过？高热有过，但是没有惊厥，那就不是了。第四种可能，脑子里面有寄生虫。脑子里有虫子？虫子是怎么进去的？难道顺着耳朵眼钻进去的？不是，是不小心吃了带虫卵的肉，蛙呀、虾呀、螺丝和蛇这些肉里有可能会含有寄生虫。还有病猪、病牛死后肉里可能会带有虫卵，如果生吃这些肉，或者是没有煮熟的，那这些虫卵就会进入人的身体，然后在人体里面孵化成虫。这些东西里都有虫卵？倒也不是都有，只是有些病猪、病牛和部分野味里面还有虫卵。不吃生的或者是没煮熟的话就没事儿。吓死我了，我以为都有虫呢。我家喜宝长这么大就吃过猪肉、牛肉、羊肉和鹿肉，都是做熟了的。像小大夫说的蛙、蛇还有螺丝什么的都没吃过，应该不是脑子里有虫子吧？喜宝除了偶尔犯病之外，平时有没有看东西模糊或者是突然晕倒的状况？没有。那就不是了。虫卵吃到肚子里后是怎么跑到脑子里去的？顺着血液流去的。我们身上的血液是不停循环流通的，虫卵被血液带着流到了脑子里，在那里安家孵化成虫。第5种引发羊儿风的原因是身体抵抗能力差，容易引发外邪，经常发热。喜宝打小身子就不错，跟个皮猴似的，羊风是这2年才犯的。第6种可能，外伤引起的，比如脑袋磕了碰了，颅内软组织损伤。顾九这话还没说完，姚三娘脸色就变了。听到了没有啊？沈家，你听到没有？是你娘，是你那狠心的娘把喜宝推倒，撞在假山上，一定是这个原因。那是你那狠心的娘。喜宝那时候才5岁，他怎么下得了狠手，把孩子往石头上撞，害得我喜宝白白受了2年的罪，书不能读，门不能出，天天关在家里。小大夫，你确定喜宝的病是撞的吗？我刚才说的几种情况，如果你家孩子都没有，那就是外伤引起的羊儿风。那还能治好吗？小童，扫描一下，喜宝是不是有颅内损伤？系统很快答复他：是的，宿主，患者右脑曾出现凹陷型骨折，目前已经长好，但曾经凹进去的颅骨伤到了脑组织，导致患者癫痫。小大夫，我求你了，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喜宝，我此次艰难，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孩子，求你一定要救救他。顾九皱皱眉，这年头的患者家属怎么都喜欢来这招啊？沈太太快起来，咱们都是邻居，我们九娘说能治就一定能治的，您快别这样，九娘年纪还小，可受不起您这样的礼。对呀，你快起来，不能治你就是把脑袋磕破我也治不了，能治
我肯定会治的。沈太太，快起来！顾小大夫医术了得，人还善良，如果他能治，肯定会给贵公子治疗的，您放心。顾九转身去检查喜宝的脑袋。我还难受吗？能坐起来吗？能。因为有系统的提示，顾九就只在右半边摸索，很快就摸到手下一小块地方有些不平。杜老，您来看看，这里果然是受过伤，骨头凹进去了。但小孩子长得快，已经长好了，但毕竟不能和原来一样，还是能够摸到一点不平。杜老大夫也上手去感受一下，随即点点头。果然是这样。当初喜宝撞了脑袋，你娘还一说没事，只是轻轻碰了一下，这是轻轻一下吗？骨头都裂了。分家，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赶紧分家，我就带着喜宝跟你和离。你跟你娘和你弟弟一家过去吧。分家？亏你开得了口啊！来人是姚三娘的婆婆沈刘氏，沈刘氏身后还跟着姚三娘的弟妹小刘氏。婆婆来得正好，刚大夫给喜宝看过了，喜宝的阳风就是因为您老当初推的那一把导致的。我喜宝落下这么个病，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辈子算是毁了。我说分家过分吗？想分家没门儿，父母在，不分家老娘还活得好好的。想分家等我死了再说。大嫂，这就是你不对了，哪有父母在堂就分家的？大嫂这样挑拨着大哥分家，传出去，大嫂您是不怕挨骂，大哥还怎么做人呢？闭嘴，有你什么事儿？滚一边去！平时婆婆去我房里偷拿首饰给弟妹，问大郎要孝顺银子，给二弟偷偷的买铺子，这些我都能忍。婆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帮着二弟家的福宝抢，我也能忍。但是喜宝他也是您的亲孙子呀，您怎么忍心把他推到假山上，任由他撞破了脑袋，还说他自己笨，站都站不稳？天下有您这样的祖母吗？外人都没有您心肠狠。这宅子是我的嫁妆，当初是为了大郎读书方便才到这边住的，您老和二弟一家厚着脸皮跟过来住也就算了，现在住着我的宅子，花着我的银子，还打着我的孩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些年你总说你父亲去得早，你是家里长子，应该奉养母亲，照顾弟弟，因为这个你一次次满足你母亲和弟弟的贪心，但是你看到了吗？你的好心都喂了狗了，人家花着你的钱却把你儿子欺负吊死了，你知不知道？你儿子随时都会犯病，一辈子都没办法读书，一辈子都没出息。你用你儿子来成全你的孝心，来成全你作为兄长的责任心，这是好样的。沈大郎，我告诉你，你愿意一直忍下去，你就自己忍去。我是不愿意忍了，我给你两条路，要么就让你老娘带着你的吸血虫弟弟搬出我的宅子，两房分家；要么我跟你和离，我带着喜宝过，你就去好好做你的大孝子、好兄长吧。我不活了，我让我死了算了，活了大半辈子，让个不孝的小娼妇指着鼻子骂，我不活了。老大，你今天不打死这个小娼妇，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哎呀，可真是冤枉死我了！我就是看大嫂的首饰漂亮，才买了一模一样的，却被大嫂诬陷成贼，今后可怎么让我见人呢？我不活了，我呀！顾九看得简直目瞪口呆，看着这一老一少两个泼妇，一皮还比一皮厚啊！杜老大夫深觉会污染了顾九纯洁的小心灵，赶紧伸手拉拉顾九，从旁边绕过，冲姚三娘和沈大郎拱拱手，转身就走。抱歉了，改日沈某再登门拜谢。今日让两位看笑话了，我家喜宝的病因能找到，我万分感谢。过2日家事处理完，我再登门拜谢二位，怠慢了，两位慢走。沈太太客气了。喜宝先跟着爷爷去隔壁玩好吗？姚三娘看到了，朝芙蓉娘屈膝，感谢她照顾沈喜宝。这会儿他们家马上要爆发一场大战，孩子在家还真不方便。刚才你说的脑子里有虫还能治吗？要怎么治？改日我去找杜老，再仔细给您老说说。今日还有事，先走了。说着一溜烟跑回隔壁。顾九一路小跑来到东边的花园子。小姑姑，你听什么呢？啥都听不清啊。那个，我听听喜宝还哭吧，不哭了说明病就好了。可是喜宝住在这里啊。那啥，我还有事情没做，就先走了。中午的时候，高氏和许氏就买了人回来，却是一家4口，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老娘和一个儿子。一大早，谢五郎背着自己的行李就打算出发，怀里揣着顾九给的100两银子。100两银子那么大个，
带去军营往哪放？不是等着贼惦记吗？放家里，谁还能给你拿走了不成？谢战说的对，大元宝还是放家里吧，您拿这个小的去。谢五郎才恋恋不舍地把大元宝放回去了。五哥，你到了那里可不能受欺负啊！别人欺负你，你得打回去。如果他们仗着人多，你就用毒，不能毒死人。我给你养养粉，迷药，还有拉肚子的药。顾九说着，打开自己的小袋子，取出几只小瓷瓶，一股脑地塞给了谢五郎。五哥，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啊！妹妹，放心吧，五哥一定不会被别人欺负。等着五哥混个大将军回来，给妹妹撑腰。够了，军中10天一轮休，没几天就能回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一走要10年20年呢。啊！谢五郎和顾九同时愣住了，原来10天就能回来了呀，和谢六郎叔侄4人是一样的。唉，那啥，五哥你赶紧走吧，晚了小心挨军棍。走了，这就走。终于，家里上学的上学，从军的从军，盖房子的盖房子，各自都有自己的事情忙碌。谢战把家里都安排好，带着城里的家人一起去五里坪。这一片都是咱家的，我本来打算咱们家先种药材，万一不行，乡亲们也不会有损失。但大家想一起种，都说就算种不出来，他们也认了。先期打算每家种多少？种子够吗？刺史大人送来的种子够每家种1亩半亩的，也不用4样药材都种，每家种1样就行。我这边的种子不多，只够家里的，咱们家就用我的种子，到时候看看不同的种子种出来的药材药效是否相同。谢大郎自然都听顾九的。山地开出来了吗？开出一些，刺史大人给的沙参和黄芪种子不多，就开了一小块，要上去看看吗？山地还没种吧？我想自己种。会？不会？你会吗？叫声好听的，我教你。谢大郎瞥他一眼。这还有个喘气的，注意一下子啊，老弟。大兄弟。谢战挑眉。那宝宝，小战。行了，咱们这就去吧，你还是别叫了。少阳，你以为你能接得住九娘的话？谢大郎先回去把沙参和黄芪的种子带上，背了锄头，带着2人上山。次日，谢战送他去严氏家里扎完针，回来的时候，马车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大家都往县衙大门的方向跑。大叔，那边出什么事了？大家为什么都往县衙跑？去看热闹，有个老娘们儿状告亲儿子不孝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种事儿可是不常见。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去占个位置。咱们也去看看吧，看看这儿子到底有多不孝顺，才逼得亲娘到衙门里告他。自家这小姑娘好奇心旺盛，她能咋办呢？宠着呗。这不孝子任由那小娼妇糟践我这老婆子。是咱们家邻居，真是稀罕。这老太婆把亲孙子推倒在假山上，脑袋都磕破了，怎么还有脸状告儿子不孝啊？这人的脸皮，蚊子叮一晚，口气崴折了都叮不透，割下来都能够做铠甲了，保准刀枪不入。谢战没忍住，扑哧一声笑喷了。小姑娘一张嘴也是大杀气呀，一开口能抵10万兵。我怕我不行，我骂人太深奥，敌人还得想好久，没沈婆子这样的好使。老头又是一阵笑。好好说话，再敢哭闹骂人，先拉出去打一顿。草民的大儿子不孝顺，要把我这老婆子赶出去，还要和老二分家。他爹死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谁知道他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听他媳妇撺掇着，非要分家，不养我这老娘。大人呐，您可要给我做主啊！这种丧良心的不孝子，大人一定要把他关进大牢。要不要本官起来？你坐这里，案要怎么审，还用你来教本官？哪能啊！沈吉安，你老娘告你不孝，老娘在堂却妄言分家，你可有什么可说的？大人，草民没有不赡养母亲，也并没有把家母往外赶，草民只是想分家。大禁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父母在堂不能分家，父母在不分家只是约定俗成，草民并没有触犯律法。家母所告的不孝罪名，草民不认。你这个不孝子，非要赶走你弟弟一家，忤逆老娘，就是不孝。本官让你开口了吗？再敢胡乱插嘴，本官可要打人了。沈吉安，你母亲有句话说得对，忤逆父母的确算不孝，你怎么看？禀大人，忤逆2字，草民不敢苟同。孝经有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草民明知家母行为有差，却不能劝谏，而是一味盲从，陷母于不义，才是真正的大不孝。哦，不知道你母亲做了什么事，你认为不能盲从？回禀大人，
草民生父早亡，自幼家贫。草民长大后读书上颇有些天分，因此岳父大人才舍得将女儿许我为妻。岳父家富裕，卓京陪嫁颇丰，我沈家靠着卓京，日子渐渐好过。4年前，草民有幸进入州学读书，因为家远，来往不便，卓京就带着一家人搬进了位于杏花巷的陪嫁宅子里暂住。家里老娘还有弟弟、弟媳以及2个侄儿一同跟着搬进卓京的宅子里住。啊，这也太不像话了吧！那是人家的陪嫁，人家男人要读书过去住也就算了，怎么一家子都跟着过去了？那不是因为还有老娘得奉养？哎呀，你们看那老婆子刚才嚎那几嗓子，声音多响亮啊！那身体棒的都能打死一头牛了，也不用时时刻刻让儿子在身边照顾吧？长子要读书得出去住的，家用给足，让老二照顾不就行了吗？老二又不是缺手缺脚。对啊，谁家不都是这样子？一个儿子有事外出，另一个儿子照顾爹娘，哪有老二不光不照顾爹娘，还跟着去嫂子陪嫁的宅子住的？我怀疑沈大郎不是他娘亲生的，这心都偏到胳肢窝了。卓京是个大度的，没有嫌弃家母舍弟，让他们在那里住着，并买了下人伺候。就算家母一直偏向弟弟一家，卓京也因为孝道一直忍着。可是舍弟因为有母亲偏疼，不是生产，在外吃喝嫖赌，母亲借着各种由头管草民要钱，要来的钱财供二弟挥霍。草民一个书生，能想到的赚钱门路也只是给人抄抄书，能得几个钱？母亲逼得紧，也只能厚颜跟卓京开口要。一次一次，母亲把从卓京这里弄来的钱都给了二弟，因为母亲纵容，才使二弟越来越放荡，只管自己玩乐，妻儿老母全然不管。草民作为家里长子，理应管教二弟，令其好好做人，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不是一味依附兄长。若因为这样违逆了母亲的意愿，草民认为这不是忤逆不孝，一味顺从母亲养废了兄弟，才算是大不孝。什么东西啊！明知道大儿子没钱，还想办法要钱，这不明着扣儿媳妇的嫁妆吗？就是，管大儿媳妇要钱，给二儿子一家花。他们家的老大不是亲生的吧？难道是抱养的？不应该，他自己能生，抱养别人的干什么？我觉得沈老大肯定是他爹前头的媳妇儿生的，这老婆子是继室。沈吉安说的你可听清楚了，分家不足以定罪忤逆，如果只是不给你家沈二银钱挥霍，那也算不上忤逆。你可还有什么要说的？大老爷啊，您可不能听这不孝子胡说八道。民妇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好，3天2头的生病，他不应该拿钱出来给他娘看病吗？他没有银钱，可他媳妇儿有啊，儿媳妇儿拿钱给老婆婆看病，不是应该的吗？哦，说的也没错，儿媳妇给婆婆看病抓药的确应该。沈吉安，你怎么说？大人，请允许民妇说上2句。说。禀大人，大郎是长子，奉养母亲照顾弟弟是应该的。婆婆生病，民妇做人儿媳妇的，拿钱给婆婆看病抓药也是分所当为。但是婆婆分明什么病都没有，却天天装病要钱，要了民妇的嫁妆，转手就给了二弟。说婆婆硬要说自己身体不好，拿钱就是为了给自己看病抓药。那么民妇想请求太爷帮忙问问婆婆，生的是什么病，看的是哪位大夫，抓的是什么药？回答。也没去药堂看诊，就是自己买了些补品都吃了。哼，婆婆从我这里要走的银钱，我这里每一笔都有记账，仅去年1年就有660两纹银。请问婆婆是吃了什么，要花费这么多？婆婆就是顿顿把补品当饭吃，也得能吃得完呀。大人，草民是大夫，草民有事情要禀告。你要禀告什么？顾九跨进大堂。禀大人，草民是大夫，草民可以证明这老婆婆撒谎了。哦，怎么撒谎了？俗话说是药3分毒，医家认为药的毒是只有偏性的东西，医家用药的偏性来纠正身体的偏性。如果身体健康，就不适合乱吃补药，例如人参补元气，但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常吃人参是要出大事的。其他补药也是一样，如果不遵医嘱随便乱吃，补得过了就会打破原本的平衡，身体一定会出问题。但我看这位老婆婆声音洪亮，行动自如，脸色红润有光泽，说明身体很好。先前老婆婆说并没有看大夫，也就是说补药是乱吃的，但乱吃补药还1年吃了几百两银子，这样子都没有吃出问题来，除非是铁打了身子。所以说老婆婆说的吃补药一说，我认为不可信。我是一名大夫，我为我自己说的话负责，如果大人不信的话，可以请任何一位大夫来询问，当然不能是庸医。本县信，但不知道
沈刘氏，你信不信？周大人，下官宣州医署陈本文。原来是陈医令，来人，给陈医令看座。大晋太常寺下设有太医署，下属每个州府都设有医署，州府医署由医令掌管，医令是正七品。下官只是看客，不敢打扰周大人审案。下官站出来，只是想为这位小大夫做个保。方才这位小大夫的话，句句是真，没有半点夸大其词。补药都有偏性，有的性凉，有的性燥，有的虽温和，但不是所有人的身体都适合。还有的补药服用的时候得分时令，比如属伏天服用性燥的药，会出现口干舌燥、面色赤红、精神亢奋、失眠等症状。不遵医嘱，长时间乱吃补药，身体一定会出问题。这位老太太几年时间随意乱吃补药，身体没有出问题，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要么就是小大夫说的身子是铁打的。你们信有人的身体是铁打的吗？不信。哟，晨曦关帝庙里铁铸的关二爷。看是个人都不信，那么就只能是老太太说了假话，她压根儿没吃过什么补药。说完，再次冲周县令拱拱手，笑着跟顾九点点头，重新退回吃瓜群众的位置。你还有什么话说？民妇就是吃了补药，可谁知道？公堂之上还敢撒谎？你当本县的板子是纸糊的不成？民妇不敢，民妇再也不敢了。这些年，二弟拿着婆婆从民妇这里要来的钱，除了在外吃喝嫖赌之外，还买了间铺子。一转手，民妇的嫁妆就变成了沈二郎的私产。不仅如此，民妇的首饰也经常莫名其妙失踪，过几日却出现在弟媳身上，甚至有一次出现在了弟媳娘家嫂子身上。大嫂，你可不能诬赖人呐！我看你的首饰好看，就买了一模一样的，怎么就是你的啦？还有我们二郎在外面哪有什么铺子啊，哪有什么私产，你可别胡乱诬赖人呐！大人让你说话了吗？就敢胡乱插嘴？你自己买的？哼，你娘家兄弟姐妹7个，穷的裤都穿不起，还买金首饰。老二游手好闲，没个正经营生，养孩子都靠得兄嫂，把你夫妻2人榨干熬油，也买不起你头上的一片金叶子。哼，民妇的丈夫是个读书人，将来还要参加科考，婆婆动不动就拿不孝要挟。为了大郎的名声，这些年民妇忍气吞声，只要是能让她静心读书，就算是破点财，民妇也不在乎。但是婆婆不光一心一意向着二弟，就连二弟生的孩子，婆婆都看得比民妇的儿子要重得多了。平日吃的穿的，婆婆总是要给二弟家的孩子挑选完，才能轮到民妇的儿子。太丧良心了，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欺负人家儿子，今日真算是长了见识了。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人！我估计啊，他娘生他的时候不小心把心落娘肚里了，然后随便给找了颗4只脚的心给塞里面了。4只脚的，那不就是畜生吗？还真是狼心狗肺。可别，人家狗可有良心了，你别冤枉人家。2年前，大郎在外面给小儿喜宝和侄子福宝一人买了个玩具，福宝拿了自己的还不够，要去抢喜宝的，喜宝不给。婆婆就一把抢走了喜宝的玩具，将他狠狠地推开。可怜民妇的儿子，脑袋一下子磕在假山的石头上，当时就头破血流，昏死过去。这是亲奶奶吗？谁家的老人不偏心？但再偏心也不能这样啊！就是啊，真狠，住着人家的房子，还那样对待人家的孩子，这都什么人？哎，就算这老娘们做的不对，也不能不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就算再不对，该孝顺还是要孝顺的。堂上的沈刘氏张张嘴，明显想说话。周县令用下巴点点他，讲，我哪有不是故意的？谁想到他那么大的孩子了，连站都站不稳，轻轻扒拉一下就摔那么大一跤，自己把自己脑袋磕破了，怨谁啊？大人，民妇还有话要禀。民妇的儿子自打被撞了一下之后，就患上了羊儿风，1年里头总是要犯上7、8次病，每次犯病就像是死过一次一样。因此，民妇不敢放他出去玩，也不敢让他去读书，只能被关在家里。民妇一直以为我那孩儿倒霉，才患上了这么麻烦的病。前2日犯病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好大夫，才知道小儿的病因竟然是因为2年前的那一推。民妇的婆婆和小叔一家住着民妇的房子，花着民妇的钱，却这么对待民妇的儿子。这样的婆婆，
民妇碍于孝道不能不奉养，但是这样的小叔，民妇不该跟他分家吗？分家？都这样了还不分家？不是自己找罪受吗？这都什么人啊？换了我也要分家。沈吉安，这也是你的意思？因为草民要参加科举，一个不孝的帽子扣下来，草民的前程就全毁了，所以卓京这些年才忍气吞声，任由家母和二弟胡作非为。本来也就是些身外之物，卓京大度，也没放在心上。可是草民的儿子才那么大点，却遭受那样的折磨。草民身为人父，却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若家里还和以前一样，草民的妻儿将还会被家母欺压，一个孝字压下来，草民一生都别想出头。与其这样，草民拼了前程不要，也要把事情彻底解决。没了前程，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都平平安安的，也就值了。分不分家，或者你用其他方法处理家事，都不归本官管，这是你们沈氏宗族的事。本官今日审的是令堂告你忤逆一案，你状告沈吉安忤逆不孝。刚才沈吉安也自辩了，父母行为有差，儿女劝谏也不算不孝。你若说不出来沈大郎不孝的其他缘由，本县就治你一个诬告之罪。你当本县很闲吗？没事给你处理家事。没有，不孝子不听民妇的话，非要分家，这不就是忤逆吗？青天大老爷呀，他这明明就是忤逆。大老爷您不能包庇这不孝子啊。沈大郎说得很明白了，沈二郎在你的偏袒之下只会越来越废。分家是为了兄弟自立成长，担起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责任。在分家这个问题上，你先有错。沈大郎明知母亲有错，不选择盲从，这不算忤逆。说完忤逆的问题，本县再跟你这个大胆刁妇算算账。竟敢胡乱污蔑本官包庇，本官克己奉公，从不敢徇私枉法。半生的清明，是你这个大胆刁民能轻易污蔑的吗？来人，将这个污蔑本官清明的大胆刁民拉下去，重打20大板。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民妇不敢了，民妇再也不敢了。大人，请大人稍等。怎么，你不服？家母年老，作为子女，草民眼看家母受刑，却无动于衷，岂不正应了家母所告的不孝之罪？哎呀，这沈大郎也太愚孝了，他那老娘那么对他，难道他也想替他娘受刑不成啊？真是个孝子，这么好的儿子，那老婆子猪油蒙了心，居然心变成这样。你想怎样？家母一贯疼爱舍弟，舍弟也理应孝顺母亲。如今家母要受刑，草民认为舍弟做人儿子的，应该替年迈的母亲受罚。这还差不多。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要替他那糊涂娘挨打呢。就是呀，沈老太婆不是偏疼他的小儿子吗？那就小儿子来替他挨打吧。我不要，是娘自己惹了谢老爷，娘自己惹的事，为什么要我来扛？老大，他是你亲兄弟，你当大哥的怎么能这么狠心，竟想让他挨打？你这个不孝子，你怎么不替老娘挨打呀？也不是不行，但替完这顿打，我就不是沈家的儿子了。我岳父无子，当年原本是想招赘婿的，但岳父念我是读书人，担心入赘坏了名声，才退一步让我的次子跟岳父姓。但我实在不孝，没能力再生一子给他老人家。既然在母亲心里，我这做长子的跟二弟的一根脚趾头都没法比，我的儿子在母亲眼里还不如二弟儿子的下人，我就带着我的儿子入姚家门，改姓姚了。沈大郎一旦入赘岳父家，沈刘氏就没办法再拿孝道说事。不行，我沈家人怎么能改姓姚呢？不行，我不同意。母亲不答应也就算了，今日母亲受完这刑，儿子会请大夫给您老好好治伤，然后我会请族老帮我和二弟主持分家，到时候二弟和弟妹从我和娘子这里弄走的银子和首饰，统统要还回来。婆婆从我这里拿了多少银钱？什么时候拿的？拿了多少？我可是一笔一笔记着账呢。还有弟妹拿的那些首饰，都是在天宫斋打的。天宫斋的首饰，每一份做了多少，都卖给了谁，都是有据可查，可不是一句买了相同的就能够推卸的。你这贱人，都是你挑唆的，你这个杀千刀的贱人！母亲，只要我入赘姚家，这顿打我替母亲挨了，就当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二弟和弟妹在我这里弄走的钱财首饰，也可以一笔勾销。母亲考虑考虑，不答应也没关系。出了衙门，我就去找族老商量分家的事儿。你这不孝子，你敢逼老娘？你这么不孝，怎么不去死啊？沈刘氏，既然你的儿子们都不愿替你挨打，那还等什么？左右打！不要！等一下，等一下！娘，你老糊涂了，快答应大哥吧！他
他想入赘就入赘呗，反正我可没银子还他。如果非要我还，我也不活了。儿啊，你说的什么话呀？什么死呀活呀的？你是想要老娘的命呢？我答应你，但你说话算话，不准拿走你二弟的东西。哎呦喂，这老太婆简直是岂有此理！哪是沈二郎的东西？明明是人家姚氏的。身外之物，只要能摆脱一家吸血鬼，也值了。大人，家母无状，请允许草民替家母受刑。准。沈大郎也不用两人动手，自己往长凳上一趴，眼一闭，来吧。衙役抡起水火杖，开始啪啪打起来。走了，等会儿看完打板子再走，我还没有看过打板子呢。谢战无奈地陪着他继续看，堂上一下一下的闷响，夹杂着沈大郎忍痛的闷哼声。终于等一顿板子打完，顾九才算是跟着谢战挤出人群，打算离开。小姑娘等一等，小大夫懂得很多嘛。学医几年了？跟谁学？学医6、7年了。我师父嘛，是个贼高的高人，他老人家声名不显，您一定没有听过他老人家的名讳。小姑娘可听说过宣州医署？没有。请问医署是做什么的？医署隶属于太医署，是教导人学习医术的地方。我们医署有从太医署来的博士，医术可厉害了。怎么样，小姑娘，有没有兴趣到医署来学习呀？医署教《黄帝内经》吗？教千金方吗？教南京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吗？教，都教，不光教这些，针灸、体疗、养医这些都教。小姑娘，你愿意到医署来学习吗？去。那行，老夫在医署等着你哦。等谢战和顾九上了马车，一路往回走，陈本文才突然想起来，忘问那小姑娘的姓名、住址了。万一她回去后又改主意了，这么大一宣州城，去哪儿找人去？医令是医署最大的官了吧？都决定去了，才想起打听医署是什么地方，不觉得晚了吗？刚才不是太兴奋，忘记了吗？医令是州府医署的掌权者，下设2位8品博士，采药师1人，医工2到5人不等，主要以培养医者为主，同时负责当地疫情。那医署平时收不收患者？收，毕竟医署学生要实践，但凡去医署看诊的百姓，必须让学生看过一遍，才能让博士看。啊，那么多学生，一个一个看要到什么时候？这不是耽误事儿吗？你以为医署有多少学生？大晋每个州的医学生，多则50、60人，少则10个、20个。这其中多数是初学者，有能力看诊的更是没几个。虽然没几个，但患者本来身体就不舒服，再让学生们轮流把脉、轮流问诊，这趟下来并不轻松。医署的药价比外面便宜一点，但也真折腾人，所以患者并不多。这也是为了平衡医署和药堂。医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医者，而不是盈利。但是我这样的学生能给病患看准病情，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病患找上门？只要九娘的医术打出去，肯定很多穷人找上门，这样九娘就有很多锻炼的机会了。真好，家里的事情忙完我就去医署学习。顾九高兴了好一会儿，又想起邻居家的事儿来，感慨道：咱们家这俩邻居也太悲催了，竟然遇到那样的娘，那老钱婆的心怎么长的？难道是一半黑一半红吗？一颗红心向着小儿子，对大儿子就是黑心烂肚肠。怎么可怜他们？那老太婆可太坏了，怎么会有那样的娘？其实不必可怜。顾九不理解，睁着疑惑的大眼睛看谢战。我是沈大郎，压根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啊？为什么？沈大郎品性没问题，但能力却差了点。占着兄长的身份，竟然会被弟弟欺负成那副样子。沈家父亲去世的早，沈大郎就是一家之主，一个兄长的身份就能把沈二郎压制得死死的。沈二郎是沈母的软肋，只要捏住了沈二郎，沈母就蹦跶不起来。但你看他都做了什么？任由母亲和兄弟欺负了这么多年，儿子都险些没保住，不是能力不行是什么？这样的人就算再会读书，将来也做不好官。如果我是姚三娘，兄弟媳妇儿敢伸手就把手打断，兄弟不听话先打一顿，一顿不行就多打几顿，婆婆敢闹就打他儿子，越闹越打。三娘嫂子不行啊，看着一张嘴巴巴巴的挺厉害，其实就是一个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九娘放心，我不会让你遇到这种事，真遇到了也不用你动手，我先动手，我打不服你再打。没有打不服的，就算打不过，我有毒药还有针，让人瘫痪在床很难吗？不过沈大郎最后的一招还算处理得不错，也算釜底抽薪了，只不过醒悟得太晚，入了官场先做副职，跟着上官锻炼几年还是可以用的。看
你说的，好像你是吏部尚书似的，想用谁就用谁。回到家里，顾九巴巴巴的跟高氏和徐氏、傅荣娘分享今日的八卦。哎呦，真是没想到啊！姚三娘那样爽利的人，竟然会被婆婆压制得死死的，可真是没看出来呀。的确是软弱了一些，家里下人都是自个儿买的，还能让人摸进房里偷东西，偷一次还不长心，还能让人再偷几次，看起来精精明明的，这怎么？高氏和徐氏都不太好背后批评别人，都是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九娘啊，你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长点心。首先，你自己的嫁妆一定不能……娘，您在教我怎么防备您和嫂子们吗？她险些忘了，九娘不是她闺女，而是儿媳妇儿。本来这件事听完就算了，谁知道第二天，姚三娘带着沈喜宝高高兴兴上门了。二庆、三友他们都上学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呢。娘，我也想上学，跟三友他们上一个学堂。等我们喜宝的病好了，娘就带着喜宝去和三友他们一起读书。先带少爷回去吧。姚三娘等人出门了，笑着道：我今日登门是来感谢您家小大夫的。您家的小大夫那天给我家喜宝看诊，那会儿啊，我家正闹腾呢，也没来得及感谢。昨日您家小大夫又在公堂上帮了我，我说什么都得上门来感谢。三娘不用总是小大夫小大夫的叫，你叫她九娘就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不知道今日九娘在家不在？不瞒您说，我今日除了感谢九娘那天上门救治之恩之外，还有事求九娘。我家喜宝的病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我这心里没底，想问问九娘，不知道方不方便啊？九娘在后面呢，我去给你叫。麻烦嫂子您受累。上次九娘救了我们家喜宝，也没顾上给诊金，这下好不容易家里事情都处理完了，才有空把上次的诊金给送过来。哎呦，三娘可太客气了，咱们邻里邻居的，她看见了还能不管？快把银子收起来，可别见外，都是自己人呐。哎呦，嫂子可别跟我客气，我家喜宝的病还得拜托顾小大夫呢，您老行行好啊，可一定得收下，不然我怎么还好意思麻烦顾小大夫给喜宝看诊？瞧你说的，咱们两家是邻居，又不是别人，抬抬手的事儿哪能收你的银子呢？两人你来我往的客气几句，顾九和徐氏还有傅荣娘一起过来了。九娘啊，这是上次的诊金，你可一定要收下。杜老可是说了，顾小大夫的医术十分高明，他老人家远不能比，我家喜宝的病还要麻烦你呢。这些元宝真可爱，都圆嘟嘟的，像一个个小胖猪。九娘喜欢就拿去玩吧，我那里还有其他样式，回头我再送下来。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喜宝的病是有些麻烦，但也不是不能治，针灸配合着汤药，得治疗2-3个月。姚三娘大喜，喜宝的病，这还是她第一次明确听到孩子的病能治好。只要能治好，多久都行。你看什么时候开始，需要用到什么，你尽管开口。也不需要什么，针灸前期需要每天1次，然后我写个药方，你去抓了药，按时服药就行。傅荣娘一听要写药方，立刻去后面取笔墨纸砚，然后过来把纸铺好，开好药方。姚三娘十分珍视地把它收起来，感谢的话又说了一箩筐。你家婆婆后来怎么样了？又闹了没有？你家小叔子一家搬走了没有？哎呦，小孩子家家的，看什么都好奇。三娘啊，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九娘啊，你可别瞎打听了，赶紧回去练你的针去。没什么没什么，那天还多亏了九娘，不然我真是没办法证明我婆婆撒谎。我们从衙门回来，我婆婆还想翻脸不认账，我们大郎说咱们就再上公堂，让县令大人给评评理，我婆婆才不闹了，然后才说今日受了惊吓，身上没力气，要养几天才能搬家。我们大郎说放心，我给娘布置最舒服的马车，一丝一毫都不颠簸，把娘安安稳稳地送回去，再给请个大夫去瞧瞧，保准娘不会犯病。我婆婆又说天晚了，今日怕来不及，不如明日再搬。我们大郎就吩咐下人把家里的灯笼全点上，那会儿天色还早呢，大郎让家里的灯笼全点上，说这样就不用担心天色晚看不清了，还说要让下人们打着灯笼一路把他们护送回去。我婆婆没辙了，大哭大闹，把我跟大郎骂的哟。哎呀，那话我就不学来污染你们的耳朵了。我家那弟妹也跟着撒泼哭闹，骂我们不孝心狠。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
他们就是再闹也得给我搬出去。倒是我那小叔子，那就是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主，只要目前有银子给他霍霍，他才不管搬不搬家呢。大郎也不管他们怎么闹，直接吩咐下人套马车，让人把他们的东西收拾出来扔马车上。最后两人没法子了，又说想把房间里的家具都带走。顾九又凌乱了，那婆媳俩是属龙卷风的吧？走过一遍，地皮都能刮干净了。你让他们都带走了啊？他们用过的，我还不想要了呢。这事儿要搁他身上，砸了烧了也不给那贪心的货。我担心他们借口家具太多不好带，再赖上几天，我就让人去东市找了几个劳力给搬过去了。哎呀，终于是搬走了，以后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气了。我这心里呀，痛快的没法说。的确是，虽然破费了点儿，但只要心里畅快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财去人平安，一家人和和美美，比什么都强。哎呦，婶子和二嫂子是明白人，跟你们说话就是痛快。我先回去准备准备，等会儿去给喜宝扎针。芙蓉娘看一眼桌上放着小元宝的托盘，知道顾九稀罕，忙帮他端起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着，尾随着顾九离去。宣州城狮子中间，最近流传最广的要数孔老太傅快到宣州的事。据可靠消息，差不多这2日就要进宣州城了。谢战今日也打算去城外迎接孔老太傅。来了吗？是孔老太傅到了吗？不是，还没有。那位是燕白公子的车，燕白公子也来了。燕白公子学问那么好，肯定能被孔老太傅收入门下。燕白公子是谁？这位兄台是外地来的吧？燕白公子名喜燕白，是刺史府长书记沈大人的次子，貌如紫都，文采风流，人品绝佳，宣州学子都十分敬重。貌似紫都，还有人比谢战还好看。文斌兄、德如兄、四海兄，没你好看。怎么，我若是不好看，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估计是的。如果非要我在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皮囊中选择，我选择好看的皮囊做男宠，有趣的灵魂做朋友。谢战脸黑了，还男宠，他怕不是想上天？不过我干嘛要2选1？选既有好看的皮囊又有有趣的灵魂不香吗？那我是既有好看的皮囊还有有趣的灵魂吗？自信点儿，把妈字去掉。顾九揪揪谢战的衣袖，示意他往那边看。你说那位燕白公子知不知道那位姑娘是故意丢帕子，想引起他的注意呢？长书记一职只是刺史府的属官，相当于幕僚一类，职位不高。长书记的儿子能在世子中混到这样的声望，人显然不笨。既然不笨，就不可能看不透这种小手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已。看透了不拒绝，还笑得那么骚包。这位燕白公子想养鱼呢。什么是养鱼？就是对喜欢你的人不接受也不拒绝，就干吊着，让他成为你鱼塘里的鱼。别拿我举例，我不养鱼，绝对不养。你敢养，我就会剪掉你的鱼钩啊！我自己还靠你养着呢，拿什么养？养不起啊！那如果换做你，有姑娘在你面前掉帕子，你怎么办？我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打愿挨，我就问你，假如有一个姑娘在你面前丢了帕子，你会怎么办？我喜欢往前看，不喜欢往下看，大约会不留心从她帕子上踩过吧。那要是有个姑娘在你身边不小心滑了一下，眼看要摔倒了，你怎么办？当然是有多远躲多远。我若是被砸坏了，还得麻烦九娘受累。那要是我不小心扶了一把怎么办？哪只手扶的？我也不用刀砍，只要一针就行。乖，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别人机会，遵守男德，我是认真的。你能遵守男德，我必遵守女德。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也不会守女德，很公平啊。今天恐怕仍旧不会到了，走吧，回去吧。走，回去。谢战和顾九也打算回去了。走到官道时，看到不远处打东边来了一辆牛车。长者请了。敢问车中坐的可是孔老太傅？你问谁？孔老太傅什么身份？怎么可能坐这么破的车？小子谢战参见孔老太傅。小子，你认错人了。小子不会认错人。哦，何以见得呀？原因有3，其一，赶车的大叔太阳穴高高鼓起，目露精光，手臂遒劲有力，可见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能用得起这样车夫的，必定不是普通人。近期从京城到宣州的贵人或许还有很多，但不带家眷轻车简从的，除了孔老，小子不觉得应该是别人。其二，这车子外观看起来破旧，说明主人节俭。小子恰好听说孔老太傅是个简朴不爱奢靡的人，这车子虽然陈旧，却用料上乘，做工讲究，能用得起这样车子的肯定不是泛泛之辈。其三，
传闻孔老太傅从京城到宣州来，从传出这话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京城距离宣州快马3天也就到了，若是乘马车也早已经该到了。孔老迟迟不到，说明乘坐的交通工具速度慢，若是牛车就能解释得通了。综上所述，小子判断您老就是孔老太傅。小子，你很聪明啊，你叫什么名字来着？老头你就装吧，明明刚刚报姓名的时候老头听见了的。老者这句你很聪明就彻底表明了身份。学生拜见孔老太傅。车夫搀扶着孔老太傅从车上下来。我一路牛车把人骨头都做僵了，正好走走。是，九娘过来见过孔老太傅，这是舍妹。顾九乖乖的上去行了个服礼。小姑娘，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人有相似，老先生恐怕认错人了。年龄大了，真的是记性不好了，可能真的认错人了。不知道您老下榻之处可准备好了？若是还没有找到下处，小子可先回城中为孔老准备。不用，家里下人先走一步，已经都弄好了。你叫谢湛，可有字？尚未取字。景仄鸣琴集，水木占清华。清华二字可为字。清华谢孔老赐字。走走吧。这位谢湛你听说过吗？是周学的学生？不是，这么出色的长相，如果我在周学见过，肯定印象深刻啊。这个谢湛可真走运啊，一来就得了孔老赏识，能被孔老赐字，是多么荣幸的事儿啊。人家这不叫走运吧，应该是聪明有头脑，眼力好。读到哪本书了？四书和九经已经全部学完，前年起开始学习诗赋和事务册。进度很快，可带有干叶的文章。谢湛从袖里掏出早准备好的实物册，双手捧着递给孔老。孔老太傅展开薄薄的纸张，就在原地停下看起来。谢湛，你是吃天才丸长大的吗？我不知道，但你一定是吃可爱丸长大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是多高的赞誉啊！这谢湛哪儿冒出来的？可真走运。我府里还缺个铺纸研墨的弟子，明日你去吧。学生拜见老师。大晋只有亲传弟子才能称自己的先生为老师，这是正式师生关系。孔老自辞官回家休养后，已经多年没有再收亲传弟子了。这样算来，谢湛和皇上是一个老师，算是皇上的师弟。您是不是腿疼了？您老还是上车休息会儿吧。小姑娘怎么知道我老人家腿疼了？您老自下车的时候有下意识摸膝盖的动作，虽然只是下意识的动作，即使停下了，但表明您老腿不舒服。还有您老的指关节粗大，面部有淡淡的红斑，说明您老长时间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身患痹症。小姑娘行啊，都让你给说对了。这么看，你更不像我见过的那个小姑娘了。你叫什么名字？顾九，我是他家童养媳。你是谢湛的童养媳？是啊，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挺好。我也觉得自己挺好。孔老太傅笑着点头，虽这样说，再看顾九时，眼神里就多了几分审视。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怎么了，九娘？可是有什么事？去那边坐坐吧，我有事要跟你说。到底是怎么了？今日见到孔老太傅，所以心情不好。谢湛，你每次这么聪明，就显得我是很愚蠢的傻子，我多少都有点不开心的。我不要面子的。只要你开心，我可以装一下子的。要不我再问一遍？算了吧，你要太傻，我担心我会嫌弃你。你还是继续聪明吧。所以你今日真的是因为孔老太傅不开心？也不是不开心，就是看到了孔老太傅，想起了一些事情。你这么聪明，一定猜出来了。孔老太傅曾经见过我。你不想说就不用强求。我祖父是门下省侍中沈素安。大晋是3省6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无疑是权力中心。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3人，实际上是大晋的3位宰相。他想过顾九出身很好，但没想到顾九竟然是宰相的孙女儿。我大伯的儿子沈长玉是个很优秀的人，才18岁，人长得好，才学又高，说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可不幸的是，他死了。大堂哥从不会夜不归宿，那次却3天3夜没回家，家里人到处都找不到。一天早上，他的尸身却出现在了正阳街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大堂哥的尸身被运回去时，我和家里的姐妹被勒令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不准出去。还是后来我那继妹逞能，偷偷让下人出去偷听，我才从继妹下人的口里得知，大堂哥被人侵犯了，他是自枪死的。害他的人明目张胆地把他的尸身扔在了京城最繁华的主街，他明明可以悄悄埋了，这样我家里人只会以为大堂哥是失踪了，而不知他是被害了，凶手却故意扔在大街上，就是给我祖父看的。不说了，难受就不说了。他会去查到幕后真凶，给九娘一家报仇。属我大堂哥的人故意把他的尸身扔在大街上，明显就是非常恨我家里人。可是祖父为人方正，从没有做过什么昧良心的事情，家里家规十分严厉，叔伯兄弟们从不敢在外胡来惹事。要说仇家，实在是想不到有谁。或许是政敌。可惜我当时和六哥一样，是一个一心死读书的人，外面的消息一概不知，更不知我祖父有什么政敌。大堂哥的案子交由刑部和大理司共同侦办，但10多日都没有进展。同时我祖父也在派人查访，后来查到我大堂哥失踪那天是他的同窗叫他出去会文，具体祖父是怎么查的，家里的小辈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最后辗转查到了监察司都指挥使程峰头上。程峰，程安伯，程峰是他。我不清楚具体祖父和程峰在朝堂上是怎么交锋的，最后皇上护着程峰，出来顶罪的却是程峰的下属王玉贵。祖父在朝堂辛苦半生，兢兢业业，从未懈怠，却连嫡长孙的仇都报不了。心灰意冷之下，上书致仕，带着我们全家回乡。哪知沈相心灰意冷，辞官也是无奈。至于沈相全家遭遇劫匪，谢战之觉这事情不对，他们抢劫还是会看人的，一看就是官家人的，一般不会动手，就算是为了钱财抢劫，也不至于全部杀光。我当时跟着奶娘去方便，回来的时候看到劫匪正在杀人，那些劫匪足足有200来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拿着弓箭守着路两边，防止有人逃脱，一部分人拿着长刀砍人，明显就是奔着杀人而来，而不是劫财。你看清楚他们用的刀是什么样子了吗？刀身长而直，像剑一样，但是没有剑尖，顶端是齐的。横刀？你知道那是什么刀？横刀主要是北衙禁军的兵器，北衙禁军负责皇城的禁院，是皇上直接掌握的禁卫军。你看清楚他们用的弓了吗？是什么样式？短烧弓。短烧弓也是北衙禁军配备的武器。大晋各军的武器都不一样，神策军肩负京城的防卫，有外敌时还负责抵御外辱，所用的陌刀厚重且长，方便马战。那些劫匪有几种情况：第一，他们是来自北衙禁军，因为十分确信能杀光你全家，不会留活口，所以连制式兵器都懒得掩藏。第二，有人为了混淆视听，故意用横刀和短哨弓遮掩自己的身份。但是民间虽然不禁刀剑，但朝廷明令禁止民间打造军队专属武器。如果劫匪拥有那么多的横刀和短哨弓，无疑是对朝廷的一种挑衅，早该被清剿了才对。还有一点，锻造横刀的方法掌握在北衙禁军军械监的手里，除了北衙禁军，民间几乎不可能有匠人能打造，就算会也不敢。所以那些人很有可能还是来自北衙禁军，就算不是北衙禁军，兵器也是从北衙禁军流出去的，而能调动北衙禁军的人只有皇帝。我觉得不是皇帝想要我们一家的性命，我祖父性子外柔内刚，处事圆通，就算经常和皇帝意见相悖，也会采取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不至于激怒皇帝到欲杀之而后快的地步。你分析的有道理，所以这件事很大可能是皇帝对北衙禁军的控制力不行，有人在他眼皮底下偷偷调动了禁军。能在皇上眼皮下做成这件事的，只有北衙禁军统领和陈贵妃的势力。这些年，北衙禁军中被陈贵妃安插很多自己的人，想偷偷调200个人不是什么难事。我其实一直怀疑是程峰杀我一家泄愤，因为我大堂兄的事情，我祖父没少在朝堂上和程峰针锋相对。听你这么分析，就更肯定了。程峰是程贵妃的亲弟弟，这只是咱们的分析，具体是谁还得再查，不能因为心里有怀疑对象而轻易下结论，免得让真正的凶手逃脱。他们都没有蒙面，你有没有记得其中哪个的相貌？我记得当时谢战杀我家人的一定是一个庞然大物，我不想谢家你为了我去招惹他们。不是，你听我说。谢战，你听我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还小不着急，但我不能把你也卷进来。今日我告诉你我的身世，虽然是因为那些事情憋在心里太久，想找个人倾诉，可也是因为孔老太傅认出了我。既然孔老太傅都能认出我，那其他人也能。
我不知道幕后的凶手是不是知道我的存在，有没有到处在寻找我。如果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我这条漏网之鱼，那么收留我的谢家就会有危险。你这么聪明，家里也蒸蒸日上，我不能因为我的事情毁了你，毁了你的家。本来我可以不声不响的偷偷离开，但是我走了你们会担心，会到处寻找，与其那样麻烦，让你们担惊受怕，不如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我打算走了。顾九盯着谢战月下朦胧的俊脸，心突然刺痛，扑进谢战怀里。可是我又舍不得你。傻子，我不信你看不出来，陆叔还有徐叔他们都不是普通人，我也不是普通人。你担心连累我，殊不知我和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强大的敌人，或许还是同一个敌人。就算没有你家的事，我要跟他们对上，我还担心自己连累你呢。你说真的？谢战点头。不走了？不走了，我会做很厉害的毒药，咱们一起毒死丫的。那我就拜托我们九娘了。九娘，你可得罩着我。你放心，我罩着你。现在能告诉我你见到的劫匪是什么样了吧？没问题，其中一个是首领，他很年轻，大约20岁出头，个子很高。先等一会儿，咱们回房，你说我画。两人去了谢战的书房，铺开纸，一个描述，一个绘画。不一会儿，两个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谢战把2张人像小心收起来。当初遇到我之前逃了多久？1个月左右。你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没有被人找到，有些奇怪。当时是奶娘带着我逃走的，奶娘先在一户农家偷了2身衣服，我们2个换上，抹脏了脸，然后刚好遇到因为干旱逃荒的百姓，我们混在百姓里面走了几日。后来我和奶娘去山里找东西吃，奶娘不小心滑倒，滚下山崖没了。难道是他们以为我们2人都死了？也可能是他们的目的只为泄愤，少1-2个人无所谓，并没有尽心找。那些人当时找不到你，经过清河水灾过后，人员分散，就更找不到了。不管什么原因，你目前是安全的。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我在家时很少外出，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家，甚至不知道沈家还有我这个人的存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杀不杀都无所谓。背后的原因都不重要了。那些人就算找来，宣州不是他们的地盘，宣州刺史不是好惹的，他们不敢明着来。如果来暗的，咱也不是任人欺凌的。徐叔那里还有些人手，加上陆叔，还有你的毒，鹿死谁手也说不定。顾九也觉得谢战说的有理，自己担忧了很久的事，让他这么一说，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现在都很弱小，报仇的事徐徐图之，总有一天我会帮你，还有我自己出了这口恶气。我不急。现在太晚了，我先送你回去休息。次日一早，谢战就去了孔老太傅府。孔老太傅这样尊崇的身份到宣州来，地方官员、士绅、名士都会上门拜访。老爷已经起身了，公子快进去吧。谢战点点头，和高氏、顾九一起进入院子。那位是什么人？是太傅他老人家的子弟吗？这位是我们老爷的小弟子。刚收的吗？没听说太傅大人有这么小的弟子啊。这个我听说了，听说前几日太傅大人进城是刚收的，太傅大人乘着牛车来的，就谢公子一人认出了太傅大人的车子。我也听说了，太傅还亲赐了字，真是幸运。您老这病完全是居住环境引起的，今后可得远离阴暗潮湿的地方，不然就算治好了还是会再犯的。还有啊，您可不能偏食，要营养均衡，身体抵抗外邪的能力才能够增强，身体底子好了才不会动不动就生病。清华呀，你这小媳妇儿可真够唠叨的，今后你的耳朵要受罪了。甘之如饴，可真没出息。适当的没出息，有利家庭的美满和谐。你们2个小家伙倒比那些活了半辈子的人都通透啊！还真感觉好很多了，腿都不怎么疼了。暂时的，您这病针灸加以汤药，得2-3个月才能根除。施完针，该来的人也陆续上门。谢战把客人一一引到里面。吉时到，请拜师礼，拜老师。谢战一言，对着正堂正襟危坐的孔老太傅跪下，行3拜9叩大礼。原来拜师礼这么复杂，我以为磕个头就行了。拜师是人生大事，可不能太简单了。顾九点点头，朱砂点完，就算正式完成了拜师礼。下面谢战还要陪着孔老太傅招待观礼的宾客，顾九和高氏就先回去了。4日就是谢战进入州学学习的日子，也是孔老太傅正式进驻州学，成为州学客座博士的日子。娘、妹妹、嫂子、荣娘姐姐，我回来了。五哥，你回来了。刚才娘还在说，算着日子你今日也该回来了。难怪我早上起来就一直打喷嚏，原来是娘想我了。去，哪个想你了？指不定是做什么坏事，让人家背后骂你呢。高氏嫌弃地说道，转头却问周氏：五花肉和鱼今儿早上买了吧？
中午啊就做道红烧肉，再做道糖醋鱼。老五啊就爱吃有味道的。都按照太太的吩咐，一早就买好了，奴婢这就去做。在里面待的可还习惯？训练辛苦吗？有没有被人欺负啊？可习惯了，一点都不辛苦。你五哥是什么人啊？怎会被别人欺负？五哥不欺负别人，他们就该偷着乐了。开始去的时候，有个傻大个看我年纪小，还想使唤我给他打洗脚水。你猜我怎么着？就你这莽撞的性子，肯定跟人打架了呗。切我五哥那力气，肯定是打赢了。直接打架多没意思啊！他让我给打水，我就给他打来水。等他把又臭又脏的脚洗干净，我就说哥，要不我把你水给倒了吧？他还哈哈大笑，怕我上当。我直接一盆洗脚水灌他大嘴巴里了。怎么样，五哥厉害吧？五哥英姿伟岸，铁骨铮铮，能拳打人形蠢猪，也能脚踢两脚傻狗。快说说，是不是被罚了？屁股被打开花了没有？谢五郎嘚瑟的表情登时僵在脸上。你不加最后一句，咱们还是亲兄妹。那傻大个站起来想打我，就他那体格，一看就下盘不稳。我一个扫堂腿，他就摔了个四仰八叉，脑袋磕在脚盆上咣咣的。说吧，挨多少军棍？没有，我们队正说了，近期训练紧张，打坏了影响训练，就罚我们蹲2个时辰马步而已。再说了，又不是罚我一个人，那货先挑衅的也被罚了。蹲马步我擅长啊，咱也是从小练出来的。没人打扰，我能从早上蹲到晚上，再从晚上蹲到早上。那孙子就惨了，蹲完都不会走路了，叉着腿抖得活像8、90岁的大马猴。这样也好，也算是立威了，以后就不会有人当你是软柿子随便捏。留点心，别让人下黑手使绊子。老娘您放心，您儿子我多聪明一人啊，跟我四哥在一起多了，怎么也得沾人点奸诈之气。我不整人，他们就该烧高香了。你可别诬赖你四哥，什么奸诈不奸诈的，你四哥那叫有脑子。对啊，谢战那叫奸诈吗？五哥净瞎说。谢战那种有个正经的名字叫腹黑，有个名字叫黑芝麻馅的白汤圆，小狐狸也可以。妹妹说的对，别看四哥看起来人畜无害，害起人来啊，人畜都怕。高视眼一眯，突然望向院子入口的方向，惊讶的道：哎，老四，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谢五郎身体一僵，硬着脖子不敢往后看，狗咬屁股似的，一溜烟往后跑了。那什么，我去练针了。哼，小样儿，还治不了你2个小混球了。许氏和傅荣娘看着空荡荡的入口处，才知道高氏故意吓唬俩人，都看得失笑不已。人菜嘴巴欠，就这胆儿还敢在背后编排人家，真是嫌命长。谢五郎在家里也就吃了顿饭，再整理几件替换的衣物，就该走了。你跟娘说一声，最近轮休时啊，我很可能就不回来了。我隐约听别人说，我们宣州府军很可能有调动，但具体调去哪里，去干什么就不清楚了。五哥，你知道咱们为什么要来宣州吗？虽然大哥和四哥说是带大家来宣州种猴头菇，但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事儿。荆州就算种不了猴头菇，但总会有几种草药适合种植吧？一定要来宣州，肯定是有事儿。我五哥就是无敌大聪明，不接受反驳。那是，我也就比四哥笨那么一点点。咱家除了四哥，我最聪明啊，当然还有妹妹，妹妹和我一样的聪明。听说五哥房里缺把镜子，我觉得吧，应该送五哥一把。哼，收回你的话，咱们还是好兄妹。咱们之所以要离开荆州，是因为荆州王要造反了，咱们再待在荆州怕是不安全。这么说，四哥把我送折冲府，就是料到朝廷对荆州用兵，就一定会就近调兵。这我得好好训练啊，争取打仗的时候立大功。好啊，妹妹，我很快就能做大将军了，到时候哥罩着你啊。可要囫囵着回来啊。好好的小姑娘，干嘛长了一张嘴啊？走了走了。谢五郎转身上了马车，周大春赶着马车送他出城。五里坪的房子建好后，又晾了些天，就能正式搬家了。乡亲们得知谢家人都过来了，各家派了当家人过来商量事情。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找四郎的，这事我们想了很久，觉得该给村里孩子们找个先生。城里的树修高，咱们负担不起，路程也远，来回不方便，所以老少爷们商量了，找个先生来咱们村里教孩子们。经过水灾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呀，孩子们还是得读书，读书多了，见识多，遇到事情也不慌。在老林子里时，要不是四郎和九娘，咱们都交在里面了。四郎和九娘不就是因为读书多，才那么聪明有见识吗？你们老谢家人都聪明，把孩子全送去读书了。咱们虽然不聪明，但跟着聪明人走就对了。
咱们刚来宣州，也不知道去哪里给孩子们找先生，只能来拜托四郎了。四郎，你人聪明，认识的读书人多，看能不能帮村里寻摸个教书先生。咱们打算每家都出点钱，在村后面建个学堂。现在地里也没什么活，每家出点劳力，10几20天就能建起来。到时候先生找来，孩子们就能上学了。这是好事儿，建学堂算上我老孙家。我孙家虽然现在没有孩子，但将来总会有的。正和孙氏在旁边说话的孙老娘狠狠瞪了老头子一眼。娘，爹说的对，咱们家本来就是外来户，村里建学堂还不出钱，人家不就更排挤咱家了？哎呀，这不家里没钱吗？盖房子都是勉强，开荒种地全靠你婆家帮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哎，实在不行，我去问我二嫂先借点用，现在不忙了。娘，您让天福赶紧去找点事做，能挣一点是一点。不用你说，这几天你爹天天在后面赶着天福，让他赶紧去找事情做，这不一时半会儿还没找着吗？肉娘多好的孩子，可惜了，你就不能再跟他说说，他要是愿意嫁过来，我保证待她像亲闺女似的。我可不去说，柔娘说了自己不想再嫁人，我要再去叨叨，我婆婆可要骂人了。唉，那么好的孩子，可惜了。那边就建学堂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谢战答应先生的事他来解决。除了读书外，能练点拳脚功夫也好。大同哥和虎子哥没事可以教教孩子们。对，四郎说的没错，会点拳脚功夫，将来不吃亏。那啥，大郎这些日子有些累到了，我让九娘给看看。大郎快进来，让九娘给你好好看看，别觉得是小毛病，拖延时间长了，小病就拖成大病了。谢大郎懵头懵脑，完全不知道他媳妇儿和顾九搞什么，但也不会拆自己媳妇儿的台。顾九把手指搭上谢大郎的手腕，你俩闹啥呢？我身体好好的，啥时候累病了？别说话，别影响九娘。大哥大嫂平时房事时间长吗？谢大郎总算是慢半拍反应过来，顾九说的啥，椅子上长钉了一般，一下子跳起来。别走，让九娘给看看，我们光有大吉一个孩子太少了。我好好的，好不好我说了算，不育不仅仅是女人的事，也有可能是男人的问题。我给大嫂看过了，大嫂没有问题，大哥也不见得就有问题，但总得检查了才能知道嘛。人吃五谷杂粮，什么毛病都有可能，大哥不用害羞，有毛病治好了就行了。就那样吧。就那样是哪样？长还是短？不长。不长的话就是肾精不足。谢大郎想死的心都有了，人间至尬莫过于此。大哥平时有没有经常腰酸背疼？谢大郎双手撑着额头，认命的点点头。以前有没有得过什么大病？有，大概是10年前，你大哥曾经得过一场大病，足足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才渐渐好利索。那年爹他老人家突然去世，那会儿大吉刚出生没多久，娘身体不好，下面兄弟都还小，家里的担子一下子压在你大哥身上。办完爹的丧事，你大哥就病倒了。这就对了，难怪大哥大嫂生下大吉之后再没有子嗣，原来病因在这儿。原因是那场病，我大哥肾精亏损，房事无力导致的不育。想死，老天爷，打个雷劈死我吧！你说要怎么治就行。不，也不用说怎么治，反正我们也不懂，你直接开方子就行。你们放心，大哥的病能治好。我是谁啊？我是顾小神医，一准药到病除。我大哥那是10年前的那一场大病，久病虚耗，损了肾精。后来病虽然好了，但缺乏调养，所以就一直亏着。这些年也太操劳了，所以那场病留下的后遗症也一直没有好利索，不是什么难症。我给大哥做一点成药，再配合着汤药，吃上一段时间，平日里面注意点营养，最迟3个月就好了。夫妻俩专心听着，好不容易熬到顾九说完，谢大郎觉得受了一场酷刑一般，他实在不能直视顾九了，捂着脸踉跄着走了。娘若是问起来，不对，不管是谁问起来，你就说你大哥是太操劳了，可别瞎说。大嫂觉得娘那么精明，会猜不到吗？不管猜不猜得到，反正你按我说的就行。哦，掩耳盗铃呗，我懂。你懂个屁！不，屁我真不懂，我就懂大嫂。张氏一阵无语。吴礼平一切走上正轨，谢二郎和谢三郎也要回城做自己的事儿了。大哥最近注意点安全，在田间劳作时，如果看到有大批流民过来，一定要赶紧撤回村子，晚上锁好大门，让人在门口轮值，防止有人过来抢粮。我让他们把弓箭都放手边，没事的时候让小子们也练剑，不行把围墙也加高点，防止他们翻墙。我明日去打铁铺子看看，能不能多弄几把刀给送回来。你独自在这边，自己要小心呢。要不我留下吧，我最近功夫练得可好了，徐爷爷都夸了我好几回了，这人敢过来，我砍死他。
我留下来吧，猴头菇也不着急种。就你那小胳膊小腿的，就不用添乱了。也不一定会有事，咱们先准备着。你跟娘回城去，真有事你留着也帮不上忙。大哥可以在墙头弄一点毒针什么的，对付那些爬墙的。你有什么好主意？咱们有见血封喉的毒啊，你忘了？上次沙狼那会儿，我记得用的差不多了。其实那会儿在老林子，我事后又偷偷弄了一些。谢战看他两眼，什么时候的事他居然不知道。围墙加高这会儿来不及了，不如上山喝点荆棘，把荆棘卡在墙头的砖缝里，再点上见血封喉的毒。可行，我这就回城取了毒送回来。回城的时候，谢战去送谢大吉，顺便留在镖局找徐总镖头说话。陆铁匠刚好也在。天安哥那边有消息吗？还有阿牛哥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清安昨日刚传来消息，阿牛这小子好样的，刚到京城就得到了皇上的信赖，这会儿已经是羽林左卫的从4品郎将了。阿牛这小子像个巨嘴葫芦，运气倒是不赖。国公也安排的？没有，听说阿牛进宫禀告荆州王谋反那日啊，皇上盛怒，摔了一只茶盏，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一伸手就把那茶盏接住了。皇上的火气愣是让他这一手给打断，愣了好一会儿啊。这操作怎么有点九娘的影子？皇上见他身手好，后来就让他跟殿前都指挥使比武。阿牛那愣小子也不怕得罪人，没几下就把人打赢了。皇上当即就赐了羽林郎将的职位，这算是一步登天了。你当年可是用了好多年才爬到羽林郎将的位置啊！陆铁匠嘴角绷紧，神情沉郁。老陆，你不用担心，阿牛是皇上亲自提拔的，算是减在地心了。谁人会不开眼找他麻烦啊？那位的为人，谁在他面前耍心眼儿，谁就是坏人。他就喜欢老老实实的，看起来傻乎乎的人。哼，我家阿牛才不傻。没有很傻，我是说看起来有点傻。我原想让阿牛哥去神策军，但这个职位比预想的要好。羽林卫属于北衙禁军，而北衙禁军中多数都是贵妃的人，咱们的人能进去把北衙禁军的情况摸一摸也好。阿牛那小子看起来憨憨的，的确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这次攻打荆州王，朝廷派出4万神策军，阿牛被派出来，领着神策军先把小舟山的人马给端了。就这一趟算立了大功，回去后啊，肯定还会封赏，说不定很快就升到和你当年一样的位置了。赏不赏的无所谓，他只要能本本分分在北衙扎下根就好。那清安哥呢？清安带着另一批神策军剿了荆州王另一处藏兵，他把人带到就找个借口跑了。清安他不想领朝廷的封赏，去了2处藏兵。荆州王虽然算不上大势已去，但朝廷人马突然到来，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呀。4万神策军正面迎敌，宣州和梧州各调兵2万，分别从2侧包抄，战线马上就能推进到荆州城。一旦围城，再是负隅顽抗，也坚持不了几天，这场仗打不了多久。幸亏阿牛提前发现了荆州王的藏兵，不然再等几年，等荆州王的势力扩大，这场仗就不好打了。这么看，阿牛那小子运气可真是好得很啊！他的运气的确比他的兄姐要好。陆叔放心，报仇的日子不远了。怎么了？我今日给大哥看病了。哦，大哥怎么了？要不要紧？大嫂不让我说。那你还说？我明明还没说。大哥是10年前的大病落下的病根，我就是想问问，1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爹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大哥会因为爹去世得了一场大病啊？不方便说就算了。谢战沉吟了很久，那段往事尘封很久了，原本不想再提起，但九娘她迟早会问起来，她也不想瞒她。爹他死得很突然，娘的出身很好，想必你也看出来了。爹少年时则是个四海为家的游侠，原本爹娘是不可能交集的2个人。不幸的是，娘年轻时遇到了一个恶毒的疯女人，那个疯女人设计让娘嫁给了爹。然而还不算完，那疯女人仗着权势，没事就找娘的麻烦，各种场合遇到了，总要羞辱娘一番，到处败坏娘的名声。爹那会儿年轻义气，一次娘被那女人欺负之后，爹半夜潜入女人家里想杀了她，哪知那个女人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半夜上茅房竟然躲过一劫。爹夜里看不清，错杀了那女人的丈夫。爹杀人后不敢在京城逗留，连夜收拾东西带着娘逃走。清河是谢家原籍，不怕官府找来吗？爹年轻时叛逆，跟祖父关系不好，出去闯荡时撂狠话，不混个人样不回来，所以在外面从不跟人提起家里的事。爹也没有十分交好的
朋友，所以没人知道爹的家乡在哪里。爹当年杀人前恐怕已经做好了事后回乡的打算。我们一家在槐树村生活了很多年，一直相安无事。那年二哥和二嫂刚成亲没多久，二嫂查出有身孕，爹去县城给徐叔报喜，哪知道路上竟然遇到了那女人的车夫。好巧不巧，两人打了个照面。那车夫当年没少载着那女人去找娘的麻烦，爹对他印象深刻。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爹知道那人也认出他了。爹当时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那女人查到了什么，专程派人来找他的，还是那车夫单纯路过，但无论如何不能让那车夫活着离开，甚至不能让那车夫开口。他若是一声吆喝，爹就一定会被官府抓住。那件事虽然过去很多年，但爹经不起查，查到后娘就算无辜，那女人也不会放过娘，家里的安稳日子算是到头了。爹当时刚好提了一壶酒，打算跟徐叔好好喝一壶，当机立断灌了半壶酒，然后装作发酒疯冲上去，就用酒坛狠狠砸在车夫脑袋上，车夫当场死了。也是怕无故杀人会引起那女人的注意，如果是个醉汉发酒疯杀人，只会觉得倒霉，不会为他的死刨根问底。我家九娘就是聪明，的确，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爹被抓进大牢后，大哥去见了一面，爹担心夜长梦多，大哥一走就在大牢里自缢了。难怪他从没有听谢家兄弟提起他们的爹，原来是这样子。一个醉汉醉酒杀人，事后害怕自缢而亡，听起来多么简单的一个案子，谁也不会多想这背后的原因。爹用一条命换得了一家人的平安，但这件事发生的猝不及防，娘和我们几个都没来得及反应，所有人心里都接受不了这个变故。我和五郎六郎那会儿还小，什么都不懂，大哥二哥三哥都大了，最接受不了。尤其大哥因为是长子，一方面得知背后的原因，受不了丧父的痛苦，一方面还要操持爹的丧事，强撑着办完爹的丧事，人就病倒了。怪不得大哥会病那么重，这件事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顾九一时没消化得了。爹娘的感情很好吧？爹娘的婚姻虽然是别人陷害的，但爹对娘却是真好，娘也很知足，并没有因为嫁的人身份地位低下而怨天尤人。娘到底是什么出身啊？那坏女人还活着吗？怎么什么都好奇？其实我也只是知道个大概。娘说我们现在还太弱小，知道的太多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多说无益，人要活在当下。你实在好奇，要不你去问问娘。我怂，不敢去。还有你不敢的事？当然有啊，越在乎越胆小嘛。娘虽豁达，但过去的事情不可能在心里没有痕迹，提起往事只会是揭他老人家的伤疤，还是不要了。我们九娘有大智慧。是的呀，大智慧那玩意儿我一直都有。小九啊，我可真稀罕你。这稀罕能有多久啊？天长地久。俗话说啊，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我有时候啊，真希望你是个哑巴呢。看看，你刚才还说稀罕我呢，一转眼就恨不得我变哑巴了。我送你回去睡觉吧，小孩子睡太晚长不高。次日一早，家里人都早早的起来，各自忙碌起来。我明日去周学请个假陪你去。让大春送我去就行，不用耽误你功夫。哪有孩子去读书家长不送的？老四别管了，我去送。不用不用，我是那普通的孩子吗？我可是文能骂人狗血喷头，武能一箭射爆狗头的主，一根针两绣毒，天下任我走。小小一个医术还能够难倒我啊？别说是医术了，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能够抽了龙筋扒了虎皮。真能耐呀，跟你五哥啥都没学会，吹牛学得刚刚的。啊，娘的意思，我五哥身上还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别转移话题，你想自己去就自己去吧，路上自己小心点。小姑娘，你找谁啊？我来医术求学的，我想找来学医的呀。你等着，你等着，我去给你叫人。一边倒腾着小碎步，一边叨叨着往里走。竟然是个女娃，还有女娃喜欢学医，嘿嘿，可真稀罕。不一会儿，从里走出来个30来岁的男人。小姑娘，你是要学医吗？你一个人来的？是的，我想来这里学医术，我家人没来，就我自己。小姑娘真能干，出来学医这么大的事都不用家里人陪着，你来这里，你家人知道吗？知道的，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学习医术。来我们医术就对了，我们医术有一位医令，2位博士，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姓刘，你叫我刘先生就行。刘先生说着，比着里面，让顾九进去。我们可是从太医署来的，太医署你知道吧？那可是全大晋最好的大夫汇聚的地方，从那里出来的医术都非常高明。哦，也就是说，刘先生的医术也很高明了。虽然这么说显得我很不谦虚，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小姑娘一看就很聪明，放心，我一定能把你教好。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顾九。好名字。小九娘啊，你看那3间是咱们的教室，既宽敞又明亮，冬暖夏凉，温度适宜。左手边呢是咱们的膳堂，小九娘家如果远的话，就在医署用饭。咱们医署的伙食可好了，后面还有宿舍，食宿都很便宜的，每天也花不了几个钱。教学的先生们呢，都十分和蔼可亲，耐心细致，教学十分认真，也绝不会有打骂学生的事。比如我。先生，有没有人说您像大尾巴狼？倒是没有，不过有人说我像只老狐狸。不过我认为老狐狸表示精明的意思，是褒奖。小九娘认为呢？先生说的对，我用词不当。小九娘你放心，精明和善良不矛盾，先生我保证是个好人。先生我不容易啊，这不一切是为了招学生，为了培养更多的大夫嘛。小九娘你既然这么聪明，看出来了，先生我也就不装了。为了招学生，生生把一个敦厚的老实人变成了一只狐狸，一切都是为了大晋，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小九娘你能理解吗？顾九感同身受，都是为了发扬医术，不容易呀，不容易。能。知音呐，小九娘你懂我。来，你跟我来，我看你骨骼清奇，聪明外露，先生我一定使尽浑身解数把你教好。今日既然来了，就先跟着上课，一寸光阴一寸金呐，时间不能浪费。你先在这间教室跟着我学习，等基础打好了，咱们再换。顾九十分疑惑，这就开始上课了吗？不需要先办理学籍什么的？是个姑娘，这姑娘要跟咱们一起学医吗？哇，咱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姑娘呢。这小姑娘真好看。我听到了，谢谢。你先跟着上课，有不明白的散学后问我，先生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也可以问我，我学得早，先生教的都会了。还有我也会。去，都滚一边去，别吓着小九娘了。别怕，师兄们都是好意。那咱们就开始上课了，不懂就问，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走到前面，坐到讲桌的位置上，继续方才被打断的课。刚才我们讲到10类药材，谁还记得有几种？我知道，有造心土、石膏、梯石、结石、磁石、滑石。好得很，记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来学习每种药材的药性。首先，造心土。造心土是久经柴草熏烧的燥底中心的土块，主要功效是治疗呕吐、反胃、腹痛、泄泻。顾九一脸懵，原来这屋子里都是初学的呀，才学到认识药材，那他在这里就是耽误时间了。九娘。顾九一机灵醒过神儿，迷茫地看着刘先生。九娘呀，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关系。我听得懂。那是不是先生讲的不动听啊？要不先生我想一想怎么讲才更有趣味？也不是，主要是我都会了。会了？什么会了？药材啊，所有药材我都知道，懂它们的药性、生长环境、功效。那你说说滑石的药效有哪些？滑石有吸附和收敛作用，内服能够保护肠壁，滑石粉散布创面形成被膜，有保护创面吸收分泌物、促进结痂的作用。虫兽类的药材有哪些？龙骨、龙齿、单雄鸡、石蜜、牡蛎、桑萧条、海蛤、乌贼、鱼骨、蛇龙子、蛇退。蛇退的功效有哪些？蛇退味甘咸，性平，
有毒，入肝脾二经，具有祛风、定惊、退翳、消肿、杀虫的功效，主治小儿惊痫、喉风口疮、目舌虫舌、目翳内胀、凝疮、臃肿、瘰疬、腮腺炎、痔漏、疥癣等。九娘学到哪一步了？脉象学了吗？学了，能诊脉，会开方，针灸也可以。这么厉害啊？不会吧，针灸都学了？小姑娘，不会在吹牛吧？吹什么牛啊？你没听人家回答先生的问题吗？明显比咱们懂得多了。那天依令大人回来说，遇到了一位医术很不错的小姑娘，不会就是九娘你吧？如果是陈依令说的，大概就是我。我还以为至少有15、16岁了，哪知道年龄这么小。刚拐了个小姑娘，转手就得送出去，唉，白给老陈那老小子忙活了。走吧，我送你去依令大人那里。依令大人那里都是已经学到脉诊和开方的学生，你更适合跟着依令大人学习。顾九点点头，随着刘先生出去。刘先生看了看打瞌睡的陈依令，暗骂老头不争气，这让新学生看到了，以为他们上课不尽心怎么办？小九娘啊，咱们依令大人平时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昨晚研究医案太累了啊！对，一定是这样子的，他老人家平时上课可认真了，真的，不信你问问里面的师兄们。里面的师兄们齐齐地侧头看过来，其中一个笑道：刘先生说的对，刘先生从不说假话，咱们依令大人从不这样。我就假装相信了。说话间，陈依令就被吵醒了。小姑娘啊，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来了，快进来。说着朝刘先生挥挥手，你可以走了。老家伙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尿进工厂，兔死狗烹。陈依令热情又不失慈祥地问了顾九的姓名。我等了你好多天了，终于把你给等来了。放心，到了这里啊，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别拘束。介绍完双方，陈依令训诫学生：你们别看九娘人小，医术可是很厉害的，今后你们可要努力了。现在人叫你们师兄，别到最后被超越了，再叫师兄，你们还有脸答应吗？学医不论先后，能者为长，真到了那一天，我们叫九娘一声师姐也是应该的。那估计今天就得改口。无妨，只要师妹能让我们心服口服，今日改口又何妨？那师妹可得拿出本事来让我们瞧瞧啊。行了，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快来看看，那些都是你师兄们昨日接待的患者脉案，这些是我们5个分别对同一位患者写的脉案。这位患者叫赵耕田，50岁，咳嗽已有半月有余。我们给出的脉案不一样，师妹来看一看，可有不同见解。5张脉案，其中前2张记载的都是脉浮紧、外感强，开出了辛温发散的药；后面3张记载的是脉浮细数，断为温燥咳嗽，开了清宣润燥的药。患者咳嗽伴有头痛，痰不易咳出，痰中带有血丝，咽痛，舌苔红，这不就是秋燥的典型症状？为什么会断为外感秋凉？患者不光有这些症状，还有风寒低热，导致风寒低热、怕冷鼻塞的，不就是季节变化，天气转凉了吗？也不一定是受凉，气虚体弱之人容易感染外邪，天气乍暖还寒，秋燥一起，患者身体顶不住，就出现风寒的症状，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秋燥。简安和王大壮都看向陈依令，想从陈依令嘴里得到正确答案。只见陈依令捋着胡须，点头浅笑。这3张的脉象和症状是吻合的，但开出的方子各有不同，每一张的君臣佐使配伍都多少有些问题。既然断定是秋燥，为什么要费心去配伍，而不是直接开清燥救肺汤？经方还没学吗？我忘了经方的事儿，你们呢？其余2人不说话。陈依令望着顾九欣慰的笑，然后从讲桌上拿过一张纸，递给陈明谦。看看吧。顾九踮着脚尖儿，探头看一眼，见上面个记载的很简单：脉浮细数，温燥咳嗽，清燥救肺汤。他心里就有数了，他的判断是对的。怎么样，有什么感想啊？师妹高明，我们实在是汗颜得很。师兄们错在经验太少了而已，看的病患多了就好了。这话说的有大师姐的口吻。不是你们忘了经方，而是学到的东西没有融会贯通，无法信手拈来而已。今晚回去把金匮要略和伤寒论背熟，我明日检查。5人齐齐应是。接下来陈依令给大家讲了咳嗽的几种起因，
对应的脉象以及处置的方法。陈一令讲完，都到了中午。外面有家小14做的羊肉汤啊，味道特别好，老夫请你去吃，姑娘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咱们医署啊，历来都有这个规矩，新学生入学第1天都要由先生请吃饭的。啊，咱们医署还有这个规矩啊？我入学的时候没有先生请我啊。以前没有，今日就有了。是不是今日过后这条规矩就废除了？规矩嘛，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医署还有一项规定，医令大人请新生吃饭必须有先生陪同。对，陪同先生再加1。你们2个想蹭饭就直说，扯什么规矩啊？这位是邓先生，疮疡科是一把好手。顾九十分有兴趣地打量邓先生好几眼。疮疡科相当于现代的外科，外科他熟啊，这位还是他的同行来着。邓先生好啊，疮疡科我也擅长，今后咱们可以切磋切磋。新来的学生这么狂的吗？有学生和先生切磋的吗？小孩子嘛，说话不讲究，你一把年纪了，跟个孩子计较什么？先生我擅长体疗，有时间跟咱们小九娘切磋切磋。好啊。邓先生瞪大眼睛，再次看向陈一令，这是太无知还是太狂妄？体疗这一块九娘还真不错，今日明天他们5个可被比下去了。是吗？那小九娘可太棒了。另一个一脸了然，难怪这么自大，原来是有点小本事的。顾九点点头，陈一令说的小14就在县衙斜对面，没走几步路就到了。咱们医署学生学完后都要参加礼部的医举，只要能考中，将从9品做起，开始自己的官宦生涯。如果考不中，还可以再回原医署学习。以九娘的基础，考中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可以根据考试成绩，或者分到太医署，或者去地方医署任职。小九娘啊，当官很威风的，尤其是你这种小姑娘，咱们大晋还没有女官呢。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来做大晋第1位女官？我志不在此，这世间的医术太落后，我的目标是把我会的医术交给更多的人，让天下人有医可看，让不治之症可以得到救治。做了朝廷的官员固然风光，但束缚也太多了。小九娘呀，你的愿望固然很让人敬佩，但咱现在说这话是不是早了？所以我来医署学习了呀。似乎没毛病啊。是不是我不参加礼部医举就不能在医署学习了？罢了，不上学籍就当个编外学员吧，你们看怎么样？刘先生表示没有问题，邓先生也点点头，暂时留下看看吧，如果太自大就不能收了。医署下午是接待患者的时间，等学生们都坐好，第1位病人就主动坐到陈明谦桌子的凳子上。大哥多久了？可吃过什么药？10来天了。我寻思着，不就是打嗝吗？这也不算病，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可是一直打了10来天，愣是没停下，也没有吃药。这要是打嗝还得吃药，俺可要被那帮孙子给笑死了。当初是为什么突然打嗝了呢？那天俺本来还好好的，就是午饭吃快了点，去茅房拉了一泡屎，刚出门俺就遇到俺们村的那个张狗蛋，那狗日的混球就问我你刚吃了吗？就给我恶心的，当时就咯的停不下来了。陈明谦仔细地给他把完脉，示意他去第2个位置上坐着，让简安给看诊。你觉得闭气有用吗？患者已经患病太久，如果闭气有用，早就治好了。这会儿不好，说明其病在理，需要药物调理或者是针灸。小九啊，我果然没看错人。两人说话声音没有刻意压着，那边的5名学生全都听到了。很快轮到顾九这边。今日怎么多了个小姑娘？小姑娘，你长得这么好看，你家爹娘和长兄怎么舍得放你出来学医？小姑娘家的，在家里
擦擦粉，打扮打扮，美美的，多好。出来手，这嘴干嘛？老夫看你没其他毛病，就是舌头太长了，割一截才好。割了还能活着吗？指不定就活不了了。没听人家说咬舌自尽，舌头咬断了就死了，割了肯定也死了。陈依令仰天翻个大白眼儿，顾九专心把脉，没搭理他。完了，从袋中取出他的针，捻一根毫针，拉过他的手腕，一针就扎进了神门穴内。王金锁凄厉的惨叫一声，一下子从凳上跳起来。怎么办？怎么办？要死了！要死了！这句话倒是说的流畅无比，一个嗝都没有打。然后白眼一翻，身体软软倒了下去。这扎死人了！你们医署太胡闹了，怎么能让个小孩子随便乱扎人呢？还看吧，这医署也太不靠谱了。要不咱还是多出俩钱去外面的药堂看病吧。陈依令也看呆了，但他知道顾九在神门穴用针是没有问题的，绝对不会把人扎死。今日初几？初一。初一人神在足大指，不是人神在日。陈依令惊讶地望着顾九，这丫头竟然连人神忌针都懂，很多学针灸科的可是听都没有听说过。没事，是晕针。晕针？什么是晕针啊？有的人恐惧扎针，被扎了身体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就是晕过去。还有一些人会晕血，身上有个小伤口，不看到血的时候，哪怕伤口很疼也不会有事儿，可是只要一看到血就会立刻晕倒，这就是由恐惧症引起的，没多大问题，醒了就好了。顾九说着，在王金锁的人中掐了一下，王金锁悠悠转醒。哎呦，你吓死我了！看到长长的针还扎在那里，然后双眼一翻，又晕了。那就不能用针灸治疗了呀。顾九把王金锁手腕上的针拔掉。那就开方子吧。陈依令掐一把王金锁的人中，那王金锁再次醒来，先往手腕上瞧一眼，看到没针了，才翻个身，从地上爬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叨叨。陈依令招手让他过去。你别说话，如果开口扰了我诊脉，你的病可就断不准了。陈依令诊完脉，顾九也写完了脉案，方子也开好了。陈依令探头一看，先被那字迹深深震惊了。我天，这是符咒！然后再辨认内容，又被深深震惊了。诊断得很准确，方子开得也好，九娘真是让人……陈依令实在是找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了，直接把顾九的方子拿过来，交给王金锁。去抓药吧。不看看了。放心，顾小大夫的药方没问题，你只管照方抓药，服上2日也就好了。有问题尽管来找我。陈明谦他们5人都面面相觑，新来的师妹有点厉害呀，难道今天真的要改口叫师姐？第2位患者也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他也没心思再想顾九的医术。很快轮到顾九，前面5人已经问得很细致了。顾九知道他是走路没看路，绊在石头上摔了一跤，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不是我不想守咱们的规矩，实在是这位小大夫是个小姑娘，咱一个大老爷们儿也不好让人家给看，能不能依令大人您给看看？顾九直接上手把他上衣一扯。医者眼里不分男女，别害臊，我就看一眼。医家眼里只有患者，没有性别之分。如果真讲究，咱们这里是不是就不接待女患者了？没事，跌倒后挫伤了经脉，气血不能正常运转，所以手臂抬不起来，没多大问题，扎一针就好了。您晕针吗？不晕。顾九拿起他受伤的内侧的手，眼疾手快，刺入他食指关节处。坐着等一会儿就好了。那里是手阴阳大肠经上的3间穴，顾小大夫高明，仅这一手针灸术，医术就没人教得了你了。针灸术我学得不太好，疮疡才是我的强项，体疗也可以。你说真的？自然是真的，我为什么要瞎说？这样子，那咱们可没什么教你的了。我知道啊，还是有的。我来这里就是因为很多医术看不懂，想有一个懂的先生教一教。你医术都学到这一步了，看不懂医术？我学医术的方法和大家不一样。顾九算算时间，拔了手臂受伤那患者手上的针。你试着抬抬手臂。真的抬起来了，我的手臂能动了。肖大夫可是真神了，说一针就一针，真的一针就好了。陈依令捋着胡须点头不已。
这只手臂这几日不要用力，4、5天之后就好全了。不用吃药？不用。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了，小大夫。患者高高兴兴走几步，又回头问：小大夫，以后一直在这里看诊吗？顾九想说不一定，被陈依令抢了先。一直在，一直在，放心，下回再来啊。先把人稳住再说，医术财力艰难啊。接下来的事情十分顺利，后面的患者都不需要陈依令出手，每次都是到了顾九这里就给出最准确的诊断和最合理的药方。辛苦大师姐。服气了吧？九娘年龄虽小，医术上永远是你们的大师姐，今后都给我恭敬点吧。是。师弟们免礼，今后我教你们。谢大师姐，能得大师姐指点1、2，是我们的荣幸。明日上午我就开始教你《黄帝内经》，可一定要来啊！顾九应下了，这里既有病人供他练手，还有先生教医书，何乐而不为呢？你怎么在这里？刚放学怎么没回去啊？我放学早，顺便来接你啊。来得正好。老夫感觉呀，这2日的腿轻松多了，今日再给扎扎针。好啊，您老不说，我也是要去找您的。好，那就一起走吧。今日折子那家伙怎么这会儿还没来呀？来过了，我让孔叔先回去了。您老不能因为腿疼就懒得走路，再不多动动，您老的膝盖就生锈了。清华兄，敢问这位小姑娘是？这位是舍妹，不愧是清华兄的妹妹，一样的钟灵毓秀。燕白兄过奖了。好啊，你是大夫，你有理，老夫就听你的，今后都走路过来。听大夫的话没错啦，保你活到99。老夫原本打算活到100岁的，听了你的话，居然要少活1年。我努力，一定让您活到100岁。你这小丫头啊，医术还真不错。老夫在京城看了那么多大夫，病都没有起色，到宣州才几天，这就感觉轻省多了。现在的孩子呀，都厉害得很呢。我一直认为我和谢战这样的人世间少有。在外面呢，谦虚点。好，我回去再说实话。该回去了，喜伤心。老师年龄大了，你可别招老师动情志。看了2天《黄帝内经》都知道喜伤心了，能伤得了心的是源自内心的大喜，如多年夙愿一朝实现这种会牵动7情6欲的喜。童老现在顶多就是开心而已，远到不了动心动情志的地步。再说了，我可没有故意招孔老笑啊，明明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没错，九娘就是说了实话而已。走了，回去吧。谢战和顾九到家时，谢二郎说起今日的收获。今日看了间铺子，还挺不错，在东华街上，前面有间门脸，后面还带了个小院。老三可以在前边门脸卖他的算盘，后院可以用来做私塾，租金也合适。这么说来，的确是挺不错的，我们用来做理疗馆也不错。你要跟我抢吗？你给不给？给，只要合适，肯定给你。所以不合适？还真不太合适。富人们得那个病啊，心理上肯定觉得羞愧，不想给别人知道。所以你们的修复馆最好找那种有个后门的，最好带一个大点的后院可以停车，这样病人就可以直接从后门乘车而入，不担心被别人看到了。二哥考虑的真周到，二哥若是做生意，一定能成。那你可得上点心，明日赶紧给找找。咱们怎么收费合适啊？病人分3种：轻度、中度、重度，每一种治疗时间不一样，治疗手段也不一样，收费肯定不能一样。轻度的只需要推拿和辅导运动，中度的需要推拿、艾灸和辅导运动，重度的针灸和推拿，而且用时较长。我虽然不懂，但尽管大胆收费，这病老百姓可不治，治疗的都是不差钱的主，药的价格低了，就算是灵丹妙药，人家也可能觉得这么便宜，肯定没什么效果。信者为医，病人觉得你收费那么高，肯定有效果，心里信服，治疗效果自然就好啊。哇，二哥真是有奸商潜质。谢谢了，你还是别夸了，今后还得二哥多多指教啊。轻度患者治好需要多长时间？1个月左右。那就明确按1个月，收20两银子，中度的30两，重度的50两。二哥你真够黑的，可以。这样的话，哪怕有3、5个轻度患者，1年的房租就有了。啊，1年哪怕只有3个重度患者，就有150两了。哎呦，真是不敢想啊！先别想太美，钱到手再说。
说完盆底肌修复的事，谢二郎又说起自己的珠心算私塾。珠算是新事物，想让人接受不是容易的事儿。如果能得到哪位算学大家的认可就好了。想做珠算私塾教学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有人学会，法则立刻就会传扬出去，到时候办珠算私塾的人肯定就多起来，最多3年，这门学问就不值钱了。二哥若想从中牟利，就要好好想想怎么操作。前期如果只是教授小孩子，学期长，费时费力，收费还不能过高。想学这门学问的大致有几种人，一种是家境普通，想让孩子学点本事，将来做个账房先生的；第二种，想学会后靠这个开馆授徒的人；第三种，想参加明算科考试的学生。说到明算科，我觉得二哥可以努力一下。二哥今年也才不到30，参加科举也不算晚。如果二哥有这个打算，这2-3年教珠心算就不要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二哥若能把珠算这门学科普及开，算是开创一门新学问，将来肯定扬名，有了名声，再考明算科就事半功倍，而且将来出事有这样的功绩在，也会顺遂很多。顾九对谢占最佩服的地方就是不在乎眼前的利益，任何事情都能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谢占啊，你可真是厉害啊，我眼光可真好，随便找找就找了这么厉害的人。你这是夸你还是夸我？你哪里是随便找找啊，分明一早看我们老四长得好看呐。不还是我眼光好，一眼就看出谢占好看皮囊下的有趣灵魂。你呀，我决定了，就听老四的，普及珠算，考明算科，家书院合作，束修可以少收，但算盘得跟咱们买。另外，在外面的私塾招收打算学成做账房的学生，以及参加明算科的学生，两方教学时间错开就行了。和书院合作，这个可以做。三友他们读书的本墨书院，三友已经给他们的先生演示过珠算的神奇了。三哥去本墨书院找他们合作，应该能成。一家书院如果能打出算学特色，我想他们没理由拒绝。我明日就去问问三友那混小子，没白费他老子我训练他那么久。这样的话，学的人多了，买算盘的人就多。老三得赶紧加把劲儿了，多做点算盘，不行多雇几个人帮忙。谢三郎点点头。二哥，找好铺子之后，等三友他们休幕，带着他们去你的铺子前，给大家展示展示珠算的神奇。不然谁知道你那珠算是干啥的？若能找几个懂算学的，故意刁难几下就好了。可以可以，我得想想去哪儿找这样的人。下几张战帖给城里名气大的账房先生，邀请他们参加速算比赛什么的。这个主意好啊！算筹计算的速度和珠心算没法比，这一点谢二郎深有体会。这样的比试稳赢。快说说，你说的抗生药能杀死细菌？我刚才说了，细菌大量存在于我们身边。佛说水里108000虫，可能就是佛家很早就意识到水里大量存在着细菌，只是对他们的认知不够而已。人如果体质虚或者受外伤，这些细菌就会趁机入侵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外邪入侵。哦，外邪就是细菌，也可以这么说。外邪的范围比较广，细菌就是外邪的一种。比如我们身体有伤口，细菌就会趁机在伤口上面繁殖，导致伤口发炎。发炎是西医的说法，中医没有发炎这个说法。发炎和上火有些相似，比如咳血、咳嗽、黄痰这些症状，就是因为肺火引起的。就是肺上火了，肺火引起的咳嗽就是有炎症了。火是病因，炎症是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的身体本身对外邪有抵抗力，身上有小伤的时候，靠自身的抵抗力就能够杀死那些伤口存在的细菌。但伤口太大了，或者造成伤口的力气太脏，上面的细菌太多，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拜倒在细菌之下，导致伤口红肿、化脓、溃烂。而抗生药就是用来对付细菌的。像今天带下病的那妇人，因为体弱，细菌容易入侵体内，造成盆腔炎症。但我们常见的药材很难杀死那些细菌，所以盆腔炎很难治好。如果有了抗生素，那妇人的病就可能治愈。对于医者来说，这番话其实很容易理解。中医本身对细菌有些朦胧的认知，但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不难发现。抗生药怎么做？先生可听说过陈芥菜卤？这是他学习中药材的时候系统提到过的一种古老消炎药。陈芥菜卤。邓先生和刘先生相携着走进来，
相传前朝有个老和尚在大缸里放入芥菜，3、4年后芥菜化成水，就是所谓的陈芥菜卤，用于治疗肺脓肿或者化脓的外伤，有很好的效果。但自打老和尚死后，制作陈芥菜卤的方法就失传了。邓先生擅长疮疡科，对这些比别人了解的要多。陈芥菜卤就是一种抗生药，你会做？邓先生眼神亮了，他收回先前的话，这小姑娘一点也不自大，而是真有真材实料。要3、4年之久啊，那妇人恐怕等不了3、4年啊。不用3、4年，陈芥菜卤我不会做，但青霉素我会做。要用到放坏发霉的水果、蔬菜或者馒头，这些东西发霉之后上面长的绿毛就是做青霉素的原料。青霉素是抗生药的一种。我曾听闻京城的成衣铺子里，做成衣的妇人剪刀划破手的时候，常用浆糊里长出来的绿毛抹在伤口上，伤口就会长得快，还不会化脓。这么看来，浆糊上长的绿毛就是青霉素。对啊，既然早知道浆糊上的绿毛有这样的功效，为什么没有人找原因呢？没有人尝试用这个方式做出治病的药吗？很多人没听说过，听说过的人没放心上，就造成早有宝山在眼前，却以为是瓦砾，轻易放过了。那还等什么？我们这就去做。明谦，去，现在就去买水果，多买点，再让善堂的方妈妈多蒸点馒头备用。尽量买橘子，橘子生的青霉做青霉素更稳定，吃没橘子就只好用其他的试试了。陈明谦答应一声，却磨磨蹭蹭的没有出去。如果做好了，是不是像伤口化脓这种病就能治了？不止伤口化脓，像7日风这些外伤，还有外感风邪引起的肺气失宣、肺痨、疔疮、石淋痹等等等等，都有很好的疗效。这要是真的做成了，对于医学界来说，就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今后，很多绝症都能够得到治疗。小九娘啊，小九娘啊，不愧先生我当初想方设法留下你，真是留了个宝啊！恭喜您啊，先生，大进伯乐，非您莫属。千里马，你当得起？刘川一边去，明明是我先发现的小九。可我怎么觉得陈芥菜卤远没有这么强大的药效？如果陈芥菜卤有九娘你说的那些药效，医书不可能没有记载。陈芥菜卤的确有抗生效果，但里面的抗生素含量太少了，所以功效没有那么强大。就像是酒，我们喝的酒中酒精含量太低，喝好几碗都不会醉。但是如果我们提纯酒精浓度，哪怕是1小杯，就能把人喝醉了。我们做的青霉素就是等于把1大缸的陈芥菜卤浓缩成1小碗，去掉里面没有什么用的杂质，只保留有用的东西，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增强很多了。就比如喝1碗糖水，只是有点甜，直接吃1口糖，甜的齁嗓子。对，不是让你去买水果了吗？你怎么还在这里？这就去。虽说青霉素效果强大，但能不能做成还要试试才知道。没关系，只要方法不错，咱们一次做不成就多做几次。顾九打算回去的时候，陈一令才想起一件事，懊恼地说道：咱们明日要去南门口给刘民检查身体，九娘明日不要来医署，直接去南门口跟咱们会合就成。顾九不明所以地看着陈一令，陈一令解释：地方医署的职责之一就是预防地方疫情，最近从荆州那边来了不少流民，咱们得去筛查一遍，以免有人得什么不好的病，咱们也好防范于未然。那挺好的呀，还能顺便练习诊脉呢。顾九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陈一令点点头，这自然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顾九洗漱完，去前边吃早饭，谢战已经先到了，看到他进来，起身去帮着盛了1碗米粥，给他端过去。老四你就惯着他吧，小姑娘家家的，烧火做饭样样不会，将来算了。话说一半，想起顾九是要嫁给老四的，那就没问题了，他自己惯的，他自己受着。没事，这些俗事就不是我们九娘该干的。大嫂羡慕吧？您是来不及了，赶紧再生个小女娃，你也好好的惯着，将来也找谢战这样的。不过我觉得吧，能不能找到谢战这样的暂且不提，就老谢家的坟头可能建在一座庙的遗址上吧，生出来的全是小子，你想要一个女娃娃可难喽。你个小乌鸦嘴，赶紧闭嘴吧。你今日不是还要去城门口给刘民检查身体？快吃饭。大嫂您可别不信，您看看我二嫂肚子里的就是男孩，还一下子俩呢。你呀就幸灾乐祸吧，九娘啊，你就没有办法？听说有人有生男娃的方子，你医术这么好，就没有生女娃的方子？哪有什么生男生女的方子，都是假的，不可能。不过我曾经听说过一种说法，说男人年龄大点可能生女娃的几率大点，但也只是据说哈，没有根据，不可靠。我大哥这种情况倒是还有几分可能会生个女娃出来。
是的，有可能。虽然顾九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张氏还是很开心，夹了一个大肉包放顾九面前的盘子里。大嫂，我真没能力让你生女娃，这个大包子该奖励给大哥，我受之有愧啊！要不要我再给你一个，堵住你的嘴啊？哎呀，如果是真的，那再过几年，我和你二哥也能生个女娃。情况不一样，你和二哥有点悬，具体参考娘。徐氏登时泄气，高氏生谢六郎的时候都30好几了，他们爹更大，但不还是个男娃。吃完早饭，芙蓉娘收拾了一些笔墨纸砚，跟着顾九乘着马车直接往南门而去。大师姐，师弟们早上好呀！就这么让他们瞎叫，不成体统啊！技不如人也没办法呀。再说了，小九娘多厉害呀，当得起大师姐这称呼。别说，孩子们品性都不错，没有不平，也没有嫉妒，心平气和，心服口服的尊称比自己强的人，多好。刘先生、邓先生，早上好呀！今日城门挺热闹的，是出了什么事儿吗？不知道，咱们也是刚到，陈老头去打听了，也没打听到消息。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回大人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今早接到上官的命令，让控制住这些流民，不让他们随便走动。顾九和刘先生等得着急，也忍不住凑过来看热闹。几人正在疑惑，打远处来了一骑，一人骑着马跑得飞快，没多一会儿就到了跟前。我是医署陈大人。陈依令点点头，属下是县衙衙役。昨晚有一伙流民去花石村抢钱粮，打伤了好几个人，其中许家大郎伤得很严重。县令大人知道陈大人在附近给流民看诊，就派属下来请医署的先生们去看看。顾九知道花石村就是五里坪对面的那个村子，花石村被抢了，也不知道五里坪怎么样了。五里坪呢？他们有没有去五里坪抢东西？这是我们医署的学生。那伙人先去的五里坪，但五里坪建有围墙，围墙上插有毒刺，那伙人爬墙的时候被毒死了几个，就被吓跑了。他们退出五里坪后，担心天亮后五里坪的人告官查到他们头上，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抢了对面的花石村，然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难怪衙差们把流民们都围住了，这是担心流民里还有昨日抢劫的同伙。快点去吧，伤患不等人。小九，你去叫上邓先生，让王兴旺赶车过来，明谦他们几个去租辆马车，也赶紧的跟过来。顾九应一声，跑回城门，简单交代一下原因，就叫上了芙蓉娘，和3位先生一起乘着马车往花石村赶。陈大人来了，麻烦快看看，这许家的男人怕是有些不好。九娘怎么也来了？没事吧？我随医署先生们过来看看病人。那快去吧。顾九也顾不上仔细问五里坪的事儿，跟在陈依令后面，衙役带着他们径直往一边的厢房去。石大夫来了，哎呀，快进来看看我儿子吧。这是受伤的许大郎的老娘。顾九抢过去，掀掀他的眼皮，掀开他的袖子，手在男人的脉搏上感受下温度。邓先生已经弯下腰，手搭在许大郎的手腕上。他体温下降的厉害，给他盖上被子，再去准备一碗水，水中放一点盐和糖，要快。这是我们医署的顾小大夫，快去准备吧。老二家的，听见了没有？快去准备一碗水，加点糖和盐。他是怎么伤的？伤哪儿了？那些天上的箭中踢了我男人的肚子，他说肚子疼得厉害。当时有什么感觉吗？恶心吗？想不想吐啊？有，我男人先前还说恶心想吐。怎么样？脉象细数，四肢冰冷啊。两人对视一眼，心里都对许大郎的情况有了判断。出去说吧。四肢厥冷，心跳过快，脉细数，腹痛，是小肠穿孔了。邓先生点点头，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的确是被人踢破了肠子，哪怕只是破了个小口，也是要命的事儿。小肠穿孔，如果不手术的话，肠道中的肠液就会流出来，污染腹腔，引起炎症，然后就高热，要不了几天就会没命了。刚从房里走出来的许大郎媳妇儿急了。大夫呀，你一定要救救我家男人，求求您了，儿他爹不能死呀，他死了家里可怎么办呢？我的老天爷呀，给条活路吧！哭什么哭啊，给老娘住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哭？大夫，我这儿子还能不能救？邓先生没回答许老娘，而是侧头望着顾九。顾小大夫说的手术是指？手术是用刀等工具把人体病变的部分切除，再把伤口缝合的技术。你要把他破裂的小肠切除，就是说要把肚子切开。
哎呀，肚子切开人还能活吗？肚子都切开了，人还能活吗？这小丫头的话怎么能当真？是啊，肚子剖开不就没命了？婶子，您可要仔细想想，不能轻易答应啊。的确是得把肚子切开，把肠道破裂的部分切除，这样才能够活命。华佗当年要切开曹操的头来治疗头疾，说明这事儿是可以操作的，只不过这项技艺失传了。顾小大夫会这项技艺。手术这件事情本身不难，难在缺了很多东西，而想弄出这些东西需要时间，但伤患却等不了了。都需要什么？我们尽量想办法给弄到，总要试试才行啊。陈一令比许大郎的家人还要上心，手术如果成功，那就是再现华佗神术，一定会轰动杏坛，天下皆知。届时人类医学将会向前迈出一大步。那是谢村长的妹妹？韦大人，是草民的妹妹没错，草民的妹妹医术很厉害，而且见多识广，她说能办成的事就一定能办成。本官只是问那是不是你妹，没让你显摆。第一，需要锋利无比的手术刀，这好办，我手里就有。第二，要有缝线，我要把他肠子破损的一段切除，再缝合到一起，缝线得要羊肠线，这样将来伤口长好之后，线就和肠子长到一起去了。这个不难做，但要时间。羊肠和人肠都是肠子，所以能长一起，如果换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就长不到一起了？这些问题以后再讨论，先顾着眼下的伤患。羊肠线不管缝身上哪里都是可以长到一起的。先生们也知道，人受外伤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伤口化脓引起高热不退，肚子划开那么大的伤口，如果没有青霉素的话，很难保证术后正常愈合。最重要的一点，还需要一间十分干净的房间。手术期间进入房间的人必须保持干净，我们看不见的空气中到处都充满了细菌，病人腹腔打开后，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腹腔，在腹腔里面进行破坏。我需要杀毒酒精消杀空气中的细菌，而酒精的提炼也需要时间。我们的青霉素也还没做出来，肠子破裂，护理得当也不会立刻要命，还是能支撑几天的，其他的都不是问题。青霉素需要几天能做出来？如果能找到现成发霉的果子或者馒头，7天左右差不多能做出来，但一次能不能做成功就说不准了。他们商量的事情太过于专业，就连周县令也没听明白。我妹妹说，天地间到处都充满了看不见的小虫子，这些小虫子就是造成伤口化脓的原因，所以受伤后只要保证伤口干干净净就能活命。这个草民一直跟本官显摆，欺负本官没妹妹是吧？做不做得成都要尽力一试，能把人救活皆大欢喜，救不回来咱们也尽力了。有了这次的准备，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人，咱们也不会再眼睁睁看着人没了。对，尽力一试，不成也能积累些经验，说不定下次就成了。医术本来就是以小博大，只要有希望，咱们就去尝试。医学不正是从一次次的尝试中进步的吗？这已经不是许家人的事儿了。对于医术来说，救治许大郎的意义更大。医术先生们比许家人更希望能救治许大郎。我看您老十分通情达理，就跟您老说说情况。刚才我们看过了，您儿子的肠子给踢破了，您老想必也听说过这样的事儿，肠子破裂是绝对活不成的。许老娘脸色惨白的，却死死咬住下唇，点了点头。我们医署的顾小大夫医术很厉害，年纪那么小。顾小大夫年龄虽然小，但是见识高，医术更高明。您也知道，肠子破裂，任何大夫来了也没办法，也只有在顾小大夫这里还有一线生机。但我们现在缺一味药，这种药要做出来需要7天时间，您儿子能不能撑7天还很难说，而且7天后就算做出来，也不知道药有没有效。顾小大夫刚才的话您老也听到了，我们要把您儿子的肚子剖开，把破裂的肠子切掉，再缝合好。这样的方法前所未有，咱们也没做过，能不能成功谁也不知道。顾九赞赏地看一眼邓先生，这算是术前告知了吧，相当于手术同意书。学到了。我明白了，大夫您尽力的救治，就算后来我儿子，我老婆子也绝不埋怨大夫们。大夫您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儿多坚持几天，我怕他支撑不到你们的药出来。我知道这是难为你们，但我也是没办法了，还请你们想想办法，尽量的救他一命。
这是一定的，不用您老人家说，我们也会尽最大的能力保住他的命。或许手术时间可以提前几天。陈依令和两位先生都疑惑地望着他，不是说青霉素要7天才能做出来吗？手术后伤口从发炎到高热到不治也还要1-2天的时间，如果再用药物和针灸介入，还能撑1-2天。远在第4天，也就是初6那天早上手术吧。这样的话，许大郎只要支撑过前3天就行，3天后只要青霉素做成功，活下来的希望就很大了。顾九交代徐老娘，手术那天你们需要准备一间干净的房间，房子正中一张床、一张桌子就行，床上铺上干净的油布，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放，还需要一些薄薄的棉布，比手帕略微大一些就行，至少要20来块，沸水煮过之后晾干。只要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大夫想要什么就尽管开口。这几天不能给他吃东西，只能喝一些糖盐水。啊，人本来就虚弱，还不让吃饭，身体不就更弱了？伤患的肠子破了，吃的东西会顺着伤口流到腹腔里的，若给他吃了东西，等不等我们再来他就没命了。不会，我们一定照大夫说的，不给他吃东西。等会儿我给开一张退热的方子，这2日如果发热了，就赶紧熬了药喝。徐老娘连忙点头应下。顾九给开了一张以黄连、金银花为主的消炎药，又开一副以柴胡为主的退烧药，交代不发热就喝消炎药，发热了就喝退烧的药，这边就没什么事儿了。陈依令他们还要分头去准备男人手术的用具，就跟周县令匆匆告辞。大哥，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去吧，路上小心。你们今日不是要给刘明看诊，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东西了？出了一点事儿。是出了什么事？昨晚上果然有流民去咱们村里抢粮，被毒死了好几个，就吓跑了。后来他们就去抢了对面的花石村，还打伤了几个人，其中一个伤得很重。我们医署的人刚从花石村回来。不远处，2名中学学生凑在一起说悄悄话。看见了没？那个就是谢战的妹妹，听说就是她能治孔老太傅的病。年纪这么小，消息不会是假的吧？怎么可能是假的？那天胡四海也在，亲耳听到孔老太傅说的，还让谢战的妹妹给他老人家针灸。我还当他谢清华真的才鼻子剑，才得到了孔老的青眼，原来是靠他的妹妹呀！可笑孔老班里的人把他夸得人间少有，真是一群马屁精。能有什么办法呀？可惜咱们没有一个会医术的妹妹。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周学里都传遍了，说他谢清华因为有个好妹妹，才能做了孔老的弟子，没有真才实学，迟早要丢脸。等期末考试，咱们就等着看他丢尽颜面吧。你们2个说什么呢？忽然有道声音出现在身后，2人目露尴尬，回头看去，见说话的正是燕白公子。清华兄的才学有目共睹，当初清华兄拜师时，我等亲眼见证，的确是靠才学得到孔老青眼。清华兄的妹妹是拜师后才开始为孔老治病的，还请2位不要人云亦云，坏了清华兄的名声。显燕白说完转身走了，留下2人脸一阵青一阵白的，难看的不行。你们周学的人来这里干什么？这会儿不上课吗？今日老师让我们来跟流民打听，他们之所以变成流民的原因，了解他们被迫背井离乡，都遭遇了哪些艰难，以便写实物册。变成流民不就是因为兵祸吗？因为战乱变成流民没错，老师让问的是战争影响到流民的具体原因，比如因为打仗赋税会增加，导致百姓辛苦种的粮食还不够交税，而荆州王仓促起兵，没有充裕的粮食储备，市面上的粮食也被大量收罗，导致粮价猛增，百姓买不起食物，只好到处去逃。2是兵器消耗大，需要征收百姓家里的铁器，打造兵器，百姓就没了生活生产的工具。还有人力消耗，兵源短缺，就要强征百姓去打仗。最后还有散兵游勇、祸乱乡里等等原因，造成百姓不得不逃离故土。你这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吗？我了解，不保证别人都了解啊。那你赶快去忙你的吧。花池村那个病人很麻烦，要治他的病需要好多东西，我要到徐叔的镖局去一趟，让徐叔帮着做几件玻璃器皿，还得去找陆叔打几件刀具，还得回家一趟，让2哥3哥帮我提炼酒精。哎，我真是忙死了。我记得你提过可以把酒提炼浓缩，就得到了酒精。对啊，是这样做的。酒精别在家里做了，一并在徐叔那里做吧。2哥3哥这几天忙得不着家，也没空做，徐叔那里人手足，很快就能给你做出来。你在这里等我，我去请个假，和你一起去。谢战找到顾先生请假，说是为了救一个人的性命要离开一下，就往镖局去了。做玻璃瓶得用到铁管，我得找老陆去打。不着急，还有件事得跟徐叔商量。酒娘需要做酒精，酒精在治疗伤患上用处很大，也可以做出高度白酒。市面上卖的酒纯度不高，就算喝3大碗也跟喝甜水似的，但经过提炼的白酒
口感净爽，香味醇厚。哎呀，我也没喝过，反正提纯的酒就像是一只香喷喷的大肘子。市面上的酒就是把一把大肘子做成剁碎了，做成了满满的一大锅肉汤一样。这生意能干，四郎啊，你可真走运啊！九娘这样的财神，竟让你给遇到了。是，我的确非常幸运。小伙子，你要好好表现哦，不然你会失去我的。好，我这就写信让清安的混小子赶紧滚回来帮忙。娘的，家里都忙死了，那臭小子出去就跑野了。九娘啊，白酒具体怎么做啊？顾九没时间指导，关键他也没做过，只有方子，于是干脆把方子说一遍，交给徐总标头。徐叔，白酒您慢慢做，我先去买点酒，帮我先把酒精弄出来，病人等不及了，我最晚2天之后就要。这边事情说完，三人就匆匆出门。午饭后，谢战就和顾九合骑一匹马，一起去五里坪。谢家四郎，你是谢家四郎？你这是？梁先生，是您老啊！您老已到宣州来了，学生见过大人。顾九跟着行了个服礼，周县令抬抬手，示意两人免礼。你们2位认识？这位梁先生是学生家乡的一位教书先生。周县令点点头，知道谢战是五里坪的人，就跟他说起昨晚的事儿。目前宣州兵力全部被抽走，宣州地势复杂，仅靠衙门的差役很难找到那些抢掠的流民，你们自己还得提防着点儿，免得他们报复。多谢大人提醒，学生会提醒村里人小心。四郎，你还记得你三嫂娘家弟媳吗？老朽在路上时曾见过他。那人怎么了？老朽和那赵氏曾是一个村子的人，赵氏在逃难路上一直和一些男人同行，他们人多势众，没人敢招惹。昨日中午放粥的时候，还见赵氏和那些男人们挤在最前面，到了今早却再没见到他们。周县令询问刘明，也正是想问出少了些什么人，好摸清楚那些人的底细。令兄今早去衙门报案时也提到，昨日傍晚有一男一女曾去五里坪外乞讨，当时令兄觉得2人可疑，夜里就提高了警惕，才没让他们得逞。今日又不见了那赵氏，说明赵氏和抢掠的流民是有关系的。原来是他，可是为什么呢？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祸害咱们村？当初赵氏因为和人争吵，导致自己的儿子被人打死。赵氏的婆母因为这件事时常埋怨赵氏，赵氏因此一怒之下跟了别人。不幸的是，他跟的那人后来也死了，估计因此心里意难平。可跟咱们村有什么关系啊？有的人自己不幸，不找自己的原因，总是迁怒到别人，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他人造成的，把恨转移出去，好让自己心里好受点。他恨谁？三嫂的娘？谢战点头。因为恨三嫂的娘，连带恨收留孙家的咱们村子。孙家那媳妇儿以前看着只是嘴巴不饶人了点，哪知道还……既然有前因，抢掠的事除了孙氏一伙人没跑了，只是不知道那伙人的身份。学生曾见过流民中有些人神情步态有些像溃军，但也只是学生的浅见，并不敢确定。这一点周县令问过谢大郎，周县令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今日本官已经查出3个溃军，本官审问过了，不是他们。本官还要接着查询他们的情况，就不耽误谢公子了。大人，这位梁先生是学生的故人，如果这边没什么事，学生能否和梁先生单独说几句话？周县令点点头，让差役带下一个流民过来问话。先生的家人也一起来了？老朽家里人都跟着过来了。梁先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还回荆州吗？走一步说一步吧，能在宣州安家就留在宣州吧，故土虽难离，也得先活下去再说。小子倒有个提议，梁先生看能不能行？我们槐树村的人早就来了宣州，在这里落了户籍，就安家在城外五里坪，我们村子还算安定，大家都想让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目前还缺了位教书先生，不知梁先生有没有兴趣？老朽没问题，只要能有个安定的地方住，有口吃的，能让家小活下去，他没什么是不能做的。只是家里还有儿子儿媳，还有个小孙子，你看。无妨，我们村子专程建了供孩子们读书的学堂，梁先生一家可以先住在学堂。梁先生若愿意留下来，我可以和村里人商量商量，把梁先生一家的户籍也落在五里坪。如此，四郎，你就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请受老朽一拜。不敢当，梁先生快快请起啊！就劳四郎费心了。谢战是帮人帮到底，
去州县令那里说一声，把梁先生一家子都领了出来，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去五里坪。谢战跟谢大郎说了赵信娘的事儿，谢大郎去敲钟召集村民过来议事。梁先生之前就在大石洼村教孩子们读书，刚好我们村子正好要找个教书先生，就把人带回来了。我们一家子只求能有一个容身之地，只要乡亲们愿意收留我们一家，我这下半辈子绝不收村里孩子任何束修，保证认真教导孩子们。村里学堂我们也只是暂时住着，家里有能力盖房子了，咱们就搬出去。安顿下来，我就去找事儿做，等赚了钱就赶紧盖房子。我也可以找事做。我也可以，我长大了能做事了。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感觉他们感同身受，因此谢大郎问大家的意见时都没人反驳，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昨晚到我们村子乞讨的那个女的肯定就是赵氏，他们压根不是来乞讨的，就是先来探路的。都是我家教不严，出了那么个东西，我家给大家招祸了，对不住各位。贱人就是贱人，老娘还没找他的事儿，他都恨起我们来了。若不是那贱人，我好好的孙子能被人活活打死，千刀万剐。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这也怨不得你们家，那女人早就不是你们家的人了，跟你们没关系。事情已经发生，再说什么也没意思。现在还是想一想该怎么防备他们报复。县令大人可是说了，如今宣州兵力不足，抽不出人手去找那些畜生，咱们得想办法自救。这事也怪我，昨晚上他们来的时候就该杀出去的，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以为是荆州来的溃军，黑天半夜的也看不清有多少人，担心人家都是打过仗杀过人的亡命之徒，村里这么多老人孩子，犯不着跟人拼命，就没敢动手。早知道会这么麻烦，还不如昨晚上打出去呢。村长不用自责，谁也没长前后眼，不是？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对付他们吧。怕什么？他们还敢来，咱们就干他娘的！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低估了咱们，所以准备不足，铩羽而归。下次再来肯定做好了准备。而我们虽然有围墙，但如果有人从左右两侧离大门远的地方跳墙进来，职业的人未必能发现，到时候免不了一场恶战，一旦打起来就会有伤亡。但是咱们村子入村的路就只有一条，正对着大门口，只要有人靠近，职业的人肯定能看见。你傻了吧？白吃这么多年饭，你以为那些混蛋玩意儿跟你似的，舍不得踩着庄稼地进来？就像大郎那天说的，只要他们叠罗汉上去，把墙头的刺全拔了，一个一个跳进来，到时候职业的人没发现他们，万一那些混蛋给咱们放一把火，咱们可就全遭殃了。这可怎么是好啊？那怎么办？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呀。要是一日不抓住那些歹人，咱们难道就一直提着心防备着？四郎啊，你有什么好主意？还有九娘，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要不咱们沿着围墙在里面挖条沟，沟里面铺满荆棘，荆棘上沾上毒液，沟上铺点茅草和浮土，他们跳进来就是死。这主意好，不错，能行。我也觉得能行。这法子可行，但有两个弊端，一个是围墙太长，挖一圈沟得用些时间，怕的是咱们还没挖好他们就来了。二是村里孩子多，大孩子还好交代清楚就行，小一点的孩子万一淘气掉沟里，为了避开正中间职业的人，他们80%不会选择从大门两侧的围墙跳进来。咱们从两侧开始往中间挖沟，沟也不用太深，浅浅能放下荆棘就行，这样速度会快上很多。至于孩子们，只能各家这些天尽量关家里了。好在也不用太长时间，荆州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等宣州折冲府的人马回来就好啊，只能这样了。万一他们来得太快，咱们两侧的沟还没挖好，他们已经翻墙进来了怎么办？故技重施。九娘的意思，咱们还可以在自家墙院上插上刺，他们能拔了围墙上的刺，一定想不到家家户户的墙院上也有毒刺。可咱们院墙上没有毒刺啊。傻，回去插上不就有了？这办法好。那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他们想到了把院墙的刺也拔了怎么办？你当咱们职业的都是死人啊？人都从外墙跳进来了都没有发现，人又跳进家里了还发现不了，那还值什么也？不如多加2个守夜人，左边加一个，右边加一个，来回走动着巡查。我看可以。也行，就是最近啊，大家辛苦点罢了。村民们纷纷表态，实在是安稳日子来之不易，可不能被人毁了。我们家先值夜吧，我和天福守左右两边。那我们家我和行之2人就守明晚吧。职业的事稍等再说，如果这次歹人再来，我们防着他们报复事小，重要的是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才是大事。
如果这次再放他们走，官府没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前，咱们都要时时刻刻提防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对，四郎的话有道理，咱们不能一直防着他们，这样啥事都干不成了。四郎有什么法子能抓住他们？我有办法，很简单，用迷药。有一种迷药，遇火就能够散发出去，只要闻到的人立刻就昏迷过去了。只要他们来，就在点燃的柴草或者是火把上撒上药粉，保准全都放倒。可咱们的人岂不是也中招了？九娘有解药吧？一碗凉水泼脸上，只要有人保持着清醒，把咱们的人泼醒就行了。那就没事了，咱们都防备成这样了，如果还斗不过那些杀财，活该被人祸害。办法是有了，接下来就是谢大郎分派任务了。这边事情完了，就没谢战和顾九什么事儿了，两人骑马回城。这就出来了，我就说吧，肯定肚子一剖开，人就没了。哎呦，这老许家人这真胆大哈！这肚子剖开还能活的话，这都能信啊？是缺了什么东西吗？您放心，缺什么我们这就去准备。怎么样了？这事做完了，成了没？这么快吗？这还没有2刻钟吧？我儿怎么样了？还活着吧？我能进去了吧？我男人是不是？都别急，没事，手术很成功，接下来只要等我们的药做出来，8成就能够活下来了。真的？我去看看我家男人去。站住！多大年纪了还咋咋呼呼的？听大夫怎么说，能不能进去？居然还活着？没死啊，肚子都切开了还能活？我怎么不信呢？别不是担心老许家人找他们麻烦，死了也不敢说吧？进去一个人吧，别动他的伤口，看看就出来。那我去，你给老娘老老实实待着，一天天的老是毛手毛脚。我去。许老娘说着走进屋里，看到床上静静躺着的儿子，小心的靠近。许老娘也不敢多待，确定儿子还活着后就出去了。好好的，大郎好好的，还活着啊！居然真的还活着呀？难道肚子切开真的还能活呀？现在说还活着也太早了点，说不定一会儿人就不行了。大约还有2刻钟，麻沸散的药效就过去了。醒来之后会觉得伤口疼，但让他千万不要动伤口。还有这2天还是不能吃东西的，也不能够喝水，等上下通气了才能开始进食。怎么知道上下通气了？就是放屁，等他放屁了，就说明上下通气了，就可以吃一点东西了。刚开始不能吃太多，每次少给吃点，多吃几次就只能喝点稀粥，不要吃干饭。通气之前一定不能进食，否则可是会要命的啊！千万要记住。记住了。顾九在这边交代家属，那边邓先生已经跟陈依令、刘先生和杜老大夫讲完手术过程，简安他们也围上陈明谦，追问手术细节。咱们回去吧。我再等等了。小九娘啊，不着急，咱们总得等人醒了再走，不然人家不放心呐。他们也想等人醒过来，亲眼看一眼，才能放下心来。顾小大夫，要不再留一留，就一会儿，不耽误你多大功夫。快给大夫们搬椅子来，老儿媳妇儿去给大夫们倒水。如果这次手术成功，是不是今后肠痈也能这样治？肠痈就是阑尾炎。对啊，不光肠痈，有关肠道的病都可以这样治疗，还有妇人难产、剖腹取子后，孩子能活，产妇也能活着。肠痈也是要切除一段肠子，这么说食淋病也可以做。不光这些，甚至于脑子里面长了肿瘤，也是可以开颅取瘤的。哎呀，那不就是华佗神术在线了？我其实一直不怎么认可华佗能把开颅手术做成功，不是因为技术达不到，而是因为压根没有手术环境，普通的外伤还会要了性命，何况是开颅之后大量细菌进入，人几乎不可能活着，除非当时有无菌手术室，还有输血器材和血源，还有青霉素。但如果那会儿就有青霉素的话，历史上不可能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华佗老先生肯定做过无数次的手术，对人体非常熟悉，能确保切除病灶成功，但没有无菌的手术环境和抗生药，人最终必死无疑。顾小大夫方才说的输血器材和血源是什么意思？人身体里面的血液是有限的，失血过多就会死亡，如果把别人身上的血抽出一点，给失血者输入身体里面，就能够活下去了。这还能给人输血？大家的好奇心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正想刨根问底，芙蓉娘叫了一声：“人醒了。”顾九推门进去，看到床上的许大郎睁着双眼看过来。你知道你是谁吗？许大郎点点头。你今年多大了？39。这是几个？6个。你刚做完手术，等会儿肚子就会开始疼了，到时候千万不要乱动，免得伤口裂开。你能听明白我的话吗？能。好，你刚做完手术，这几天会很难受，得忍一忍，等我们把药做好你就没事了。好。顾九从屋里退出来，许家人就迎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能不能进去看看，都给顾九驳回了。这2人伤口最容易感染，尽量少去打扰，
就算照料，也要把自己清洗干净再进去。大郎媳妇儿，你家大郎真醒了？会不会是他们骗人的呀？大郎媳妇儿，你看过了吗？人没事吧？放你娘的屁！我男人好好的，你再敢诅咒我男人，要拧我大耳瓜子抽你！大郎，你疼不疼啊？不疼，小大夫说一会儿才疼。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有点冷。母子俩一问一答，声音传到外面，大家都给惊到了，人居然真的还活着。次日一早，顾九来复查，邓先生和陈明谦两人昨晚留宿在徐家。怎么样？昨天没出什么状况吧？伤口有没有发炎、发热了吗？没有，挺好的，就是虚弱，伤口疼，还没通气。顾九看看的伤口有一点点泛红，果然还是要发炎了。得下床活动活动，不能老躺着。这就能下床了？不是得多躺几天，等伤口长好？下床走动走动，能够促进肠道蠕动，使肠道功能尽早恢复。没事的，陈师弟，你和邓先生扶着他，慢慢的下地走一走。没事，起身的时候手扶着伤口，慢着点就没有问题。活动活动，你就能快点排气，就可以早点进食了。邓先生和陈明谦两人扶着许大郎，刚挪动2步，就听见一声悠长的拐着弯的长屁颤颤悠悠的响了起来。好，终于通气了。老大媳妇儿赶紧的去把熬好的粥给大郎端过来。哎呀，可怜见的，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都能吃饭了，吃酒没事了？不止呢，这还下地走路了呢。哎呦，真活了！听说肚子那么长的一个口子，这才1天就能下地了。许大郎媳妇儿端着粥凑到顾九跟前，小神仙，您看看喝这么多行不？小神仙可当不起，你叫我小神医，我还敢厚着脸皮应一声。小神仙的帽子太重了，我可顶不动。对，的确是小神医。小神医，您看一次喝多少粥合适？不了，喝一半就行。看完许大郎，顾九他们就要回去了。医署里，青霉素制作到了最后关头。这日一大早，青霉素果真是神奇，不光一晚没烧，伤口还明显有了好转。不行，咱们得赶快回去，再做一些青霉素。这么好的药，一定得多做一点，再试几次。如果药效稳定，就可以上报朝廷了。顾九再去时，已经是术后第10天了。今日要给许大郎拆线，见证历史的时刻，大家当然都想来看看。顾九和先生们到的时候，许家刚好来了一名大夫，是宣州城济世堂来的郑大夫。我就看一眼，看看到底是真是假就行。我也是大夫，没有恶意。不行，我儿子又不是猴子，还撩起衣服给你看，不行，坚决不行。郑大夫想了想，默默地掏出10来个铜板递过去。许大郎媳妇儿咽咽口水，看看她婆婆。郑大夫又摸出几个铜板，凑成20个。这下不少了吧？许老娘目光粘在铜板上，再艰难地把目光挪开。许大郎媳妇儿悄悄地伸手在婆婆衣襟下摆拽2下，许老娘不为所动。郑大夫默默地又摸出10个铜板，真不少了，就看一眼伤口而已。许老娘这才勉为其难地冲许大郎媳妇儿点点头。看归看啊，但是不能用手摸啊。顾小大夫可是交代了，人的手上有好多脏东西，这些脏东西粘在伤口上，伤口就会发炎化脓的。边说着，小心地掀起他的1.1摆。看吧。郑大夫忙凑过去，见他肚脐一侧有一条半尺长的伤口，伤口上缝着线。原来真的被剖开过，肚子剖开后居然真的能活。当然能活了，你不是已经看到了？草民见过几位大人，这位难道就是顾小大夫？是啊，就是我，你有什么指教？指教不敢当，就是有很多东西不理解，想请教一二。我知道您不理解的是什么，但那些东西讲起来太长，咱们有时间再细谈。现在我要为我的病人拆线了。说完，让陈明谦和许二郎把许大郎扶进房里。顾九拿起剪刀，把伤口上的线都剪断，用镊子抽出来，再抹上酒精消毒一遍，直起身来笑道：好了，今后只要好好养着就没事了。这就没事了，今后要怎么调养？什么时候能像正常人一样？再过半个月就能做点轻省点的活了，但毕竟是开了腹，伤了元气，今后要注意保暖，尽量不要受凉，免得咳嗽震动伤口，也不要做太重的活，用力过猛了会导致伤口迸裂。食物上这1-2年也要注意，先以流食为主，少吃多餐，慢慢加一些干饭，养个1-2年就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先生们都点头表示明白了。好，我们都听明白了。哎呀，太谢谢小神医了，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老天保佑小神医长命100岁。大人们也辛苦了，我给你们磕头了。说着就跪下给顾九磕头，磕完顾九，磕几位先生，连陈明谦也没放过，扶都扶不起来。
出了房屋，徐老娘把刚才收郑大夫的30个铜板取出来，又摸出个小包，取出里面一小块泛黑的银子，一起递到陈依令面前。我知道你们为我儿治病花费了很多，你们都不计较，但是我们不能没良心啊，让你们贴钱，家里被那些畜生抢了，只有这么多了。我也知道这远远不够，您先收着，剩下的只要家里有就还给你们。陈依令就把30个铜板收下，这些作为诊费足够了。相比许大郎，医属在这件事上的收获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郑大夫望着那30个铜板，心头一排乌鸦飞过，所以今天他是眼巴巴来给人家送诊费的。这怎么能行啊？徐老娘说道，一边又把银饺子往前递。陈依令推让几下，摆摆手，大家匆匆的往外走，上了马车离开。郎，你肚子上的伤到底多长啊？有人说1指多长，还有人说都从脖子开到下边了，到底多长啊？给咱看看呗。放你娘的屁！你咋不说从脑门开到脚后跟呢？开那么大口子还能活吗？那就给咱们看一眼呗，看一眼咱们就知道到底有多长了。就给看一眼。大郎媳妇你咋这么小气呢？你家大郎这不都没事了，看一眼能咋地呀？咱只看肚子，又不看你男人那玩意儿，咋那么小气呢？呸！回去看你男人的玩意儿，想占我们家大郎便宜，没门儿！行了，都走！顾小神医可是说了啊，我家大郎不能着凉，天儿都这么凉了，万一得了风寒，你们给治啊？瞧你那小气的样，不就撩一下衣服，怎么就能得风寒了？就撩一下，你男人又不是纸糊的。我家大郎那能跟普通人一样吗？他现在身体还没好利索，虚得很，可不能随便的撩衣服。哼，我家大郎是唯一一个开了肚子还能活的人，是你们不掏钱就能看的吗？村民们和许大郎媳妇儿还在你来我往，半真半假的打趣。打官道上又驶来一辆马车，在许家门口停下。敢问这里可是许家？就是在下是个大夫，听说您家里有人做了开腹手术，特来一看，不知可否方便？天气凉了，我儿身子虚弱，来回的撩衣，担心着凉，实在是不方便。年轻大夫在路上时遇到济世堂的郑大夫，听说了看伤口的价格，直接掏出30个铜板。外面的确不便，不如进屋去看。许大郎盯着铜板，没舍得不要，点点头，缓缓地往屋里去。当初开腹的时候感觉怎样？疼不疼？不疼，当时顾小神医给喝了药，说是麻沸散。麻沸散重现江湖的传说，在杏林界都传开了。喝了麻沸散后有意识吗？是彻底昏迷了，还是仅仅开腹时不疼，人是清醒的？大夫呀，您可是说了只看看伤口的。年轻大夫笑了笑，又掏出10个铜钱递过去。这个够了吗？够了，您问。许大郎咧嘴笑了，想破脑袋他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能通过这种方式赚钱。这么看来，受这一场重伤也不是没好处。是昏迷的，当时喝完药没一会儿就睡过去了。开腹的时候一点都不疼，但后来药劲儿过了，就开始疼了。什么时候可以吃东西的？吃完东西肚子疼不疼？1天以后肚子里通气了，就能喝点稀粥。年轻大夫问了一大堆问题，心满意足。准备离开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大夫，同样是交了30个大钱后，得以参观了许大郎的肚子。村民们给羡慕坏了。明日早上把地里种的白菜和萝卜拔一些，再去城里割点肉，分作2份，1份给顾小神医送家里，1份送医署，那都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咱们家得了好处，可得好好的感谢人家。许二郎应了下来，之后一直有大夫不间断地上门看许大郎的伤口，问各种问题。九娘当初虽然来医署是学习的，但医术已经在我们之上，学生们也改口称先生，不如今后就在医署教导学生医术。我会上书太医署，给九娘一个正式的博士身份。九娘不出诊，那些富贵人家就不会再来，也有时间应对上门的同行，医署也能回归正。小九娘的医术的确可以做孩子们的先生，直接来做先生完全可以胜任。只不过我认为这件事不着急，再等等，等青霉素治好的病人再多些，病例收集的足够多，才有说服力，届时再把九娘的功绩报上去。九娘做出能救命的新药，以及能做手术把肠子坏死的人救活这件事，对于军中来说意义更大。相信以刺史大人的精明，肯定也在密切关注着。只要有更多的患者被救活，刺史大人必定会上报朝廷，到时候医署和地方官员一起举荐，九娘被破格录用的机会更大。
有道理，我没意见，能和九娘共事，十分荣幸。顾九却摇摇头，他这几日也想了很多。我不同意，我还是不想被人约束。如果太医署对我破格录用，要调我进京，或者是调去培养军医呢？一入官场深似海，从此自由不由我可还不想离开宣州呢。还有，我教学有自己的节奏，人家能迁就我，给我最大的权限吗？大概是不会的。那么多大佬，谁会把我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丫头当回事啊？等有一天我站得够高，多的是的人愿意听我说话时，再说其他的吧。这孩子年龄这么小，却已经活得这么明白了，又纷纷感叹有本事的人就是硬气。这些天我也想了，我打算自己开个医学堂，兼药堂和学堂为一体，既能够接待患者，又有大量患者给学生练手，积累经验。顾九原本到医署来是为了学习医书和通过大量的患者锻炼自己方脉的能力，但他也没料到一场意外竟让他的名气一下子就打出去了，从而打破了医署的平静。还要在医学堂里弄一间手术室，先生们知道糟糕的环境会影响手术的成败，所以有一间手术室至关重要。我先声明啊，我的医学堂和医署并不冲突，我的医学堂会明文规定只收疑难杂症及需要手术的病症，还有妇人科的病症。招生方面，初学医术的人不招，且教学以疮疡科和针灸科为主。顾九有自己的考量，他们也不好强人所难。陈依令思考一阵说道，你对招收学生有什么要求吗？除了必须有医学基础外，我的医学堂除了有手术室外，还有住院部。像许大郎那样的患者，手术之后是不能立刻离开的，我不可能派出人手去患者家里面照看，所以我还打算建立住院部。住院部提供更干净的卫生，更适合患者养病的环境，这样的话就需要很多人来照看患者，所以学生得在住院部做事，一边做事一边学习。学生们不需要教束修，同样的，我也不会付给他们工钱，我保证认真教导学生。但学生如果偷奸耍滑，只想学习不想做事，我是要赶人的。陈依令和两位先生对视一眼，顾九所说的医学堂的模式的确不错，和陈明谦他们的学习方式其实是一样的。九娘啊，怎么说咱们也有些情分，能不能把你的医学堂建在医署附近？我是想着咱们医署的孩子空了去你那里学习，也便于咱们相互探讨医术，不是？而且这边离衙门近，地痞什么的也不敢来闹事。可以啊，开哪里无所谓，只要地方够大。那咱们就说定了，地方你不用操心，你如果相信我，就由我来帮你找地方。好的呀，没问题，咱们一起找。明谦是打算今后以疮疡科为主，刘芳林那孩子在针灸科上有点天赋，你打算招多少学生？可一定要给这两人留2个名额呀。顾九痛快地答应了。你们做的那个青霉素是叫青霉素吧？还会做吗？做，肯定要做的。有了青霉素，很多病都能够治好。有没有打算做多少？在哪里做？做了可会售卖？可有什么章程？都还没想，没什么章程。下官打算在医署再做一些，试药后如果能保证药效稳定，就会上报太医署，以后恐怕会交给太医署的上药局制作。陈依令敏锐地察觉出程刺史怕是想要截胡，这个老家伙防范心还挺重。本官倒是有些想法，顾小大夫有没有兴趣和刺史府合作，做出更多的药来？什么合作啊？顾小大夫也知道本官打算在宣州境内种药材，本官想着与其把这些药材卖出去，不如想办法自己用了，宣州用不完的再外卖出去。大人想在宣州大规模做成药，这还要看顾小大夫手里还有没有其他成药方子。本官欲在宣州成立药署，如果顾小大夫手里还有一些奇小的药方，不如和药署合作，顾小大夫只需要提供药方，运作售卖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需要顾小大夫操心，药署每年分给顾小大夫1成立，你看如何？当然，凭青霉素这种药肯定是不够的，成立药署的前提是顾小大夫手里还有其他药方。药方我肯定有很多。来接顾小大夫啊！今日迟迟不见舍妹回去，家母不放心，打发学生来看看。顾九看到谢战，当时觉得有了主心骨，做生意他不熟啊，忙走过去把程刺史的话跟谢战说一遍，满脸依赖的道：你看看怎么样？宣州种植药材这一块想要盈利，恐怕没个2-3年不行。医署的成药想打出名声，同样不是短期的事。学生听闻大人还有2年任期就满了，不知大人将来有何打算？这个两位尽管放心。第一，本官既有这么长远的打算，就不会这么快离任，任期满会上书朝廷奏请连任。第二，
药方掌握在顾小大夫手里，想必和顾小大夫合作的人很多。只要继任者不是太蠢，肯定不愿意得罪顾小大夫这棵摇钱树。本官辛苦打造的药属，一定是愿意他好好发展的。就算将来离任，继任者本官也会认真考察，以保障本官辛苦的成果不被破坏。刺史大人所言极是，但学生还是有些顾虑。药属一旦做起来，利益动人，想来摘果子的人一定很多。刺史大人就不担心给人做了嫁衣？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本官自然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想在虎口夺食，还得看哑口够不够锋利。大人胸有成竹，学生多虑了。至于合作开医署的事，舍妹年幼，还得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二，商量好了再答复大人如何？就是那是自然。青霉素是医署和顾小大夫合力做出来，下官本已经打算上报太医署，将来太医署定会制作青霉素出来。程大人也做青霉素的话，会不会和太医署争利？据本官所知，青霉素的方子是顾小大夫提供，医署只是参与制作，本质上青霉素的归属权还是顾小大夫。对于青霉素方子的售卖，掌握在顾小大夫手里。当然，医署是参与制作了，方子已经学会了，本官也不能阻止陈大人上交太医署。大京这么多人口，仅凭宣州药署来做青霉素，可供应不上，瓜太大，宣州药署吃不下。太医署参与，本官没什么意见，只不过太医署与顾小大夫怎么分成，也得事先说好吧。药方是顾小大夫提供的，陈医令可别看顾小大夫年龄小，欺负他呀。怎么会？医署上下都很喜欢顾小大夫，欺负谁都不可能欺负顾小大夫。是下官思虑不周了，没有考虑这么多。程大人所言极是，这件事儿不能让顾小大夫吃亏。下官再想想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做得好。商量好事情，大家都准备各回各家。对了，大人，您家公子面色暗沉，隐隐带着黑气，可能肝脏有疾，您还是早些让他看看大夫的好。什么？他生病了？也不一定，也许是我看走眼了，不过还是看看为好，有病及早治疗，没病也放心了不是？多谢顾小大夫，本官记下了。不客气，依着本分而已。顾小大夫，本官突然觉得本官的夫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正确，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当日你救我儿于狼口，你是我儿的救命恩人，我儿当以身相许才是正理。所有人都震惊地望着程刺史，原来你是这样的刺史大人。顾小大夫，本官之子年方15，品貌皆佳，好学上进。顾小大夫将来若要嫁人，不妨考虑一下犬子。程刺史瞪了周县令一眼，哼，胆儿肥了，敢跟上官抢人，小鞋子了解一下啊！感谢两位大人厚爱，不过不巧得很，学生对九娘有救命之恩，要说报恩，九娘也得先报学生的恩情。九娘已是学生未过门的妻子，罗夫有夫，怕是让两位大人失望了。本官知道，无事还没成亲。顾小大夫啊，如果有一天谢清华有富裕，记得还有程家可做退路。多谢。谢战不等他往下说，飞快地拱起手道：告辞。他真怕他家憨憨来一句好呀，哎，还是别让他有机会说完的好。喂，朋友，你跟着我干嘛？哼，别不承认，今早上爷我去平康坊听曲的时候，你也在坊外转悠。听完小曲，爷去西市看马，你也去西市看马。爷到这里吃饭，你也在这里吃饭。说说吧，跟着爷有什么目的？青年依旧没回答，只是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你要是小娘子，爷我能认为你贪图爷的美貌，想要自荐枕席，但你是男人，虽然你长得不差，但爷可是正经人，不好这一口。青年抬头看他一眼，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我想想，在哪儿见过你？吉，你知道我小名？你是？能否找个安静的能说话的地方？公孙哲点点头，双眼依旧在青年脸上逡巡。跟我来。公孙哲说着，当先在前领路，两人一前一后，顺着寒光门街，没走多远，来到挂着天香阁牌子的3层楼房前。这是我的地盘，有话你尽管说。我想起为什么看你面熟了，你跟穆恩伯长得有几分像，你是穆恩伯府的人，是几房呢？我怎么没见过你？哦，难道你是穆恩伯的私生子？青年笑了笑，摇了摇头。我算是穆恩伯府的人，也不算。我想起来了，我听说17还是18年前，程贵妃有孕，却被先太子养的小狗冲撞流产。1个月后，先太子在寝宫被毒蛇咬死，
先皇后命人彻查先太子死因，只查到几个玩忽职守的宫人。先皇后不甘，求皇上命刑部联合大理寺彻查太子死因。皇上认为太子之死就是宫人疏忽怠慢，才让毒蛇爬进太子寝宫，致太子死亡，而先皇后却坚信儿子是被人所害，和生父穆恩侯以及家中兄弟姐妹长跪太极殿，请求皇上彻查太子死因。皇上盛怒，认为穆恩侯挟祖上功绩，逼迫君王，下旨贬穆恩侯府为穆恩伯府。先皇后心灰之下，一头撞死在太极殿的玉柱上。公孙哲缓慢地讲完这段过往，玩味地看着青年，继续道：后来穆恩伯为保全家前程，不再与皇上抗争，这件事情就此作罢。但穆恩伯次子与先皇后兄妹情深，不满家族畏首畏尾的行为，带着家小愤而离家，远走他乡。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玩伴，就是出自穆恩伯二房，好像叫徐清什么。哎呦，瞧我这记性，穆恩伯府清一色徐清，实在是想不起是什么。徐清扬。哦，对，徐清扬，小杨子，是你啊！吉吉这些年日子很惬意啊，混日子呗，有什么惬意不惬意的？你怎么突然回京了？你一个人回来的，还是全家都回来了？那件事你父亲放下了，那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小，都是听人说的。哎，说说呗，你们家查到什么？还准备给先皇后和先太子报仇吗？徐清扬摇摇头，略过他的问题。只有我自己回来了，这次回来是有事儿找你。哦，什么事儿？不妨讲来听听。有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想找你一起做。你看我像是缺钱花的人吗？钱谁还嫌多的？嫌多自然是不嫌多，但就怕有命赚没命花呀。徐清扬不掩欣赏地望着公孙哲，这人果然看着纨绔，实则脑子十分清醒。倒也没什么危险，只不过是要坑个人。坑谁？程安伯次程定安，就问你敢不敢？程安伯是程贵妃母家，看来你们对付程贵妃的心不死啊！你不用跟我使激将法，程定安那个狗东西的确讨人嫌，但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无缘无故坑他也犯不着。若坑了他，他还感谢你，还有钱赚，你干不干？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小杨子，说来听听，你打算怎么坑？许清扬从袖袋中摸出一个小荷包，递给公孙哲。公孙哲伸出2根手指头捻了一点，在指尖搓了搓。盐？在宣州的一处山里，我们发现了一处盐矿，而且试着提炼出了盐。你们？我们，我的父亲，还有我大姐婆家兄弟。你们打算把这消息卖给程定安？但这是挖坑吗？这是送财吧？你们这么巴结程家，难道忘了先皇后、先太子的仇了吗？姑母的死，太子表弟的死，在父亲心里是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许清扬抬起眼睛，不接这句话，却说道：我朝爵位降等世袭，令祖降等袭封四王，令尊降等袭封郡公，到了你就该是武阳侯了。等到你的儿孙会逐渐沦落旁支，现在你还是武阳王嫡长孙，身上流着皇家血脉，却已经不能与程定安争锋。那么令祖100年后呢？你甘心被个屠户庶子骑在头上？程贵妃原是屠户家的女儿，入宫为婢，爬上龙床。你父亲是想和武阳王府合作？不是，是与你公孙哲合作。你们还嫌弃我祖父不成？王爷老成练达，只怕更愿求个稳字，不愿徒生波折。不就是嫌我祖父胆小吗？说的那么好听。说说你们的计划，总不能我什么都不知道就答应与你们合作吧？我们打算把盐矿和制盐的方法卖给程安伯府。面对这么大的利益，你说程安伯府是把这消息上交朝廷，还是私自开采？以程安伯府的贪婪，到了嘴边的肉，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交给朝廷，肯定要私自开采、私自贩卖的。私自贩盐虽然是重罪，但以程安伯府的势力，想把这件事瞒住也不是不可能。你们到底怎么打算？其实也没什么，不过4个字，授之以柄而已。我还是不能理解，我倒是可以想办法促成这件事，但实在是想不明白，就算他们有把柄握在你们手中，凭这件事想要搬到程安伯府还是不行。以贵妃的圣宠和势力，顶多最后推出程定安顶罪，有什么用啊？不是要一个一个扳倒，而是要让这件事儿成为压垮程安伯府最大的一根稻草。压垮程安伯府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剩下的稻草呢？已经准备好了。我父远走他乡，这么多年来，你难道以为他只是心灰意冷、混吃等死？说说呗，你父亲到底有什么打算？能把那位扳倒？你放心，我发誓绝对不说出去。徐清扬斜睨他一眼，没说话。不说就不说。程定安眼大心空，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一贯不满程安伯府世子，认为世子的位置就该他来做。遇到这样的事，一定会上钩。他急于做成一番成就，好得到别人的认可。
这个人选你们选得很好啊。那是肯定的，你这个人选不也选得很好？具体怎么做，你可想好了吗？许清扬点点头，把谢战那天说的方法告诉公孙哲。你们这主意打得挺好，我出面来做这件事，程定安那小子再怎么样也不敢昧了我的钱，更没胆量杀我灭口。打算让陈安伯府出多少银子？100万两。多少？100万两。公孙哲倒抽一口凉气，冲许清扬竖起一根大拇指。你知道宣州的盐矿有多大？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人力够，产盐量能占天下盐业30%的份额。但那么多盐凭空出现，肯定要引起朝廷的重视。他们不敢动作太大，但也不妨以这个画个大饼给他。至于价格嘛，买家可以着地还钱，卖家自然要漫天要价。也就说吧，最低卖多少？50万两白银。以程安伯府这些年敛的财，狠心还是能拿出来的。当然，找公孙大公子您帮忙，肯定不会让你白辛苦。事成之后，3七分成，你3我7。成。后天就是徽安长公主孙子满月的日子，到时候满京城的权贵都回去，我就漏些口风给他程定安。这么大的利益，不怕他不上钩。事情商量完，两人没再说话。半晌，公孙哲声音沉沉的道：我帮你做这件事，不为钱，也不为家族前途，更不为一戚之争，而因为这京城的天太黑暗了，我只想天能明亮一些，乾坤能清朗一些，笼罩在京城上空的那些冤魂能够安心的去投胎。京城的天黑，他怎么能不知道？不然他们一家作何非要捅破这天？哎呀，昨晚我们家老爷回去一提九娘的话，哎呀，我这心啊就提得老高老高的。你说这倒霉孩子，九娘早就跟他说过他的身体不好，他竟然没当回事儿，你说气人不气人？程大公子啊，大约也是怕您和大人担心，夫人您也别太担心了。想来呀，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九娘啊，你快给程大公子看看，也好让夫人放心呢。顾九答应一声，从高氏身后走出，叫程程去旁边坐下，手放在中间的机上。最近瘦了呀？那是自然，本公子的好相貌不能因为胖埋没了。我是大夫，在给你看诊，要实话实说，不然可断不准病情。你是刻意减肥还是食欲不振？你怎么知道本公子最近不想吃饭？哎呀，好好的回答九娘的话啊，的确是最近食欲不好才瘦的。有没有晨起面部浮肿、发热次数增多的情况？有，今年发热的次数是比较多。哎呀，我儿是什么病？严不严重啊？程大公子这是长期空腹饮酒和肥胖引起的。按程大公子的年龄来说，开始饮酒时年龄很小吧？哦，对，他小时候就爱偷喝家里的果酒，有次是带着小伙伴把家里的待客的果酒都喝光了，一群孩子全都醉倒一地，后来就收不住了，常年在外和他的狐朋狗友喝酒，回家也是要顿顿有酒。难怪小孩子的身体还没发育完全，就遭了酒精荼毒。这病不难治，但一定要戒酒、减肥、服以汤药啊！不能再喝酒啊！哎呀，叫你戒酒你不听，你看看啊，都把身体糟践成什么样了。肝脏是人体功能最多的一个器官，你若是不好好保护它，身体的抵抗能力就会逐年下降，会反复生病。或许一场小风，一次换季，你就病倒了。幸运的话，常年卧床；严重的话，影响寿元。哎呀，老娘回去什么都不干了，我就看着你这个小崽子，你不把酒戒了，老娘跟你……还得请教顾小神医，家兄这病要怎么调养？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吃什么药啊？戒酒、减肥，多吃豆制品、牛奶、菜蔬、各种肉类，但不要吃肥肉，少吃精米细面，多吃糙米粗粮。甜食也要少吃，保持饮食规律，作息规律。顾九说完，给开了个方子。今日慈安理疗馆开业，芙蓉娘跟着徐氏和孙氏去帮忙了，都不在家，她只有自己来。二嫂，今日理疗馆的生意怎么样？好，今天呢，一共教了7个人。严太太介绍了她母亲和她娘家嫂子，邓太太介绍了她的表姐，还有隔壁的姚太太也去了，还带了她的母亲、姐姐，还有堂嫂。另外啊，朱学的顾先生的夫人也带着2个人去做了1下午，看他们的样子啊，也有心治疗呢。我和荣娘检查了一遍，2位年长的熬的时间有些长，都比较重，需要3个月才能治好。另外3个中度的，2个轻度的，都是交了钱的。今天一共收入230两。只是先收了钱，还得等人家见效呢。中途啊，不出现差错，这钱呢才算是真正落到手里。做事的时候啊，都认真点儿。理疗馆呢，才刚开始，一定得让人家满意才行。没事的时候啊，还得多看看医书，也不能只会一点儿，
多了解点医术，哪怕不能给人看病，也能提醒哪里需要注意的。一句话的事儿就能把人教好了，人掏钱掏的也满意，出去呀也会给咱多说好话。既然今日开始有了收入，家里的规矩也得定一定了。目前来看，理疗馆的收入应该是家里最高，你们大哥大嫂的药材和猴头菇暂时还看不到收入，但届时啊一定也不少。老二志不在赚钱，收入多少也没关系，老三的算盘作坊将来也会有收入，这些呢都是家里的生意，收入要交公中，但你们难免也会有花销，所以呢今日起家里所有收益交公中70%，剩余30%自己留着。你们也别觉得我赚得多他赚得少，我出力多他出力少，不公平，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你们爹走得早，这些年呢你们大哥兄代父侄，没少辛苦操持。要说不公平呢，你们大哥才是最不公的那个。大哥这些年的确辛苦，我们都记着呢，没有觉得不公平，我们都听娘的。前些年呢，老四、老五、老六都小，家里全靠大的3个撑着。往后老四、老六如果考了科举做了官，还有老二如果也考中明算科，家里就得你们3个撑着。为了这个家，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兄弟齐心，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娘说的没错，虽然钱财动人心，但人活在世上，如果天天都在为钱在算计，就算钱多到花不完，也不会快活。我们听娘的。家里今天的好日子呀，都是九娘给的。老大夫妻俩的药材和猴头菇靠的是九娘，珠心算、理疗馆、算盘生意都是靠的九娘。这些呀，就是九娘给宫中的贡献。今后九娘不管赚多少，都是自己的，不用交宫中。你们没意见吧？没有。娘说的没错，没有九娘，哪有咱们的今天啊？咱们呀，都是占了九娘的便宜。九娘都已经买了这么大一座宅子了，不用再交的。我最近的确需要用很多钱，不太方便交，以后等我赚的多了再交吧。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父母在，不易财。儿女自己都是父母的私产，自己哪儿来的私产？那就这么说定了。荣娘没有收入，也不能亏待荣娘。如果荣娘去理疗馆帮忙，老二媳妇儿，你和老三媳妇儿得给荣娘开工钱。这是肯定的，荣娘是去给我们帮忙的，工钱就从理疗馆的3成里扣。我也给荣娘姐姐开工钱吧，荣娘姐姐给我帮老大忙了。哎呦，我不要，这家里又不缺我吃，不缺我穿的，我不需要。荣娘姐姐不用客气，既是家里的一员，就不用跟家里太生分。傅荣娘才犹豫着点点头。谢战吃完饭就去周旋了，姑九下午就在家里做药。这是卖盐方子的钱，总共50万两，公孙哲留了15万两，剩下的都在这里了。九娘，这银子是青阳哥费了不少功夫才弄到的，我想给徐叔留10万两，你看可以吗？这是你和徐叔你们辛苦谋划才得来的，你们想怎么支配都行，问我干啥呀？你傻呀，如果不是你，那盐就算堆在我们眼前，我们也不知道能炼成盐，都是你的功劳。我就动嘴巴，剩下的都是你们在操心。这银子你拿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开1堂的银子已经够了。再说了，我的不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别客气。好，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这银子我现在的确需要。想说我赚钱了还给你，但想想这辈子估计都不会比九娘还会赚钱了，软饭注定要吃一辈子。五哥你回来了。四哥，九娘。五哥你好像长高了，也壮了。好像是长高了，以前我比四哥要低一点，现在一样高了。哎呀妹呀，你也不用太拼，在家吃吃喝喝打扮打扮就行。看把我妹累的，我走的时候我妹到我肩膀这么高，回来的时候我妹才到我胸口，不但不长，怎么还抽巴了？谢战惊奇地看一眼谢五郎，一回来就踩九娘的痛脚，这是多作死呀！五哥高是高了，但怎么这么黑呀？还糙！你看啊，你跟谢战在一起，简直就是美男和猛兽，这哪里是亲兄弟啊，简直是毫无关系。说你是从黑熊窝里面抱回来的，熊瞎子都委屈的想撞墙。哼，来呀，互相伤害呀！院里的家人们看他们互对，都哈哈大笑。今日因为谢五郎回来了，所以谢大郎和张氏也被叫回来团聚。嘿嘿，我错了，妹妹，五哥错了，
五哥才是长不高那个，五哥是长不高的矮墩子，妹妹别生气。哪里不敢生气，矮墩子不配生气。好了好了，不气不气，老五的脑回路是铁铸的，肠子是直的，咱不跟他生气。不是，我明明不是那意思。顾小九，你大哥大嫂站在这儿老半天了，也不见你打声招呼，眼里就你五哥。哪能啊，看不见谁也不能看不见大嫂呀。大嫂好，大嫂和大哥走那么远的路回来，辛苦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大嫂最近可好呀？有没有好好给大哥补身体？大哥这些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一会儿我再给大哥把脉吧。好。张氏见他男人神情僵硬，心里直后悔，他干嘛招惹顾小九呀？好了，时间不早了，都快进屋吃饭吧。招呼着一家人进去吃饭，好歹算是把这茬给接过去了。荆州那边怎样？这次有没有立功？四哥，我立大功了，荆州王世子被我抓住了。五哥，你抓了荆州王世子，那荆州王呢？给那老小子跑了。跑了？荆州城破的时候，大将军担心荆州王化妆成老百姓逃跑，特意在紧闭城门，打算搜出荆州王再开。结果从荆州王府属官的嘴里得知，荆州王在小舟山的司军被端时，就已经悄悄离开了荆州，据说是得了什么治不好的病，出门寻访名医去了。荆州实际上一直由世子坐镇。他倒是运气真好。这不是运气，小舟山司军被端这消息禀告到王府时，荆州王肯定是第一个得知这个消息的。荆州王知道自己多年的计划要完，所以才提前找借口溜了。那他为什么不带上自己的妻儿老小一起跑啊？王府主子一起跑，动静就太大，会引起所有属官的注意。如果属官也带着全家一起跑，消息难免泄露出去，到时候朝廷到处抓捕，他们也跑不了。至亲的妻儿老小全死了，他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这就不好说了，或许他就是天性自私，除了自己的性命，其他都不在乎，也或许狡兔三窟，他还有其他子孙后代和势力藏在不知名的地方，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那荆州王世子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抓住他的？城破之后，大家一窝蜂的冲进城去，大将军命令咱们府军值守四门，免得荆州王府的重要人物趁乱逃跑。其实根本就是大将军是神策军的大将军，不想咱们府军争功，才让咱们守门的。也不全是担心府军争功，能去王府搜查的人，好处怎么会少？荆州王府的宝贝肯定很多，王八犊子，他们吃的杜儿圆，咱们连汤都没有，太不公平。这天下没有绝对的公平，想要公平，只有你够强大，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公平。我现在已经在往强大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要做将军了。这次抓到荆州王世子，我们都尉答应给我请功，等旨意下来，我就能做将军了。到底你是怎么抓住荆州王世子的？那会儿兵荒马乱，满城都是着急逃跑的百姓，有一伙百姓拉着板车想趁乱跑出大门，被我们队正给拦住了。他们自称是在荆州城卖菜的菜农，因为打仗被困在城里好多天了，怕家里人担心，所以看到城破了才想赶紧回去。本来兄弟们检查一遍也没发现问题，就放他们离开了。但是他们走了几步，其中一人从我面前经过时，我闻到他身上有股味道，那味道很熟悉，像是在哪里闻过，带点药味，又有点土腥味。三七，谢战和顾九还有谢二郎三人同时道，从老林子带出来的三七磨成粉后，大家都闻过那个味道。对，我一想不对呀，三七就咱们手里有，后来卖了一些给上虞县的药堂，那东西咱们卖的多贵呀，一般菜农如果受伤可用不起啊。时间太短了，三七的名声还没有彻底打出去，顶多会引起军中人的注意，还没有普及到老百姓都能用的程度。九娘说的对，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不对劲儿，叫住了他们，走进那人身边，再次确认了一下，的确是三七的味道。他身上除了三七的味道，还有淡淡的血腥味。我就问他哪受伤了，他先说没有，我要检查，他才说刚才急着走，不小心被一家墙上钉的钉子挂了一下。这一下我们队正也觉得不对了，兄弟们齐齐围上去，让他把伤口露出来检查。哪知他们突然跑了，还分成几波，朝着不同的方向跑。我可不管他们，就认准那个身上有三七味的追。那人拉着个年轻人，始终不放手。你们不知道，我们去荆州前可是朝死里训练，别说那两个小短腿，就是长了飞毛腿，我也能给他抓回来。小爷我几步就追上他们，一手一个。这满屋子的人，你打量一下，跟谁自称小爷呢？没有，不是小的我一手一个抓住两人的手臂，哪知身上有三七味的那人身上功夫还不错，跟我纠缠起来。另外那个年轻人趁我俩打架偷跑了，我一想不对呀，身上有三七味这位可是一直护着那年轻人，那人肯定身份不一般。眼看那年轻人就要跑远，我果断撒了一包迷药把他放倒，赶紧去追年轻人。这人肯定就是荆州王世子了。对，这世子
弱鸡的很，就会点花拳绣腿，不经打一脚就被我踹晕了。我提溜着他回去，对证一审其他被抓到的人，才知道被我抓到的竟然是荆州王世子。这下我算立大功了。诸位说，这次论功行赏，我的功劳是最大的。四哥，我这么大的功劳，能封个将军当当吧？这次做得不错，不过将军还是有点悬，你毕竟资历太浅，运气好的话，能有个正八品宣节校尉的衔，实职能到吕帅已经不错了啊！才正八品啊！知足吧，你才进入军中半年不到，因为恰好遇到了这场战事，不然从一个小兵升到吕帅的位置，起码得6、7年。哦，你是咱家第一个有官职的，已经比哥哥们都厉害了。你二哥，我想考明算科，还得再努力几年，就算考中被选官，最多也就是个9品，比你可差远了。嘿，似乎也还真的不错哦。一下子比你们对正的位置还高了。回去后小心别人不服，找你的茬。我才不怕，就那些熊货，没人是我的对手。来一个揍一个，来2个揍1双。好了好了，赶紧吃饭，饭都要凉了。张氏和孙氏、傅荣娘3人忙站起来，端菜的端菜，盛饭的盛饭，忙碌起来。谢五郎这次回来有3天的假期，第2天没事干，就陪着高氏和顾九出门，打算先去牙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谢五公子，顾小大夫又见面了。陆东家，原来竟是在上虞县收购他们天麻和3七的陆东家。咱们当初卖天麻和3七，陆东家可是帮了大忙。陆东家竟然也到宣州了，这次是来做生意还是来走亲戚的？本来是特意来找顾小大夫的，到了之后恰好碰到一桩生意，打算顺便做个生意。你病发了？不应该啊，只要按时吃药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了。要不找个地方我再给你看看。不着急，谢五公子，我方才在楼上听到一件事，谢五公子大名可否叫谢谦？您是怎么知道我姓名的？方才我在对面酒楼会友，偶尔听到一件关于谢五公子的事，就下来说一声，免得谢五公子待会儿被人坑了。方才有几个自称是谢五公子袍泽的人，他们在酒楼看到谢五公子，打算邀请谢五公子您上酒楼饮酒，然后设法把谢五公子灌醉。他们找了个计，充作大家闺秀，想坏了你的名声。听他们的意思是嫉妒你立了什么大功。陆东家刚说完，路对面的酒楼门口就有2人走出来，径自往这边来。待会儿不管谁叫你，咱都不去。去？怎么不去？不给他们点教训，还当我好欺负呢？致幻药给他们尝尝。哎，谢谦，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怎么陪家人出来走走？哟，老陈、钱四，你们出来玩玩？巧了不是，兄弟们今日都在，刚好遇到了谢兄弟，一起上去喝2杯。这个今日不太方便，还要护送家母和舍妹回去，改日再聚。咱们好不容易休了3天的假，改日可没这个机会了。你家里既然有车夫，也不是非你不可，机会难得，想来令堂也不会怪罪你的，你说是吗，伯母？是啊，我们家老五平日也难得和同袍们聚聚。老五啊，你去吧，我们先去前面的茶楼喝茶等你。不着急，你好不容易回来一回，慢慢玩。伯母对你可真好。虎哥，你带银子了没有啊？难得和朋友们聚聚，你可不能让朋友们掏钱请客啊。好啊。谢五郎背着身子，把老陈和钱四儿的目光挡住，小声问：怎么了？顾九分在左右2只手里分别给他塞个东西，左边致幻药，右边养养粉。谢五郎眨眨眼，表示明白。上次顾九给他的迷药还有，他本来打算给他们下点呢，既然有这2种更厉害的药，那就有好戏看了。不会有事吧？要不我上去再叫一桌菜，在旁边看着，万一出事还能照应点。多谢您了，不过没事的。老五啊，虽然看起来憨憨的，其实心里都有数，没事的。就算是有事，就当一次教训了。吃一堑，总能长一智啊。陆东家放心，我五哥可聪明了，打架还厉害，吃不了亏的。 3人一同往前走，去前面的茶楼等谢五郎。没问题了，陆东家放心，瘤子已经没有了。我以茶代酒，敬顾小大夫一杯，感谢顾小大夫的救命之恩。不着急，我还有话要说。脑瘤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我思来想去，陆东家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来自于遗传。不知道你家里的父辈可有这个病史啊？我的祖父过世前就经常头疼，乡间的大夫只说是头风，当时因为家贫抓不起药，就一直熬着。后来一次突然昏厥，就再没醒过来。我父亲因为祖父吃不起药，才开始做药材生意。壮年时因为操劳过度，
突发疾病过世，所以我祖上到底是不是有脑瘤，我也不敢说。陆东家祖上既然有头疾，说明体内潜在有这个病因。如果外邪风寒，内邪痰浊上犯，再有肝气郁结，情志不畅，房事不节，久病不愈，就可能会重新复发。那怎么办？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呀，你保持心情愉悦，房事节制，不要用脑过度，一旦得了风寒就赶紧治，不要久拖，没了这些治病的原因就行了呀。哦对了，别吃腌制的、霉变的、烟熏的食物。陆东家点头不迭。说完病情，陆东家再次举起杯子给顾九敬茶。这次顾九没有推辞，喝了他的茶水。我到宣州后听说了一件事，还得请顾小大夫帮个忙。说来听听。我到宣州后听说刺史大人要在宣州建药署，在周边招募药商，我家里刚好是做药材生意的，大晋的药农，我家5、6成都做过买卖，不管常用的不常用的药材都有门路搞到。我听说顾小大夫认识刺史大人，不知道顾小大夫能否代为引荐。当然不敢让顾小大夫为难，只需要引荐一下就成。听闻顾小大夫在找宅子开医学堂，我前2日刚好买了座宅子，自认还挺合适顾小大夫的。不管最后我和刺史大人的生意能不能做成，这座宅子就当给顾小大夫的谢礼了。引荐刺史大人没问题，宅子还是算了吧，太贵重了。不，宅子不光是我的一番谢意，而且还有诊费。今后我的病还得顾小大夫多费心，若能和刺史大人谈成生意，或许以后我的家小也一并迁来宣州，到时候家中妻小少不得麻烦顾小大夫，你就当是御夫的诊金吧。宅子是什么样的格局还不知道，要不改日九娘去看一看，如果合适，陆东家多少钱买的，咱们照价买下，不合适啊，你还收回。陆东家看这样可行，陆东家只能应下，心想到时候再想办法让他收下就成了。没什么好说的，聚众闹事，当街脱光撒酒疯，事实清楚。来呀，各打20大板。大人明鉴，咱们不是故意闹事，一定是那酒出了问题，请大人明察，那些酒肯定不干净，那酒是谢老五请咱们的，一定他在酒里下药了。对，大人把谢老五抓起来审一审就知道了。大人容禀，在下正是谢武，本来在下和家母舍妹在外逛街，突然遇到他们，非要拉着我去饮酒，我想着都是同袍，就请他们喝了最贵的清酒，是他们自己量浅还贪杯，酒后发疯，可跟在下没有关系。你说他往酒里下药，可有证据？他害你们，可有理由？他既没谢五郎下药的证据，也不能说出他们打算设计坑谢五郎的事儿，不然故意坑害同袍，军中的板子可比衙门的重多了。大人，咱们都是折冲府的府军，就算犯了事，军中自有处置，大人不能对我们动刑。这是我宁安县的地盘，你们在我的地盘闹事，就要受本官惩罚。相信你们下都尉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本官不给面子，反倒会感谢本官帮着教训下属。来呀，还不动手！衙役们应一声，如狼似虎地扑上去，把人都按倒，板子噼里啪啦就开始打。顾小大夫，这唱的是哪出戏呀？什么哪出戏啊？那酒里是哪种药？大人，这件事和舍妹没有关系，舍妹也不认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上次给大人的药，只不过给大人的是经过改良的，这次用的是先前作废的，没多大用处，顶多能让人出出丑。能让人出丑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吗？五哥，你身上剩下的给周大人吧。顾小神医手里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药吗？痒痒粉您要吗？有什么作用？撒在人身上能让人奇痒无比，痒到钻心，像无数蚂蚁在身上爬，难受至极。居家旅行打击报复这必备佳品，您值得拥有。顾小神医还有别的词儿吗？没了，推销我不擅长。本官没准备打击报复谁，这药顾小神医自己留着吧。他们怎么得罪顾小神医了？他们没得罪我，他们嫉妒我五哥立了大功，找了个妓女装作是良家，骗我五哥喝醉，好跟那妓女弄出什么好事儿来，再告五哥一个奸污良家妇女的罪名，坏他的名声，让五哥的功劳泡汤。娘，快叫妹妹走吧。那该打，挨顿打一点都不亏。那个，本官还有公务，就先回去了。
顾小大夫觉得怎么样？如果不合适，我再看看其他地方。已经很好了。这里本来住着分了家的兄弟3人，为出入方便，后面还开了3个后门。顾小大夫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把后门堵上。陆东家花了多少银子？我给您。没花多少钱，顾小大夫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听说那青霉素有奇效，但使用起来挺麻烦，还得顾小大夫抽空给讲一讲使用方法，不然这药我就算将来卖到荆州也不会使啊。这是一定的，到时候我会写出具体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不然不是救命，而是害命了。您看，我还需要顾小大夫帮着引荐刺史大人，还要请顾小大夫看病，还要麻烦顾小大夫教我药物使用方法。这么麻烦顾小大夫，如果没有表示，我也不好意思。您若不收这宅子，我也实在不好麻烦您帮忙。论送礼的技巧，10个顾九也不是陆东家的对手。一听这话，好像很有道理。那我就收下了。还请顾小大夫务必一定收下。顾九小手一挥，收下就收下。你这老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今日不坐堂，你们东家知不知道你偷溜啊？不在医署看着，不怕你那些学生给人误诊。2个加起来都100岁多的人，一见面就互损。他以后都管不着老夫了。老夫上午就辞了那差事，从今后就是医学堂的人了。我那里有小川坐镇，出不了乱子，你少操心了。顾九领着4人逛宅子，西边这几间打通了做药堂，在外面开个大门，杜老在里面做堂。东边的这几间作为医护人员休息的地方。顾九把自己的想法一一讲给4人听。这里就交给2位，该找泥瓦匠的、木匠的，你们看着办。接下来靠你们打理了。放心，一定不负嘱托，学生一定尽心尽力。顾九大手一挥，就是500两银子的拼贴。你们拿着先用，不够再问我要，该花的就花，别心疼银子。顾九晚上回去就拉了谢战，给他参考医学堂的一些规矩，具体细节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弄好的。顾九对这些防备人的玩意儿不精通，就全部交给以小狐狸著称的谢战。这位陆东家是荆州上虞人士，是我的病人，家里2代都是做药材生意的。草民陆契参见大人。荆州陆家，本官倒也听说过，草民十分荣幸。这次听说顾小神医要和刺史府合作创进药署，药署所出成药既由顾小神医提供方子。实不相瞒，草民原有脑疾，是被顾小神医治好的。草民对顾小神医的医术十分佩服，顾小神医提供的药方，草民坚信一定有奇效，所以成药出来，草民愿做第1位顾客。程刺史和陆东家2人就买卖药材和成药商量起来。顾九听了一会儿，不怎么感兴趣，有些无聊。程刺史就吩咐下人带他去后院见程夫人。顾小大夫真是活得多姿多彩，不像我们困于后宅，每天不是看书写字，就是弹琴作画，枯燥得很呢。不出去和朋友玩吗？和朋友玩也是逛逛街，看看花草，无味得很。你还想干什么？啥都不会，还想上天不成啊？的确是够没意思的。对了，听闻顾小大夫要在宣州建个医学堂，不知道这医学堂和普通的药堂有什么分别？分别可大了。顾九把医学堂的理念和主要救治的人群给2人讲了一遍。我也懂医术就好了，能去你的医学堂学习，为弘扬医术做点事多好。我倒是十分欢迎女孩子过去学习，毕竟这世上学医的女孩太少了，女性病人那么多，很多时候不方便男性大夫看病，有女大夫就方便多了。我能去。我认为你去不了，不是我不欢迎你，而是你是因为无聊才去，不是对医术真正的热爱。任何事情不是出于热爱很难坚持，除非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但你也不需要为生活发愁呀。我的医学堂主要是以疮疡科教学为主，疮疡科的大夫和普通的大夫不一样。拿上次那位开腹的病人来说，他是小肠破损，还好一些。如果那天是大肠破损，肠子里的粪便就会流到腹腔里，做大夫的就要把病人腹腔中的粪便清理出来，不然病人就会没命。就这份肮脏，就不是你能够忍受得了的。还有妇人们的剖腹产，需要把肚子切开，孩子取出来，那份血腥，一般的姑娘家光是看恐怕就会吓晕了，还怎么往下做？哎呀，燕娘啊，你还是乖乖的在家绣花看书吧。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些事我的确是做不来，而且我现在的确做不到，但不知道有什么是我能做得来的。要不你学针灸吧，很多女性病人不愿意男大夫给针灸，女大夫就好多了。算了，你一个刺史千金去给人治病，还是算了。这时代的人还是觉得大夫是服务人的，出身高的人都觉得那是伺候人的事儿。那有什么？大夫怎么了？我觉得顾小大夫就很好啊，整个宣州
哪个还敢看不起顾小大夫不成啊？任谁提起顾小大夫，就只有佩服的份儿。那娘支持我去学针灸？哎呀，有什么不支持的？想学就学呗，就算不出诊，懂点医理，这将来嫁人了也不怕后院的阴私。顾小大夫，我娘同意了，您看我能不能去你那里学习啊？我是没问题，但是去我那儿就要遵守我那儿的规矩。我不收束修，但是所有去学习的人都要给我做白工呢。可以，如果是照顾女性病人，我没问题的。她毕竟出身高，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同，虽然下定决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但一时半会儿还做不到顾九那样，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总得慢慢适应。我还有事得走了，麻烦夫人派个人去前面告诉一声，我先走了。这就要走啊？不再多坐会儿了？改日吧，我要去五里坪看看村子里面有没有女孩愿意去我的医学堂做工。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好呀。他没和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一起玩过，这感觉还有点新奇。切切，我五哥，这位是刺史大人家的大娘子叶娘姐姐。程大娘子个子比我妹妹高多了。顾小大夫还小着呢，正长个子呢。听见了没有？我还正长个子呢。那个妹妹，咱们去哪里啊？去五里坪。顾九解释了一下去做什么。要给人扎针，得找胆大的。赵三秦胆就挺大，还有张屠户家的小闺女，那俩小时候啊就爱跟着男孩子上树捅马蜂窝。到时候让大嫂帮着去问问他们爹娘。说起护士，顾九又给两人普及一下护士这个职业的职责。谢五郎就想起了荆州战士。妹妹这想法很好，如果军中那些大夫能跟妹妹学学就好了。那些蠢材用脏兮兮的布胡乱把人伤口一裹就完事儿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布太脏，用了伤口会发炎。他奶奶的，没一个相信，还说我不懂，气死我了。的确有这个必要，正确的包扎方法能减轻战场伤亡，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教他们，等我有时间了再说吧。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跟我父亲说一声，我爹和折冲府的夏都尉还能说得上话。这个倒是不用了，我马上就要升职了，到时候我自己就能做主了。这话说的真的一点也不委婉。清华兄，恭喜你啊，又是第1名。清华兄厉害呀，回第一。恭喜清华兄再次夺得魁首。燕白兄的师傅我远远不及，甚是佩服。早听闻谢清华才学绝佳，果然名不虚传啊。过奖。在下赵宇，咱们住一条巷子，同窗又是邻居，可真是有缘的很啊。据说这赵宇傲气的很，一般穷学子都不爱搭理。谢战谢清华，半句不提缘分不缘分的话，他看人还是有几分准的，这人注定和他不是一路人。快到上课时了，在下先走一步。谢战说完，和认识的人点点头，转身走了。显燕白也和大家告辞，和谢战一起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拜了孔老太傅为师吗？傲气个什么劲儿？就是天天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王孙公子呢。也不知道这拜师是凭的真才实学，还是其他什么。于兄，你也太客气了，他不过是孔老的弟子，你父亲可是朝廷大员，居然连你也没放在眼里。有本事的人都傲气，叶清华傲气点儿，不是应该吗？清华兄，不用在意，他们不过是嫉妒你而已。你的成绩摆在那里，他们也就说说酸话，一群只会背后嚼舌根的庸人而已。我并不在意，我若考得不好，他们会说果然是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才拜师的；我考得好，他们会说一定是老师提前透题了，不然我小年纪读书才几年，怎么就比他们考得好？就算将来登科，也会有人说考官看在孔老的面上才给我过的。授官了就是朝里有人好办事，无论怎样他们都会有话说。恨人有小人无的不仅仅是市井小民，读书人中也比比皆是。但也不能一直任由别人诋毁啊，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了，恐怕影响清华兄的声誉。不如清华兄跟学里说一声，把考卷张贴出来，让他们见识见识清华兄的才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他们无法直面的不是我的优秀，而是自己的平凡。就算张贴出试卷，他们也会说孔老为了怕我这个弟子丢脸，所以针对试题做了练习，甚至可能说实物册孔老提前给润色过。他们只不过用贬低别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自卑和平凡，多做口舌之争毫无意义，嘴长在别人身上，想说就让他说吧，过几年事如云泥之时，今日的话就会成为抽在他们自己脸上的耳光。清华兄真是豁达，要我可做不到。谢战摇摇头，不再说什么。不是他豁达，而是觉得一群苍蝇而已，犯不着跟他们生气。我家叔叔就住这里，顾小神医请进。这位是家里长辈，孙伯，这位就是顾小神医。进来吧。家里长辈性子孤僻，不太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小神医多担待。家叔就在里面，请进。顾九嗯了一声，跟着李武进屋。窗户打开透透气。你不是大夫吗？不知道病人的体弱，
不能受风吗？你们不觉得屋里的气味难闻吗？哦，我忘了，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你放肆！我还大胆呢！我是大夫，你是大夫呀？病人的卧房是该封闭还是该透气？我比你清楚。这就是你请来的小神医，半点不懂尊老。哼，那也得老人家值得尊重。屋里的空气长期不流通，空气变得浑浊，不光不利于病人养病，还会导致病人头疼。我们吃菜要吃新鲜的，呼吸也一样。病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天天呼吸陈腐的空气，就像天天吃腐烂的蔬菜一样。你想想，这样会对身体好吗？一派胡言！吃菜能和呼吸一样吗？好了，小大夫说的有道理，就听大夫的。我的确经常感到头疼、胸闷。小智，把窗户打开。李武躬身应是，走过去把窗户打开。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头脑为之一清？的确有困于突然得水之感。开窗的好处不止清新空气，阳光照进来还能够杀死一些屋内看不见的小虫子呢。屋里怎么会有看不见的小虫子？净瞎说！你又不是大夫，跟你说了也白说，浪费唾沫，你还听不懂。我怎么了？病人给老者使了个眼色，老者就不再多说了。顾九仔细分辨一会儿他的脉象，感觉指下的脉象既滑，跳动迟缓，还有种紧绷的感觉。最近饭量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家叔最近时常觉得没有食欲，精神不佳，容易困倦，身上没力气。吞咽困难吗？吞咽食物有没有梗阻的感觉？有。顾九已经基本能认定他的病情了，保险起见，又让系统扫描了一遍，得出的结果果然是贲门癌，而且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顾小神医，家叔得了什么病啊？可能治中晚期贲门癌。胡说，天下哪有这种病？明明是耶格。我是大夫，你是大夫呀？天下的病症那么多，你难道都听说过吗？我们的确是没听说过这种病，以往看过的大夫都说是耶格，或者说是胃脘痛。我们就是想知道这种病能不能治。贲门在食道和胃的连接处，贲门癌就是在贲门的地方长了个瘤子。顾小神医医术高明，见多识广，一定能治吧？没有10成10的把握，这病若是发现的早，8、9成的机会能治好。但是现在发现的有些晚了，如今已经到了中晚期，仅仅通过药物治疗，治好的希望不大，最多能够拖延一些时间。除了药物治疗，还有什么办法？手术治疗。什么是手术治疗？就是像我治疗许大郎那样呀，你们应该也听说过，不然怎么找到我的？就是要把肚子剖开。不是把肚子剖开，而是把胸膛剖开。许大郎是剖开肚子，把坏掉的肠子切掉，您的病得把胸膛切开，把里面的瘤子切掉，一样一样的。胡闹，哪有这样治病的？胸膛剖开，人还能活吗？你简直是害命！当初别人也觉得许大郎是死定了呢，结果呢？你是井底之蛙，不代表别人不行。顾九不再理他，面向床上的病人。你这病如果靠汤药维持，顶多还有1年左右的命。手术成功的话，再活5年没问题。如果术后保养得当，身体调养得好，10年、20年，甚至再长的时间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手术有风险，用药、手术环境、您本身的抵抗力都有可能导致手术失败。或许在手术过程当中您就没命了。手术成功的把握有多大？一半一半吧，还是得先看看您是不是对青霉素过敏。青霉素是你手术成功的关键，如果您对青霉素过敏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谈。病人和李武还有老者都听得半懂不懂，三脸猛地望着顾九。想必你们也听说了，我给许大郎手术之前事先做了一种药，就是青霉素，它是决定手术能不能够做的关键。如果您的身体不适合用这种药，手术我也不敢给你做，做了也活不了的。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用这种药？我会先在你的皮肤上先试一试。不适合的机会大吗？1成左右的人会不适合。手术失败，当场死亡；成功了，可以再活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这样子吗？如果没意外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你们好好想想，决定好了再去找我。刚好我的手术室还没有建成呢。顾小神医的意思，我们如果选择手术的话，得去你那里。对啊，做手术得有一个十分干净明亮的环境才行，所需的器械也多，助手也多，你们这里肯定是不行的。地方狭小，光线不足，人胸腔里的器官和血管多，如果看不清楚，一不留神切断了血管就糟了。但是许大郎的手术不就是在许家做的吗？当时我的手术室还没影儿呢，那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将就做的手术，何况他的情况不一样，肚子里面没胸腔中的结构复杂，也没有那么多细小的血管，手术是严谨的，一个不注意就会危及生命的。最好是去我的手术室，不然我见他干什么？谁病了去谁家不就完了？好了，到底要不要手术，你们再商量商量吧，别老躺着，你的病还没有到需要天天躺着的地步，多走动走动，该干嘛干嘛，保持乐观的心态。你越是把自己当病人，身体垮得越快。有道理，我听
顾小神医的。说着，双手就撑着床榻要坐起来。老者和李武赶紧上去搀扶，病人笑呵呵的摆摆手：“不用，不用，顾小神医说了，该干嘛干嘛。”这就对了嘛，病魔也是欺软怕硬的，你若是怕了，他就会趁机侵蚀你的身体，你得硬气起来，他就退缩了。那我就先走了。顾九说完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回头交代：买的人参继续吃着，人参补中益气，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抵抗力强了，青霉素过敏机会就会小一些，而且手术很伤元气的。如果决定手术的话，还需要提前把身体养得壮一点，不然经不起折腾。我卖你的人参是200年份的野山参，药效强，每天不要多吃，半根参须或者薄薄一小片就行，隔水蒸熟，连汤带渣一起吃了。好，都听小神医的，今日听小神医一席话，受益匪浅。那是当然。小智，送小神医出去。李武应一声，送顾九出门。这边的巷子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顾小神医的车夫第一次走，在下担心你们迷路。顾九也觉得这边的路实在太绕了，就答应了一声，曲曲折折的走出巷子，来到主街上，李武才告辞离开。主子送出去了。谁跟过去了？张乙。真的不用灭口吗？杀了他，你能给我做手术？手术一事自古以来就只是个传说，当年华佗欲为曹操开颅，也只是说说，史上从没成功的例子。那花石村的许大郎不就是？我们只是听说，虽然传得沸沸扬扬，是不是以讹传讹还说不准，那就去看看。三人坐上马车往城外花石村驶去。几位是来看我家大郎的肚子是吧？先坐下歇歇脚，喝口茶。看肚子30个大钱，问问题10个大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李武拎着串好的40个大钱递过去，和善的笑着：“能不能叫人出来见见？我们赶时间就不做了。”行，你们稍等，我去给你们叫人。你们家做手术那位没在家养伤，这是出去走走？都这么长时间了，还养什么伤？早就能乱跑了。这不在家闲不住，去地里拔草了。没多会儿，许大郎夫妻从门外走进来。这就是我家那肚子剖开过的儿子。大郎，快去洗洗手，给客人看看你的肚子。许大郎见惯了这场面，冲三人憨厚的笑笑，去洗干净手上的泥，过来十分熟练地撩起身上的衣服。还疼吗？早就不疼了，就是下雨时伤口有些痒。听说当时喝了麻沸散，刀子划在身上，真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一觉醒来肚子就缝上了，后来才慢慢开始疼了。听说是有歹徒在你肚子上踹了一脚，当时肚子是怎么个疼法？怎么知道是肠子破了？就是疼得想满院打滚，恨不得赶紧死了。哎呀，疼得脸都是白的，出了一脑门子汗。我们是不知道肠子破了，是医署的大人们检查出来的，说是肠子破了。百草堂的杜老大夫，正心堂的张老大夫，他们都说活不成了，让准备后事呢。肠子在肚子里，破没破，在外面又看不出来。会不会压根没破？你这人什么意思？是想说顾小神医故意说我儿肠子破了，故意给他剖了腹？这不瞎说吗？顾小神医图什么？图名啊，装神弄鬼，图个神医的名头。我们当初请了好几个大夫，都说我男人肠子破了，难道大家都是瞎说的？再说当时顾小神医切掉的那段肠子我们也看了，的确是破了。你这人咋回事啊？顾小神医厉害着呢啊！你可不要污蔑人。我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你当我们傻听不出来话音啊？想污蔑顾小神医没门儿！我看你呀，就是嫉妒顾小神医医术高明，你不服气才故意这么说。你们走，离开我家。中年人眼底泛出了冷意，盯着老者看一眼，转身走了。李武赶紧跟上，老者摸摸头上的汗，也急忙地跟出去。孙老，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是我想差了。孙老，您真的想多了。当时我曾去跟杜老大夫和张老大夫打听过，许大郎的肠子破了，毫无疑问。杜老大夫还曾说过，顾小神医曾把邻居家孩子的癫痫治好了，据说这病几乎治不好。这件事看来不会假了。太阳一点一点偏西，夜幕缓缓降临，一条黑影狸猫一样轻盈地跃上墙头，进入大杂院的正房。怎样？可有异常？没有。顾小神医离开后，
先送同行的女人去慈安理疗馆，然后去医署看一个生病的孩子，接着去了医学堂里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到家后练习了一会儿针灸，再捣鼓一会儿药材，有时中去周学接未婚夫散学，之后再没出去过，也没任何异常，就是一个不谙世事、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对自己的医术很自信的傲娇小姑娘，还挺可爱的。明日再看看，没有问题就不用跟着她了。的确没什么心眼儿，直通通的，心思藏不住，一眼就能看到底。今日出诊的那家，我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白天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人跟踪，但是又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这会儿家里没人监视，有的话我也不可能一点都察觉不到。他是习武之人，五感灵敏，何况这会儿夜深人静，没有人和嘈杂的声音干扰。那家人住在西南边，那边的环境不是很好，我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一辆马车，道路很窄。而那家人住在大杂院里，能拿出3000两买人参的人家，怎么会住在大杂院里？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边地形很复杂，大巷子套着小巷子，四通八达，兜兜转转的，不了解地形的人很容易迷路。我进大杂院之后，看到2个男人，都是普通百姓的打扮，但是眼神犀利，身上有种煞气，像是杀过人见过血的。还有一个少妇在院子里面晒太阳，长得很好看，脸上有几个蝴蝶斑，应该是怀孕了，也是穿的麻布衣裳，但是皮肤细腻光滑，手看起来纤细修长，完全不像是老百姓家里养出来的。说到孕妇，谢战不自觉思索起来。病人也是一样，很违和，虽然气色不好，穿着普通，但是居遗气养遗体，长期在富贵窝里养出来的气度骗不了人。还有呢？他身边的人也很怪，有个老头，如果是家人的话应该是长辈，但老头对上他时的表情还有下意识的动作都像是下人，一点不像是长辈。你从那地方出来的时候去了哪里？有没有对他们的异常露出怀疑？我才没那么傻，明知道有人跟踪我就该干嘛干嘛，我就是个大夫，才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坏事呢。还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他真怕顾九沉不住气，露出一点点怀疑的神情，那些人就会起了杀人灭口的心思。我从病人家里离开之后，李武领我走的不是先前的路，他好像故意领我走的另外一条路，避免我记住路线。出来后就感觉有人跟踪。对，你做得很好，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该干嘛就干嘛。病人多大年纪，得了什么病？40多岁的样子，得的是贲门癌。顾九上手摸在谢战胸口的位置，就是这里面长了个瘤子，已经发展的中期偏晚了，不手术的话只能活1年左右了。顾九把病人的病情还有治疗方案详详细细地讲给谢战听。如果那人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得了病按说不会拖延这么久才对，只有穷人家的生病舍不得看，才会把小病拖成大病。这种病早就基本没有什么症状，等身体察觉到不舒服就已经晚了。那如果身边有大夫时常请平安脉呢，也查不出来吗？看谁查，一般的大夫很难查出来的，我仔细一点可以办到。杜老大夫和陈一令那样有经验的老大夫应该是可以察觉一点点异样，但容易忽略，或者是当成其他的问题处理。顾九自己判断初期肿瘤也不完全靠脉诊，主要他有太丰富的西医经验，了解各种癌症病人各阶段的症状，2下印证才能确诊。这就是了。谢战，你说他们会是什么人啊？还不确定，困了就睡吧。你是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怎么在这里？老四啊，虽然九娘是你媳妇儿，但她还小呢，你可注意一点吧。谢战真的好冤啊。娘，您老想哪里去了？您儿子怎么会是那样的人？九娘睡不着，找儿子聊天而已，哪是您老说的那样？儿子岂能不知道九娘还小？没有胡闹最好了，有空啊还是得去衙门把婚书写了，也踏实点儿。谢战忙点头，这个的确得写清楚。要知道外面好多人想挖他墙角呢。顾小神医今日一早去了刺史府。他去刺史府？是的，属下听他和谢四郎说，要去刺史府看看药署建立的情况，还要看看青霉素的制作情况，说是担心有突发状况，没药救人。如果顾小神医真的对咱们有所怀疑，要去刺史府告密，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光明正大的去。要是对咱们起疑，恐怕昨日从这里出去就去了。顾小神医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能想到那么多？让跟着他只是以防万一。
那小神医的确是个孩子，没什么心眼。顾小神医在刺史府待了一上午，一直在指点怎么做药。中午时回家吃饭，下午去医学堂转了一圈，然后去医署看看那个得肺热的孩子，还问人家孩子的母亲生过孩子后有没有漏尿的情况，介绍人家去他嫂嫂们开的理疗馆治疗。那妇人当场羞得满脸通红。算了，明日不用去了，那就是个孩子，除了医术逆天点外，什么都不懂。夜半的刺史府里，程刺史的亲信带着个人进了程刺史的书房。程刺史吩咐人把守好门，和谢战坐在书桌前说话。谢战把顾九昨天看诊的情况毫不添油加醋地告诉程刺史。你们觉得那病人会是什么人？大人您觉得呢？荆州战事后，荆州王逃脱，据说是荆州围城前生了病，出门求医去了。这刚好来了个生了病的人，还处处透着诡异，不往荆州王身上猜很难。小子也觉得那可能就是荆州王。程刺史就站起来，在房间里愉快地踱步。他发现自打遇见了顾九，简直福运满满。到底是不是荆州王还待确定，您要不先弄个荆州王的画像给九娘认认，假设他就是荆州王，抓捕就得好好计划计划。据九娘说，那边的地形很复杂，小巷子很多，穿插纵横的，很容易在里面迷路。出口多就意味着逃生的路多，不易围捕。荆州王虽然是在逃亡，但身边带的人肯定也不少，那边也一定布满了暗线，一有风吹草动，人就有可能通过复杂的巷子逃脱。画像还真难搞，要不让人去京城打听打听。程刺史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提议，一来一去时间太长，拖不起，不如先抓了再说。如果抓错了，给人道歉，让九娘治疗时上点心，算是弥补了。抓对了，自然最好。你分析的都有道理，明日让周县令找个借口，招那边的李长过去，先绘个地形图，再制定抓人的计划。顾小大夫说那里有个女人，疑似有孕，那人是荆州王的可能就更大了。荆州王当时抛下妻儿家小不管，会不会就是因为他的女人有孕？即便儿子没了，也还有后代，就算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起码也保住了一点血脉。谢战点头，这件事当时顾九告诉他时就已经想到了。好了，如果真是荆州王，这么大的功劳，本官一定替顾小大夫上报朝廷，连同青霉素的功劳一起上报，2项功劳加起来，朝廷怎么也得给点封赏。有了这些功劳，也免得别人打顾小大夫的主意。他不手术的话，只能活1年。能舍下妻儿的人，一定把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我猜他肯定会选择做手术。如果让他去医学堂，不合适。届时那人的人手肯定也在，一旦抓捕，九娘和他的助手还有医学堂的大夫和病人都有可能沦为人质，太冒险了。这2日都有人跟踪九娘，说明他们的戒心很重，抓捕不能久拖，不然有点风吹草动，人可能就逃了，再想抓住可就难了。本官考虑欠妥，四郎的话有道理。那行吧，明日我让周县令找那边的李正绘图。这2日有人跟踪九娘，九娘完全没发现人在哪里，说明那人身边有高手。如果只是去一些普通衙役，估计伤亡会大。程刺史有些头疼，高手不好网罗，一般官员身边可没有。难道要去折冲府调几个人？算了，这么大的功劳，给夏都尉分点吧。主子，事情不对，是火是假，官兵冒充水龙署的人，骗过了咱们外围的眼线，已经快到这边了。主子，赶紧走吧。主子，杀出去吧，趁人还没围拢，咱们朝南方杀出，走南门出城。守城门的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咱们的对手。要不要分几个方向跑？他们不知道主子您从哪边走，一乱起来就好脱身了。不出意外，所有出口都被堵住了，人分散开，谁都出不去，还是合起来，且战且走，说不定能撕破一个缺口。前面的人全部放下武器投降，不然咱们的剑可不长眼睛。主子，属下护您离开。张仪，跟我一起来。王爷，您带我走，您不能丢下我呀，王爷，我肚子里还有您的孩子呢。这一叫，荆州王的身份也不用遮掩了。蠢货，当时就不该带他走。哼，往哪儿走啊？走不掉的。这边就几个人，折冲府1万人马已经把这边团团围住，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
抓捕荆州王是大事儿，夏都尉亲自来了，在外围堵截，避免有漏网之鱼。王爷，您还是降了吧，您看您又逃不走，何苦要把手下的命都折在这里呢？外面如果不出意外，您的人现在恐怕已经全被抓了，或者死光了。您看您这2个手下忠心耿耿的，您忍心让他们丢了性命？本王问你一句话，你答得好了，本王不妨给你一个面子。您问，你们是怎么得知本王的藏身之地的？您这可就难到我了，我就是一个小小对证，上峰要我干啥我干啥，我怎么会知道上头怎么得知您藏身之地的？而身前还在拼命的人，额头的汗水一滴滴洒落，眼瞅着落败也是时间问题。大梦，住手吧！捆起来！壮汉主动伸出双手，谢五郎押着3人出去时，外面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被捆了手脚，更外围的人也全被府军抓住。这一仗大获全胜，荆州王被带回刺史府，暂时圈禁在一座小院中。没过多久，3骑快马出了刺史府，腰上挂着600里加急的黄色旗帜，风驰电掣去往京城报信儿。荆州王再怎么样也是皇上的亲弟，怎么处置，承刺史还得上报。荆州王的落网在宣州官员中引起了滔天巨浪，但在百姓中间连个小波澜都没起来。老百姓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大太太，您可别为难我老婆子了，您家的儿媳妇年龄小，怀的是双胎，胎位还不正，我老婆子可真没那个本事接生，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3条人命呢，我老婆子真没那个本事。陆妈妈，您老再想想办法，拜托您老了，再帮忙的想想办法吧。只要我的2个小孙孙顺利的生下来，我给您老放500两银子的谢礼。不是我不肯，而是真的没本事啊。您家媳妇儿这胎，别说是我了，就是您请全宣州的产婆来，都只能舍1头。您开的价格我若挣到手，收山回家养老都够了，钱能赚谁不乐意赚呢？但这么凶险的胎还要大小都保，咱真没那个本事。陆妈妈，您老帮忙推荐个人，您老干这行这么久了，一定认识不少人，您老就帮帮忙，推荐个能保住我家大郎媳妇和肚子里孩子的人。除非您让观音菩萨来，否则谁来了也只能是保1头。接生婆不敢停留，一路小跑，赶紧溜了。大郎，要不不行，幼娘绝不能出事，幼娘若没了，我岳丈家里您怎么交代？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要舍弃我的小孙孙呀？那可是2个呀！哎呦，这可怎么办是好啊？谁来救救我的小孙孙呀？我让人去请大夫，保宁堂的秦大夫据说擅长妇人科，我让人请他来看看。宣州有名气的接生婆都请遍了，都说只能保1个，现在只能看看大夫们怎么说了。您家大奶奶骨架纤细，肚子里的孩子却养得太好了，怕是不好生啊。秦大夫，有没有大人孩子都保的办法呀？恕我无能为力，想必您府上已经请过产婆了，这种情况大人孩子只能保1头。不过什么？你若是有办法，请一定教教我，我一家人一定感激不尽。我倒是知道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大小都保住。是谁？我这就去请人。不知道府上有没有听说过顾小神医的大名？严大郎和大太太都摇摇头，这时代信息传播的慢。顾小神医曾经把一个肠子破裂的人救回来，用的办法是把人的肚子剖开，切掉破裂的肠子，再给缝上，后来那个人就被救活了。肚子剖开还能活？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这个反应，但那人的确活了，我们都去看过，确保不是谣言。当时有人问过，是不是孕妇难产也能剖腹取子？顾小神医当时回答，可以的，剖腹取子，母子皆可平安。天下之大，不知隐藏着多少不出世的神人，我等见识短浅，但不能说没有那样的奇术。如今贵府大奶奶的情况，不妨去找顾小神医试试，但到底能不能成就不知道了。大太太和严大郎被这一番话说得心头一片凌乱，都没注意到秦大夫背着药箱离开了。不行，再找个人看看吧。大太太点点头，不然还能怎么办？严大郎派人出门，没一会儿又找回一名姓张的大夫，也是一样的话，大人孩子只能保1个。
你们去顾小神医的医学堂问问啊，人家那医学堂据说明日就要开堂接诊了，宣州不少大夫可是都打算去学习学习呢。母子俩对视一眼，又是顾小神医，说不定顾小神医就有办法呢，人家可是能把人肠子切掉还能保证人活的神医呀。要想孩子大人都保，整个宣州除了顾小神医，怕是谁也没那个本事。你们还是去问问的好。张大夫走后，严大郎就出门去，又在2家药堂打听了顾小神医，然后打听着顾九的医学堂位置，去问问情况。这位公子可是有事儿啊？我是医署的陈依令，如果来求医，恐怕得等明日了。这会儿还没弄彻底呢。严大郎插手见礼，把自家的事说了一遍。陈依令听他的语气犹豫，顾小神医年龄小，家人不放心，不让出诊。你明日不妨把你媳妇儿带过来，反正也要生了。如果顾小神医有办法，就得在这边住院了。如果你家媳妇儿的情况真像你说的那样，恐怕只有顾小神医这里有一线生机了。不要怀疑顾小神医的医术，老夫作为宣州医署的医令，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顾小神医这里没办法，你就唯有选择保大保小一途了。感谢大人提点，小子明日就带内子过来。傍晚，谢大郎夫妻从五里坪赶回来，打算次日去医学堂帮忙。高氏也说要去帮忙，谢长还打算请个假去看看。真不用这么多人，第一天有没有患者还不一定呢。杜老和陈依令都要去，还有医署的几个学生，估计还会有去学习的大夫。我怕到时候大夫比患者都多，还有柔娘姐姐、赵三琴和曼曼他们，还有孙叔和孙婶，人手尽够了。这么算来，人真的不少了。他们去了，恐怕也会无所事事，还可能会耽误顾九教学。想想只得作罢。真的不找人再看看黄历吗？谁家的店铺开张不选个吉日的？那是别家的店铺，我这里是医学堂，本来就是跟阎王爷抢人的买卖。阎王爷要是想给我捣乱，什么黄道吉日都镇不住。啊呸！阎君莫怪，小孩子乱说话，您老恕罪呀！快请阎君恕罪，小孩子别胡乱说话。阎王爷多忙呀，全天下每天有那么多人死亡，冤死鬼需要下18层地狱的恶鬼，下拔舌地狱的长舌鬼，还有那些需要去投生的，哪一个不需要阎王爷审判呀？哪件事情不需要他去安排的？哪能顾得上听我说瞎话呀？听到了也没关系啊，人家那么大一个阎君，海纳百川的，不会跟我一个小孩子计较的。你呀，就你道理多，说不过你。娘您不是说过九娘在此朱邪披衣吗？一切准备好了，水到渠成的开堂接诊，比什么日子都强，不必勉强。在九娘身上，你小子就没有原则2个字，只要九娘说的，哪一件不是无条件支持？骨盆太窄，怕是不好生啊。您就是顾小神医吧？大夫们都是这么说的，您可得帮忙好好看看，我儿媳年龄还小，不能有事啊。顾九伸手搭一下脉，便道：成亲太早了，身子骨都还没长开呢，这会儿有孕，对大人和孩子都不好。都是这么大成亲的。顾九沾心脉诊，再没回答他，片刻说道：是双胎，龙凤胎，先恭喜了。诊堂内的大夫们相互打起眼色，就这么一上手就查出胎儿性别了。顾小神医果然名不虚传，真的。他本来想摸摸胎位，这地方不太方便，就让系统扫描。好嘛，还胎位不正，平时吃的挺多。孕妇这么瘦，吃的少才对吧？也不多，没多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检查他是不是有其他毛病，您一定要如实回答，否则会误导我，导致看不准病因。的确平时容易饿，吃的挺多，也容易口渴。小便多吗？严大郎点点头。多食、多饮、多尿，这不是消渴症的症状吗？对，就是孕期消渴症。戚大夫，您怎么在这里？我过来学习，我签了半年的契约，以后还请顾小神医多多指教。好啊，没问题。孕期消渴症多发于高龄产妇，像这位这么小的年纪发生孕期消渴症的状况，大概是因为家里长辈有消渴症。我祖母就是得了消渴症没了。消渴症的孕妇多食多饮，但自己却吸收的极少，体内糖分大多数被胎儿吸收，所以才会导致胎儿过大，难以生产。那么该怎么保住大人和孩子呢？没有其他办法，胎儿太大了，产妇年龄太小，骨盆狭窄，胎儿还是臀位，靠自然分娩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剖腹产了。沈幼娘立刻吓白了脸，虽然在家时家人已经跟她说过了，但听到剖腹时还是忍不住害怕。除了剖腹，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没办法，
这情况，天王老子来了也只能保一个。顺产只能保一个，如果选择剖腹也是有风险的。你妻子本身有消渴症，剖腹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胎儿也受母体影响，出生后比起健康的孩子要更难护理一些。这些你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剖腹产是你们唯一的路了，你们再商量商量。如果决定在我这里剖腹产，那就说一声，我好提前准备好药品和手术室，住院手续也得办一下了。各位好呀。顾小大夫好。顾小大夫好。顾小大夫好。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咱们这就开始吧。要知道青霉素的用法，就得先知道它的功效。青霉素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消灭炎症。那什么是炎症呢？顾九刚讲完炎症的起因，就听见院里一阵喧哗。顾大夫，那位孕妇的羊水破了，陈师兄已经安排好往手术室去了，让您赶紧过去。抱歉了各位，恐怕你们还要再等3刻钟左右，我把这台手术做完咱们再继续。您忙您的，没事儿，我们可以等。顾九出了教室，问赵三秦：麻沸散有人去熬了吗？还没来得及叫人去熬，我这就去叫妮妮。通知完妮妮，你也赶紧过来。此刻手术室里已经彻底消毒一遍，男人们被彻底的阻挡在外面。娘，您跟进去吧，您去看看幼娘，我担心她害怕。手术同意书签了吗？签了，青霉素也准备好了，就放在里面。你们2位都跟我进去吧，一会儿孩子取出来，你们还得照顾孩子呢。母子俩忙不迭点头，进去照顾沈幼娘。沈幼娘有些害怕，眼泪不断流下来。严大太太和严大郎都不停地安慰着：没事没事，不疼的，等会儿我先给你喝麻沸散，喝完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过来孩子就出生了。是这样的吗？是的，真不疼的，眼睛一闭再一睁就完事儿了。可我现在肚子好痛，是不是马上就要生了？生要等不到手术开始怎么办？早着呢，别说你孩子太大，就算什么都好好的，从肚子开始疼到生产，至少也得好几个时辰。小神医说的没错，生孩子哪有那么快呢？我沈大郎那会儿可是3天3夜才生出来。沈幼娘才略略放下心来。说话间，张莲娘端着麻沸散和赵三秦一起进来，两人伺候着沈幼娘喝下。一切弄好以后，准备把沈幼娘推进手术室。顾九不让严大太太母子俩进去，让两人在外间等着。准备开始手术了。里面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沈幼娘很快陷入昏迷，顾九拿起手术刀，在沈幼娘下腹部开了一刀，边开边给芙蓉娘讲解：生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先生出来。正叨叨着，芙蓉娘用一块棉布抱着男孩子出来。您先照看这个。哎，严大太太高兴地抱过孩子，里面就又响起孩子的哭声。哭声这么大，一定是个健康的孩子。幼娘怎样了？幼娘怎么样了？芙蓉娘再次出来，把第2个孩子往她手里一放。大人没事，你先照顾好孩子。顾九已经把胎盘取出来，清理完毕，开始一层层的缝合。等做完这一切，给沈幼娘盖好被子，顾九他们出来，也不过总共才用了2克多点。顾小大夫，手术成功了没有？顾小大夫，产妇如何？醒来了吗？顾小大夫，剖腹产用时都是这么短吗？顾小大夫，今天能不能就讲剖腹产啊？没问题，手术很成功，是一对龙凤胎，母子平安。剖腹产手术用时就是很短的，小手术而已。明天上午如果没有需要手术的病人，就可以开始讲解手术。大夫们满意了，跟着顾九一窝蜂的又去教室听青霉素的用法。一上午的课程过去了，该讲的还没讲完，剩下的要下午接着讲。孩子怎么样？能吃能睡，好着呢。注意保暖。母体有孕期消渴症，孩子看着胖乎乎的，实际和早产儿一样，都需要精心护理。严大太太忙不迭点头。顾九进里面看沈幼娘。小神医，我肚子好疼啊。忍忍吧，疼也没办法，也没有什么能够止疼的药物给你用。你想啊，本来你和孩子只能保1个，现在大小都没事了，就该感到庆幸了。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疼也值得了？小神医说的对，我们该感到庆幸的，就是辛苦幼娘了，先忍忍，再忍忍就好了。青霉素已经输完了，是不是要移病房？产后观察完没大出血，或者是其他的突发症状，就得移到病房了，不能一直站着手术室。没几日可活了，怎么偏偏这时候查出绝症来？这个顾小大夫是什么人？断得可准。回陛下，顾小大夫是宣州的神医，医术高明。荆州王落网后，刺史程大人请宣州的名医都看过了，荆州王的确得了耶格之症，最多只有1年的寿命了。而且发现荆州王的人也是顾小神医，荆州王的人听说了顾小神医的名声，派人请他看病。顾小神医在荆州王落脚处发现了很多异常，就偷偷禀告了刺史大人，
才把荆州王抓获了。还有什么话讲？是，顾小神医曾经给荆州王诊断说，耶格就是荆州王的胸膛里面长了一颗瘤子，只要把胸膛打开，取出瘤子，就可能再活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哼，打开胸膛取出瘤子，还能活吗？以为是华佗在世呢。顾小神医曾经把人的肚子剖开，切掉了一节坏掉的肠子，又把人缝起来，人就活了。你跟我说笑话呢？你们宣州人都这么天真吗？小人不敢撒谎。关于小神医给人开腹的事，原本很多人都不信，好多大夫去开腹的人家看，那人现在已经能干活了。小神医之所以能救下那人，也是因为做出了一种药，这种药对外伤有奇效。信使说着呈上第2封信，程大人信里写明了这种药的用处，并在宣州成立药署，大量制作这种药。程大人说了，这药用在战场上会有很多将士因此能保住性命。治好一例并不足以说明药效，可还有其他治好的病例。这官员赫然就是护国公，时任大晋中书省中书令，百官之首，16年前赐封护国公。回大人，有一位从房顶摔下，小腿处划伤了1尺来长的伤口，用药后没有化脓起热，很快就好起来了。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得了肺热，看遍宣州有名的大夫全都无能为力，都让准备后事，也是顾小大夫用这个药治好了。谁知道肺热是怎么回事？回陛下，小儿肺热是极难治愈的病，一旦患上，10有8九会丢命。臣的次女就是4岁得了肺热没的。不是说对外伤有奇效吗？怎么也能治肺热？小人也不懂，就是听程大人说过，这药不仅可以治疗外伤，还有7日风、肺痨、丹毒，还有一些温病都能治。皇上，这药如果真有奇效，战场上将会为我大晋保住无数条将士的性命，很多绝症也能得到救治，对大晋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儿，不可谓不重要。眼下还需派人去一趟宣州，亲眼看看这药的效果。药效若真的那么强大，需命程刺史保护药方，不致泄露，免得被敌国盗取。言卿所言有理，即刻命中书舍人起草诏书。眼下重要的是怎么处置荆州王，如果病重，怕是会经不住押送的折腾，若在路上过身，荆州王谋反，其罪当诛，不如就地正法。这怎么行啊？毕竟是先帝亲封的荆州王，要杀也得押解进京论罪。人都快病死了，万一押解的途中病死了，病死反倒便宜他了。宣平帝听着下面的大臣们议论纷纷，心里也不想荆州王病死，胆敢谋反，他倒要把人弄回京，亲自问问他有什么不满意的。中书省立刻拟旨，让那位小神医给荆州王开胸，如果治不好，算他命不好；若治好了，也能印证开胸果然能救命，也算用他戴罪之身为大晋医术做点贡献。宣平帝独断专行，一般不是什么大事儿，朝臣们也不愿跟他争论，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怎么样，当差还能适应吗？禀大人，一切都好。那位九娘好像姓顾，宣州新出了一位顾小神医，是不是他呀？九娘说过，他一定会成为名扬天下的神医，如果是宣州出的顾小神医，大概就是九娘。护国公瞥一眼笑得像傻子一样的陆阿牛，摇摇头走了。2日后，太医署的太医令被派遣去宣州，监督荆州王的手术，并检验青霉素的真伪。沈幼娘剖腹产的第7天，顾九给她拆了线，就能出院了。顾九和大夫们亲自来送第1位出院的病人。哟，顾小神医来了。王爷你好呀，又见面了。自从被带到这个小院，本王就苦思冥想，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想啊想，除了顾小神医，本王实在想不到哪里露出了破绽。原以为顾小神医小小年纪，单纯可爱，没什么心机，没想到本王阅人无数，居然也有走眼的一天。没看错，我就是单纯可爱的呀。但是谁规定单纯可爱就不能聪明了？我单纯可爱，但是这里又不傻，明晃晃的疑点摆在面前，看不见才是真单纯了。本王哪里有疑点了？不会吧，你们露出的马脚比马毛也少不了多少了，你们不会以为自己毫无破绽吧？这小东西讲话好气人，说说看，本王哪里露出马脚了？首先，能花3200人参的，却住在大杂院，这不合理。也可能是花光积蓄买了人参，才无奈住了大杂院。
这一条算不上。那好吧，也有道理。然后大杂院里的人构成太单一了。怎么说？一个家庭的组合有老中青3代或者是4代，何况大杂院那种环境一般都住着几户人家，起码得有1-2个孩子吧。没孩子小少年也成啊。可是没有，不光没有孩子，还没有当家主母，就一个少妇，还长着一张祸水一般的脸。长着祸水一般的脸就算了，院里血气方刚的男人还当他是空气，眼睛都不带看他一眼的，你说怪不怪？荆州王仔细想想，不得不承认顾九的话有道理，他们的组合的确不像一家人。还有啊，您也经常照镜子，就您这张脸这气度，人说有的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您就是穿上破布，这也不像乞丐呀，您说是不是？还有这位，那小手指的指甲那么长，我见过的好多大夫都喜欢那么留指甲。我插句题外话，大夫留长指甲真不好，要知道指甲里面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里面都是肉眼看不到的小虫子，用长指甲抓破皮肤会引起皮肤炎症，拿东西吃会引起肠胃病，劝您还是剪了吧。老夫留了一辈子的长指甲，也没见得什么皮肤炎症和肠胃病。这位老人家身上还有淡淡的药味儿，我就猜大概应该是同行。您身边跟着一个大夫，这大夫还隐隐对您有些恭敬，您说我能不怀疑吗？但是你那天明明几次说他又不是大夫，还说讲了他也听不懂什么的。就是啊，我讲的东西太深奥了，他就是听不懂啊。我说他又不是大夫的话，是故意气他的，谁让他一直质疑我来着？荆州王看了看孙老，突然有些嫌弃，这是从小跟在他身边的太医，最近怎么看都觉得有点不行。我小神医是个大夫，据本王所知，大夫们最大的本事是不管闲事，毕竟经常出入别人家后院，若是知道太多隐私，是活不久的。顾小大夫的师傅没教你不要多管闲事吗？本来嘛，一般人家的闲事我才懒得管呢，顶多看看热闹。但您不同啊。本王怎么不同？本王也是顾小大夫的患者，难道你就没想过管闲事的结果可能会被灭口？我是荆州人。所以呢？荆州清河县人。王爷您可知道居虎眼决堤死了多少人？有7-8万之多，那么多的百姓，他们何其无辜。您为了一己私欲，贪墨铸滴款，让7-8万百姓尸骨无存，数10万百姓流离失所，还有那些因为您的野心被迫上战场的将士，他们也都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亲，通通因为您的野心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您做了这么多恶，害得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一路跋涉到宣州来讨生活，不该恨您吗？我既然发现了您的踪迹，哪怕只是有一丁点的怀疑，也不能无视。本王这一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小瞧了你。您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不应该是造反吗？说是不造反，您老现在还是高高在上的王，哪里用得着沦落到阶下囚的地步？哼，你这小丫头懂什么？我的确不懂，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自己找死，还连累全家一起死，害得那么多人给你陪葬。荆州王酝酿了好半天，才说道：老百姓常说天家重长子，百姓爱小儿，这句话一点没错。我和宫里那位异母同胞，就因为晚生了几年，就活得卑微无比。我的母亲为了皇后的位置，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兄长身上，所有好的都给他，他挑剩下的才是我的。母亲拼尽全力栽培他，生怕他有丁点儿的不优秀，不能帮他争宠。我呢，就像报错了一样，他背不下太傅布置的文章，母亲说是因为我调皮，耽误了他的时间，罚我一跪就是半天。董皇子比射箭，他发挥不好，母亲一巴掌扇我脸上，怪我前日不该缠着他绝底，伤了他的手臂。可是分明是他迷上了绝底，拿我练手，分明是他平日疏于练习骑射才输的，母亲却把罪名全推给我。这娃小时候的确挺悲催的。母亲常说我们是亲兄弟，只有他出息了，我们母子才能好过，所以惩罚我得替他担着，因为他若伤了身子骨，就耽误了学习，挨打的也是我，因为他不能在众兄弟面前丢了面子，没了威信。我想啊想啊，想了很多年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年龄大一点就必须是他有出息，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出息？我有出息了，我们日子不同样好过，明明我比他更聪明，所以
我就要做给他看看，做给我母亲看看，我样样比他强，我若坐上那个位置，一定比他强。他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跟一个小丫头说这些？您病了？我是病了，你不是早看过了？顾九摇摇头，一只手放在自己胸口。我说的是你这里病了。我是那里病了，不是你说的那里长了个瘤子。我是说你心里病了。人不光身体会生病，心里也会生病的。身体的病好医治，心里的病难治。您从小遭受不公平的待遇，那些不平积压在心里，一年一年逐渐发酵，变成刻骨的仇恨。仇恨主宰了您的情绪和行为，让您变得偏执。偏执就是病，一种心理疾病。您有没有想过，您是在乎您的母亲和兄长的？荆州王斜着眼看他，他后悔说那么多了。这就是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佛说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没有爱哪里会生出恨呢？您想想啊，若是旁人这样对您，您会那么恨吗？肯定不会啊，您肯定是懒得理会，或者干脆一巴掌给他拍死，不会往心里去的。就是因为他们是您的亲人，您对他们有感情，所以他们那么对您，您才会特别的恨，才会极力想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您之所以心心念念那么多年，正是因为对他们还有期待，有感情，所以才放不下。把道理一套一套，你懂什么？就敢在这里瞎说？哼，我可聪明了，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某些方面做到极致，就会触类旁通，对旁的事情也会有深刻的领悟。我的医术虽没到极致，却也不远了，所以我对其他事情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小东西一贯怎么不谦虚嘛？错了，我这不叫不谦虚，而是叫诚实。荆州王冷嗤一声，跟顾九一通东拉西扯，突然觉得心情有些好。他突然有些好奇，你觉得我做错了，那么若是你落到我的际遇，你会怎么办？不会，我这么优秀的人，谁跟我做兄弟姐妹都会被我的光芒压制，顶多跟我一样日月同辉，父母不会看不到我，埋没我。您的假设不存在的。假设这样吗？不存在的，他没机会。我一根针，他下半辈子就只能在床上躺着了，拿什么跟我争啊？如果你娘就是偏心呢？你再优秀，她也只喜欢你的兄弟姐妹呢。不要了，这样的娘我不要了。我这样的人到哪都会受欢迎的，又不是非要娘不可。荆州王又给噎住了，这小东西怎么就沟通不了呢？对吗？我可不是什么好人。被人欺负就打回去，没本事打回去怪自己笨，我才不会牵连无辜，拉上10数万百姓的性命给自己垫背。不跟您东拉西扯了，手伸出来我看看。顾九仔细检查一番，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荆州王的病竟然没有恶化，心态还蛮好的。不错，身体维持的还可以。正说着，程刺史陪着2个人先连走了进来。这位是太医院长令郑医令，这位是御前中官黄公公。拜见太医令大人，拜见黄公公。郑大人，黄公公，这位就是顾小神医了。郑太医令显然有些惊讶，没想到小神医居然这么小，真是年少有为呀！的确是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呀！您老也老骥伏枥，你也年富力强，风度翩翩，小马屁精，分明是礼尚往来。王爷，多年不见了。参见王爷。我那好皇兄派你们来干什么？看我死了没？皇上派微臣来看看王爷的病。看您说的，皇上还是记挂王爷的。切，记挂着我，担心我死了就看不到我悲苦的下半生了。郑太医令不理会这些，去旁边给荆州王诊脉。半晌，松开手问顾九：这病果然能治？能治啊。手术准备安排哪天？还得等2天。人的消化道里有大量细菌滋生，术前需要用2日青霉素做抗感染治疗，这2日还需要加强营养，以保证有个良好的体质，才能够撑过那么大的手术。本官奉命监督手术，届时会在一旁观看。可以啊。说完荆州王手术的安排，顾九突然朝着黄公公说道：手伸出来，我帮您诊个脉。您脸色不太对，精气神也不足，应该是抱恙在身。我的小神医哎，这位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别看面团团似的一派和气，背地里可是被人称作黄老阴的。那就麻烦小神医了。哎，别说啊，这几日的确有些不舒服啊。顾九瞧了会儿脉象，又让黄公公伸出舌头看了看。郑太医令在旁边看一眼，舌苔厚，边缘齿状，湿气很重。公公
公肚子疼不疼？的确是疼，也不瞒小神医，咱家这2日时常觉得肚子疼，只是皇命在身，不敢耽搁，也没大事儿，就没理会。公公体内湿热堆积，常食肥甘厚味，身体难以运化，今日下晌，最迟明日公公就要下痢，还是要赶紧治疗的好。黄公公脸上原本的笑容就僵住了，下痢就是痢疾，这病可危险得很。顾小神医所言不差，王爷这2日还需要输期霉素，大人看是我让人上门来，还是请王爷去我那儿？手术后是要在医堂住院是吧？得多少天？通常手术7、8天就能够拆线出院，但王爷这手术伤口太大了，得养个半个月左右才行。拆线后还得再住院观察几天，中途如果没出现意外的话，少说也得20天吧。公公您看是在哪里合适？去顾小神医那里吧，免得来回折腾。郑太医令也没意见，医堂在宣州好大的名声，他怎么也得去看看。哎，小丫头，你们家掌柜呢？叫你们掌柜的出来。我们掌柜在后面忙呢，您有什么事？哎呦我去，急死我了！叫你们掌柜出来。您有什么事吗？哎呀，我的老天嘞！这么说话迟早要憋死个人。你乌龟投胎呀，不能快点吗？听得老娘想打人。去叫你们掌柜来，没听见啊？我们掌柜说了，没大事，不要打扰。看诊，请稍等。你别吓我。我们顾大夫说了，闹事打断腿。哎呦我这暴脾气，这要活活急死人啊！打断腿？打断谁的腿啊？老娘倒要看看谁敢来打断老娘的腿。年轻男人揉一把脸，见慢慢沟通不了，不耐烦往下听，就要往后面闯。3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去，站在院子里。那人都哪里去了？快出来，都死光了！出来个喘气儿的！打座里的大夫们听到声音，都跑出来查看。3位不知有什么事儿，若要问诊，请前面。哪个要问诊啊？我们都是住在这条街上的，来告诉你们一声，今后不准再往这边弄死人了，这边是给人住的，不是坟场。对，天天跟死人来来去去的，这晦气不晦气啊？街上孩子们多，这吓着孩子怎么办呀？很抱歉，给左邻右舍添麻烦了。咱们通常都是早晚间挑没人的时候才运送尸首，不会吓到街坊邻居的。吓不吓到不是你说的，你们天天往这边弄死人，进进出出的也太晦气了。我们这边的风水都被你们给破坏了。这位大婶儿，哪家都会有老人故去，每一条街巷上都会有无数故去的人进出，谈不上晦气不晦气，更不会破坏风水。若几位不信，我们医堂可以出钱，请一位风水大师来看看。你们请的，谁信啊？我说破坏了就是破坏了，今日起不准再往这边弄晦气的玩意儿，会让老娘天天来你这里闹。杜老大夫，要不你悄悄出去，去衙门叫人来处理。先等等，一周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干脆辞了这掌柜的位置算了。我们都是大夫，往这边运送死者也是为了学习更好的医术，每个人都可能生病，如果大夫的技艺高了，就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还请2位长者和这位兄弟多多包涵。哼，一句包涵就完了，说的也太轻巧了。我们不包涵，我把话撂这里了，今后不准再往这边弄死人，不然别怪咱们砸了你这医堂。我们肯定还是要弄的，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很，没办法让街坊们满意，还请多担待。旁观的大夫们这会儿也看出点门道了，说什么晦气不晦气，分明是来敲诈的。担待个屁呀！老子就不担待，你们不给个说法，老子要打人了。杜一舟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就是不开口。这位兄弟，别冲动，你一冲动，万一犯下弥补不了的大错，进了大牢，可是什么也得不到。你们想继续弄死人也行，也很简单，每月给咱们每家拿1两银子，咱们就忍忍。大夫们纷纷都摇头，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3人来闹了，每月给1两，其余人家看到有便宜可占，肯定也要来。这边住户这么多，每家每月1两银子，这得多少钱够填这个窟窿的？